炽烈的阳光烘烤着金黄色的沙滩，蔚蓝色的海水不断地冲刷着海岸，燥热的身体好似随时能着火，每次呼吸都会让不堪重负的肺部发出破风箱一样的声音。林硕眯起眼睛，抬起手盖在额头上，干裂的嘴唇能撕下一层皮。远处的沙滩上有什么东西反射着光，好像是一瓶水。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跑到水瓶边上，跪在沙子上，用了足足2分钟才颤抖着手将矿泉水瓶拧开。水已经被太阳晒得有些烫人，林硕不管不顾，一口气喝了半瓶，这才感觉好似火烧的身体好受一些。人在脱水的情况下不能立刻补充大量水分，否则会加剧脱水的情况，这点林硕很清楚。他是一个导游，24岁，尽管还是口渴难耐，林硕还是强忍着身体的不适感将瓶盖盖上，这些水将支撑他找到淡水为止。3天前林硕乘坐的飞机发生空难，迫降到海面，记忆的最后只记得自己被海浪卷走，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海岛的沙滩上了。依靠着海边抓捕的贝壳和螃蟹，他勉强撑过了3天，但是没有淡水。好在今天找到了，矿泉水上面印刷着航空公司的标志，很显然这是飞机上的物资。如果物资能随着洋流到达海岛，是否代表着还有其他幸存者？林硕的心中浮现出一抹希冀。人是群居动物，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换成任何人恐怕都坚持不了多久。如果有个同伴就不一样了，最好是个女人。林硕在心里默默地说道，似乎是上帝听到了他的祈祷。林硕看到不远处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个救生衣，橙黄色，很容易辨识。是幸存者吗？林硕连忙跳到海水里。这些天林硕常常躲在海中避暑，腿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白色海盐，干裂出一道道伤口。进入海水中，疼得他龇牙咧嘴，站都站不稳。一道海浪拍过来，林硕一屁股坐在海水中，过了很久才挣扎着爬回岸边。好在救生衣也随着海浪冲到了不远处的岸边。林硕抱着仅剩的半瓶矿泉水跑了过去，靠近后看到幸存者，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这个女人他认识，是旅行社的老板，他的上司叫叶梅，他们是在一个飞机上的。叶梅当时是准备去米国出差，正巧顺路，于是跟着旅行社定下的航班一起走，结果和林硕一起落海了。他还有呼吸，胸口微微起伏，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小衫，黑色包臀裙。因为进了海水的缘故，小衫几乎变得透明，能清楚地看到下面的黑色内衣。2座山峰高耸入云，呼之欲出，黑色的丝袜破破烂烂，增添了一抹诱惑。高跟鞋只剩下一只在脚上，另一只不知道丢到了哪里。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培训的时候林硕学过急救知识，叶梅的小腹隆起是因为喝了很多海水导致。没有呛水，不需要做心肺复苏。林硕单膝跪在地上，抱起叶梅翻了个身，胸口压在她的腿上。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占便宜。林硕的手轻轻托着她鼓胀的小腹，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用力挤压小腹。哦，叶梅吐出一大口水。如此反复几次，她开始干呕。嗨，肚子里的水吐干净了，她终于清醒了过来。林硕将她放在沙滩上平躺，脱了衣服到海边浸湿，遮在她的头顶。海边的太阳很毒辣，皮肤很容易晒伤。叶梅虚弱地说，水。林硕将衣服搭在头顶，用一只手撑着，另一只手去拧瓶盖，然后将瓶口凑到叶梅嘴边，少喝点。叶梅的眉头微皱，以为是林硕舍不得给她喝。她长得很漂亮，皮肤也保养得很好，30岁的年纪看起来比20岁的小姑娘还水灵，但是少了小姑娘那种青涩，多了一点成熟女人的风韵。成熟的气息让她反而更加迷人。叶梅一心扑在事业上，没有结婚，也没听说和哪个男的走得近。不知道是不是内分泌失调的原因，脾气不是很好，平时一点小错就会呵斥员工，背后大家都会喊他夜老虎。林硕救他纯粹是因为一个人活着太无聊了，如果找不到淡水很快就会死，到时候身边有个人大美女陪他一起死，想想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叶梅喝了一小口，林硕就将矿泉水瓶拿开，他瞪了林硕一眼，语气虚弱但是很冲，就喝你一点水，至于吗？如果是平时呵斥他就算了，但现在呵呵。林硕站起来把水瓶盖上，叶梅，我救了你一命，你至少说一声谢谢吧。至不至于你抬头看看就知道了，在这里水就是命，以前给你卖命，到了这里还想要我的命。叶梅这才反应过来，惊慌地朝着四周扫了眼。林硕，这里是呢？我们不是在去米国的飞机上吗？说到底
她再强势也只是一个女人，碰到这种事情都会慌张。林硕没了和她计较的心思，叹气道：“不知道，可能是一座无人荒岛吧。”叶梅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服，赶紧用一只手捂上，另一只手用来遮阳。她的皮肤已经开始泛红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晒伤。林硕朝着她走过去，叶梅竟然吓了一跳，坐在沙滩上慢慢后退，警惕地看着林硕：“你要干嘛？我告诉你，救援队很快就到，你还年轻，你还有未来。”林硕原本是准备将衣服搭在他头上的，伸出去的手停顿在空中。“老板，再怎么说在你手下工作2年了，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叶梅犹如一只惊弓之鸟，惊慌地点了点头。林硕也有脾气，平白无故被人误会，好心当成驴肝肺，得，老子不伺候了。衣服穿好，朝着不远处的椰子树走过去，流落到这个鬼地方。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说不定到死救援队都找不到他们。太平洋那么大，暗流多到数不清，救援队又不是神，能预判到他们漂流到这里。林硕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岛上有人能联系到外界。他记得飞机是在飞行3个小时后才出现故障的，后来偏离航线，又滑行一段距离，最后落入海中，随着洋流飘荡。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在太平洋的无人区了。岛上有人生存的几率非常小。椰子树有10几米高，上面结满了青色的椰子。林硕用脚踹椰子树的主干，企图震落椰子，尝试了几次没成功，还差点伤了脚，看来只能爬上去了。椰子树的树皮很粗糙，攀爬倒是不难。他尝试了一下，爬了3米多高就有些撑不住了。对于现代人来说，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爬树这种简单技能反而不会了。滑落到沙子上，林硕有点泄气，喝了点水，他重新尝试。想要活下去，食物和水很重要。现在找不到淡水，椰子是唯一的水分来源。尝试了10几次后，手脚酸痛，裸露出来的皮肤被树皮割出一道道伤口，又痒又疼。叶梅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了，不解地问：“你在干嘛？”林硕指了指头顶，不咸不淡地说：“摘椰子，看不到吗？”叶梅有点生气了：“我是你老板，你态度好点。”林硕没好气地问：“我们现在在哪？”叶梅说：“岛上。”林硕嗤笑了一声：“那你这个老板身份有什么用？能不能活着回去还不知道呢，还想用老板的身份压我？刚刚明明是自己救了他，反倒被误会不怀好意，让林硕心里很不舒服。再加上平日里叶梅对他也不是很好，除了工作没有什么交集。林硕对他的态度已经算不错了。叶梅脸色一僵，想要发火，脸色阴晴不定，但终究还是忍住了。他强忍着不快问道：“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林硕再次指了指头顶：“摘椰子。”叶梅露出一个很勉强的笑容：“你会帮我摘一个的对吧？”不知道为什么，林硕的心里涌现出一股恶心的感觉，很反感。平时在公司里，他就总指使林硕帮忙倒咖啡，有时候买奶茶也不付钱，因为他是老板。林硕忍了，现在已经不上下级的关系了，谁伺候你？不管，自己动手。叶梅的脸再次僵住，不过比刚刚的态度好多了，没有冲林硕发火。他许诺道：“回去后我可以让你当主管。”林硕冷笑一声：“呵呵，画大饼，谁不会啊？”林硕还说自己回去后要去竞选米国总统呢。特么的，现在活下去多困难，你和我说以后的事。老子现在只想吃椰子，就算让我当米国总统，活不下去都是屁话。叶梅脸色一沉，平日里谁敢这样对他？哪个对他不是毕恭毕敬的，接二连三的被林硕对？他终于忍不住了，冷着一张脸：“林硕，你什么意思？”林硕不咸不淡地说：“没什么意思。”他抬起头看着头顶的椰子，心里思索着办法。叶梅气的胸口剧烈起伏，本就几乎透明的衣服遮掩不住他的那对傲然。林硕忍不住看了2眼：“林硕，回去后我就炒了你。”“想啊，你炒了我之前，我可以先炒了你。”林硕的目光毫不客气地在叶梅的敏感部位停留。现在的情况下，你觉得谁会来救你？叶梅吓得脸色煞白：“林硕，我警告你别乱来。”林硕没搭理他，浪费体力在他身上，怕是爽完就爬不起来了。他还年轻，还没活够，孰轻孰重是分得清的。来日方长吗？林硕捡起旁边的一块石头，在手里掂了掂，退到距离椰子树4、5米的距离，用力丢了上去。石头砸中椰子，晃了晃，没落下来。林硕见有戏，重新把石头捡起来，继续丢向椰子。终于，一颗椰子落了下来，砸在沙滩上。林硕心中一喜，小跑过去，抱起椰子，用石头将外皮砸碎，但是里面壳怎么也砸不动。
他抱着椰子在附近找了个尖锐的石头，尖端抵在椰子上，然后抓起另一块石头用力砸下去，结果石头碎了，椰子壳才凹陷进去很浅一点，尝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椰子就在手里吃不到，加上炎热的天气让林硕的心情越来越烦躁。操！用力把椰子摔了出去，碰巧砸在一块石头上，砰的一声，椰子壳凹陷进去一点。这一幕给了林硕启发，他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在沙子上挖了个坑，平放在下面，然后找了块尖锐的石头立在上面，用沙子埋住旁边，防止倒塌，抱着椰子用力砸了下去，咔嚓，石头陷了进去，椰子壳裂开了一道缝隙。林硕赶紧把椰子调转过来，再拿起一块石头，轻轻地将陷进去的石头敲出来，里面传来椰子特有的香甜味。他抱起来对准嘴，甘甜的椰子水流到口中。以前林硕也喝过椰子水，觉得很难喝，但此刻却觉得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喝了一半，林硕将椰子放在旁边，在沙子上挖了一个浅坑，将椰子埋了进去，上面砸出来的孔洞用石头堵上。做完这一切后，他再次回到椰树下，尝试用石头砸椰子，不过这次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一个椰子也没砸下来。估计刚刚的椰子是因为快要成熟了，碰巧而已。林硕有点丧气，无意中他朝着海边的方向看了过去，海面上好像漂浮着一个行李箱，顺着海浪冲到了岸边。金黄色的沙滩，黑色的行李箱，很显眼。林硕赶紧丢掉手里的石头，跑到海边。行李箱很大，估计是从托运舱里掉出来的，上面有密码锁。林硕干脆抬起脚，用力踏在行李箱上面，反正已经是无主之物了，只希望里面有能用得上的东西。踹了几下后，行李箱侧面破了一个大洞。林硕又反复踹了几次，将洞口扩大，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竟然没有被海水打湿。看来行李箱是防水的，里面的东西应该都能保存得很好。翻找了一会儿，林硕有点失望，箱子的主人应该是女性，除了几件换洗的女性衣服之外，就只剩下一些化妆品了。这些东西对野外生活没什么帮助，不过林硕看到了里面有几条丝袜，倒是可以当成渔网用。最大的收获就是行李箱了，尽管破了个大洞，还是可以使用。拖着行李箱回到椰子树下，毒辣的太阳照在皮肤上，传来一阵阵刺痛。叶梅坐在林硕刚刚埋椰子的位置，双手背在身后，目光闪躲，看起来有些心虚。林硕心中浮现出一股不好的预感，丢下行李箱，快步朝着叶梅走过去，拉起她的手。啊，你干嘛？叶梅吓了一跳，惊叫一声。林硕看着他身后空的矿泉水瓶，还有只剩下空壳的椰子，气不打一处来。刚刚砸椰子的时候，他一点忙都没帮，现在趁着自己离开的时候，招呼都不打，喝了矿泉水瓶里剩下的水。椰子也被他挖出来，上面堵着的石头也不见了，估计里面的椰子水也被他喝光了。林硕强忍着怒气问：你什么意思？叶梅低着头不敢看林硕，心虚地说：我渴了。林硕愤怒地问道：那和我有什么关系？你自己摘椰子啊？堂堂旅行社的大老板竟然偷林硕一个员工的水喝，这句话似乎触到了叶梅的底线。他怒视着林硕：不过一瓶水，一个破椰子而已，你想要我买给你100个都行。林硕冷笑了一声：呵呵，行，你去买，你还当你是我老板呢？你牛逼，你钱多，你现在就算有1个亿有什么用？用来擦屁股都嫌弃硬。叶梅眼圈红了，没有继续和林硕吵，坐在地上抱着膝盖低声啜泣。她是女强人，赚钱能力是很强，但在这个地方看的不是谁赚钱厉害，而是看谁更冷静，谁能坚持得更久。很显然，平日里当牛做马的林硕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强。事情已经发生了，林硕没有继续指责他，只能想办法继续弄一个椰子下来了。时间过得很快，夕阳西下，他还是没有弄下来第2个椰子，只能放弃。海边已经刮起海风了，有点冷。叶梅穿的不多，抱着胳膊，看起来怪可怜的。她哭了一下午，嘴唇都发白了。风中孱弱的身体让人忍不住有一种想要欺凌的欲望。林硕暗骂一声败家娘们，喝完的水泉变成眼泪哭出来了。林硕开始收集附近被海水冲到海边的木头，准备搭建一个避风的帐篷，想要进入旅行社当导游，是有生存技能培训的。林硕现在有点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好好学着，否则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窘迫。林硕按照记忆中的方法去搭建帐篷，很快一个帐篷的雏形就搭好了，里面大概能容纳2个人躺着，仅此而已。倒不是他想趁着晚上占夜没什么便宜，而是现有的材料很有限，时间也不是那么充裕。
食物和水源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住处只要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了，必须要分得轻轻重缓急。这时叶梅忽然走到他身边，那个，我能帮你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林硕之前的话起作用了，叶梅想了一个下午，现在的情绪已经没有了，才开始那样盛气凌人。林硕指着帐篷问，你会搭吧？叶梅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我只搭过普通的野营帐篷。那就是不会。林硕指着不远处的树林，去那边找点树叶过来，最好叶子大一点。叶梅点点头，乖乖去了。看着他的背影，林硕心想他如果一直这样也挺好，长得是挺漂亮，可惜脾气太差了，难怪30岁也没结婚，估计没几个男人受得了他的强势。摇了摇头，将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去。接下来林硕的想办法生火。说到取火，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出现的就是钻木取火。林硕找了一根木棍和一根比较粗的木片，然后用石头在木片中间凿出来一个凹槽，里面放上木屑。钻木取火，林硕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真正上手操作，他才发现有多难。双手掌心夹住木棍，用力揉搓旋转，让木棍始终保持在凹槽内。不久后，林硕感觉手心发热，手掌钻心的疼，停下来一看，磨出来2个大水泡。再看看木片上的凹槽，连发黑的痕迹都没有，让从没干过重活的现代人钻木取火比登天还难。太阳已经落到海平面附近了，温度在下降，林硕感觉到有些冷了。这种情况用凸透镜原理取火也不可能了，看来今晚只能熬一熬。没过多久，叶梅抱着一大捆叶子回来了。林硕将较大的叶子铺在帐篷骨架的上面，然后在上面铺满落叶，再用沙子压上。剩下的枯叶，林硕在帐篷里的沙地中挖了个坑，铺在下面。这样一来，今晚就不能在海边吹冷风了。热带地区天黑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仿佛眨眼间昼夜就已经交替完成。空气中的气温在下降，还不至于让人感觉到冷的地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海风，海风不仅会带走人身体的热量，还会带走身体的水分。他们现在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火，再被海风吹一晚上，到了明早就算不感冒也得风干成腊肉。林硕此时干裂的腿就是最好的例子，裂开的伤口隐隐作痛，忙起来的时候还不觉得，一旦停下来就钻心的疼。林硕忍不住寒冷，钻到帐篷里。帐篷是背对着大海的，面对不远处森林的方向。叶梅站在帐篷外犹豫，她冷得浑身直打哆嗦，终于还是忍不住钻了进去。她警告说，你不许乱摸。林硕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你让我摸我也懒得摸，这是实话。累了一天，林硕早已经身心俱疲，躺下困意就袭来了，眼睛睁都睁不开，哪有什么心情摸他？就算身边是哪个大明星，林硕也提不起兴趣。两人背靠着背，这样可以减少尴尬。刚躺下不到2分钟，林硕已经睡着了，感觉身后有人抱着自己，后背紧贴着的地方软软的。林硕太困了，没有多想，这样反而挺暖和的。第二天早上，林硕睁开眼睛，外面天已经亮了，太阳悬挂在高空，将沙滩映成了金黄色，后背上紧贴着柔软的触感。叶梅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搭在他的身上，好像八爪鱼一样。林硕想要推开他，结果他反而抱得更紧了。林硕有点无奈，咕噜噜，肚子叫了，昨天没怎么好好吃东西，现在肚子还是空的。林硕挣脱开叶梅的怀抱，钻出帐篷，伸了个懒腰。回过头，叶梅的衣衫半敞开，内衣不知道什么时候脱了放在一旁，估计睡觉的时候不舒服吧。看了一会儿，林硕用力甩头，收起不好的想法。他现在要保存体力。咸湿的海风吹来，带着丝丝凉意，嘴唇有点疼，口中一点唾液都没有，嗓子火辣辣的疼。林硕抬头盯着不远处的椰子树，今天必须想办法再弄一个椰子下来，不然非得渴死不可。都怪叶梅那个蠢女人，把水全部喝光了。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林硕走到椰子树下，捡起昨天被喝光了水的椰子，拿起一块石头，从已经破开的位置一点点往旁边砸。椰子壳砸碎，里面是白嫩的椰肉，用手抓了一点，放到嘴里，还是有点水分的。吃过椰肉，口渴的感觉缓解了不少。捡起2块石头砸向头顶的椰子，尝试了几次，椰子纹丝不动。林硕走到昨天的行李箱处，从里面找出几件比较轻薄的衣服，缠在裸露的皮肤上，然后回到树下，重新尝试着往上爬。有了摩擦力，这次攀爬起来要简单许多。爬到5-6米的时候，他再一次感觉到吃力。椰子树光秃秃的，没有接力点，咬咬牙，双腿夹紧树干，双手紧紧抱住，好像虫子一样一点点挪动。好在皮肤没有直接接触到树皮，还能坚持。
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爬到了树顶。林硕低头看了眼下方的沙滩，露出一抹苦笑，真特娘的痛苦。他用一只手抱紧树干，双腿必须一直夹紧，又酸又胀。但是林硕不敢放松，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身体后仰，伸出一只手拖着距离他最近的椰子，一只手没办法摘下来，只能拖着椰子的下面慢慢旋转。很快，一颗椰子被林硕拧了下来，掉在沙滩上。第一次尝试成功，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林硕继续尝试，又拧下来2个椰子。第3个距离林硕太远，够不到了，只能无奈放弃。上树不容易，下树更难。粗糙的树皮会挂住衣服，导致皮肤和树皮亲密接触。只是下滑2米，林硕的身上就多出了10几道划痕，像是蚂蚁在咬，又痒又疼。他紧咬牙关，强忍着疼痛，慢慢下降。脚踩到沙子，林硕一屁股坐在地上，整个人都已经虚脱了，汗水浸湿了他的 T 恤，血混杂着汗水，将 T 恤染成了淡红色。妈的，真疼！林硕浑身上下有30-40道大拇指长的伤口，主要集中在关节和肚皮上，动一下就会牵扯到。休息了一会儿，林硕将椰子收集起来，用昨天的方法砸开一个椰子，椰子水入口，缓解了口渴的感觉。喝了一整个椰子，还是感觉很渴，这是因为严重脱水导致的。林硕将剩下2个椰子埋在沙子里，准备去海边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吃的。这时叶梅才从帐篷里出来，她揉着眼睛，慵懒地走到林硕身边。我渴了。林硕指了指头顶，上面有椰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历过昨天的事，他这次没有闹，只是微微皱眉，看着林硕刚刚喝完的椰子。我要怎么做？林硕笑了笑，还挺上道，从箱子里拿出来2条丝袜递给他。拿着。叶梅厌恶地看了一眼，将丝袜丢到地上。想不到你是这种人，我不会陪你睡的。林硕没去解释什么，误会就误会吧。林硕将丝袜捡起来，又从箱子里取出2条，朝着海边走去。清晨的海边还是很凉爽的，没有正午那么毒辣。昨夜涨潮了，现在沙滩上都是海水冲上来的海洋垃圾，也有一些没来得及跟着海水离开的贝壳。在浅滩的位置，能看到海水中有鱼儿在游动。纯天然的阳光沙滩，海水也没有被污染，很清澈。林硕捡了2根被冲上岸的树枝，走到海水里。鱼儿受惊，迅速游走。走到膝盖深的位置，他用手在沙子里开始挖坑，挖了大概有20厘米左右。林硕拿出一条丝袜，将腰部的位置打成结，放在挖好的沙坑里。丝袜腿的位置平铺伸展开，里面用木棍支撑，朝着深海的方向。里面用填了一点沙子，避免被海水冲走。愿者上钩，4条丝袜都布置下去。林硕回到沙滩，开始捡贝壳。不远处，椰子树下，叶梅在很努力地用石头去砸椰子，很倔强，也很可怜。收回目光，收起怜悯之心。林硕认为自己对他已经算不错了，至少没有趁机对他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人在绝境的时候很容易发疯，比如临死前的疯狂。换另一个定力差点的男人，叶梅恐怕都成泡芙了。林硕对他没什么愧疚之心，他是自己的老板没错，但那是以前，环境不同了，人们都有一个定向思维，那就是沙滩上一定有很多海鲜。其实不然，被冲上海岸的贝类其实并不多，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空壳，就算有漏网之鱼，也会被海鸥、海鸟给吃掉。它们可是早早就在沙滩边上等着了。如果连海鸥和海鸟都没有，说明这个地方很贫瘠，缺少食物。头顶只有零星几只海鸥盘旋，沙滩上的贝类非常少。他沿着海岸线走了上百米，才捡到一只小螃蟹。林硕回过头，看着蹲坐在椰树下的叶梅，心中产生一个想法：要不要现在就离开？他对自己来说只是一个累赘。很显然，刚刚叶梅没有摘到椰子，脾气还很差，还不听话。曾经在公司的时候，对自己也不是很好。他的存在不仅没有帮助，还需要占用自己的食物和水。负面情绪在他心里不断放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昨夜叶梅在身后抱着的触感。林硕叹了口气，转身返回。人还是得有点底线的。林硕不圣母，但也没那么冷血。如果叶梅能自己动手，林硕还是愿意帮他一把的，只因为他不想一个人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生活。鲁滨逊还有星期五陪着呢，时间久了，日久生情，或许能发生点什么，也不一定。想到这里，林硕自嘲地笑了笑。曾经仰望的女老板，现在在他的眼中竟然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人，很讽刺。回到刚刚放丝袜捕鱼的地方，林硕发现有很多鱼儿在游动，但就是不往里面钻。林硕很有耐心，
不急于一时，犹豫了2秒，他将手中的螃蟹掰开，将蟹肉分成4份，分别塞到4条丝袜里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想要捕鱼得下诱饵。螃蟹肉放进去没多久，就有几条鱼游进去了。林硕没有着急，在岸边耐心地等着，等蟹肉被吃得差不多了，确定不会再有鱼进去，林硕用最快的速度跑过去收网。他担心丝袜不够结实，只是用沙子将丝袜的2条腿给压住了，这样鱼儿就跑不出来了。他粗略地数了数，一共捉到了大概20多条鱼。鱼儿不是很大，最长的也不过巴掌大小，但是足够吃一顿了。林硕小跑回椰子树下，将行李箱里的衣服全部倒出来，拖着行李箱回到海边，顺手将旁边的空矿泉水瓶子一起带着。回到海边，林硕将一条丝袜的沙子清理开，手伸进去摸鱼。5分钟后，鱼儿已经全都在行李箱中了。丝袜继续泡在海水里，估计还能用上几次。他在海边找了个贝壳，将鱼开膛破肚，内脏清理干净，内脏没有浪费，塞到丝袜里面继续吸引鱼。空的矿泉水瓶中装满水，拖着行李箱回到帐篷附近。沙地上还放着昨天叶梅捡回来的干柴和树叶，经过太阳的暴晒，树叶中的水分已经蒸发的差不多了，很容易引燃。林硕找了一个合适的角度，利用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当作凸透镜，聚集阳光，对准枯叶。过了大概10几分钟，枯叶上开始冒烟，他的心中一喜，继续维持动作。很快，枯叶上燃起了一个很小的火苗。林硕小心翼翼地捧起一点枯叶压在上面，不出片刻，火苗燃烧起来，引燃了旁边的枯树枝，火升起来了。林硕将鱼儿用树枝穿起来，火堆旁边用2根带着树杈的树枝做了一个烤架，鱼儿架在火上烧烤。烤架很小，每次只能烤5条鱼，这点柴火肯定不够用，而且还得留出晚上的火种，不然今晚还得忍受着冰冷的海风。林硕朝着椰树下坐着的叶梅喊道：“老板，能帮个忙吗？你去树林里捡点柴火，我帮你摘个椰子，鱼也分你点，我们一起吃。虽然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岛上只有他们2人，总不能对叶梅不管不顾，说不定未来还得依靠着他们2人在岛上开枝散叶。”叶梅闻声，诧异地朝着林硕的方向一眼，他抹了抹眼角的泪水，进入树林了。林硕来到椰树下，从沙子里挖出早上藏起来的椰子，用上次的办法将椰子砸出2个洞，早上喝光的椰子也被他废物利用了，掏空里面的椰肉可以当成盘子使用。抱着2个椰子回到篝火边，林硕将烤好的鱼放在空的椰壳里面，然后重新放了5条鱼上去烤。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叶梅回来了，抱着一捆干柴，火堆只剩下很小的火苗。林硕往上面添了点干柴，继续烘烤。不久后，烤好了，香气扑鼻，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如果这里不是荒岛，叶梅脾气再好一点，林硕会很享受这样的度假。可惜现在他没什么心情体验生活，美味的海鲜在嘴里也变得没什么滋味。吃饱后，林硕取出一颗椰子砸开，递给叶梅。他没有砸第2颗，椰子太少了，得省着点喝，2个人喝1个就行。叶梅这次没有矫情，她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曾经的身份美女老板在这里根本不值一提，反而有可能成为害死她的危险。认真思考后，叶梅才发现自己多么可笑。如果不是遇到林硕，而是遇到一个对自己图谋不轨的人，她现在恐怕已经经历了比死都可怕的事情。填饱肚子，林硕用沙子将还在冒烟的炭火盖上，只留下很小的一个通风口。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火炭中的氧气，可以让下面的干柴保持更长久的燃烧。如果运气好点，能支撑到晚上，就不用忍受寒冷的海风了。做完这一切，林硕准备去海边看看。这么久了，应该又捉到鱼了。他们现在吃上顿没下顿，稳定的食物来源很重要。解决了食物，还需要想办法寻找淡水。靠椰子生活不是长久之计，椰汁喝多了会拉肚子，到时候脱水了比现在更难办。刚到海边，林硕发现沙滩上多了2排脚印，他制作的渔网也被撕破了2个，里面的鱼自然不翼而飞。脚印很小，像是女生的，脚印里面还没有积蓄海水，说明偷盗者刚刚离开不久。顺着脚印离开的方向看过去，林硕发现是通向不远处的林子里的，隐约他看到了一个人一闪而过。呵呵，偷了我的东西还想跑？林硕冷笑一声，追了上去。在这种环境下，偷食物无异于杀人。更重要的是，4个渔网现在只剩下2个了，这可是能救命的东西。林硕很愤怒，他快步朝着丛林跑了过去，距离并不远，只用了2分钟。钻到林子里，他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色制服衬衫的身影消失在不远处的树后。他竟然没有跑远，而是选择在附近躲着。
林硕小心翼翼地走过去，顺手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还不等他动手，树后忽然站出一个职场少女，她手里还紧紧抓着一段丝袜，里面是被她咬过的鱼。对不起，我太饿了，我只吃了一口，剩下的还给你。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下，精致清纯的小脸梨花带雨。林硕没有因为她的楚楚可怜就心软，换成任何人此刻都没办法忍受心中的愤怒。他冷声问道：你偷了我的东西，拿什么来还？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对不起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对了，我忘了，这里没有警察。少女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手中的鱼掉在地上，她捂着胸不停地后退，怯懦地问道：你要做什么？林硕往前走一步，少女就往后退一步。林硕的目光落在少女的双腿的丝袜上，脱了。少女豆大的泪珠滚落，哥，求求你不要。林硕哪管她愿不愿意，虽说少女腿上的丝袜有几个破洞，但至少能弥补一下损失。丝袜到手，少女转身就逃。别跑！少女经历惊魂一幕，哪里敢停留，转眼间消失在丛林深处。林硕追了一会儿，只能放弃。不过海岛上还有其他的幸存者，倒是让林硕心中一喜。他望着少女逃离的方向，期待着下一次见面。林硕回到海边，将得来的丝袜在海水中铺开，重新布置好捕鱼陷阱。夜幕降临，林硕捡了些柴火，升起火堆，烤着鱼肉。鱼肉是鲜美，但架不住一直吃。叶梅抱怨说：明天能不能不吃鱼了？我想吃牛排。林硕白了他一眼：你看我长得像不像牛排？有的吃就不错了，别挑三拣四。叶梅踢了一脚沙子：林硕，你能不能态度好点？林硕回答：可以，只要你别做白日梦。吃过晚饭，林硕又找了几根粗壮的树枝，将帐篷完善一下，里面的空间也大了许多。叶梅见了，眉头直皱：不能搭2个帐篷吗？林硕懒得理他：搭帐篷不要体力的吗？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求这么多，女人就是麻烦。你可以自己搭一个。留下这句话，林硕就去海边了。白天的运气似乎用光了，丝袜渔网中只有2条拇指大的小鱼。林硕没有嫌弃，抓出来丢在行李箱中。有了白天食物被偷的前车之鉴，林硕珍惜每一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回到帐篷，天色已暗，天空中飘来大片黑色的乌云，海风也凛冽了许多。海面的浪涛逐渐汹涌，反复地砸在沙滩上，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暴风雨就要来了。林硕急忙跑回帐篷里，却发现叶梅不在。蠢女人又乱跑。林硕骂了一句，跑出去找人。不久后，豆大的雨滴从空中落下，劈头盖脸地砸在头顶。叶梅！林硕一边大喊，一边沿着海岸线找人。他担心叶梅被海浪给卷走了。找了一会儿，才看到叶梅从林子里狼狈地钻出来，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粘湿的头发紧贴在脖颈的线条上。我在这儿。叶梅跌跌撞撞地扑到林硕的怀里。下这么大雨，你跑哪去了？林硕刚责怪完，就见叶梅的走路姿势有些奇怪，低头一看，发现有血沿着她的腿流了下来，将脚下的沙子都染红了。怎么回事？叶梅紧咬着下唇，难以启齿。先扶我回去。2人回到帐篷，林硕去掀叶梅的裙子，我看看伤口。叶梅连忙按住他的手臂：别，你流了这么多血，命都快没了，还害羞什么？不是受伤。说完这句话，叶梅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林硕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你刚刚到林子里是因为那个？叶梅害羞地点头。不管她平时多么强势，这一刻她弱小的和普通女人没什么区别。叶梅的脸很红，看表情都快哭出来了。这么私密的事情被一个男人看到，她的脸算是丢尽了。强烈的自尊心促使她的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落。没事，不要哭，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林硕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以前当导游的时候，没少撞见女生尴尬时刻，这种时候都会来寻求帮助。林硕会到附近的超市帮他们买一些必需品。你去帮我买。林硕一个头2个大，荒岛上哪来的超市，去哪买？眼看着叶梅的裙子被血液浸透，林硕试探性地问：要不然你先把裙子脱了，这样泡着也不是办法，不卫生。叶梅恶狠狠地瞪了林硕一眼：喂你好，你还瞪我？林硕回瞪回去：你瞪我也没用，生病了岛上可没医生，到时候烂了都没办法处理。叶梅吓得脸都白了：你转过去，别看。林硕还不至于在这种情况趁人之危，转过身去，悉悉索索：叶子好脏，我要坐在哪？林硕叹了口气：姐，我上辈子欠你的。说完脱了衣服垫在叶梅的屁股下面，头也不回，拿着叶梅换下来的裙袜去了海边。趁着血迹还没干，能洗干净。顶着暴风雨，林硕举步维艰，冰冷的雨水打在肌肤上，带着丝丝寒意。到了海边，汹涌的海浪根本无法靠近。无奈之下，
林硕在沙滩上挖了一个浅坑，利用雨水和渗出来的海水清洗。洗干净后，林硕冷得直发抖，肩头冻得都没知觉了。回到帐篷，将裙袜挂在一旁，不停地搓着自己的身体，想让体温升起来。叶梅问了句：“没用肥皂，会不会洗不干净啊？”体温回升过程中，皮肤难以抑制地传来瘙痒感。听到叶梅的询问，林硕没好气地回道：“你还想用肥皂？要不要我给你找个洗衣机？”林硕指着外面的大风：“这样的鬼天气，也就我这个傻逼愿意管你。”叶梅缩了缩脖子，凛冽的寒风从帐篷的缝隙灌入，她蜷缩着身体，感觉寒意从光溜溜的腿上袭来。再看着林硕挂着水珠的脊背，心里没来由的感觉到一阵愧疚。林硕对着手心哈气，不停地揉搓，冻僵的手指终于恢复了一点知觉，尝试着攥紧、松开，还有一些肿胀感。忽然，他感觉有人从身后抱住了他，软软的、暖暖的，耳边有温热的吐气声，吹得他耳朵有些痒。谢谢你。林硕想转身，叶梅连忙阻止：“别，就这样吧。你别误会，我是看你太冷了，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仅限今晚。”这女人还是放不下自尊心。林硕轻笑：“行，我不动。”不知过了多久，林硕睡着了，迷迷糊糊的，他翻了个身，感觉自己抱住了什么东西，怀里的东西推了几下他，没推动，生气的咬了他一口。林硕生气的拍了一下，手感还不错，很 Q 弹。怀中的东西立刻不动了，他满足的睡了过去。第二天，林硕起床时已经日上三竿，昨夜的暴风雨将沙滩吹得满目狼藉，但也因此带来许多生机。除了枯枝断木之外，海浪还带来了许多海洋垃圾，成群结队的海鸟在沙滩上获取食物，将一些来不及回到海洋中的生物送入腹中。远远的，林硕看到叶梅从海边走回来，手里拿着他那件白 T 恤，此时的 T 恤上红一块白一块，像是刚从命案现场拿回来。我尽力洗了，但还是洗不干净。林硕注意到叶梅努力夹着双腿。没事儿，反正都脏了，你继续用吧。叶梅小心翼翼地问：“你不怪我？”林硕哑然失笑：“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昨天骂你是因为你太蠢，这种事情又忍不住，我骂你干嘛？”叶梅感动得眼眶微红。她虽强势，但那也是没办法，一直以来只有她一人拼搏，不强势一点，生意场上会受欺负。这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有人关心的感觉。林硕伸出左臂：“我昨晚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你看，伤口还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小心点。”他的左臂上有一个清晰的牙印。叶梅见了，避开目光：“知道了，我会小心。”林硕没再多说什么，绕过叶梅，驱赶沙滩上的海鸟。他来到昨日布置渔网的地方，透亮的海水下，鱼儿欢快地游着。果不其然，渔网不见了。昨天那么大的风浪，渔网的材质又轻，不知道随着海浪飘到哪里去了。幸运的是，昨天的风浪带上来不少海洋垃圾和生物。林硕翻开一块礁石，下面有一条巴掌大的乌贼，灵活的触手迅速在沙子上挖了个洞，将半个身子藏了进去。林硕伸手到沙地中一挖，将乌贼抓到手中。又往前走了2步，林硕看到一张破烂的渔网，细密的网线纠缠在一起，中间包裹着一条约10几斤重的大鱼。渔网中还有一盒过期铁制的罐头，林硕用石头凿开，锋利的罐口可以暂时充当刀具使用。他回到帐篷，取来行李箱，将大鱼分割成块，丢到行李箱里。我来帮你。叶梅主动提议。两人继续向前走。林硕发现了一个玻璃瓶，一些塑料袋、饮料瓶等垃圾。这些垃圾平日中只佩戴在垃圾桶中，现在林硕却如获至宝。在荒岛上，任何现代文明的产物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这些垃圾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叶梅不解。渔网虽然不能继续捕鱼，但是可以割断作为绳子使用。玻璃瓶装满水，用来引火的效果比塑料瓶要好，而且更加结实。这些没有损坏的塑料袋可以用来装东西，总不能去哪都拎着行李箱吧。饮料瓶可以用来装水，椰子壳太笨重了，不方便携带。林硕耐心地解释，你不能用现代的目光来看待我们如今的处境，就连这些损坏的塑料袋也有用处，比如彩色更容易被看见，用来做路标，防止在林中迷路。明白了。叶梅虚心的学习，看不出来，你懂得挺多的。林硕停下来，语气颇有些无奈，领导，这是常识，是你习惯了便捷的生活，才会忽略这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又捡了2个螃蟹，一条搁浅的海鱼后，林硕感觉到皮肤有阵阵的灼烧感。回头再看叶梅，她的皮肤更为娇嫩，此时像是煮熟的龙虾，晒得发红，这是晒伤的迹象。林硕提议，我们回去吧，这些够吃了。在野外，晒伤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没有抗生素，失去皮肤的保护，伤口很容易感染。返回帐篷，两人同时长舒一口气。昨天留下的火种没了，林硕不得不重新收集柴火，
升起一堆火，将得来的海鲜放在炭火上面烤熟。虽说今天收获满满，但他没有过于乐观。林硕知道，是因为昨夜海浪的关系，才会在今天迎来一次食物盛宴。这片沙滩太过贫瘠，失去渔网后，唯一获取食物的渠道都没了，依靠赶海得来的食物不足以支撑2个人的生存。林硕的考虑深入丛林，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叶梅拿起一块烤好的鱼肉尝了一口，眉头微微皱起，好难吃，好腥。林硕瞥了一眼，昨天你吃的时候怎么没说腥？叶梅讪讪地笑笑，昨天太饿了，没来得及尝味道，如果有盐就好了。林硕盯着海面，心中有了想法，起身朝着大海走去，等着。回来时，林硕已经取了2瓶海水，将海水倒入铁罐中，放在火上煮沸。很快，海水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铁罐边缘附着了一层白色的晶体。林硕将铁罐取下，放在旁边的沙子上，目光灼灼地看着叶梅。内衣给我。啊，快点，你不是想吃盐吗？叶梅转过身，露出光洁的后背，解开内衣递了过来。林硕将铁罐里的海水倒入内衣的凹陷中，留下一层白色的盐巴，用手指戳了点，尝了尝，有些苦。林硕如法炮制，将盐巴放入铁罐中，倒入海水，再次卤煮。反复几次后，得到的盐巴终于没有了苦味。林硕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来之不易的盐巴收集起来，一部分撒在鱼肉上，剩下的部分用一个完好的塑料袋包上储存起来。叶梅穿着轻薄的白衫，胸口的痕迹若隐若现。她拿起撒了盐巴的鱼肉尝了一口，心满意足，虽然还是有点腥，但比刚刚好吃。你怎么什么都会啊？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来当导游？林硕无语至极，这些生存技巧是当初公司培训的时候野外生存专家教给我们的。你是旅行社的老板，你不知道？叶梅噎了一下，没说话。林硕叹气道，也是，你是老板，不用学这些东西。吃过饭，林硕说出心里的想法，我们下午去林子里碰碰运气。叶梅不太想去，林子里应该很危险吧？我们有吃有喝，就在这里等救援不好吗？林硕被他的天真打败了，无奈地说，领导，不会有救援了。附近的椰子树只有1棵，椰子吃完淡水也没有了。昨天的暴风雨把渔网冲走，食物也不会有了。如果我们不去林子里找新的水源和食物来源，我们将撑不过3天。叶梅愣住，林硕没管他，催促他快些吃，站起来朝着椰子树走去。他爬到树上，摘下最后一个椰子，用石头凿开，将椰水倒在饮料瓶中。这将是他们找到淡水前最后的希望。叶梅吃过后，还剩下大约5-6斤的鱼肉。林硕打包好，分成2份，由2人分开携带。叶梅见状，不安地问，为什么要1人1份？你是不是要丢下我？林硕停下动作，如果要丢，在海边的时候就把你丢了。现在你吃了我这么多东西，还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把你丢了我多亏。叶梅委屈巴巴，哪里还有女强人的风范？那你这是做什么？林硕解释道，我自己携带会影响行动，我也不知道林子里有什么危险，假如失散了，你也多份活命的希望。叶梅感动得稀里哗啦，上前给林硕一个拥抱，别误会，我就是很感谢你，平时我对你态度很恶劣，没想到关键时刻你心里还有我。林硕哭笑不得，推开叶梅，行了，别煽情了，下次睡觉别忽然咬我一口就好。叶梅不敢抬头，你都知道了。林硕将椰水也分成2份，交给叶梅1份，我又不是傻子，动物的齿痕和人的齿痕还分不清吗？叶梅小声辩解，你睡觉不老实，抓得我很疼，所以我才咬你。林硕好奇地问，抓你哪了？叶梅像是个烧红的茶壶，从脸红到脖子，你闭嘴。一共也没多少东西，2人简单收拾一番，就钻到了林子里。雨林中潮湿闷热，林硕刚钻进去就感觉像是进入了桑拿房，一点风也没有。没过多久，汗水就浸湿了衣服。为了避免划伤皮肤，林硕又把红白相间的衣服穿上了，看起来像个杀人犯。雨林中没有路，林硕只能寻找植物空隙较大的区域前进。沿途他用海边捡到的塑料袋绑在树上，作为标记，如果迷路了可以通过标记找到回去的路。叶梅紧紧地抓住林硕的衣服，不敢远离一步。由于从来没有人经过，雨林中的植物如同一道道绿色的城墙，只是转个身就可能失去前方人的踪迹。前进了一会儿，林硕惊喜地发现了兽径。动物和人一样，每天行走的路线是固定的，久而久之就会走出小路。这些小路往往通往动物巢穴、觅食地点，还有水源。林硕不由得加快脚步，沿着兽径走了大约2个小时，地势明显在上升，空气中也有了少许气流在流动。有风，说明他们马上就要走出密林了。就在这时，林硕感觉叶梅在拉他，回过头发觉叶梅的状态有些不对，她脸色通红，目光迷离，脚步摇摇晃晃，气息微弱。坏了，中暑了。林硕发现兽径后太过兴奋，忽略了叶梅的体力问题。他甚至顶着流血 buff，
一句话都没抱怨，默默地跟在后面。老板，醒醒！林硕扶着叶梅靠着旁边的树干坐下，拿出椰水放在她的嘴边。叶梅几乎失去意识，椰水入口后没有咽下去，反而顺着嘴角流到了衣服里。这样下去不行。情急之下，林硕喝了一口椰水，扶住叶梅的脸，嘴对嘴的将水送进去。嘴唇触碰，温润的触感传来，林硕的心神一动。曾经公司里公认的美女，无数人的梦中情人，如今正和她负距离接触。我这是在救人。在心中反复暗示自己，林硕的心态逐渐放平，收起了不该有的想法。为了快半瓶的水，叶梅的体温逐渐下降，脸上的红也渐渐消退下去。又一次喂水时，叶梅睁开了眼睛，好软，好舒服。她下意识地咬了一口。我操！林硕疼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后仰躲避时不小心一头撞在身后的树上，口中又咸又腥，用手擦了下，手背上全都是血。叶梅，老子好心救你，你又咬我。叶梅脑袋昏昏沉沉，此刻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对不起，我还以为有人在抢。林硕捂着后脑勺，眼冒金星，操，我上辈子欠你的。林硕缓了半个小时才感觉头晕感减轻些许。叶梅犯了错，心虚的让林硕躺在她的大腿上，帮忙揉着脑袋。还疼吗？闻着叶梅身上的汗味，林硕甩甩头，尝试着站起来。还是有点晕，可能是脑震荡了。叶梅歉意地说，我不知道你是在救我。林硕抬头看着从植物缝隙中落下的橘黄色阳光道，黄昏了，我们得赶紧找到住处，走吧。你要不要再休息会儿？身体能行吗？不行也得行，我警告你，下次你再咬我，别怪我咬回去。林硕故意盯着他的胸，恶狠狠地说道。他们的运气不错。沿着兽径又走了半个小时左右，前方出现一个崖壁，崖壁下方是坠落的巨石，横七竖八地搭在一起，下方形成一个个高矮不一的山洞。巨石上布满了藤蔓和苔藓，铺了厚厚一层，是天然的遮雨棚。他们先前在雨林中感受到的微风，就是从此处吹过去的。林硕扶着滑腻的石壁吐了一会儿，拿出仅剩半瓶的液水抿了一小口，扶我过去看看。脑震荡的时候，强行运动的滋味很不好受，还好只是轻微眩晕，如果撞坏了脑子，林硕感觉自己可能都走不出这片雨林。叶梅担忧地问，你还好吗？林硕指着不远处1人高的山洞说，去那边看看，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要在这里过夜了。两人来到洞口，山洞口被藤蔓覆盖，脚下的苔藓湿滑，有被踩过的痕迹。叶梅忽然喊了声，里面好像有人。林硕瞬间警惕起来，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挡在叶梅前面，你后退。叶梅不明所以，有其他幸存者是好事儿，你这么紧张做什么？林硕肌肉绷紧，用手将藤蔓掀开，盯着山洞里的人影质问道，是谁？人影背靠着岩壁坐着，没有回答。林硕举着石头慢慢靠近，到了身前，人影还是没反应。这时他看清了，人影应该是个男人，半边身子上都是血，甚至露出了森白的骨头。想到洞口的痕迹，林硕顿时头皮发麻，不敢再深入，屏住呼吸，一步一步的后退。男人不知道被什么野兽给吃了，身上的血迹还很新鲜，可能野兽就在山洞里面，听到声音藏了起来。这个时候去招惹他，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退出山洞后，林硕抓住叶梅的手，别发出声音，快走。他自己都没发觉，他的手变得冰凉。离开山洞快20多米，林硕才转过身，带着叶梅离开这里。叶梅问，你看到了什么？林硕摇摇头，尸体的惨状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没什么，一个死人。危机退去，恶心感涌来。林硕扶着旁边的树，差点把胃都吐出来。叶梅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还是很晕吗？林硕点头，头晕，一会儿就好了。叶梅不知道真实情况，笑话道，看你胆小的，一具尸体就把你吓成这样。林硕又想到尸体的模样，恶心感再度袭来。天色渐暗，两人沿着崖壁一直往前走，花了2个多小时才走出去，不足500米。这个距离并不安全，但夜晚行动也很危险，林硕不得不暂时寻找个地方歇息。两人找到一处崖壁的凹陷，大约有2米深，凹陷斜着向下，底部有个小水坑，可能是昨天下雨留下的积水。林硕用石头将洞口垒起来，拿出白天剩下的鱼肉，没有火，鱼肉吃起来很腥，难以下咽。叶梅吃了2口就吃不下了，林硕强迫自己吃了2大块鱼肉，维持身体的营养需求。接下来他再次利用叶梅的内衣过滤了一些淡水，装满了2个饮料瓶，淡水中放入少量盐巴，维持身体的盐分需求。只是这样一来，今晚叶梅又要真空上阵了。这一晚林硕睡得很不安稳，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脑震荡的影响，总是能听到山洞外面有脚步声在靠近，可睁开眼睛，月光下又静悄悄的。好不容易睡着了，梦到有野兽在啃食他的身体，一口撕下他脸上半边的血肉。
惊醒后，林硕发觉自己出了一身汗。夜晚的雨林同样潮湿，闷热感倒是减轻不少。叶梅搂着他的手臂，身子蜷缩成一团，看起来很没有安全感。林硕尝试着起身，叶梅抱得更紧了一些。说实话，叶梅除了性格恶劣一点之外，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都是很顶级的。多日相处，林硕也难免会有所激动。他翻过身，伸出手去抚摸叶梅的脸颊。叶梅眉头微皱，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嘟囔了一句：“别闹。”荡开林硕的手。嗷呜！外面传来一声狼嚎，让林硕清醒许多。听声音，狼嚎很近，似乎就在山洞外面。林硕下意识地抓了一块石头在手里，从垒砌的石头墙缝隙中观察外面。没有城市的污染，清冷的月光从头顶倾泻而下，照亮了山洞外的一隅之地。山洞外静谧的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什么都没有。林硕却睡不着了，就这样提心吊胆了一整晚，天终于亮了。第二天一早，林硕顶着黑眼圈到外面查看不远处的地面上有着许多梅花脚印，昨夜果然有狼群从附近经过。岛上有狼，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说明人不再是食物链的顶端，这里是狼群领地，得快些离开。林硕叫醒叶梅，匆匆离去，就连吃东西时都没有停下，一直走到中午。林硕用来标记路线的塑料袋已经用完，两人才第一次停下来休息。叶梅热得汗流浃背，汗水浸湿了白色衬衫，紧贴在她的身上。林硕递过去一瓶水，我们休息会儿吧。取出鱼肉时，林硕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发生了。雨林中潮湿闷热，细菌滋生，食物能存放的时间格外的短。鱼肉上覆盖着一层粘液，散发着腐烂的味道。鱼肉再难吃，也能补充体力。失去食物，让两人的情绪都有些低落。林硕望着海岸线的方向，有些后悔，或许应该听你的，留在海边。叶梅用渔网线扎好头发，白了林硕一眼。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林硕还真不知道。婆婆妈妈，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既然决定了，就拼尽全力去做，留在海边也未必比我们现在的情况要好，或许还会有其他的突发意外。你是导游，经历过生存培训，我相信你的判断。叶梅的手重重的在林硕背后一拍，振作点，一顿不吃又饿不死。叶梅不愧是领导，三言两语就让林硕又重新充满斗志。下午，两人再度出发。这一次，幸运女神站在了林硕身边。刚走了不到1个小时，林硕发现眼前的崖壁忽然变成了平缓的山坡，山坡上有一个天然的溶洞。站在洞口，能感受到里面有凉爽的风吹来，隐隐约约还能听见滴水的声音。领导，帮我一下。叶梅帮他垫了一下脚，林硕抓住树杈一跃而上，来到树梢。林硕通过地貌辨认了一下大致的方位，他们现在位于海边生存点的东北方向，距离海岸线大概1公里，离最初的生存点直线距离最少有5公里以上。幸运的话，他们很可能已经走出狼群的领地范围。从树上下来，林硕捡了根2米长的木棍，准备探索溶洞。溶洞潮湿阴冷，深入3米后，林硕浑身一个激灵，闷热被凉爽取代。又往前走了2米，林硕注意到地上有一截丝袜，有人捷足先登了。林硕拦住继续向前走的叶梅，警惕地问：有人吗？声音在溶洞中回荡。过了一会儿，一道虚弱的女声传来：有人吗？救命！救救我！林硕问：你一个人？女生听起来很急切：是，只有我自己，我好饿，有吃的吗？黑暗中，一个虚弱的少女扶着岩壁，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靠近了，林硕看清少女的模样后，有些惊讶：是你？少女也看清林硕，吓得后退一步，不小心绊到一块石头，摔倒在地，然后就再也没起来。林硕连忙上前查看，见少女已经昏了过去。少女的嘴唇干裂，脸色惨白，身体摸起来异常冰冷。领导，来帮忙。两人合力将少女抬到山洞口，林硕拿出水给少女喂了一点，可喂不进去。林硕犹豫片刻，准备用嘴喂，刚一抬头就对上叶梅警惕的目光。领导，我是为了救人。叶梅上前一步，捏住少女的下巴，向上抬起，喂。林硕将水朝着少女的口中倒了进去，这次少女没有将水吐出来，而是呛得剧烈咳嗽，从昏迷中转醒。少女见到林硕，强撑着身子爬起来想逃走，林硕强行将她按住。你跑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差吗？少女呜呜地哭着：流氓，你别碰我，王八蛋，畜生，我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叶梅帮林硕解释：妹妹你别怕，我们不是坏人。少女根本听不进去，你被他骗了。那日我在海边，不过偷吃了他2条鱼，他非要脱我裙子，如果不是我跑得快，已经遭他毒手了。叶梅的目光再次朝着林硕看过去，带着疑惑、鄙视还有警惕。林硕心中大喊冤枉，你别血口喷人，我那是为了你的丝袜，你毁了渔网，我要点补偿怎么了？
少女却不信，你放屁！你还在我的大腿上捏了一下，现在还有淤青呢。林硕百口莫辩，面对叶梅质问的目光，额头见汗，我那是不小心。叶梅联想到这几日同床共枕，林硕并未朝她伸出毒手，莫非是嫌弃她年纪大，不如小姑娘的肤白貌美有优势？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里比林硕真的对她做了什么还要生气。叶梅挡在少女面前，妹妹你放心，有姐姐在，绝对不会让这家伙伤害到你。林硕见两人统一战线，感觉遭到了背叛。领导，你也不信我？叶梅反问，这几日你为什么不碰我？林硕人都骂了，领导，我倒是有贼心，你让我碰吗？叶梅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看来他没冤枉你。这都什么跟什么？碰也不行，不碰也不行。女人的脑回路搞不懂，林硕索性眼不见心不烦，留下一句我到里面看看，独自朝着溶洞里走去。越往里面走，吹来的风就越凉。大概走了20多米，林硕已经感觉有些冷了，又往前走了5、6米，转过一个直角，眼前豁然开朗。不同于前半段路的漆黑，溶洞中有点点微光附着在岩壁上，倒悬的钟乳石仿佛一片倒垂的森林，美不胜收。距离地面约100米的头顶有一道岩石裂缝，阳光如一抹刀片，从上方竖切下来，照射在溶洞底部的湖水上面。湖水深不见底，点点波纹又将阳光反射在岩壁上，五颜六色，好似一盏巨大的霓虹灯。这样的景色，林硕还是第一次见。他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时间竟然看得有些呆了。不知过去多久，林硕听到叶梅的喊声：“林硕，你在里面吗？”林硕这才回过神来，回应说：“领导，我在，你快来看，这里好美。”叶梅的语气却有些焦急，小竹又昏过去了。林硕赌气地回了句：“他不是担心我伤害他吗？还喊我做什么？”说是这么说，人命关天，林硕还是折返回去。黑暗中，林硕撞在叶梅身上，叶梅脚步不稳，向后仰倒。林硕下意识地揽住叶梅的腰：“是我，小心点。”林硕看不清叶梅的表情，但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得很快。叶梅介绍说，刚刚我们聊了会儿，她说她叫常小竹，在一家公司做文员，那天偷鱼是因为饿了2天没吃东西了，才不得已而为之。你当时动作太粗鲁，她吓到了，误以为你要对她用强，慌不择路之下跑到雨林中迷路了。说话间，两人回到常小竹身旁。林硕学过急救知识，这也是导游必备的技能之一。他翻开常小竹的眼皮，发现她的瞳孔涣散，好在面对光芒时还有收缩表现，说明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她的体表很凉，应该是山洞里的冷风吹的。但是林硕把手伸到她的腋下时，发觉她的身体简直烫得吓人。领导，她发烧了。叶梅从来没有照顾过病人，我要怎么做？林硕说，她现在需要先降温，我们没有药物，能不能扛过去得看她自己。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幸存者，林硕不想放弃。领导，里面有个溶洞，可以用湖水帮她降温，但是溶洞里很冷，降温后你得用你的体温帮助她维持正常体温。叶梅紧张的点头，我明白了。林硕把常小竹抱起来，来到溶洞里的湖边。因为有阳光的关系，这里反而比山洞那边的温度要高不少，阳光落在身上不似外面那么毒辣，反而暖洋洋的。放下常小竹后，林硕起身离开。领导，他就交给你了。叶梅不安地问，你去哪？林硕说，去找点吃的，我们1天没吃东西了，晚上溶洞里会很冷，我们得靠着体温硬抗，不吃东西很容易生病。离开山洞，林硕利用山洞口的植物将洞口做了遮掩，两人来时留下的痕迹也尽可能的清理干净。抬起头，天边不见太阳，只能看见火红色的云朵。如果他们是在靠近赤道的北太平洋上，此时应该是晚上6点钟左右。林硕没有武器，无法捕捉大型猎物，只能将目标放在那些小型的齿齿类的哺乳动物身上，或者冷血的爬行动物。他沿着岩壁走，利用木棍轻轻拍打着草丛。大约过去半个多小时，草丛里传来一声摩擦声响，一条棕色花纹的蛇从落叶中窜了出来，3角头到3角花纹，这是一条五步蛇。五步蛇的攻击性非常强，受到惊扰后非但没有逃跑，反而闪电般的在木棍上咬了一口。发觉这不是敌人后，重新锁定林硕，挺起前半身，发出嘶嘶的威胁声。林硕活动手指，握紧木棍，向前虚晃一枪，五步蛇后仰，啪！林硕抓住机会，扬起木棍抽在五步蛇的头上。五步蛇晃了晃，有些晕。趁他病要他命，林硕又是一棍子下去，抽得五步蛇趴在地上，抬头都困难了。即便如此，林硕也没有立刻上前，而是用木棍反复抽打，将五步蛇身上的骨头寸寸敲断。等五步蛇彻底爬不起来了，他才上前用石头压住五步蛇的头，用先前利用罐头制作的刀片割断了五步蛇的头。这条五步蛇有近2米长，在五步蛇里面属于大的头了，足足4、5斤重。剥了皮，将内脏用蛇皮包裹，回到山洞。
我回来了。小竹的体温降下来，啊！叶梅吓得差点栽到湖水中去。他盯着林硕手中的大蛇，心脏止不住地狂跳。今晚就吃这个。林硕蹲在湖边，将蛇肉洗干净，用刀片在蛇肉上划开一道道口子，撒上盐巴后，用树叶包裹住腌制。对啊，蛇肉很好吃的，你没吃过吗？叶梅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他从小就怕蛇，让他吃蛇和要他的命一样。我不吃，我死也不吃。林硕也不强求，将蛇肉挂在棍子上，再去清洗蛇皮。洗干净，同样挂在棍子上，甩了甩手上的水渍，说：太阳落山了，今晚估计没办法生火，只能吃刺身了。这句话更加激发了叶梅内心的恐惧。你自己吃。林硕好奇地问：你平时吃的三文鱼不也是生的吗？和蛇肉有什么区别？叶梅强词夺理：不一样，三文鱼是鱼。腌制的差不多了，林硕割了一小片肉放到嘴里，很腥，还有股说不出的味道。不过肉质很嫩，像3分熟的牛肉，口感还行。见林硕生吃蛇肉，叶梅再也忍不住，捂着嘴躲到一旁，看都不敢看了。吃了1/3的蛇肉，林硕感觉到饱腹感，切了一片肉递给叶梅。叶梅紧闭着眼睛，面壁思过，死活不张嘴。林硕无奈地叹了口气：领导，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现在不是我们原来的社会，这里没有外卖，没有切好的肉，所有的一切都得我们自己动手。如果你还是现在这种心态，我不知道还能照顾你多久，也不知道你还能坚持多久。叶梅听了后，内心挣扎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眼底有了泪光。林硕没有心疼她，他看到叶梅在改变，从一个态度恶劣的女领导，到现在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还不够。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会给她时间让她慢慢适应。终于，叶梅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接过林硕切下来的一小块蛇肉，谨慎地闻了闻，又用舌尖舔了一下，最后深吸一口气，眼睛一闭，吃到了嘴里。哦，叶梅还是没忍住，吐了。林硕轻轻拍打她的后背，慢慢来，克服后就好了。蛇肉和鸡肉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蛋白质。缓了一会儿，叶梅漱口，再次尝试吃蛇肉。这一次，她努力地在口中咀嚼，痛苦的眼泪汪汪，但没有吐。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林硕欣慰地笑了，又给她切了一块，再试试。连续吃了5块肉后，叶梅摆手：不行了，别再让我吃了，不然还要吐出来。林硕没有强求，将剩下的蛇肉用树叶重新包好，去查看常小竹的情况。手伸到腋下，体温比之前要低许多，但还是很热。常小竹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晚。太阳终于落山，月光从头顶的山岩缝隙中倾泻而下，落在湖水中，将整个溶洞都映照得银光闪闪。林硕选了一处背风的地方，和叶梅两人将常小竹抱在中间，用自己的体温保护这个生病的女孩。呼，好冷。到了下半夜，叶梅实在冷得受不了，主动提出：林硕，再把蛇肉给我一些。林硕取了蛇肉后，叶梅不再抵触，大口吃着。林硕从背后抱住叶梅，叶梅却推开他：我能坚持，不要让小猪着凉了。吃了肉，叶梅的惨白的脸色红润了不少，三人再次抱在一起。后半夜，林硕不敢睡得很熟，他担心有野兽从洞口进来。溶洞不只是人类的栖身之所，很多野兽也喜欢到这种天然的洞穴里面筑巢。哒哒，沙沙沙，石子摩擦的声音从洞口方向传来，轻微的声响惊醒林硕，他警惕地睁开眼睛，借着月光，他看到有什么东西从山洞口进来了。那东西似乎是闻到了蛇肉的味道，径直地朝着三人的方向走来。靠近了，到了月光下，林硕才看清来者是一只花色非常漂亮的豹子。豹子轻轻一跳，就将蛇肉从木棍上摘下，轻柔的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考虑到身边有2个女人，林硕没有贸然行动。原本以为豹子吃了蛇肉会离开，没想到他舔了舔嘴唇，竟朝着湖边走来，打算喝水。啪嗒，林硕丢了一颗石子，故意制造出声响，企图吓退豹子。豹子竖起耳朵，一对树瞳锁定了林硕三人的位置，前身微伏，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大，林硕丢出大一点的石头，碰巧砸在豹子身边。豹子受到挑衅，非但没有后退，反而朝着三人的方向慢慢走了过来。操！林硕知道躲不过去了，叫醒叶梅，往他的手里塞了一块石头，别乱叫，保护好自己。叶梅看到豹子时，魂都差点吓跑了。好在有林硕的提醒，及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林硕抄起石头，主动朝着豹子冲了上去。豹子低吼一声，轻松躲过攻击，试探性的挥了一掌。林硕不闪不避，他知道自己没猫科动物的攻速快，要的就是一击必杀。握着石头对准豹子的脑袋砸了下去。豹子不想受伤，狼狈的退了2步。林硕抓住机会，用力甩出石头，砸在豹子的脸上。
啪！一颗断牙飞了出去，豹子满嘴都是血。林硕手中空无一物，但气势占了上风。来啊，畜生，看你爷爷怎么收拾你！豹子象征性的低吼了2声，转身逃了。目送着豹子逃离，林硕松了口气，瘫坐在地上，后背上全是冷汗。风一吹，整个人都清醒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干了什么，徒手干豹子。刚刚他没想那么多，事后恐惧才袭上心头。叶梅冲上来，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林硕坐在地上不说话，叶梅吓得脸都白了，还以为林硕伤得很重，无力说话，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你别死啊，你死了我怎么办？虽然你总吼我，但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林硕此刻浑身发软，舌头打结，不是不说话，是真说不出来。林硕，你伤在哪了？我看看。叶梅慌乱的去脱林硕的衣服，手在他身上摸来摸去，企图寻找伤口。休息了一会儿，林硕才感觉手脚是自己的。他抓住叶梅的双臂，好了，我没事儿，没伤到。叶梅愣了片刻，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你没事你不说话，吓死我了，你是不是故意的？说着扑到林硕怀里。林硕抱着叶梅，犹豫片刻，双手轻轻拍打她的后背，行了，没事了，不哭。哭了很久，叶梅才发觉自己失态，不敢去看林硕的眼睛。经过刚刚的事件，林硕也意识到应该给山洞加装一个门。不仅如此，溶洞里很冷，脚下都是碎石，最好是再搭建一个庇护所。第二天一早，林硕早早起床，捡了几块相对锋利的石头，来到远离山洞口的崖壁附近，开始切割藤蔓，再砍一些2指粗细的树枝，用藤蔓编织在一起，做成了一扇简易的大门。木门嵌在山洞的缝隙里，利用崖壁上垂下来的藤蔓做遮挡，从外面看那很难发现入口。制作木门的时候，林硕发现山崖下有一片野草莓，喊叶梅去采摘，也因此得知一个好消息，常小竹醒了。常小竹依旧很虚弱，不过好在体温已经降下去了，性命无忧。叶梅拿出2颗野草莓喂他，林硕连忙阻止，他现在肠胃虚弱，吃野果子肯定会拉肚子，我们得给他烧点热水，最好是煮点粥喝。叶梅问，去哪找粥？林硕说，不知道，我去林子里碰碰运气。你带他到外面晒晒太阳，溶洞里太冷了，对他的身体恢复不利。顺便捡一些干柴，不管是煮热水还是过夜，我们都需要火。常小竹见林硕还是有些怕，林硕懒得理他，起身离开。救他一命已经是仁至义尽，总不能还哄着他吧。林硕找了根顺手的木棍，来到刚刚发现野草莓的地点，在附近徘徊。一般这种有果子的地点都会吸引一些动物过来。等了一会儿，林硕看到一个灰色的灵活的身影靠近，像野猪又有点像狐狸。仔细一看，这不是果子狸吗？林硕大骂一声晦气。果子狸的身体里含有各种的冠状病毒，高温都不一定能杀干净，属于是抓到了也不敢吃的类型。果子狸靠近后发现野草莓没有了，急得呀呀呀的叫。林硕刚准备把它赶走，就见树丛里一个更大的黄色身影在靠近，他赶紧躲好。黄色身影嘴角还有血迹，一颗犬齿断了，借助树丛的遮掩趴伏在树林中。林硕乐了，古人云，冤家路窄，古人还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如果不是豹子吃了他的蛇肉，他今天也不至于饿肚子。有了昨夜的经历，林硕很轻松的就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心理，趴在地上等待好时机。豹子体型并不大，和大型犬差不多，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有进食过，肚子很瘪，身体瘦弱。怪不得昨夜挨了一下后没有选择和林硕拼命，而是逃走。此时豹子的眼中只有果子狸，慢慢的靠近过去。10米5米，豹子忽然从林中窜出，果子狸反应不及，被豹子拿住后背，一口咬在颈部。果子狸还想挣扎，但体型的差距让他的挣扎徒劳无功。豹子的双爪刺入果子狸的身体，又是一口咬住了果子狸的喉咙。胜局已定。与此同时，林硕也动了。豹子刚刚抓住猎物，正是最为放松的时候。猫科耳朵灵敏，犬科鼻子灵敏，林硕猜测豹子应该是听到他在附近了，但是对食物的渴求还是让他铤而走险。看着林硕越来越近，豹子的尾巴像鸡毛掸子一样炸开，松开猎物扑向林硕。砰！林硕紧握棍子，狠狠地敲在豹子的头顶。豹子挨了一下，短时间没看出什么影响，可当他想挥爪时，身体却失去平衡，摇晃着摔在地上。砰！林硕又是一棍子敲下去，豹子口吐血沫，已经爬不起来了。连续敲了10几下，林硕的虎口都崩裂了才停下。此时豹子已经咽气，这头豹子应该是亚成年，只有40-50斤，还是饿肚子的状态。如果是成年的豹子，林硕还真不一定能打赢。短暂休息一会儿，林硕将果子狸和豹子一同拖回山洞。山洞外，常小竹在石头上坐着，叶梅在收集枯树枝。姐，我真的误会他了吗？
叶梅擦了下额头上的汗水，将枯树枝放在一起。应该是，他如果真是你说的那种人，可能不对我动手吗？一会儿啊，你和他道个歉，他人很好的。常小竹的内心还在犹豫，这时林硕回来了。领导，过来搭把手。叶梅还以为又是蛇这样的小猎物，昨夜他主动吃了蛇肉后，感觉蛇也就那样，没那么怕了。靠近一看，吓得一屁股蹲坐在地上。啊啊！他指着豹子的尸体，满脸的不可置信。昨晚那头豹子。林硕笑笑，他吃我的蛇肉，我吃他的肉，不过分吧？叶梅惊讶的说不出话来。林硕催促道，别愣着了，赶紧帮忙，今晚咱们吃点野味。虽说豹子有40-50斤，但他饿了太久，身上的肉并没有多少，脂肪也不多，林硕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果子狸他没打算吃，另有他用，怎么分割也是一个大问题。林硕手上目前能用的只有一个小铁片，整整一个下午，林硕都在用铁片剥皮。林硕先切了一条后腿下来，先放在湖水中洗干净，利用玻璃瓶的折射在山洞外生火，将火种转移到山洞内，再将火堆旁堆砌石头，肉架在上面慢烤。很快，肉香味就弥漫开，油脂滴落在炭火上，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虽说烤肉会浪费脂肪，但目前林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先填饱肚子再说。林硕拿出来之不易的盐巴，小心翼翼地往腿肉上撒了一些。叶梅洗好野草莓，放在旁边早已经清理干净的石头上，盯着豹子肉流口水。林硕用铁片切下来一小片肉，咱们啊也算因祸得福，生活在城市里，可能一辈子也吃不上一次野味。叶梅毫不客气地把肉放到嘴里，眼睛一亮，好吃。林硕又割了一块肉，自己吃了，味道也就那样，和山里的野兔肉没什么区别。野味这东西吃的是心理上的爽感，真正吃起来不仅肉很难嚼动，还有一股土腥味，可偏偏有人就是好这一口。林硕从小在山里长大，野鸡野兔各种鸟松鼠吃了不知多少，就连野猪肉鹿肉也吃过，味道和口感真不如猪肉和牛肉。林硕看了一眼不敢靠近的常小竹，你心里别有想法，不是不给你吃，而是你的肠胃消化不了，先喝点热水吧。林硕早就用铁罐头盒烧了热水，装在玻璃瓶中，倒出热水后，林硕把铁罐头盒重新放在炭火上，接了一些烤肉流下去的油渍，又搁了几片新鲜的肉进去煮沸。罐头盒很小，每次只能煮很少的肉汤，煮沸约5分钟左右，林硕才将罐头盒从炭火里取出来，放在一旁晾着。等肉汤变温，设下温度，递给常小竹，喝吧。如果喝肉粥你都拉肚子，那我也没办法了，这里可没办法给你找白米粥。常小竹接过去，小声说了句谢谢。林硕将烤肉切成一块一块，胡乱往嘴里塞了2口，继续到湖边剥剥皮。他惊喜地发现，刚刚洗腿肉的位置竟然聚集了10几条大鲶鱼。由于湖水很深，这些鱼几乎没有天敌，个个都长得又大又肥，目测过去，最少的一条都至少有5斤以上。可惜林硕刚过去，鱼群就逃到了湖水下面。溶洞里的湖一般都连着地下暗河，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平静，但下面很可能有暗流。林硕没有贸然下水捉鱼，他们目前不缺少食物，豹子的肉能让他们至少撑1周左右的时间。不过，并不代表他打算放过这些鱼了。林硕看着豹子的利爪，心中有了想法。钓鱼，豹子的利爪是天然的鱼钩。林硕先将豹子的指甲一一拔下来，利用昨天得到的5步蛇的毒牙，将爪子根部凿出一个小孔，又从行李箱中翻找出在海边得到的渔网，从中捋出一根约2米长的细线，将4个指甲穿起来绑好，再从豹子身上割下一片肉，将4个指甲归拢到一处，勾在肉上，一个简易的爆炸钩就做好了。由于鱼钩上没有倒刺，对提线的时机有很大的要求。好在湖水清澈，阳光直射在湖中，能看清水下约10米的距离。林硕找了一块石头拴住鱼线，迫不及待地将鱼钩丢到湖中。就在林硕耐心等于上钩的时候，常小竹来到湖边清洗刚刚煮肉粥的罐头盒。林硕在高处，常小竹在低处，从这个角度林硕刚好能看到他的领口。常小竹的白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是打开的，眼前的景色让他不由得想到了叶梅刚刚洗好的野草莓，原来他没穿啊。思绪刚刚飘走，一条大鱼缓缓游了上来，张口一吸，肉片连着鱼钩就被吸到了腹中。林硕走神了，第一时间没发现。错失良机后，他没有立刻提线，而是继续耐心等待。鲶鱼感觉吃到异物，将肉片吐了出来，然后又一次吞了下去。这次林硕看准时机，在肉片刚刚吞下的一刻提线。鲶鱼一个摆尾，朝着水潭下方逃去，但肚子里的鱼钩已经炸开，勾住了他的腹腔。他这一逃，使鱼钩刺得更深，牢牢地勾在了身体里。鲶鱼吃痛，更加用力地摆动尾巴，企图逃离。由于只是简易的鱼钩鱼线，林硕担心硬拽会脱钩，在确定鱼钩已经炸开后，反而不急了。等鲶鱼挣扎耗尽了体力，林硕才慢慢提线。
靠近岸边时，林硕对准鲶鱼的脑袋，手中的木棍狠狠地敲了下去。棒！清脆的声音，鲶鱼翻了白色的肚皮。林硕大喜过望，上前抓住鲶鱼的腮提了起来。常小竹就在旁边见证了这奇迹的一幕。他惊奇地问：“你哪来的鱼钩钓鱼？”林硕将鲶鱼开膛破肚，取出自制鱼钩，在常小竹面前晃了晃，炫耀道：“自制的，我厉害吧？”常小竹发自内心地说：“厉害！你怎么想到的？竟然用爪子来做鱼钩？”林硕很享受这种被称赞的感觉，对常小竹的观感也好了许多，美滋滋地拎着鲶鱼回到糕点。今晚加餐，你不能吃烤肉，但是可以吃鱼肉。烤肉难以消化，但鱼肉不同。常小竹目前的情况，鱼肉是最好的选择。林硕将鲶鱼用木棍穿起来，架在火炭上，在鱼身两侧改成鱼鳞刀花，方便烤熟。没过多久，鱼皮就烤焦了，用木棍轻轻一刮就能刮下来。林硕将鱼皮卷起来，递给叶梅：“领导，鱼皮给你，美容养颜。”叶梅自从吃了蛇肉后，接受能力就强了许多。放在平时，她死也不会吃，如今看了一眼就接过来，尝了一口，皱着眉头，有点腥。林说道：“明天我去林子里找找看，或许能找到野山椒，可以去腥。”不久后，鱼肉烤得差不多了，外面覆盖着一层黄色的焦肉，用刀切开，里面是白嫩的鱼肉，外焦里嫩，火候刚刚好。林硕取了一瓶水，将旁边的石头清洗干净，鲶鱼平放在上面，切成小块。叶梅先拿了一块，咬了一口，露出满足的表情，好吃。野外的鱼哪怕不用盐也很鲜美。林硕用眼神示意常小竹尝尝，常小竹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因为鱼，因此还产生了不小的误会。结果没想到，正是这个误以为图谋不轨的男人救了他的性命。常小竹接过一块鱼肉，小口咬下，小声说：“谢谢。”这声谢谢既是谢谢林硕的救命之恩，也是谢谢他的不计前嫌。林硕重新回到湖边去剥皮，终于在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前，将整张豹皮都剥了下来。由于豹子体型不大，整张皮也就仅能覆盖一张桌子，想要当床垫有些小了。林硕将豹皮在湖水中洗刷干净，晾在旁边的石头上。夜晚，三个人围坐在火堆旁，温暖的火焰驱散了溶洞中的寒气。林硕闲来无事，摘了一些藤蔓放在火堆边上烤着。叶梅好奇地问：“你这是在干嘛？”林硕神秘地笑了笑。等藤蔓烤成枯黄色，里面是水分干的差不多了，林硕抓向叶梅的小脚，叶梅警惕地缩了回去，目光中带着审视：“你干嘛？”林硕道：“你一直没有鞋子穿，脚都磨破了吧？给你做一双鞋子。”两人刚来到海岛的时候，叶梅就少了一只鞋子，剩下的一只高跟鞋在沙子上没办法行走，索性就脱了。在沙滩上的时候没什么，后来进入雨林后，叶梅光脚踩着地面的枯枝，几次被枯枝中藏着的尖刺划破皮肤，最后没办法，只能用行李箱里得来的衣服包住脚行走。由于气候太过潮湿闷热，叶梅脚上的伤口有几处已经溃烂化脓，明明很好看的一双脚，此时看起来却有些丑陋了。叶梅心中感动，却表现得很羞涩，毕竟脚也是私密部位，平日里她都很少裸露出来，如今却要让一名异性放在手中丈量她双膝并拢，双臂环绕着膝盖，把脸埋了进去，只露出眼睛。做鞋子，你摸我的脚干嘛？林硕忽然伸手抓住叶梅的脚踝，还能干嘛？量尺码。叶梅的脚只有36码，皮肤白嫩，吹弹可破。经过这几日的摧残，脚心有不少伤口，皮肤也粗糙了不少，脚背上还晒出了黑痕。林硕将叶梅的小脚捧在手心，用烤干的藤蔓认真量着。叶梅惊呼一声，羞愤至极，想要把脚抽回去。林硕在她的脚背上轻轻拍了一下，一会儿就好了，别乱动。叶梅脸色绯红，我还没洗脚，脏。量好了，林硕松开手，叶梅嗖的一下收回脚，小跑到常小竹身边坐着了。常小竹活动着自己的脚趾，心中有些失落。她也没有鞋子，而且脚上的伤比叶梅还多，还严重，她却没有人关心。林硕起身走到常小竹面前，抬脚。常小竹心中悸动，又惊又喜，我也有吗？林硕理所当然道，不然呢？你要继续光着脚走路吗？林硕抓住常小竹的脚踝，发现她的左脚掌有一道1指长的伤口，看样子是不小心踩在石头上割的，伤口周边已经红肿腐烂，比脚上其他的小伤口要严重许多，必须得处理了，不然会更严重。你忍着点，会有些疼。林硕取来刀片，用热水清洗干净，放在火炭上加热，再用热水冲洗一次。握着常小竹的脚踝，准备好了吗？常小竹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紧闭双眼，把头埋在叶梅的怀里。你搞吧，我忍着。林硕先用清水把伤口周围洗干净，一点点地割掉伤口周围的腐肉。伤口结痂了，但里面是脓液，林硕不得不将伤口再次切开，
将脓液挤出来，用热水清洗伤口处。常小竹疼得死去活来，林硕死死地攥着他的脚，不让他乱动。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伤口处理好了。林硕将一件 T 恤撕成布条，放在铁罐头盒中煮沸消毒，晾干后绑住伤口。我们来时的路上，我见到过仙人掌，明天我去找一些来帮助伤口消炎。距离睡觉的时间还早，林硕尝试着去编草鞋。他没有专门学过草鞋的制作方法，但是在生存培训中有教过简易的麻绳制作方法和绳结打法。他先搓好绳子，再将绳子打好绳结，利用编马尾辫一样的方法去编织更粗的麻绳。10几根麻绳并排，再用搓好的草绳穿在一起，鞋底就制作完成了。只是不太结实，感觉穿上走不出几步就会散开。不过没关系，它还有蛇皮和豹皮。切割好蛇皮，切成鞋底差不多大小，将鞋底整个包裹住，上面铺上一层豹皮，毛发一面朝上。最后利用蛇牙和渔网线沿着鞋底的周边缝好。虽说一个鞋底就用12个小时，但纯手工制作出一只鞋子，成就感满满。鞋子的带子，林硕用的也是麻绳，外面包裹一层蛇皮，避免磨破皮肤，在鞋底隔开一个小孔，插入进去，用渔网线固定。完成后，林硕展示自己的成果：“领导，你穿上试试。”叶梅的表情有些嫌弃：“好丑啊。”林硕无奈：“条件就这样，有的穿就不错了。”出乎意料的是，穿上去后还挺舒适。叶梅走了2步，除了有点不跟脚之外，没什么其他缺点。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一个人的速度还是有点慢。林硕教他们搓麻绳，不知不觉夜已经过去大半。叶梅打了声哈欠，好困啊。最后一根麻绳编好，叶梅顺势躺在林硕的腿上，仰头看着林硕缝制鞋底。这个动作自然的，就像回家脱衣服换鞋一样，谁也没有发现异常。等最后一只鞋子做好时，叶梅已经睡了过去。常小竹因为伤口疼还没有入睡，他背靠着冰冷的石头，用羡慕的目光看着叶梅的睡姿。林硕，你是做什么的？和姐姐是什么关系？林硕也打了个哈欠，往火堆里添了几根木棒。我啊，是导游，叶梅是我领导。办公室恋情吗？哪有的事，你从哪看出我们是情侣的？林硕笑了笑，他脾气差得很，总是使唤我，才来岛上的时候，我都想过把他丢下自己离开。常小竹开玩笑说，你们不是情侣关系，也就是说我还有机会咯。林硕愣了2秒，常小竹掩嘴笑，开个玩笑，我要睡了，晚安。火光映照着常小竹的脸上，她长长的睫毛在微微抖动，鹅蛋形的脸蛋堪称完美，薄薄的嘴唇娇嫩欲滴，引诱着林硕前去品尝。到了此刻，林硕才发觉自己是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个女孩。与叶梅的风韵不同的是，常小竹更加年轻，也更加有活力，和林硕的年龄相仿。林硕不由得在心中想，他刚刚那句话真的是开玩笑吗？翌日清晨，林硕醒来，感觉身上有些沉重，原来是昨日剥下来的豹皮盖在身上。空气中弥漫着肉香，叶梅一边哼着歌儿，一边烤肉，顺势捏起一颗野草莓放入口中，剩下的洗好放在一旁。林硕起床和叶梅打了声招呼：“领导，早上好。”“早上好啊，去洗漱吃饭吧。”林硕来到湖边洗脸，碰巧遇到同样刚刚起床的常小竹。常小竹灿烂一笑：“早。”他解开领口的扣子，双手捧着水打在脸上：“好热啊。”溶洞里甚至有些冷。林硕严重怀疑自己没睡醒，这娘们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勾引自己。吃过早饭，叶梅和常小竹照旧在山洞附近收集干柴，林硕钻到林子里，沿着来时的路返回，寻找仙人掌。很多人对仙人掌有误解，认为它们只会生长在沙漠中，其实仙人掌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生长，不仅仅是恶劣环境，在合适的环境下会生长得更好，更加密集。林硕沿途都用塑料袋做了记号，来时的路并不难找。走了约4个多小时，他看到了一片仙人掌丛，占地面积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有些仙人掌上开着花，结着果实。仙人掌的果实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它们整日吃肉也不好，容易营养失衡。林硕出门时就带上了行李箱，他采摘了不少仙人掌的果实放在其中，又割了2块较大的仙人掌的茎部，打算回去移植试试。如果能栽种成功，就不用每次都跑这么远了。回归途中，林硕路过先前发现尸体的山洞，犹豫片刻，他将行李箱放在附近，捡了根木棍过去查看。他倒不是关心死尸的身份，而是担心尸体会引来野兽。还没有靠近山洞，林硕就发现泥泞的地面上有许多梅花脚印，而且看起来还很新。狼群在附近，他的心瞬间就悬了起来。狼都是晚上行动的，林硕不敢有停留，转身就走。好在有惊无险，回到溶洞时，时间已经来到下午。走了近10公里的山路，体力消耗严重。林硕出门时带了肉干，在路上还吃了2个仙人掌的果子补充体力，即便如此还是饥肠辘辘。
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脂肪摄入。烤肉只有蛋白质，而且高温还会破坏蛋白质的结构，只能满足口腹之欲，实际上营养并不高。想要吃饱，得用煮的。罐头铁盒不行，太小，不仅耗时长，而且煮出来的肉汤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他得想办法弄一口锅。林硕休息了20分钟，吃了2根肉干补充体力。由于白天的气温很高，豹子肉不能存放太久，所以上午林硕外出的时候，叶梅和常小竹就将所有的肉都用烟熏了一遍，放在太阳下晒干，制成肉干。如此一来，20斤的肉只剩下不到10斤。昨天钓到的那条大鱼也快吃光了。原本以为猎到一头豹子就不用为食物发愁，没想到消耗的这么快。林硕也是惯性思维，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体力消耗并不高，但是在野外，人无时无刻都在消耗体力，食物消耗也会大大增加。休息结束后，他决定到海边碰碰运气，或许海洋垃圾能给他带来什么惊喜。溶洞到海边只有1公里，距离天黑大概还有5个小时，往返时间足够。林硕叮嘱2个女人一定要小心，孤身一人前往海边。下午的太阳格外毒辣，林硕从雨林中钻出，来到海滩时，强烈的紫外线差点将他的皮肤灼伤。他在附近找到一棵芭蕉树，摘了2片叶子顶在头上，又用树叶的汁水涂抹在身上，顶着烈日来到海岸边缘。沙滩上的海洋垃圾并不多，都是一些塑料杂物，没什么能用的。这里不同于最初和叶梅居住的沙滩，这里沙子的颗粒要大许多，附近还有很多礁石，海浪也要更大一些。礁石上附着着一些贝类，大多数都是空壳，被海鸟啄去了肉。林硕有点失望，看来今天下午的时间要浪费掉了。正当他准备回去的时候，看到不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刨沙子，好奇地走过去，竟然是一只海龟。海龟比脸盆还要大，半边身子都陷在沙子里。林硕上前，他竟然不跑，一对鳍在沙子上不停地扑腾，将沙子往身下盖。林硕本能地觉得他在掩盖什么，抓住海龟，挖开沙子一看，里面竟然埋着4枚海龟蛋。林硕心中大喜，今晚不只能吃到海龟肉，还有烤蛋吃，这2样都是大补。海龟挣扎着想跑，林硕没有仁慈，捡了一块石头对着脑袋砸了2下，海龟就不动了。海龟和陆龟不一样，脑袋是缩不回去的，并且只有在产卵季才会上岸。林硕觉得自己的运气还不错，抱着海龟，揣着海龟蛋，林硕回到溶洞。2女捡了不少干柴，大概能烧上2天。他们又在附近找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青色野果子，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刚好野草莓吃完了，换一种果子吃也不错。叶梅在海洋馆见过海龟，在野外还是第一次见。常小竹则是连海洋馆都没去过，上前戳了戳海龟的头，大胆地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龟？”叶梅在他的头上拍了下，说话注意点，这里还有个色狼呢。常小竹不以为然：“姐姐，这里就我们3个人，他想吃谁还不是看他自己？难不成我们还有机会反抗吗？”叶梅认真想了想，还真是这样。离开林硕，他们很难生存。如果林硕真的对他们用强，很难办啊。自己是跑还是不跑？可再想想，好像内心里也没那么抗拒。正当叶梅走神时，常小竹先发制人：“林硕，如果你哪天忍不住了，你准备先对我和姐姐谁动手？”常小竹坐在石头上，2条腿晃呀晃的。叶梅的耳朵也竖了起来：“非要2选1吗？你们就不能一起？”林硕不上他的当，口中说着，手中的动作不停。他把海龟翻了个面，用刀片沿着海龟的背甲边缘一点点地切开，接着一脚踩着海龟的背甲，双手抓住海龟的腹甲，用力一拉，伴随着一阵骨折般的声响，海龟的背甲与身体分离开来。如此血腥的一幕，2个女人再也没有观看的心思，全都捂着嘴背过身去。林硕在湖边清洗血渍。不久后，湖中的大鱼又聚集了过来，赶紧拿来鱼钩，用海龟的内脏为饵，丢在水中。喊来叶梅拽着一端，等于咬钩就提现。扒下来的龟壳林硕也没有浪费，这不就是天然的锅吗？担心龟壳烧坏，林硕还专门在龟壳上抹了油。龟壳的内部其实不是平整一块，而是和海龟的肋骨相连。林硕用石头耐心打磨，直到用手摸上去感受到光滑，才涂抹油脂。再说叶梅那边，她从来没钓过鱼，一连丢了2个饵，都没有钓上来一条。林硕见了，上第3个饵，坐在旁边看着。湖水中的大鱼是稳定的肉质来源，不仅于此，鱼肉还富含脂肪，好消化，比他们吃烤肉更有营养。他没那么多时间，不可能蹲在湖边守着，让叶梅来钓鱼正好。等待了约10几分钟，一条鲶鱼朝着饵料游来，他在饵料周围转了几圈，试探性的吸了几口水，没有真正的咬下去。叶梅的拳头攥紧，几次紧张的想要提现，都被林硕给阻止了。终于，鲶鱼张开嘴，将鱼饵吞了下去。提现！叶梅吓了一跳，脑子没反应过来，手却反应过来了。
鱼线绷直，鱼钩炸开，勾在鲶鱼的腹中。这条鲶鱼很大，目测的有近10斤，疼痛让它不断的挣扎，巨大的尾巴在湖水中搅动。别拉这么紧，松一些，跟着鱼的力道走。忽然，叶梅感觉手上一松，鱼线竟然直接断了，鲶鱼尾巴一摆，消失在湖底。啊，跑了！叶梅垂头丧气，很是难过。对不起啊，是我太没用了。林硕不以为意，大鱼跑了很正常，渔网漂流到岛上，不知道在海水中泡了多久，早已经失去韧性。10斤重的大鱼拉不住也在意料之中。林硕安慰说，没事，多尝试几次就行。豹子的前爪还剩下6根，能制作2个鱼钩。虽然3个钩子没有4个钩子钩的牢固，但也没办法，除非他再去捉一只豹子回来。上次纯属撞大运，捡了个便宜。正面对抗猫科动物，林硕没有任何信心。林硕抬头看着头顶沿缝落下的阳光变成了橘黄色，说明太阳快要落山了。建造庇护所来不及了，但是可以弄一张床。睡在地上太凉了，溶洞中空气潮湿，又有冷风吹着，早晚会落下风湿病。林硕将煮饭的工作交给2个女人，自己来到山洞外面。橘黄色的阳光照在身上，温度刚刚好，不似下午那样灼烧，反而暖洋洋的，很舒适，将林硕体内的阴寒一扫而光。附近的干柴都被叶梅收集起来了。林硕沿着岩壁往前方走，大概走了50多米，看到一棵枯死的树。林硕走过去，用手轻轻一推，树干断裂。他又找了几棵同样的树干作为床的龙骨，搬回溶洞中，铺在地面。回到溶洞外，林硕钻到雨林里，走出去约100米，找到一棵白桦树，将树枝掰下，拖了10几根树枝回来。他扒掉树皮作为绳子，将龙骨的交接处捆绑好，剩下的树枝铺在龙骨上，空隙用石头填充，碎石来铺平，树枝上又铺了一层干草。豹皮虽小，横着铺也能半张床，增加一些舒适度。坐上去，将一些石头凸起的地方重新铺平，一张简易的床就做好了。天刚好暗了下来，月光洒下，为溶洞中增添一抹朦胧的美感。火堆燃烧，干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上面烤着金黄色的肉干。旁边的龟壳倒放，里面咕噜咕噜冒着泡，隐约还能看到有2个蛋在浮浮沉沉。林硕取出盐巴，经过这几日的食用，盐已经剩下很少了，明天他还要到海边去制盐。叶梅往汤里面放了一些挖来的野菜增味儿。林硕盯着如杂草一般的绿色植物，狐疑地看着叶梅，你认识野菜吗？叶梅哼了一声，你看不起谁呢？你为什么会认识？你不是一直都在城市中生活吗？我减肥啊，需要吃一些减脂餐，他们说野山菜减肥效果好，还健康，我就多关注了一下。叶梅拿起一簇好像杂草的东西，这个叫水芹菜，生长在潮湿的地方。又拿起一根绿色的植物杆，蕨菜，山上到处都是。还有一个大叶子的植物，大叶芹。叶梅一一介绍着，看样子还真的认识野菜。林硕依旧担心，我们如果中毒了，这里可没有医院。叶梅瞪着眼睛，你还是不信我？林硕无奈，反正已经煮了，总不能因为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将这一锅汤都倒掉。这一夜，3人都吃得饱饱的。2个女人喝汤喝得撑的，倒在床上揉着肚皮。她们的衣服都是正装，太热，于是脱掉，换成当初在行李箱里找到的睡衣。睡衣宽松，款式也是比较性感的类型。叶梅穿着是一件紫色无袖吊带，常小竹身上披着刚过大腿的白色薄纱。睡衣的尺码有些大，2人都是小骨架，穿起来不免地露出一些不该露的地方。俗话说保暖思淫欲。林硕吃饱喝足后，目光时不时地朝着2女的方向飘过去，这一幕刚好被叶梅抓到。叶梅翻了个白眼，转过身背对着他，不给看。常小竹眨巴眨巴眼睛，故意解开胸口的一颗扣子，把肩头的衣衫拉下，一双美腿交叠在一起动来动去。叶梅啪的一声拍在他的屁股上，老实点，别搔首弄姿的，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好鸟。常小竹挨了一巴掌后尾，屈巴巴地看向林硕，眼睛好像能流出水来，好似在说，看吧，不是我不给你福利，是姐姐不让。林硕无奈地说，领导，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小竹还不能有点自由选择权了？小竹附和道，就是。叶梅白了2人一眼，你们要干嘛离我远点，别影响我睡觉。林硕给常小竹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去湖边。常小竹挤眉弄眼，林硕也没看懂，他以为常小竹理解了他的意思，找了根较长的木棍，领导，我去钓鱼了。林硕在木棍上绑好鱼线，来到湖边，等了半天也不见常小竹过来。他发现这里鱼还挺多的，女人哪有钓鱼有意思，索性认真地钓了起来。深夜，林硕收竿，这湖里的鱼有点不给面子，以他的技术竟然空军了，3次咬钩全都脱钩。不过他惊喜地发现，湖水里除了鲶鱼，竟然还有草鱼和鲫鱼。鲶鱼由于肉质松软，
无法煮汤，只能炖或者烤。鲫鱼的肉质紧实，鱼肉鲜美，唯独刺多，用来煮汤刚刚好。鲫鱼的嘴不如鲶鱼那样大，无法用爆炸钩来钓。林硕需要制作普通的鱼钩，他刚好知道一种用骨头制作鱼钩的方法。时间很晚了，林硕准备先睡觉，鱼钩的事明天再说。来到床边，叶梅和常小竹已经抱在一起，穿着内衣太过难受。常小竹不知何时将睡衣脱了，薄薄的睡衣半透明。叶梅的睡姿也很不雅，一根肩带落下，露出半边酥胸。来岛上也有1周多了，林硕一直为了生存发愁，忽略了身边是2个大美女的事实。如今终于安定下来，面对如此场景，难免心痒难耐。他小心翼翼地朝着2个女人走去。忽然，叶梅睁开眼睛，瞪了他一眼：“你想干嘛？”林硕轻咳一声：“我能干吗？”林硕躺下后，心里像是憋了一团火，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闭上眼睛，脑袋里就是叶梅和常小竹2人的身体。这时，一只小手伸了过来，叶梅背对着他，另一边是常小竹。黑暗中，林硕看不清这只手是谁的。第二天一早，林硕想到昨夜看到湖里面的大鱼，心痒难耐。他起床后用骨头制作了2个鱼钩。说是鱼钩，其实和鱼钩长得一点也不像。鱼钩本质上就是为了在鱼吞下去饵料的时候卡在鱼的口中，所以只要达成这个目的就行了，形状并不重要。林硕利用豹子的腿骨砸碎，打磨出了小拇指指甲大小的弧形月牙，在靠近月牙中心的内凹处打了一个孔，绑好鱼线。鱼的嘴很小，吞下去后，月牙的2个尖端刚好卡在鱼鳃的2侧，达成鱼钩的目的。这是他在一期荒野生存的节目中学到的。不过月牙鱼钩只能钓鲫鱼和草鱼这种嘴小的鱼类，鲶鱼的嘴太大，是卡不住的。林硕将钓鱼的重任交给叶梅和常小竹2人。前几天拖回来的果子狸尸体也有了用处。溶洞中的气温较低，尸体还没有发生腐烂，利用果子狸的肉来作为诱饵，血用来打窝。果子狸的血肉刚刚丢到湖水中，就见扩散开的血液朝着湖底飞速流去。林硕心中一惊，湖底果然有暗流。你们如果洗澡，只能在浅水区，千万不要往湖中心游。2女也见到刚刚奇异的一幕，心中不免后怕，他们近几日可是每天都洗澡的。还好他们没有好奇，否则林硕回来面临的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营地。教会2人打窝和挂饵的方法，林硕外出伐木。林子里没有那么多干枯的树木，而且搭建庇护所，枯木不够结实，最好是能砍伐碗口粗细的健康树木。伐木必须得有斧头或者锯子，林硕打算自己制作一个。他是跨国旅游团的导游，除了基本的培训之外，还需要进行空难后的野外培训和生存培训，以及面对枪击时的紧急处理。这些培训对大部分导游来说都没啥用，一辈子都不一定遇到一次。可林硕这个运气偏偏遇到了，他有点后悔没好好学了。生存培训时讲过，在野外没有现代工具的时候，石头就是最好的替代品，容易找，制作简单。林硕找来一块2个巴掌大小的锋利的石片，用另一块石头轻轻敲打成自己需要的形状。这个过程他必须很小心，也需要很大的耐心，一旦敲打过猛，就得重新换一块石头，最终打造成一个扇形的形状。整个过程足足花费了他4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是斧柄的制作。林硕找了根坚硬笔直的木棍，用刚刚打磨好的石斧割掉多余的枝丫，在石头上打磨光滑，随后在木棍的顶端挖了一个洞出来，将刚刚的石斧顶端镶嵌进去。接下来就是固定了。林硕暂时没有好的办法，休息过程中他想到了利用塑料袋来捆绑。塑料袋的延展性很好，也足够结实，最主要的是它很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林硕将剩下2个塑料袋都取来，撕成条状，所有的塑料条叠在一起，拧成绳子。林硕用力拉了一下，强度足够。林硕先用塑料条在木棍上缠绕几圈，目的是防止木棍在砍树时用力过猛开裂。随后用交叉捆绑的方式将石斧固定在斧柄上。完成后，林硕拿起石斧，手感沉甸甸的，挥舞起来也很顺手，但是手心出汗后有点打滑。林硕又找来2根布条绑在斧柄上防滑。林硕迫不及待地拎着石斧去林中砍树。有了工具后，林硕1上午的时间就砍下一堆木棍，整齐地堆放在一起。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叶梅送来午饭，同时也带来一个坏消息，盐没有了。盐是必需品，林硕只能暂时放弃伐木的计划，到海边去煮一些盐来用。那行，我回去取工具，下午去海边。我和小竹也想去。叶梅撩起刘海，这几日没日没夜的忙，都没时间好好休息。小竹的脚伤好了吗？没关系，不碍事，她可以不下水的。林硕盯着叶梅看，你是想去游泳？叶梅抬头望天，心虚不已。这么好的天气，岛上的景色也不错，你就给我们放1天假吗？
林硕想到自己和叶梅请假的时候，叶梅从来不会批准回答他的，永远都是多上1天班又不会累死。林硕嘴角勾起，故意报复性回答：不行，多工作1天又不会累死。叶梅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林硕笑道：现在知道我当时的感受了吧？去吧，我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叶梅生气了，不去了。林硕从后方忽然抱住她，叶梅吓了一跳，连忙挣脱。你想干嘛？林硕抱得很紧，叶梅挣扎了几下都没逃掉，让小竹看到怎么办？林硕在她耳边低声道：我想看看你游泳的样子。热气打在耳畔，叶梅的脸一红，看什么看，不给你看。林硕壮起胆子，吧唧亲了一口。叶梅浑身僵硬，一动不动。林硕走在前面，走吧，回山洞取工具。你如果想游泳，这里可没有泳衣给你穿。叶梅这才反应过来，林硕刚刚那句想看他游泳的样子是什么意思。叶梅羞愤地喊了声：要死啊！山洞中，常小竹听到要去海边，兴奋地扑到林硕怀中，双臂环绕着他的脖子。如果不是叶梅及时出现，不知道他会不会直接亲上去。林硕带上龟壳和玻璃瓶，2瓶凉开水，还有庄严的塑料袋。二女商量半天，只是带了仙人掌，没有带任何衣物。林硕好奇地问：带仙人掌干嘛？叶梅白了他一眼：防晒啊，还能干嘛？海边那么热，不擦点东西，皮肤会晒伤。林硕才知道仙人掌的汁液不仅可以消炎，原来还可以防晒。果然，这种奇怪的知识只有女人才懂，就和男人知道什么食物能壮阳一样，女人也知道什么东西对皮肤好。临出发前，林硕在洞口做了遮掩，清理3人留下的痕迹，带上石斧。这个斧头好酷啊！常小竹毫不吝啬赞美：能给我看看吗？我只有在电视里才见到过石斧。林硕递过去，常小竹拿在手中挥舞2下，敬佩之情言于表：林硕，你太厉害了。林硕被夸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挠头道：一般般吧。叶梅见状，心中很不是滋味，又插不进去嘴。工作性质的原因，他很少夸人，更多的是挑其他人的错误。用了40多分钟，3人来到海边。2个女人也没有第一时间冲到海边，而是先办正事，捡柴火。煮盐需要大量的木柴，虽说晒盐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太过耗费时间。他们恰恰缺少的就是时间。林硕在沙地上挖了个坑，下方垒好石头，将龟壳盛满海水放了上去。叶梅抱着一捆干柴回来。林硕利用玻璃瓶聚焦引火。上次制盐用的是铁罐头盒，这次用龟壳，效率提高不少。过滤依旧用的是叶梅的内衣。2个小时后，林硕已经得到大约300克的纯净海盐。他准备再煮一锅卤水，二女叽叽喳喳地朝着海边去了。过了一会儿，常小竹回来，蹲在旁边看着。林硕问：你不去游泳吗？常小竹坐在沙子上，双腿伸直，脚上还缠着绷带，伤口还没好，我担心感染。他顺势拿起仙人掌在身上涂抹汁液。你可以帮我擦吗？此刻刚好大火收汁，龟壳底部析出结晶，等待盐冷却。可以。林硕无事可做，接过仙人掌。常小竹翻了个身，解开衣衫，将洁净的后背露了出来。林硕伸出手沾了点仙人掌的汁液，在常小竹的背上轻轻擦拭。常小竹咯咯直笑，好痒。后背擦完了，林硕刚准备放下仙人掌去干活，就见常小竹翻了个身。他咬着下唇，脸色微红，气息紊乱，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正面也能帮我一起涂了吗？林硕的身体僵住，哪个男人能经受得了这样的诱惑？他刚准备答应，抬头发现叶梅已经回来了，轻咳一声，还是算了，让领导来吧。常小竹也看到叶梅朝着他们走来了，心中略感失望，可惜了这次机会。林硕将剩下的盐都装好，看看天色，时间还早，还可以再陪着他们待一会儿。叶梅坐在林硕身侧，身上沾了不少沙子，拧开水瓶喝了一大口。他张开双臂，迎接着迎面吹来的海风，感叹道：好舒服啊，林硕，你能帮我涂防晒吗？下一刻，他的目光落在林硕拿着仙人掌的手上，还有衣衫不整的常小竹。你们……叶梅感觉整个仙人掌都是酸的。他刚刚不在的时候，这2个人做了什么？该不会能做的都做了吧？不给叶梅反应的时间，林硕连忙按住叶梅的肩膀：领导，你趴下，我帮你涂。见叶梅还想说什么，林硕直接伸手解开叶梅衬衫的扣子，将她按在沙滩上。冰凉的仙人掌汁液落在后背上时，叶梅忍不住轻哼一声。常小竹趴在沙子上，侧过头和叶梅脸对着脸问：姐姐，有这么舒服吗？叶梅咬着嘴唇，回头瞪了林硕一眼。她的后背很敏感，偏偏林硕的大手又很粗糙，每次在背上抚过都像是挠在她的心上。林硕假装没看到，涂抹整个后背后，又开始帮叶梅涂抹双腿。叶梅何时被男人摸到过这样的位置？她脚趾忍不住勾紧，起身阻止：
行了，腿不用你，我自己来。常小竹取笑道：“姐姐该不会忍不住了吧？所以才不让林硕帮你涂。”说到羞处，叶梅羞愤交加，忽然朝着常小竹扑过去，捏住她的脸蛋：“死丫头，不许乱说话！”两女打闹时，林硕看到远处的沙滩上多了2个黑点。起初他没太在意，可能是什么动物在沙滩上觅食。随着时间1分1秒的走过，那2个黑点也越来越大。是2个人。林硕制止两女玩闹，穿好衣服，有人过来了。常小竹兴奋地站起来，这座岛上还有其他人，我们是不是有救了？叶梅要谨慎许多，见到林硕如临大敌的模样，站在他的身后，你在担心什么？林硕摇摇头，希望是救援吧。看着很近，实际上双方接触时已经是半个小时后。对方是2个男人，一个亚裔，一个黑人。真的是人。太好了，你们是救援队吗？亚裔开口就是韩语。林硕身为导游，虽说不擅长韩语，但基本交流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不是救援队，是空难后的幸存者。韩国人很失望，但下一刻看到了常小竹，眼睛一亮。他凑到常小竹身边，用很蹩脚的中文打了声招呼：“你好，我叫金在熙。”常小竹面对金在熙猥琐的目光有些反感，后退一步躲在林硕身后。“你好，我叫常小竹。”金在熙问道：“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我们的营地有食物和水。”常小竹看向林硕，金在熙看不懂眼色，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我在营地中负责外出寻找食物，我们挖了很多野菜，我擅长做泡菜。你跟着我一定不会饿肚子。”林硕拦在常小竹面前：“我们不去。”西巴！金在熙骂了一句：“我在和这位女士说话，你们中国人不懂礼貌吗？”说完就去拉常小竹的手臂。这时叶梅上前护住常小竹：“你听不懂话吗？我们说了不去，到底是谁没有礼貌？”金在熙强行拉扯常小竹，叶梅抬手给了他一巴掌。金在熙的表情特别夸张，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好心邀请你们去营地，你这个女人竟然打我！”金在熙转过身和黑人说话，听起来应该是西班牙语。“史蒂夫，这2个女人已经答应和我去营地了，但是这个男人不同意，你给他一点教训。”林硕3人都不会西班牙语，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林硕明显感觉到了史蒂夫对他的敌意。史蒂夫是墨西哥人，身高近2米，和大猩猩一样，右臂上纹着一头熊，看起来非常不好惹。林硕察觉到危险，第一时间转身抓起沙滩上的石斧，刚好躲过史蒂夫挥来的拳头。他抓了一把沙子，反手扬在史蒂夫的脸上。趁着史蒂夫闭眼的一刻，林硕抬起石斧，对着他的脸狠狠地拍了下去。这一下寻常人应该会昏过去，但史蒂夫太壮，这一下只是打了个踉跄。他捂着脸，耳朵流血，怒吼一声撞向林硕。林硕来不及躲避，只能抱着头格挡。2人撞在一起，史蒂夫没什么事儿，林硕躺在地上。史蒂夫趁机骑在他的身上，拳头狠狠地砸在林硕的脸上。林硕只能抱头防御。史蒂夫又去夺他的石斧，林硕抓住这个空档，抬头撞在史蒂夫的鼻梁上。史蒂夫捂着鼻子大叫。林硕翻了个身，终于从地上爬起来，挥拳砸向史蒂夫受伤的一侧耳朵。史蒂夫挨了一下，又回手给了林硕一拳。林硕眼冒金星，感觉看到了自己的太奶。林硕的身体算是比较强壮的，但面对这种墨西哥壮汉还是没有还手之力。史蒂夫一拳一拳地砸向林硕的脑袋，林硕只能架起双臂格挡。好在这时也没出现，不知道从哪捡了一块石头砸在史蒂夫的脑袋上。史蒂夫疼得怒吼一声，抬手一摸，手上全都是血。臭娘们，老子弄死你！史蒂夫转身朝着叶梅冲了上去。林硕知道不下狠手是没办法脱身了，挥舞石斧砍在史蒂夫的肩头。史蒂夫疼得摔倒在地，林硕上去用斧背对着他的后脑狠狠地来了一下。这下史蒂夫终于昏了过去。另一边，金在熙抓着常小竹不放手。常小竹挣扎过程中，金在熙威胁道：“这里不会有救援了，你跟着我还能活命，那个中国男人保护不了你，他自身都难保了。”下一刻，林硕出现在他面前。金在熙愣了2秒，看到趴在地上肩头染血的史蒂夫，吓得2腿一软，跪在地上。林硕拎着石斧在他的脸上重重地拍了2下。“我保护不了他，你这个小西巴能保护得了他？”金在熙抱着林硕的腿：“哥，我错了，你饶了我。”林硕抬脚踹在他的胸口，紧接着又是一脚踢在他的裆部。啊！金在熙捂着裆部在沙滩上打滚。林硕还不解气，对着他的脸狠狠地踩了几脚，直到金在熙满脸是血，林硕才朝着他吐了口血沫：“别让我再见到你，见一次打一次。”常小竹看到石斧上的血和倒地的黑人，大脑一片空白，直到叶梅拉着他离开，才恍然未觉。林硕在金在熙身上找到了2根野菜根，黑人身上有一块烤肉干，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可
可见金在溪口中的营地目前也缺少食物，人越多，食物消耗越大，获取越难。身为导游的林硕对这一点很了解。回去的路上，林硕没有走直线，他担心留下痕迹被金在熙他们发现，追踪上来报复。1公里的路，他们走了快2个小时，回到溶洞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下来。林硕坐在湖边清洗身上的污渍，他此时浑身剧痛，双臂淤青，嘴角开裂，左边的耳朵也有些耳鸣。不得不说，史蒂夫的战斗力是真强，拳头一下比一下重，林硕差点没抗住。叶梅走过来，手里拿着一片仙人掌，蹲在林硕身侧，拉过他的手臂。看着手臂上的淤青，叶梅心疼地问：很疼吧？林硕笑笑，他应该更疼，可能这几天都会疼得睡不着。叶梅用仙人掌在林硕手臂上轻轻涂抹，还笑：刚刚多吓人，我以为你要被打死了。林硕想到叶梅当时奋不顾身的样子，心中感动，谢谢你帮忙，不然可能真要栽了。叶梅满脸担忧，他不会追过来吧？林硕摇头，应该不会，但他们能猜到我们就住在附近，吃了这么大的亏，肯定会来找我们。今后我们白天外出的时候要谨慎些了。双臂擦拭好了，叶梅又帮林硕处理身上的擦伤。仙人掌擦上去后，伤口有一些刺痛。我看那个金在熙对小竹有点意思。叶梅问：他主要的目的是带你们回营地，我去不去他不在乎。提到营地，叶梅欲言又止。林硕见状主动询问：你对那个营地感兴趣？叶梅摇头，语气失落。如果营地里都是他那样的败类，还是算了，我们现在这样也挺好的。我也对那个营地感兴趣，找时间我会过去看看。会不会太危险了？只是金在熙和我有仇，又不是营地的其他人和我有仇，我躲着他不会有事儿。叶梅没有再劝，你一定要小心，今天没有你保护我们，我们真被那个猥琐男带走了。林硕的手搭在叶梅的肩膀上，顺势将她搂到怀里。放心吧，有我在，你不想去的地方谁也带不走你。叶梅本能的想挣扎，但听到林硕的话后，莫名的觉得安心，也就顺从了。两人待了一会儿，林硕起身去生火。他们离开时就将火堆熄灭，只留下炭火，再将火炭上面压上树皮，树皮上盖着树叶，最上面用石头垒好。石头掀开后，树皮上还残留着火星，树叶已经被烘干，冒着白烟。林硕找了些干草盖上去，轻轻一吹，火就升了起来。这样保存火种，处理得当，最长能保存10几个小时。常小竹从回来时就魂不守舍的，叶梅在安慰他。林硕将剩下的半条鱼煮了，又热了3块肉干。吃过饭，3个人躺在床上休息。叶梅以前是睡在中间的，但今日睡在最外侧，让常小竹紧贴着林硕。今天谢谢你。林硕不太会安慰女人，别怕，有我在。常小竹微微抬头，我能枕着你的手臂睡觉吗？林硕犹豫片刻，把手伸了过去。常小竹贴在林硕胸膛上，身体蜷缩，很快就睡着了。林硕这一夜却失眠了，不是因为常小竹，而是担心金在熙会带人追上来。他安慰叶梅不用怕，实际上他内心也在担心。整整一夜，就天亮的时候睡了一会儿，早晨醒来时，感觉整条手臂都不是自己的了，剧痛。林硕慢慢的抽出手臂，翻了个身，疼得龇牙咧嘴。叶梅不知何时醒的，从湖边回来，拎着一条约3斤的鲫鱼。这个女人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生火，煮热水。路过林硕的时候，叶梅见他在揉着手臂，轻哼一声：怎么，昨天伤得那么重都不知道疼，现在知道疼了？林硕听他的语气有点酸：你吃醋了？水开了，叶梅先把2个饮料瓶装满，才将鲫鱼下锅，丢了2把野菜进去，头也不回地说：我吃谁的醋？你自己愿意给他枕着，疼也是活该。林硕要上前帮忙添柴，叶梅推开他：行了，别装模作样了，肉干快吃光了，鱼也不是每天都有，你得想想办法，不然过几天我们就得饿肚子了。林硕看向存放肉干的石堆，防止他们白天不在的时候食物被偷走，他用木头和石头堆砌了一个小仓库。掀开仓库上面盖着的石板，林硕发现肉干只剩下约2天的量。叶梅又提醒：对了，那只果子狸的尸体我闻着有些臭了，你得给处理掉。湖水我们要饮用，就算下面有暗河，也不能什么都往里面丢。这点林硕也很赞同。行，一会儿我出去的时候会带走。鱼汤煮沸了，叶梅往里面撒了一些盐，又扔了2段辣椒。辣椒是昨天他们回来的时候沿途摘的，当时情况紧急，只是随手摘了一些，没有到附近去找。叶梅说：我们的食谱的丰富一些，天天吃肉吃鱼也不行，青菜也要吃。我打算和小竹去昨天摘辣椒的地方看看，顺便再挖一些别的野菜。林硕比较担心：我陪你们吧，这附近有狼群，我不放心。叶梅的觉悟很高，展现出领导风范。
我们总不能因为危险就只在附近活动。如果狼群来了，我们在附近和在林子里没有太大的区别。我是你领导，听我的，遇到危险我们会大喊，我相信你会来救我们。林硕被说服了，你们下午再去吧，上午去捡些干柴，我给你们制作2把武器。叶梅没有拒绝。吃过饭，常小竹还在睡。叶梅看了一眼，别喊他了，他昨天吓坏了，让他多睡会儿。林硕想到以前自己迟到的时候被叶梅骂得狗血淋头，你变化挺大的，都知道体贴人了。叶梅瞪了他一眼，在他的小腿上踹了一脚，故意损我呢。林硕嘿嘿的笑，哪能啊领导，我哪敢啊。两人抬着果子狸的尸体到山洞外，林硕在远离溶洞的地方挖了个坑，将果子狸埋了进去。就这么丢了有点浪费，领导你帮我一下。林硕在附近找了些藤蔓和树枝，做了几个简单的小陷阱，看看能不能捉到一些小型猎物。回去时常小竹已经醒了，他见到二人情绪忽然爆发，扑到林硕的怀中大哭，你们去哪了？我还以为你们丢下我自己走了。林硕轻轻拍打他的后背，好了，没事儿了，我们走也会叫上你。常小竹哭了一会儿，有点不好意思，抹了眼泪说，我就是醒了没看到你们有点害怕。叶梅把常小竹从林硕怀中拉出来，冷着脸道，别耽误林硕干活，你跟我去捡柴火。常小竹委屈巴巴。林硕猜到叶梅的心思，也不戳破，你们去吧，我就在附近，有事儿喊我。昨日的经历让林硕明白在荒岛上武器有多么重要，他打算再制作2柄武器。石斧还是有些短，杀伤力也不够，他这次打算做2根矛。矛比石斧制作简单，只需要找2根2米长的圆滑木棍，再找2块扁平的石头，将石头固定在矛头就行。很快林硕选定了矛身，一棵2指粗细的小树，有石斧在，砍树事半功倍，清理小树的枝丫，剥皮，打磨光滑。矛身做好，林硕开始挑选石头，敲打成3角形，矛头敲打得更薄更细，确保有足够的杀伤力。再利用石头将树枝的顶端凿空，开出一个凹槽，将矛头的尾部塞进去，轻轻敲打矛头，使其严丝合缝。最后用白桦树皮撕成条状，捆住矛头和树枝的结合处，勒紧。如法炮制，林硕做了2根石矛，挥舞起来还算顺手，就是矛头有些轻薄，刺的时候有可能会断裂，不过也没办法，石器就是这样。休息的时候，林硕不禁想，有什么东西能替代石头，足够锋利又足够结实呢？忽然林硕眼前一亮，还真让他给想到了。回到溶洞，林硕找来豹子的骨头，挑出2根后腿骨，找来一块尖锐的石头，小心翼翼地沿着骨头的中线轻轻敲打。很快骨头中间出现一道裂纹，林硕换了一块更大的石头，将骨头敲碎，分成2根尖锐的骨刺，骨刺的尾端打磨平整，得到2根尖锐的矛头。眼见可行，林硕又将另一根腿骨敲开，共制作成4根矛头。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中午，叶梅和常小竹抱着干柴回来，两人累得腰酸背痛，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鱼早晨吃光了，午饭只能吃肉干，肉干存放太久，嚼起来和木头一样，没什么味道。填饱肚子，林硕将石矛交给他们，并且教他们如何发力去刺。练习了一会儿，叶梅决定出发，林硕留下来继续砍树，积攒打造庇护所的木材。整整1个下午，林硕都心神不宁的担心2人出事。傍晚时分，当2女从丛林里出来的时候，林硕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行李箱中满满的都是野菜和野果，收获满满。林硕让他们回去休息，他要将今日砍伐的木柴搬回到溶洞里。接下来2日，林硕都在伐木，叶梅和常小竹上午钓鱼，下午外出采摘野菜。肉干终于吃光了，林硕也在肉干吃光之前，将搭建庇护所所需要的木材砍伐出来了。他利用溶洞中的地形，依托一块石头和岩壁的夹角搭建，这样可以节省2面墙的木材。地面上的碎石很多，林硕先将碎石清理，露出平整的岩石地面，然后把木头依次插入进去，用碎石固定。担心地基不够稳定，林硕还到林中找了许多粘土和干草混合在一起，在填充碎石的时候倒入泥浆固定。泥浆和碎石干涸后，插入地面的木桩纹丝不动。林硕设计的庇护所只有20平左右，听起来很小，但是在野外，这个面积的庇护所等同于豪华大别墅了。木桩之间的缝隙，林硕同样用粘土和干草填充。屋顶采用的是斜面，溶洞中潮湿，头顶偶尔会有水珠滴落下来。再在屋顶铺上一层苔藓，苔藓吸水，可以起到防水的效果。屋顶和墙面的结合处，林硕使用了榫卯结构，在木头的2端刻下凹槽，固定后再打孔，在孔洞中穿插木棍作为固定。林硕对榫卯结构不太熟悉，但多少也了解过，研究了半日就掌握了其中诀窍。建好庇护所后，还剩下不少木材，林硕打算等明天再做一张桌子。
石斧经过这几日高强度的劈砍，斧刃位置已经留下许多豁口，不过林硕不打算丢掉，而是留下当随身武器。锯齿形状的斧刃杀伤力更大。当晚，3人就住进了新房子里。虽然房间中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床，但3人还是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有房子才有家，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想法。有了庇护所后，他们就算在这里定居了。叶梅提议，乔迁到新房子都要请客，我们今天吃点好的。此提议得到2人的一致赞同。林硕说，前几日我在果子狸尸体附近留下的陷阱捉到了一只野兔，今晚烤了吧。揪着兔子的耳朵出来，林硕又拿出5枚鸟蛋，这是我今天砍树的时候从一个鸟窝里掏出来的。常小竹看到野兔时有些于心不忍，但想到晚上这只兔子就能变成香喷喷的烤兔肉，口水忍不住从嘴角流了出来。他最喜欢吃兔头了。叶梅这几日也没闲着，不仅挖了许多野菜，摘了许多野果子，还发现了土豆。说起来也是巧，叶梅并不认识土豆的茎叶，她当时是为了挖一株野菜，碰巧就将一颗土豆挖了出来。土豆有一颗，附近就肯定有一堆。叶梅和常小竹那一天就收获了10几斤土豆。常小竹主动请缨，今晚我下厨给你们做草鱼蔬菜土豆汤。林硕和叶梅都有些诧异，你还会做饭？常小竹自信满满，我的厨艺很好的，只是叶梅姐姐得厨艺更好，让我没有施展的机会。叶梅得到夸赞，不好意思的笑笑，她哪有什么厨艺啊，除了拌沙拉、水煮青菜，她就没自己做过饭。烤肉、鱼汤都是林硕教会她的。林硕蹲在湖边宰杀野兔，常小竹在不远处杀鱼。他的动作干净利落，先将草鱼开膛破肚，清理内脏，刮鳞，再用铁片刀片成肉片。叶梅帮忙打下手，清洗野菜，给土豆削皮，切成小块。林硕将野兔穿在木棍上，重新用石头围出一个火堆，将野兔架在上面整只烤。下面的炭火也没浪费，林硕取来6枚土豆埋了进去。另一边，常小竹也开始煮土豆，因为没有高压锅，单纯的用水煮土豆很难熟，需要先煮熟。等土豆变软后，常小竹往锅中添水，将片好的鱼肉放进去，撒上盐，蔬菜盖在鱼肉上面。为了增添味道，常小竹还放了4颗野山椒进去。野山椒也是他们这几日发现的，是林硕的最爱。不出3分钟，锅中就传来了鱼肉的香味。与此同时，烤着的土豆也好了。林硕用木棍拨出来，在地面轻轻敲打，外面的一层焦炭落下，露出里面冒着热气的白肉。今天的晚餐可谓是丰盛至极。林硕为了好好的品尝鱼汤，还专门用木头做了3个勺子，在木头中间挖空，打磨光滑，留出勺柄。对于已经能徒手搭建房子的林硕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儿。勺子虽然很丑，但胜在实用。林硕舀了一勺鱼汤品尝，又鲜又辣，如果再有点酸菜就完美了。林硕称赞道，小竹，想不到你厨艺这么好，你早点说，就不用让领导做黑暗料理了。常小竹嘴甜得很，姐姐做的很好吃，哪里是什么黑暗料理。叶梅偷偷伸出手，在林硕的腰间用力扭了一下，林硕疼得发出非人的叫声，赶紧认错，领导，我错了。常小竹掩嘴笑，味道好就多吃点，我上班的时候吃不下外卖，经常自己做饭吃。林硕又喝了些鱼汤，吃了2块土豆，兔肉也烤好了。林硕将整只烤兔肉端上来，兔头留给常小竹，2条后腿扭下来放在叶梅面前，剩下的肉切成块，3人分着吃了。兔子身上没有脂肪，肉很筋道。烤制的时候，林硕专门在兔子的肚子里塞了一些水芹菜，去除腥味。饭后还有水果吃，林硕躺在床上吃着不知道叫什么的野果子，酸酸甜甜的，身边还有2个大美人相伴，忽然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夜晚，林硕忽然没了睡意，享受这片刻的宁静。叶梅和常小竹在身侧，呼吸绵缓，睡得很是香甜。来到海岛多日，他一直紧绷着神经，只有此刻才放下心来。林硕不知自己发呆多久，忽然听到山洞外传来一声求救。起初他并未在意，还以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紧接着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救命，救命啊！听声音就在山洞外面。林硕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抓起放在门口的鼓毛。求救声也惊醒了叶梅和常小竹2人，见林硕如临大敌的模样，2人也很是紧张，发生什么事情了？林硕将2根鼓毛扔给他们，做了个嘘声的手势，你们躲着，我出去看看。叶梅不放心，主动提议，我和你一起去。常小竹不敢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小声说，那我也去。3人沿着山洞来到木门的位置，透过门缝，林硕看到月光下隐隐绰绰，不时的还传来什么动物嘶吼的声音，听起来数量还不少。忽然一个黑影从木门前不远处闪了过去，林硕见到一双幽蓝的眸子，是狼。林硕连忙转身捂住2人的嘴，别出声。狼群明显是在追击什么目标，
联想到刚刚听到的求救声，林硕猜测大概率是人。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一个男人嘶哑的喊声：“跑，快跑！”山洞外有脚步声，借着月光，林硕看到一名扎着马尾的少女。少女一边跑一边哭：“爸妈！”叶梅拉了下林硕的衣服。林硕回头对上叶梅恳求的目光，再看向常小竹，她也是满脸复杂。林硕问：“你们想救她吗？”两人同时点头。林硕推开木门，对着少女喊道：“这边。”少女听到声音转过头，看到山崖下的黑暗中似乎有人，她没有第一时间过去，内心在挣扎犹豫。嗷呜！又是一声狼嚎，一只狼追了上来。少女没地方逃，只能往山洞的方向跑了过来。少女到洞口，林硕拉着她推到叶梅怀中，立刻将木门关闭，但还是慢了一步。哦！木门刚刚合上，狼头就钻了进来，凶狠狰狞地朝着林硕的大腿咬了过去。林硕不得不松开抓着木门的手，后退躲过狼的攻击。嗷呜！狼紧追不舍，牙齿咬合时发出咔咔的声音，口水飞溅。林硕来不及用骨毛攻击，双手抓住狼的耳朵，尽可能的不被咬到。就在这时，一柄骨毛从林硕的腰侧呲了出来，扎在狼的右眼上。哦！狼吃痛，用力甩头。林硕死死地抓住狼的耳朵和毛发，再刺。常小竹吓得双手发抖，但仍然鼓起勇气刺了下去。接连刺了10几下，狼终于扛不住了，银灰色的毛发上染成了血红，后退想要逃跑。这头狼快死了。林硕更加用力地抓紧狼的毛发，企图留下它，他们的食物不多了。可叶梅却大喊一声：“林硕，松手！狼群过来了！”林硕抬头，看到月色下狼群的毛发闪着银光，朝着山洞口涌了上来。林硕赶紧松手去抓木门，叶梅上前帮忙，两人合力将木门拉上，卡在石头缝隙中。砰！一头狼撞在木门上，砰砰砰！狼群如同疯了一样，不仅撞击木门，还用牙齿撕咬。林硕拿起骨毛，从木门的缝隙中对着一头狼的眼睛刺了下去。收回时，骨毛在往下滴血。叶梅和常小竹也用骨毛抵挡狼群。在刺死了2头狼后，狼群终于退走，连同同伴的尸体一同带走了。目送着狼群离开，林硕靠着岩壁坐下，双臂酸痛，双手不停地在发抖，一半是吓的，一半是累的。叶梅和常小竹也是同样，都没有从刚刚恐惧中缓解过来。黑暗中，一道很微弱的声音响起：“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能去救救我爸爸妈妈吗？”少女哭成泪人：“我爸爸妈妈为了救我，被狼群追上了。”山洞里只剩下少女的哭声，谁也没说话。半晌，林硕才开口道：“他们已经遇害了，狼群不知道走没走远，我们不能冒险出去。”少女也知道这个要求强人所难，又担心惹来狼群，只能压抑着哭声。少女的哭声听着让人心里难受。林硕听不下去了，起身：“要不然我出去看。”叶梅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林硕放弃了冒险的想法。少女的年纪看起来不大，应该刚刚成年，穿着灰色的运动装，高马尾，眼睛大大的，有点像香港饰演赵敏的那个女明星。常小竹安慰她：“不哭了，你爸爸妈妈也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才会这么做的。你们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会在晚上碰到狼群？”少女抹了把眼泪：“我们是从营地逃出来的。”林硕抬头和两女对视一眼。少女哽咽着说：“营地里有很多外国人，他们绑架了机长，把所有的物资都据为己有。妈妈因为长得漂亮，被一个外国人看上，就处处刁难我们，不给我们食物，逼迫我们去做最难的任务。他说只要妈妈答应陪他，他就会给我们食物和水，所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逃走了。”林硕好奇地问：“机长，你们是一起来到岛上的吗？”少女也疑惑地看向林硕三人：“你们不是吗？”林硕摇头：“不是，我们醒来就在岛上了。”机长说，飞机迫降的时候失踪了40多名乘客，剩下的100多人都平安无事。我们乘坐救生船原地等了2天，没有等到救援，后来随着洋流飘到了海岛上。你们这些人全都在营地？也不全是，上岸后有一部分人认为等不来救援，所以自己去寻找生路。我们听从机长的安排，建立营地，靠着应急物资等待救援，大约有100人。后来机长出事后，外国人抢夺了应急物资，很多人都逃走了，现在营地应该只剩下60、70人。林硕想到了金在熙和那个墨西哥黑鬼。你们营地里有叫金在熙的韩国人吗？少女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就是他欺负我妈妈。少女细数金在熙的种种恶行。金在熙在飞机上认识一名美国人，这名美国人曾经驻韩服役，对韩国人很是看不起。但是金在熙很会舔，美国人很受用，于是在挟持机长后就让他成了跟班小弟。金在熙狗仗人势，在营地中欺男霸女，还认了一名墨西哥黑帮的人当大哥。有了靠山后，他行事更加肆无忌惮，
尤其对中国人格外仇视，三番两次的找茬、殴打、欺凌。不少人都是因为金在熙的霸凌，在夜里逃离营地少女，他们的运气很差，先是在雨林中迷路，然后发现了林硕绑在树上的塑料袋，沿着塑料袋一路前进，来到乱石堆附近。由于天色漆黑，他们没有发现狼群留下的脚印。等见到第一头狼的时候，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少女的母亲第一个遇害，少女的父亲带着她逃跑，被狼群追上，为了能帮助女儿争取逃跑的时间，义无反顾地冲向狼群。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林硕三人也得知少女名叫田雨，飞机失事的第二天刚好是她的18岁生日，他们原本打算到美国游玩的，没想到遇到了空难。林硕让叶梅带着田雨去营地休息，他带着常小竹守在山洞口，避免狼群去而复返。第二天清晨，林硕小心翼翼地推开木门，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地面上的血迹从山洞口一直蔓延到林子里。确定狼群已经离开，林硕让常小竹去湖中打来清水，冲洗山洞口的血迹。他带上长矛，沿着血迹在附近寻找田雨父母的尸身。很不幸的是，林硕找了一个上午都没有发现尸体，但是他在林子里找到了一个背包，背包里面有一枚口红、一个小镜子、一次性的洗脸巾等女性用品。除此之外，只剩下一本书。林硕把背包带回来交给田雨，我只在林子里发现了这个，没有见到你父母的尸体，也许他们还活着。其实谁都知道他父母大概率凶多吉少，但是万一呢？叶梅安慰说，没发现尸体就还有希望，田雨你别放弃。田雨看到母亲的遗物后忍不住又哭了起来，但哭过后他就坚定地将背包以及里面的物品交给叶梅，只留下那本书，这些东西你们拿去用，这本书是我妈妈最喜欢的，我想留下。叶梅将田雨搂在怀中，放心吧，他们会没事的。林硕用龟壳盛水和常小竹一起清理血迹，不只是山洞口，连山洞外面一直蔓延到林子里的血迹都清理干净。染血的杂草和树枝，林硕都砍伐下来丢到远处。忙完时，叶梅已经煮好菜汤了。昨日的狂欢吃光了他们仅存的食物，今天没有肉，干涩的野菜难以下咽，再加上昨夜的惊魂，所有人都没什么胃口，只吃了很少。饭后，林硕挑选合适的石头，准备制作第二把石斧。常小竹和叶梅在钓鱼。原本林硕是让叶梅陪着田雨，但田雨坚持要跟着林硕学习生存技巧。田雨大方地搂起衣服，展示他的人鱼线。哥，我不想当个拖累，我是学校田径队的，我身体很好，你把我当男生就行。林硕也没矫情，递给他一块相对锋利的石头，指着昨日搭建房屋剩下的木材说，你把这些木头的树皮扒下来。3个小时后，叶梅找到林硕，那么小的孩子你就让他做这么重的活儿，你是人啊？林硕正在挖固定斧刃的凹槽，将凹槽内的木屑吹落，头也不抬。领导，是他自己要我给他安排工作的，人家不想当累赘，你还能按着他不让他做吗？叶梅朝着田雨的方向看了一眼，田雨正认真地扒树皮，娇嫩的双手割了许多伤口，他只是随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就继续埋头苦干。叶梅心疼地说，这孩子刚没了爸妈，又饿了好几天肚子，别给他累坏了。林硕无奈，那你去劝。叶梅朝着田雨走去，我去就我去。片刻后，叶梅无奈地回来。林硕见他表情就知道没劝动，他心里憋得难受，你让他发泄发泄，等他累坏了好好睡一觉，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这是经验之谈。林硕的父亲走得早，劈柴的时候从山崖上摔下去，当场就死了，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他当时在读大学，请假回去时看到的是父亲的棺材，他当时也没哭，也没感觉到多难受，直到晚上守灵的时候，情绪才忽然涌上来。他当时的状态就和田雨很像，情绪绷着，一口气堵在胸口上不来，守了2天3夜，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后来昏倒在棺材前，在醒过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出殡了。他跑到父亲坟头大哭一场，回来时情绪就稳定多了，除了心里还难受之外，能吃能喝。所以田雨找到他的时候，他没拒绝，还让田雨去做重活累活。林硕如此说，叶梅也没强求，警告说，孩子累坏了，你得负责。林硕笑笑，行，领导，我负责。没个正形。叶梅瞥了他一眼，我来找你是因为鱼线又断了，我觉得这样钓鱼不行，效率太低，总不能我们什么都不做，一直守在湖边吧。林硕也注意到了这点，他放下手中的活儿，看向手中的斧柄，你说我们做个捕鱼的笼子怎么样？说干就干。林硕加快进度，把石斧安装上，固定好。由于没有塑料袋，只能用树皮来固定，使用的时候不是那么顺手。他走到田雨身边，挑选了一些手指粗细的木棍。领导，帮我搓一些麻绳。田雨，你先别扒树皮了，让你姨教你搓绳子。叶梅险些气炸，我才多大你让她喊我姨，喊姐。田雨奶声奶气地喊了声梅姐。叶梅瞪了林硕一眼，坐下后
挑选一块树皮，用木棍反复捶打，直到打出纤维，拿起来放在手中轻轻一搓，就成了一根细绳。田宇有模有样的学着。林硕来到山洞外的林子里，找到一棵柳树，砍下树枝，弯曲成直径约1米地圈。确认柔韧度后，他又砍了5根树枝，带回溶洞。林硕将柳树枝弯曲成圆，收尾相连，用麻绳捆绑结实，制作3个木环，然后拿起挑选出来的木棍，将2个木环连接在一起，依次排列好，用麻绳捆绑在上面。一个没有顶和底的圆柱形笼子就成型了。林硕用斧头将笼子两端长短不一的木棍修整齐，然后拿出第3个木环平放在地上，给笼子做了一个底，将底和笼子合并在一起，用绳子捆好，只留一面出口。另一面，林硕用柳木做了个更小的圈。捕鱼笼需要进口大，出口小，类似于饮料瓶的瓶口反放的形状。结果一用力，柳木断了。又尝试一根，还是断了。柳木的柔韧度不够。叶梅提议，可不可以用竹子呢？我看风筝都是用竹子制作的，火烤后很容易塑形。附近没有竹林。不过叶梅的提议倒是给林硕提了个醒，开发出一个新的思路。他又到外面去砍了2根柳条回来，丢到湖里面，压上石头泡着。这个期间林硕也没闲着，又做了一个没封顶的笼子。约莫过了2个小时，林硕下水把柳条捞出来。柳条吸了水，沉甸甸的。他把柳条拿到火堆旁，往火堆里面添柴，等火烧起来，把柳条拿到火上面烤。吸了水的柳条经过高温烘烤，很快就弯曲变形。又因为柳条内有水分，不至于直接断裂。林硕见方法可行，在烘烤过程中不断给柳条施加压力，最终还真成功了，围成了脖子大小的一个圈。而且这样制作的木环是直接定型的，比强行压弯的木环更加坚硬。木环放在笼中，用木棍和笼口相接，用麻绳捆好，一个外大内小的漏斗形状的笼口就制作完成了。林硕迫不及待地试验捕鱼笼的成效，但笼子有些过于笨重了，只是这样拎着就有10多斤重。吸水后里面又有鱼，可能要30多斤。林硕没有足够结实的绳子，不敢将捕鱼笼下降到湖中，暂时只能放在浅水的区域。他将昨日留下的兔子内脏色到捕鱼笼中，抱着笼子来到湖的边缘，寻找一个相对较深的位置，把笼子放下去，避免笼子漂浮上来，里面还压了2块石头。4个人蹲在湖边盯着笼子，等了很久也不见有鱼从湖底浮上来，浪费了3-4个小时，结果没成效。林硕有些泄气，索性不管它了。林硕拿了根骨毛朝着山洞走去，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捉到兔子、野鸡什么的。由于昨天狼群经过留下气味，许多小动物都躲了起来。林硕在林子里转了一圈，只见到一条不足20厘米的小蛇。猎物虽然没有，倒也不是全无收获。林硕在经过一处腐烂的木桩时，余光看到木桩上有一簇黑乎乎的东西，凑近一看，是木耳，全部采摘下来，用衣服兜着，足足有2斤重。回来的途中，林硕听到头顶有鸟叫，抬头看到一个脸盆大小的鸟窝。这么大的鸟窝大概率是鸽子。林硕把木耳放在树下，斧头挂在腰上，抓住头顶的树杈，慢慢地爬了上去，来到鸟窝下方。林硕听到鸟窝里传来咕咕咕的预警声，还有鸽子在呢。林硕继续往上爬了一截，看到窝里面趴着一只又白又肥的鸽子。鸽子受惊，想要起飞。林硕一把抓住鸽子的腿，顺手砸在旁边的树干上，鸽子的身体软了下去。窝里面有3枚鸽子蛋，林硕美滋滋的掏了放在兜里。收获满满的林硕回到溶洞，叶梅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田宇第一次尝试钓鱼就钓了一条1尺长的鲫鱼。这就是新手福利吗？虽然有点小，但一条鱼腥1锅汤总比喝白开水的滋味要好。林硕把木耳倒在地上，掏出鸽子蛋，今晚木耳炒蛋，烤乳鸽。说话间，湖水那边传来哗啦一声，林硕没太在意，可接着哗啦声越来越大，像是鱼尾巴在拍水。林硕过去一看，乐了，捕鱼笼里进货了一条3斤重的大黑鱼。黑鱼钻到了捕鱼笼的夹角里卡住了，用尾巴拍水，想要挤出去。捕鱼笼的方法可行，这可把林硕激动坏了，比捉到鱼还开心。他脱了鞋子，跳到湖水中，把捕鱼笼立起来，伸进去抓住黑鱼的鱼鳃，拎了上来，然后把捕鱼笼重新放好，等待新的有源鱼。鱼汤用鲫鱼、黑鱼，林硕打算烤来吃。开膛破肚时，林硕又发现了一个惊喜，这条黑鱼的肚子里鼓鼓的，切开后竟然有鱼籽。林硕只摘除了内脏，鱼籽留下，和鲫鱼一起煮。吃过饭，4个人休息。怎么睡又成了问题，只有1张床，原来3个人可以睡在一起，现在多了个人，睡不下了。叶梅搂住常小竹和田宇，我们3个女人睡床上，你个臭男人睡地上。林硕据理力争，凭什么？男女平等，我每天做的事情最多，应该我睡床上。叶梅呸了一声，不要脸，
人家田雨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好意思和她睡一张床？林硕耍无赖，先躺在床上，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是这么说，他确实做不出让人家小姑娘睡在地上的操作，不过是和叶梅拌拌嘴。田雨主动提议，我睡地上吧，你们能收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叶梅瞪了过来，林硕尴尬的起身，田雨，你别认真，我就是逗逗你。你睡床吧，明天我再做一张小床，你们3个女人睡大床，我睡小床。叶梅把那张豹皮连同床上的干叶子都抱了下来，帮林硕在床下铺好，这样一来，床下反而比床上舒服。林硕见状调侃道，看来领导还是关心我的嘛。叶梅脸微红，羞愤交加的瞪了一眼，谁关心你了？我是怕你着凉感冒，没人干活。林硕叹气，领导，其实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叶梅铺好床，走过来捏住林硕腰间的软肉，狠狠地拧了一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林硕嘿嘿一笑，见叶梅往外走，问道，领导，你要去哪？叶梅没好气地说，洗澡，我们3个女生一起，你老实在房间里待着，不许跟过来偷看。如果叶梅不说还好，叶梅都说了，她怎么可能在屋子里傻坐着？叶梅离开后，林硕坐在床上，双手垫在后脑，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儿。我就看一下。林硕在内心说服自己，我是担心他们会遇到危险。想到常小竹和叶梅每天自己面前晃悠，虽说不是他故意想看，但每次都能看到一点，就是这一点让他心里痒痒的，可偏偏还碰不到。林硕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这些日子忍得也很难受。等时间差不多了，林硕偷偷摸摸的起身，推开房屋的门，刚打开，就见叶梅在外面笑盈盈的看着他。林硕尴尬极了，牢头掩饰，你不是洗澡去了吗？叶梅似笑非笑的问，是啊，我是打算去洗澡，但你打算干嘛？林硕45度角看房檐，我上个厕所。叶梅让到一侧，去吧。他们平日里担心污染水源，上厕所都是到山洞外的，所以林硕出来时要走的是和湖水相反的方向。他很是留恋的朝着湖水边看了一眼，结果这一看，发现自己被叶梅给耍了。常小竹和田雨正在湖边坐着钓鱼呢，谁洗澡了？再一回头，正好对上叶梅机智的眼神，明白自己被耍了。可偏偏这事儿是他理亏，谁让他想偷看别人洗澡了？到山洞外，林硕背靠着岩壁，抬头望天，算着时间回去。夜晚凉风习习，空气中传来海风的咸湿味道，不同于溶洞里的阴冷，即便是夜里，外面也是湿热的。没过一会儿，他就出了一身汗。时间差不多了，林硕准备回去，刚低下头，就见叶梅站在山洞口看着他。林硕叹气，你是来笑话我的吗？叶梅扭着腰走过来，林硕总感觉他今晚有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又说不出来。叶梅主动问道，这些日子憋坏了吧？林硕故意装傻，什么？叶梅撩起头发，我都30岁了，什么不懂？这几天你看我们的眼神都变了，但是我警告你，你对我和常小竹做什么都行，但千万别对田雨出手，他还是个孩子。林硕急忙辩解，我又不是畜生，我能对田雨有什么想法？叶梅白了他一眼，行了，我就出来看看你，回去吧。看着叶梅的背影，想到他刚刚说的话，林硕只觉得心里有一个邪火压不住了。叶梅的身材管理很好，30岁看起来和24、5岁没区别，再加上在海岛上每天都要大量劳作，她的背部线条很美。林硕忽然从后方将叶梅抱住，下巴抵在她的肩头，呼吸粗重。叶梅早有心理准备，象征性的挣扎2下，也就由着林硕动手动脚了。林硕的手心粗糙，在皮肤上剐蹭，像是电流一般划过叶梅的心底，酥酥麻麻的。轻点。林硕想更进一步的时候，叶梅闷哼一声，提醒他捏疼我了。这句话如同引爆火药的引线，彻底将林硕的理智吞没。他按着叶梅的肩膀，让她面对着自己，四目相对，双方都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渴望。叶梅缓缓闭上眼睛，这无疑是告诉林硕，你想做什么都行。短暂的犹豫，林硕吻住了叶梅的嘴唇。正当林硕准备下一步时，田雨喊他们，梅姐，硕哥，小竹姐问你们怎么还不回去？林硕的理智回归，你和他说，我们再谈些事情。田雨从山洞里钻出来，好奇地打量两人。林硕将叶梅挡在身后，叶梅急急忙忙地扣上衣衫的扣子，整理衣服。夜色下，田雨也没看清两人发生了什么，只看到叶梅通红的脸，好奇地问，梅姐，你脸怎么这么红？叶梅赶紧解释，没什么，我在和他吵架，被他气得。田雨狐疑地看了林硕一眼，没说什么，他又不是小孩子了，他爸妈做的时候，他又不是没偷偷看过。叶梅尴尬的脚趾扣地，回去吧。他主动挽住田雨的手臂，回头给林硕一个威胁的眼神。林硕跟在身后。回到住处，
常小竹盯着叶梅好一会儿，才将目光落在林硕身上，带着审视。林硕不敢对视，毕竟之前还偷看人家胸来着。常小竹虽然没有明说，但多次的暧昧之下，林硕也知道她的心意。现在跟着另一个女人暧昧被抓包，总有一种心虚感。叶梅回去后，常小竹主动上前，凑到林硕身边闻了闻：“你刚刚和姐姐在外面干嘛？”林硕撒谎：“聊天，还能干嘛？”常小竹眉头紧皱，抓住林硕的衣领，看到他脖子上的抓痕：“我看不止聊天吧？你和姐姐还打架了吧？”打架2个字，他故意咬得很重。林硕轻轻咳嗽：“小竹，你也知道我是个男人。”忽然嘴唇上传来柔软的触感，林硕还没反应过来，下一刻嘴唇上就传来一阵剧痛。“你干嘛？”林硕把常小竹推开，下唇含在嘴里，咸腥味弥漫。这个女人报复心这么强，都咬出血了。上一次被咬还是叶梅，只不过咬的不是嘴唇。常小竹满意的擦掉唇上的血：“背叛我的代价，下次再和姐姐偷偷约会，我就不是咬这里了。”林硕听了心脏狂跳：“那你要去哪？”常小竹张牙舞爪，像小猫一样露出一个夸张的嗷呜表情：“让你断子绝孙。”这个威胁不仅不吓人，反而让林硕的内心悸动起来，想着什么时候故意背着常小竹和叶梅发生点什么，再故意让她抓包，然后郑怡莹呢？常小竹已经回去了。林硕回到房间，看到常小竹和叶梅在床上滚作一团，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没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就好。有田雨在，林硕晚上老实了很多，没有爬到女人的床上去。第二天一早，林硕早早起床，到湖中查看捕鱼笼的收获。捕鱼笼周围围绕了不少大鱼，林硕一来，受惊的游向湖水深处。不出意外，捕鱼笼里又捉到了2条黑鱼，但饵料却被吃光了。这难不倒林硕，他昨天捉了一只鸽子还没有吃，宰杀后分成2份。饵料放进去后，新鲜的血液飘散开，很快就吸引了鱼群过来。林硕又将第2个捕鱼笼的口封好，放在10米外的位置，将第2份饵料也放了进去。不出意外，接下来的日子，他们的口粮全都靠捕鱼笼获取了。每天吃鱼，谁都会腻。温饱问题解决了，就该考虑味道和口感了。林硕看着汤里面的野菜和辣椒，不由得心想：为什么不能腌酸菜，制作辣椒酱呢？不管是腌菜需要辣椒酱，都要大量的盐。林硕打算再到海边去煮一些盐。在此之前，他打算先把桌子给做好。剥了皮的木材，林硕居中竖着劈开，将平整的一面打磨光滑，排列成一张平面。桌面下方，林硕将木板横放，和上方的桌面形成10字交错排列。固定方式，林硕选择笨方法，在木板上面钻孔，插入木棍做成木桩。虽然费时费力，但更加结实。桌腿很难固定在桌面下方，林硕放弃4条桌腿的方式，索性去找了一个大木桩立在桌子下面，将四周修整平滑，木桩上面挖孔，插入木棍，固定住桌面。木凳要简单许多，林硕记得林子里有一棵枯死的树，直径约半米。林硕将树干砍成1米高的树桩，坐在屁股下面就行了。制作桌椅又用了1天的时间。第2天，林硕才带上工具，前往海边煮盐。这次他选择自己前去，担心遇到金在熙等人，林硕没有去上次的海岸边，而是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北走，有一处礁石区，借助礁石的遮挡隐藏自己的身形。他利用半天时间收集干柴，中午在树荫下睡了一觉，起床后吃了些烤鱼肉，开始干活。使用玻璃瓶引燃火堆，舀来海水，开始煮卤水。等待海水煮沸的过程，林硕见到不远处有一棵3米多高的椰子树，他用骨毛将椰子一个一个的戳下来，一共5个椰子。林硕拿起石斧，将椰子居中劈开，挖空里面的椰肉，留下2个空空的椰壳，再将椰子外面的外皮刮干净，就是2个碗了。他将制作好的碗举起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这时海水也煮沸了，随着结晶析出，海水变成卤水。林硕拿出自制的过滤器，开始过滤。过滤器是用白布、石子和沙子制作的，共有3层。留在白布上面的晶体就是盐，下方的卤水中就是氯化镁等杂质。不过并不代表过滤出来的盐就干净了，林硕尝了一口，还是有微微的苦味。这样的过滤还需要多进行几次，才能完全的将杂质过滤掉。时间过得很快，林硕不断的重复煮水、过滤的过程。眼看着天就要黑了，林硕已经煮出2大碗盐，足够腌菜使用。他用沙子掩盖火堆，收拾东西，踏上归途。时间不早，林硕没有绕路，而是直线穿过雨林。距离溶洞还有不到1公里时，林硕似乎听到有人说话。他愣了下，连忙蹲在树丛中。在他藏起来后没多久，前方出现2个人。走在前面的人头上戴着草帽，烟就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我肯定没看错。另一人是个小胖子，2人看起来像是兄弟俩。他走起路来气喘吁吁的，抱怨说美国老欺人太甚，还不如机长管理的时候
咱们虽然吃不饱饭，却也饿不死。草帽男不耐烦地说，你现在说有什么用？当初赶机长下台的时候，你不也支持吗？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抓到回去换点吃的，我饿得都想啃树皮了。小胖子嘟囔着骂了两句，不情愿地跟在草帽男后面。等两个人过去，林硕又等了快10分钟，才从树丛里钻出来。他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机场管理的时候，或许是按照维持人体每日摄入的最低营养发放食物，导致很多人吃不饱饭，开始闹事儿。领头的是个美国人，很可能就是田宇口中金在西任的驻韩军人。但是自从美国佬挟持机长后，应该是断了日常的食物发放，改成任务模式了。完成任务才能得到食物，不然就饿肚子。自食其力，很像美国人的做法。抓人，林硕也能理解，人代表劳动力。如果他现在有20个听话的人，他能打造出个世外桃源来。前提是有足够的食物。从两个人的对话也能听出来，目前营地的食物很短缺。这群饿疯了的人，如果发现溶洞里的3个女人，还不知道要对他们做什么。林硕回去的脚步加快了不少。到达山洞门口，林硕清理了自己的痕迹，又找了些树叶插在木门上做了点装饰，使之更加隐秘。叶梅在湖边洗菜，常小竹在旁边钓鱼，田宇在利用林硕昨日剩下的木材学习制作工具。看到3个女人都平安无事，林硕松了口气。田宇最先发现林硕，喊了声硕哥回来了。常小竹丢下鱼竿，小跑过来帮忙。林硕将龟壳放下，取出盐和碗。田宇看到椰壳做的碗，爱不释手，好精致啊！硕哥，你能不能教教我？林硕回答，好啊，我教你。教会田宇后，林硕把剩下的椰子都给他了，让他自己玩去。常小竹靠近林硕闻了闻，一脸嫌弃，好臭啊，快洗澡去。林硕在海边晒了一天，身上全是汗，能不臭吗？他来到湖边，脱了衣裤，走到湖水中清洗身体。洗了一会儿，林硕感受到一股视线，抬头一看，常小竹正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着他呢。林硕尴尬地泡在水里，你干嘛呢？常小竹歪着头，理所当然地说，看你洗澡啊。林硕身为导游，经常运动，身材管理得很好。来到海岛上后，每日劳作，身上的肌肉线条愈发的明显，再加上他的长相有些小帅气，属于是富婆看见就想包养的那种。常小竹缠他身子很久了，之前林硕洗澡的时候，叶梅都看着他，如今叶梅在另一边洗菜，有石头遮挡，看不见这边的情景，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欣赏林硕的身材。林硕无语，你这是耍流氓。常小竹嘻嘻笑着，大不了我洗澡的时候你也来看，我不介意。这时远处传来叶梅恼怒的喊声，小竹，你不做饭在那边干嘛呢？常小竹回应道，来啦。林小竹的话让林硕的心痒痒的，开始期待今晚会发生的事情。吃饭了，叶梅喊道。吃饭的时候，林硕想到白天的事情，我白天遇见其他幸存者了，他们好像在找人，说是可以回去换吃的。常小竹惊讶地问，他们找人干什么？听起来就不像好人。林硕也不知道，可能是去当苦力吧，也可能有其他的目的，总之以后小心一点。叶梅敲了敲饭碗，提醒大家不要高估人的善良，也不要低估人的恶，不管他们目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远离就好了。常小竹和田宇都很紧张，点头表示听明白了。林硕提出建议，以后我们生火做饭的时间尽量选在清晨和天黑后，你们女生外出必须2个人一组，不许单独行动。叶梅赞同，林硕说的没错，小心无大错。第二天，林硕一觉睡到大中午，叶梅进屋喊他起床吃饭了。林硕明明很饿，但就是不想动，让我睡一会儿，睡醒了再吃。过了一会儿，林硕感觉自己快要睡着了，听到有人靠近，强撑着睡意睁开眼睛，他看到是叶梅，用椰子碗成了一碗菜汤。叶梅扶着他起身，吃点东西吧。林硕昏昏沉沉的，勉强吃了一口，却尝不出味道。叶梅见林硕精神不振，把手放在他的腋下，发现林硕的身体很烫。你发烧了？林硕迷迷糊糊的回了句，好像是。他想睡觉。叶梅出去端了一碗汤回来，担心地说，起来喝点汤暖暖身子吧。林硕灌了3碗热汤下去，感觉身子暖了不少。不知道过了多久，林硕睁开眼睛，眼前很黑，身边传来匀称的呼吸声，背后软软的，很暖和。他这一觉直接睡到了第2天晚上。喝完热汤后出了一身汗，烧应该是退了。林硕被尿憋得慌，想起身发现叶梅把自己紧紧搂住，他挣脱叶梅的手臂，感觉脑袋胀痛。到山洞外放完水，林硕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忽然他看到不远处林子里绿油油的一对眼睛，狼！林硕瞬间下精神了，他赶紧回到山洞，把木门关上。狼很记仇，上次林硕他们杀死2头狼，已经被记恨上了。多亏他发现的早，如果再晚一点，等狼摸到身后，只有死路一条。林硕惊出一身冷汗，
赶紧跑回溶洞，叫醒叶梅三人。叶梅听说狼来了，是3个女人中最镇定的一个。林硕，你身体还病着，我们守夜就行。林硕没有逞能，叮嘱他，你一定要小心。田雨主动请缨，我也去守夜。叶梅阻止他，你留下来照顾林硕。虽说林硕没有去守夜，但也没睡着。外面有狼群虎视眈眈，他怎么能安心睡得着？好不容易挨到了早晨，狼群离开，叶梅和常小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看着2个姐姐累了一夜，田雨主动生火做饭，到湖中检查捕鱼笼。林硕感觉自己身体恢复了一些，出来帮忙。田雨正在煮饭，听到声音，抬头见是林硕。硕哥，你再睡会儿，我来就好。田雨的手艺虽然不如常小竹，但也是会的，不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孩。林硕摇摇头，流着大鼻涕，不了，头疼，睡不着。林硕往火堆里添了一些柴火，烤着火，这才感觉暖和一些。田雨先给林硕煮了点鱼汤，你先喝，等会儿我再给姐姐们煮。林硕没推辞，接过来喝了一大口。木柴有些受潮，燃烧的时候冒起不小的烟。林硕想到昨日遇到的草帽男，他是跟着烟的位置来找人的，会不会找到这里来？想到这，林硕就坐不安稳了。他拿着骨矛往外走，我去山洞口看看。坐了半个小时，叶梅找过来了，你是个病人，乱跑什么？林硕靠着岩壁说，我担心他们看到烟找过来。叶梅在林硕的头上轻轻敲了下，你是不是烧糊涂了？现在是早晨，山上有浓雾，不会被人看到。林硕仔细一想，确实是这样，自己有点过度紧张了。他笑了笑，发烧，脑子不太好使。叶梅心疼地说，你这些天太拼命了，又没有碳水摄入，过度劳累，身子又虚，不然也不会洗个澡就发烧。林硕羞愧的不敢去看叶梅的眼睛，他确实是累的，原因实在是难以启齿。不过叶梅说的没错，鱼肉和瘦肉还是有区别的。长时间只吃鱼，虽然蛋白质足够，但是鱼肉的碳水含量没有其他瘦肉的含量高，会导致人的身体虚弱乏力，营养不良。叶梅拉着林硕回去休息，你这几天就安安心心的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我们。林硕回去后又睡了一整天。晚饭吃的是土豆泥，常小竹把自己腌制的辣椒酱拿了出来。虽然少了许多佐料，但是在海岛上，咸味和辣味就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了。主食是土豆泥拌辣椒酱，菜一如既往，野菜炖鱼肉。林硕吃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因为感冒而堵塞的鼻子也通了。林硕赞不绝口，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泥了。田雨虚心求教，小竹姐，能不能教我煮饭啊？常小竹问，你又要和林硕学生存技巧，还要和我学做饭，你有那么多精力吗？田雨说，多学一点就能帮硕哥多分担一些，我不想当累赘。这是他第2次说自己是累赘。林硕闻声抬头，没有人把你当累赘，你来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叶梅捅了林硕一下，但已经晚了。一家人3个字触动了田雨的心弦，不由得眼睛一红。林硕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田雨，我说错话了。田雨抹了把眼泪，笑了出来，我是因为感动才哭的。我爸爸妈妈虽然失踪了，但是我遇到了你们，我感觉自己很幸运。田雨吃了一口土豆泥，又咬了一勺辣椒，呛得直咳嗽，我没那么脆弱。你们也不要把我当小孩子，我成年了，我也想帮你们分担。林硕见状，心有感触，让田雨闲着确实不太好，他容易胡思乱想。林硕放下碗问，听说你是田径队的，体力和耐力都不错吧？田雨点头，我练的是长跑，去年还跑过30公里的马拉松。林硕主动提议，你不是想和我学生存技巧吗？明天我带你去打猎，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在山里跑和在平地上跑不一样，你的体力消耗会更大。好啊。田雨不是那种柔弱的小女生，听到打猎2个字，她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答应的没有任何犹豫。叶梅面露担忧，林硕，林子里那么危险，他跟着能行吗？田雨目光明亮且坚定，我能行，我要去。叶梅说的是人的危险，可田雨不知情，误会了，还以为是叶梅不相信他。梅姐，我可以的，我不怕危险。田雨之所以这么主动，还有一个原因，他知道父母面对狼群存活的可能性很小，几乎为零。他想报仇，学会制作工具，学会打猎，他就能去狩猎狼，也能狩猎人。他将痛苦隐藏在心底，不展露给任何人，是他最后的倔强。林硕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层，才会主动提议。父母死在面前，田雨却没有疯没有闹，这很不正常。打猎等同于给他一个情绪的宣泄口，不然肯定会憋出心理问题。林硕认真想了想说，除非我们一直不出去，不然总要面对的，不是吗？叶梅还是不放心，可是林硕抬手制止了他接下来的话，放心吧，有我在，肯定不会让他出事。叶梅不知道怎么劝，求助的看向常小竹。常小竹却赞同林硕的想法，我看田雨挺有天赋的，
他比许多男生都要优秀，让他试试吧。叶梅无奈，只能把担忧放在心里。好吧，你们都这样说了。田雨从后方搂住叶梅的脖子，撒娇道：梅姐，我知道你关心我，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再说了，不是还有硕哥在吗？你放心吧。叶梅看了林硕一眼，如果田雨受伤，以后我都不理你了，因为明天要打猎。林硕晚上没有去偷看常小竹洗澡，而是认真的教授田雨一些实用的生存技巧。田雨，你握毛的方式不对，你不要握得太下面了，这样耗费的力气更大，握着中间，双手分开，寻找一个你觉得舒服的间距，刺。田雨呲了出去，只是他从未用过长矛，还有些不习惯，用尽全力刺出后收不住，反而让身体不稳。林硕站在他的身后，用自己的动作引导他去发力。渐渐的，田雨找到窍门，刺出去时用7分力，留3分应对突发情况。刺中猎物后，一定不要继续发力，要把力道收回来，拔出长矛。长矛的杀伤力不在于穿刺这一下，而是拔出来留下来的伤口，利用距离优势，不断的给猎物放血，消耗猎物的体力。林硕给田雨做了个错误示范：田雨，你来刺我。田雨用木棍去戳林硕的身体，林硕抓住木棍，假设你刺中猎物，长矛卡在猎物的肌肉中，你继续用力。田雨用力继续穿刺，林硕忽然闪开，田雨力气扑空，险些倒地。林硕及时拉住他，感觉到了吗？猎物会挣扎，惯性会让你失去平衡。如果这个时候猎物转身攻击你呢？林硕握拳，做了一个挥舞的手势，不论是咬、踢还是抓，你都肯定会受伤。田雨点头，乖巧回答：明白了。林硕又做了一遍成功的示范，如果你留力3分，拔出长矛，无论猎物是反击还是逃跑，你都有应对之法。林硕拔出长矛后，再次做了一个穿刺的动作。猎物逃跑，我们继续攻击就行了。田雨，你抓着木棍。林硕松开长矛后退一步，从抓长矛的中间部位改抓尾部，向后一拉，再次穿刺。如果猎物攻击你，因为长矛预留的距离，你可以及时反应过来，躲过攻击，再去抓长矛的尾端，拔出长矛，再次攻击。田雨恍然大悟，还可以这样。林硕其实也不太会使用长矛，只是在电视中看到过类似的科普，知道其中的诀窍。前几日面对狼群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小小的细节救了他一命。林硕又教了田雨许多技巧，直到叶梅提醒该睡觉了，两人这才发现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林硕还想说点什么，叶梅冷着脸过来：你刚刚退烧你忘了还不睡？你身体出问题，让田雨自己去打猎吗？林硕被说服了，我这就去睡。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晨，林硕早早的起床，2瓶淡水，烤土豆，烤鱼肉，长矛，石斧，绳子。林硕用绳子绑住裤腿，雨林中的毒虫很多，还有水蛭，我们得把裤腿绑紧，避免毒虫钻进去。叶梅帮助田雨绑好头发，高马尾，麻花辫，配合她小麦色的皮肤，有一种丛林女猎人的气质了。出发。在叶梅担忧的目光护送下，两人进入雨林。林硕选择往北走，金在熙所在的营地在南边，林硕不想和他们碰上，影响心情。两人在林中穿行，露水落在身上，没过多久，身上就湿哒哒的。不久后，太阳升起，气温上升，雨林中像个大闷罐，呼吸都有些困难。桑拿房一样的体验浇灭了田雨打猎的热情，没过多久就气喘吁吁了。林硕停下来抿了一口水，问：是不是和你想的不一样？田雨喝了一大口水，汗珠沿着他的颈部流到衣服里。他没穿运动上衣，不方便，换上的是深灰色的吊带背心。扣上平带，田雨用力吸了口气说：很累，比我跑田径还累。林硕笑笑，打猎更多的时间是用来找猎物，你不用把力气消耗在赶路上，放缓节奏，想想你跑马拉松的前半段，慢慢来。还有你的水，不要一次一大口，这样的环境下水分消耗得很快，只需要保持口腔湿润就可以。两人原地休息一会儿，继续前进。大概在林中穿行了2个小时，林硕发现地上的杂草有小路的痕迹，再看周围的树叶都有被啃食过的痕迹。粗略判断，经过这条兽径的是个食草动物，身高应该不足1米。林硕扒开杂草，发现地上的蹄印分2边，内小外大。他是导游，曾经在美国南部的猎场见到过这种脚印，大概率是一头体型很小的鹿，也有可能是鹿的幼崽。鹿一般在清晨和傍晚出没，夜晚觅食，白天休息。这头鹿应该是打算回安全区休息。从脚印周围的泥土软硬程度判断，这头鹿应该刚经过不久。他们的运气不错。林硕回头看向田雨，露出笑容，做好准备，猎物应该就在前面。两人沿着兽径继续向前，走了约1公里，林硕听到前方有动静，隐隐约约似乎有个深褐色的动物在吃着头顶的叶子，像是一头香獐子。香獐子有2种颜色，深褐色大多数为公，浅褐色是母，短尾巴。眼前的应该是一头公的，学名又叫麝鹿，
很好分辨，口中有野兽一样的獠牙。林硕抬起手示意田宇蹲下，两人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麝鹿似乎听到了什么，警惕地扭头，侧脸对着他们的方向，竖起耳朵一动不动。鹿的眼睛能看270度，如果以人类的习惯，认为它只能看眼前的景物，就错了，侧眼看着才是它最警惕的时候。两人一动不动，过了很久，麝鹿才继续咀嚼食物，慢悠悠地往前走。这么跟着不是办法，没有弓箭，得想办法接近过去。田宇，你在后面慢慢跟着，别惊到它。我绕到前面，一会儿你看它往回跑，你堵住它。两人要分开，田宇有些紧张，抓着长矛的手紧了不少，但还是听话的点头。好。林硕钻到另一侧的林子里，绕了一个圈，到麝鹿的前面。麝鹿听到动静，再次警惕地竖起耳朵。林硕忽然从林子里冲出来，举起长矛，朝着麝鹿刺了过去。麝鹿拔腿就跑。林硕这一下刺了个空，不过他的目的本来就是驱赶。动物会习惯性地往自己熟悉的路线跑，也就是兽径的另一边。麝鹿经过一处树丛时，田宇冲出拦截，骨矛对准麝鹿的前胸，刺了进去。他牢记林硕交给他的东西，一击中了后，见麝鹿急速转弯，连忙松开手，抓住长矛的尾端拔了出来。一股血箭从麝鹿的胸口射出，这一下可能是伤到了胸腔。麝鹿哀鸣一声，疼痛让他脚下打滑，出现一个短暂的时机。田宇敏锐地抓住了，又是长矛刺出，扎在麝鹿的侧肋下。这一下运气不好，卡在肋骨中，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拔出长矛，麝鹿钻到了林子里，在地面和周围的植物上留下点点血迹。林硕追了上来，两人沿着血迹一路跟随。很快听到麝鹿的又一声哀鸣，受伤的麝鹿很快就跑不动了，血迹也越来越多，他挣扎的时候撕裂了伤口，出血量更大了。20秒后，两人追上麝鹿。此时的麝鹿勉强站着，艰难地往前挪着脚步，胸口一片鲜红。林硕上前举起骨矛刺入麝鹿的肋骨中间，这里是心脏的位置。麝鹿哀鸣一声，倒在地上，胸腔的起伏变得越来越弱。田宇看着只有小狗大小一样的麝鹿，好奇地问，这头鹿是幼崽吗？林硕将麝鹿扛在肩上，不是，这是成年的公麝鹿，体型就这么大，是世界上最小的鹿。凑近了，刺鼻的味道传来，田宇捂住鼻子，好难闻。林硕哈哈大笑，你现在觉得难闻，但是多少人愿意花几万块去买他身上的麝香？田宇知道麝香不应该是很好闻的香味吗？扛着麝鹿回到溶洞，叶梅见到大吃一惊，国家1级保护动物，你疯了？林硕露出一口大白牙，龇牙笑着，这里又没人管，我们吃了也没人知道。把麝鹿放在湖边，林硕先把他的香囊摘了下来，丢给叶梅，里面有麝香，你自己想办法弄出来吧，我知道你们女人都喜欢这个。田宇蹲在旁边，看着林硕熟练的剥皮，切开腹腔，掏出内脏，我就对麝香不感兴趣，我喜欢打猎。林硕夸赞道，今天表现不错，没有你还真让他跑了。田宇憨厚的笑笑，都是硕哥教的好。皮剥下来了，没有刀，林硕直接用食斧来切割，关节处直接剁碎剔骨。很快麝鹿身上的肉就全部剥了下来，内脏和下水也没浪费，林硕全都一股脑的塞到了捕鱼笼里，作为新的诱饵。林硕把鹿肉切割成巴掌大的小块，交给田宇，你带去给你小竹姐，让她做熏肉和腊肉，别舍不得盐，多放点，山洞里太潮湿了，我怕肉变质。骨头也没浪费，林硕全都砸碎，丢到龟壳里，晚上煮汤喝。鹿肉滋补，可惜鹿血都流干了，不然剁点肉末加进去，做血葫芦刚刚好。处理完毕，林硕洗了个澡，回到木屋。常小竹蹲在火堆边上，用木棍和树枝搭了一个简易的烟熏房，烟熏火燎，把他的脸都熏黑了2道。常小竹抱怨道，厨房也太简陋了，能不能帮我做个灶台，竖个烟囱，每次做饭都能呛死。林硕答应说，行，有时间就给你砌个灶台。林硕到外面砍了2个树枝回来，把叶子泡在水里，奶来盖在火上，这样一来烟更大了。常小竹猝不及防吸进去一大口烟，气得从烟里钻出来，在林硕胸口捶了2拳，要死啊你！林硕嘿嘿一笑，烟大点熏出的肉才香。看着浓烟朝着头顶的缝隙去了，林硕担心被人看见，我到外面看看。他走出山洞，看到山上笼罩着一层浓烟，不过看不清烟是从哪里起来的。山很大，就算他们找来，一时半会儿也发现不了这里，问题不大。林硕把木门上的枯枝换掉，重新摘了一些树叶和藤蔓做遮挡，返回洞中。常小竹说，这次熏肉1碗盐用光了。林硕不在意，没关系，我们离大海很近，再煮就是了。叶梅坐在湖边，手里拿着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麝香从香囊中挑出来。香囊混合了麝鹿的体味，麝香味道又很浓郁，实在难说好闻。麝香球摘出来了，将里面的杂质清理出来，软软的，有点像胶质。
林硕嫌弃地问：“这玩意就是传闻中1克800块的麝香？”叶梅不愧为旅游公司的大老板，见多识广，白了他一眼：“这还不算，要晒干研磨后才是我们平日里见到的香料。就这点麝香，价值4万块，等我治好了，先给你闻闻。”林硕嗤之以鼻，感叹有钱人的奢靡。他好奇地问：“麝香不是会导致不孕吗？为什么你们女人还这么喜欢？”叶梅解释说：“女人喜欢的只是香味，只要不长时间不过量使用，和其他的香料混合用没什么影响。”叶梅抬头，意味深长地问：“麝香这东西，男人更喜欢。古时候杨贵妃因为麝香不孕，还不是唐玄宗李隆基最享受？”叶梅的话让林硕心里一颤，啥意思？随便搞，不会怀孕。林硕看了叶梅一眼，发现叶梅也在看他，被人看穿小心思，林硕尴尬的挠头：“我又不是唐玄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转移话题：“对了，这头香樟是田雨狩猎的，这小姑娘的胆子很大，天赋也高，以后就让她跟着我吧。”叶梅被林硕的模样逗得扑哧一笑：“行，你决定吧。”约莫过了4-5个小时，熏肉才全部腌制好。常小竹用麻绳穿过肉块，用木棍搭了个架子挂在上面。烟味散去后，溶洞里就只剩下肉香。锅里炖着鹿骨，经过3个多小时的熬制，汤已经完全变成了浓白色。常小竹往里面撒了一些葱花和香菜。葱是野葱，味道很大，有点刺鼻，不能像小葱那样直接生吃，口感也不太好，但总归比没有好。香菜林子里倒是不少，很好采摘。常小竹又往汤里放了3勺盐，加柴，大火咕噜了一会儿就出锅了。生菜野葱卷肉，鹿骨汤丰盛至极。鹿肉有点硬，经过烟熏之后，去除了腥膻味，多了一些烟熏香。鹿骨汤浓稠鲜香，入口即化，香味扑鼻。林硕上来就干了一大碗，热汤下肚，病都好了一半。鹿肉热性，林硕因为洗澡着凉寒症，正好对症。林硕念念不忘鹿血，可惜如果那些血没有洒在鹿上，蒸上一盘会很好吃。吃饭时，林硕将田雨如何冷静地狩猎摄鹿的过程讲了一遍，引得叶梅和常小竹连连夸赞，给田雨夸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还是他父母失踪以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林硕见状也放下心，明天和我出去挖泥，帮你小竹姐气灶台。常小竹瞪了林硕一眼：“你以为她和你一样是糙汉子啊？她是小姑娘，怎么能跟你去泥里打滚？”林硕把选择权交给田雨：“你让她自己说去不去。”今日狩猎，田雨对林硕崇拜得无以复加，我去。常小竹无奈地叹了口气：“孩子大了，留不住了。”这句话引得3人忍不住哈哈大笑。田雨又闹了个大红脸：“小竹姐，别看她狩猎的时候冷静果敢，到底是个刚成年的女孩，在2个姐姐面前还是会流露出只属于女人的娇羞一面。因为狩猎的关系，今天又没时间去做第2张床。”林硕睡在豹皮上，身下是草垫子，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身体里像是有一团火。他猜测可能是鹿肉的关系，鹿肉大补，换而言之就是壮阳。林硕躺了许久睡不着，无奈之下起床到湖边坐着，心中想着叶梅和常小竹。湖面不时地传来鱼尾拍水的声音，月光将湖面映照得波光粼粼。看来有机会不仅要打造第2张床，还要再搭建一间木屋，不然有田雨在，他想做点什么都不方便。这时林硕听到身后有声音，回过头看到叶梅走过来。叶梅调侃道：“怎么大半夜不睡觉来遛鸟了？”林硕的脸皮早已经在2女的调侃下厚了许多，提上裤子，面不改色：“你怎么出来了？”叶梅双手一撑，爬上石头，坐在林硕身边，依偎在他的身上：“我想家了，睡不着，想到湖边散散心，没想到撞破某人的好事儿。”叶梅回头问：“你不想家吗？”林硕摇头：“我爸死得早，我妈没几年也跟着去了，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后来他们也走了，我一个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上班浑浑噩噩，下班更浑浑噩噩。来到这里后，我反而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如果我们能活着回去，我就去当个护林员，远离城市的喧嚣。”叶梅没想到林硕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她有点冷，抱着膝盖，静静地看着湖面：“你是不是觉得我有钱就很幸福？”林硕还真没想过。叶梅提到了，他认真地想了会儿说：“你幸不幸福我不知道，但是在公司的时候你每天发脾气，很少笑。现在你每天很少发脾气，经常笑，你至少是开心的。”叶梅再次被林硕说的话惊讶到，她其实是很想回去的，岛上什么都没有，生理期的时候都只能用衣服来擦，过着茹毛饮血、朝不保夕的生活，没有外卖，没有城市的便利生活，吃了上顿没下顿，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她每天都很渴望能回家。可是听林硕一番话，她陷入了沉思，好像岛上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她沉默许久：“我还是想回去的。”林硕注意到叶梅在发抖，轻轻搂住她的肩膀，叶梅顺势依偎在他的怀中。
第二天，叶梅也感冒了，不过没有发烧，只是风寒，不停地流着鼻涕，打喷嚏。常小竹好奇地问：“姐姐，你昨晚不在床上，不会在湖边待了一夜吧？”她的目光又落在林硕身上，满脸怀疑：“昨晚你也不在，你俩到底干嘛了？”阿倩，叶梅打了个喷嚏。林硕生火，给叶梅煮汤，能干吗？两个大傻逼在赏月，啥也没干，成天就亮了。叶梅瞪了他一眼：“是你傻，不是我傻。你坐石头上睡着了，搂着我不松手，我又挣脱不开。”林硕也没想到自己在那样的情况下会睡着，这么好的机会，叶梅也默认了。想到自己只是搂着他啥也没干，有一种暴殄天物的感觉。常小竹凑到林硕身边，在他的身上闻了闻，露出放心的表情。林硕有时候觉得他是属狗的，总喜欢闻人身上的味道，还闻得很准。林硕好奇地问：“你这次闻到什么了？”常小竹双手背后向前俯身一笑：“姐姐昨天摆弄很久麝香，身上都是麝香味道。你身上的味道很淡，说明你们真的只是抱着做了一夜，没有其他的亲密接触。”林硕哭笑不得：“你关心这个做什么？”常小竹仰起头，嘟着嘴，食指放在下唇上：“不做什么，就是好奇。我们还要一起生活很久。”他绕到林硕身后，下巴抵在林硕的肩头，俏皮地问：“好东西总不能让姐姐一个人独享，不给我吃吧？”林硕想到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常小竹还担心他会对他做什么事情，结果这才过去多久？半个多月，常小竹就开始馋他身子了。呵，女人。吃过饭，林硕带着田雨出门。林硕将3个瓶子都装满了水，让田雨带着，自己用龟壳装满水，端着出去。田雨好奇地问：“硕哥，不是挖泥吗？为什么要用水？”林硕解释说：“气灶台要用到粘土，这附近没有，我们得自己制作。”田雨从未接触过类似的事情，更加疑惑：“粘土是用水混合泥土吗？”林硕笑笑：“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林硕选择制作粘土的地方是一处洼地，山顶的岩壁往下滴水，让这里的泥土松软泥泞。林硕带来2根棍子，交给田雨1根，来挖土。两人忙活快1个小时，挖出一个小泥坑。林硕倒进去适量的水，用木棍搅拌，直到泥土变得粘稠，滚起来像是个大泥球一样，才停下来。田雨问：“这样就行了吗？”林硕站着休息一会儿，用手背擦了下额头的汗：“这点泥不够，还得继续挖，然后泡1晚上，再加点干草和黄泥进去，明天就能用了。”田雨看向另一边的一个小水坑问：“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带水？这里不是有现成的泥坑吗？”林硕在田雨的额头上轻轻敲了下：“你过去闻闻，那边是什么味道？”田雨很老实的过去闻了一下，差点没有出来。水坑里全是淤泥和枯叶，还有一些昆虫的死尸，形成了一个死水坑，散发着腥臭味道。林硕问：“我们做粘土为了砌灶台，你要熏死你小竹姐吗？”嘿嘿，田雨不好意思是吐舌头：“怎么会呢？我只是没想到会这么臭。”两人又忙活了1个小时，土坑扩大了1倍，用来砌灶台是够了。林硕说：“你去找点干草丢里面，就是这种。”林硕在一片半人高的枯草里随便抓了一把，把枯草切碎，撒在泥里，然后搅拌。田雨照做。林硕拿着斧头钻到林子里，砍伐合适的树木，他要做第2张床。中午的时候，田雨那边忙完了，来帮林硕砍树。两人一直忙到晚上，饭都没时间吃。中午还是叶梅给两人送的饭。晚间，太阳即将落山，将天空染成了红色。这里的天空没有城市的污染，像是在画中一般，格外的美。林硕和田雨把砍伐好的木材分批带回溶洞，运到木屋里面组装。完成后，林硕又把第1张床重新修整了一番，边缘的毛刺全都打磨平整，需要用石头填平的地方也改用木板，睡起来更加舒服。第2天，林硕和何田雨来到昨日挖出的粘土坑。林硕用手抓起来粘土，轻轻一捏就成了粘土球。林硕利用昨天制作床剩下的边角料做了个木头箱子，先用木棍搭成一个4方形的框架，用麻绳捆绑紧，再用石斧将木材劈成2半，平整的一面向内捆在框架上，围成一个箱子。完成后，林硕在里面装满石头试验了一下，比预想的要坚固，承载40-50斤的重量没什么问题。林硕和田雨抬着箱子来到土坑旁，他用手捧着泥放在木箱子里。我们把这些土运回去。砌灶台的位置，林硕选择在头顶山岩裂缝的正下面，他打算在这里竖一根烟囱。这几日因为木柴受潮的原因，他们没少吃烟熏的苦头。常小竹的眼睛都熏得红肿了。林硕找到合适的石头，抹上粘土，一层一层的堆高。灶台中间留有大约1个平方的空地，这里是林硕刻意挖出的一个凹坑，柴火燃烧后留下的草木灰不会堵塞烟道，而是会留在坑里，第2天及时清理就行。林硕先将灶台砌成2面，向后延长约1米，找一块大的石板盖在上面，封住通道，再用小石子堵住石板下的缝隙，
捧起粘土抹在墙外，不留一点缝隙。通道后方的位置给烟囱留了一个四方的孔洞。林硕开始砌烟囱，烟囱高2米，林硕重新在烟囱外又包裹了一层粘土，避免有烟渗出。最后把龟壳放在灶台上，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让灶台和龟壳之间的缝隙尽可能的小。这时林硕发现，因为长时间的灼烧，龟壳下面已经有些开裂，可能用不了多久，龟壳的底部就会烧穿。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用粘土糊住龟壳的底部，烘干，做了一层保护层。这样火焰灼烧的就是粘土，再传递热量给龟壳，虽说加热效率会降低，但可以让龟壳的使用时间更长一些。搭建好后，灶台和龟壳中间还是留有一定的缝隙。林硕依旧用石子填充，粘土密封。完成后，林硕在灶台中点了一把火，进行烘干。由于粘土中有干草作为粘黏剂，还掺了粘度更大的黄泥进去，火烧后并不会干裂，而是会变得更加坚硬贴合。林硕老家的很多老房子就是用这样的粘土制成的。点火后，林硕发现烟囱排烟的效果不是很好，还会有烟从灶台的这一端冒出来。烟囱的原理是热空气上升对流和气压效应。室外通风，烟囱内的气压小于室外，烟就会被吸出去。由于它们在溶洞中，头顶的岩石缝隙太高，空气流通性差，烟囱内的负压就不够，烟才会倒灌。但仔细研究后，林硕发现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个，因为溶洞内的空气是流通的，虽然不知道溶洞深处有什么，但一直有风从里面吹出来，不存在负压不够的情况。林硕换了一种方式思考，有没有可能是烟囱不够高，气流从上方吹过，反而堵住了烟囱口，从而导致烟倒灌回烟囱内，从灶台这边出来。为了验证这个问题，他到山洞外砍来一根长叶子的树枝，用叶子挡在烟囱上方。挡住后，灶台口冒出的烟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许多。果然如此。搞明白原因后，林硕又把烟囱加高了1米，同时在烟囱的上面搭了一个木架子，木架子上盖了一层树叶，用来阻挡风倒灌。完成后，倒烟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搞好灶台，林硕又在旁白建了个烟熏房，用石头围成1平米地圈，抹上粘土加固，上方用木棍搭建一个简单的窝棚，外面铺上树叶，再用粘土加固，粘土外围再盖上苔藓。完成后，林硕已经饿得饥肠辘辘，田宇也在帮忙，一直没有休息，满脸泥污。常小竹已经在用灶台煮饭了，叶梅为林硕端来一碗热汤，用的是昨天剩下的骨汤，里面加入了野菜和蘑菇，还放了一点点的麝香增味。很多人都知道麝香是香料，却不知麝香也是一味中药，可以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林硕和田宇累了一天，肌肉酸痛，加入麝香刚好可以帮助他们消除疲劳。这一夜，林硕躺在床上睡得非常香。一夜过去，又是新的一天。第二天清晨，林硕和田宇又一次外出打猎，摄入的肉只够他们吃2天，好在捕鱼笼也有收获，如今还剩下约1天多的食物。叶梅和常小竹打算把溶洞收拾一下，碎石清理了，湖边也搭建一个方便洗衣服的地方。如果收拾完还有时间，去外面挖些野菜回来，顺便看看能不能再挖到一些土豆。4个人各司其职。林硕和田宇沿着上次的兽径一路向北，这一次就没有上次那么好运了，走出去快5公里都没有看到猎物的踪迹。看来这条兽径已经被废弃了，两人不得不钻到林子里，扩大搜索范围。两人间隔10米左右，确保能互相看到对方，拉网式搜索。临近中午时，田宇小声喊道：“硕哥，前面有一只野鸡。”林硕悄悄摸过去，看到不远处一处较为空旷的草地上，一只色彩鲜艳、尾巴很长的野鸡在觅食。这是一只公野鸡，不过这只公野鸡的状态很怪，它羽毛张开，双翼伸展到最长，尾巴翘起，嘴巴一直发出高昂的咯咯咯声。林硕小时候的时候家里养过鸡，公鸡发情求偶的时候就是这种模样，这说明附近还有母野鸡在。林硕的手搭在田宇的肩膀上，再等等。过了一会儿，树丛里钻出来一只灰色的长得很丑的短尾巴野鸡。公野鸡色彩艳丽，母野鸡恰恰相反。2只鸡转圈咯咯叫了几声后，公野鸡忽然飞起来，落在母野鸡的背上，嘴巴咬住母野鸡的脖子，母野鸡也发出高亢的咯咯声。田宇瞪大双眼，好奇地问：“硕哥，他们在干嘛？抢地盘吗？”林硕忍俊不禁：“交配。”田宇愣了2秒，才恍然大悟：“啊！”他脑海中不由得想到那一夜林硕和叶梅抱在一起的场景，想着那个时候自己不打扰，是不是梅姐和硕哥2人也？想到这里，田宇的脸瞬间就红了。林硕还以为他是看到野鸡交配的场景害羞，轻轻推了他的后背：“别愣着，你从另一边过去，我们活捉他们。食物总不能一直依靠打猎和采摘的来。”动物又不傻，同伴失踪时留下的气味提醒，狩猎时地面上留下的血迹都会让他们察觉到危险，远离这片区域。今天的兽径上没有发现其他的摄入，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所以得搞种植和养殖。活捉猎物很难，不过眼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交配中的野鸡没有发现危险临近，林硕和田宇分别绕到野鸡的两侧树丛，互相对视一眼，同时冲了出去。公野鸡吓了一跳，立刻忽闪翅膀，想要起飞。林硕抡起骨毛砸在公野鸡的翅膀上，公野鸡从空中栽落，一侧的翅膀耷拉着，明显是断了。母野鸡被公野鸡踩了一下，还没来得及飞，就被田宇抓在了手中。公野鸡成了走地鸡，鲜艳亮丽的尾巴此时反倒成了累赘。林硕追了2-3米就追上了。田宇忽然哎呦一声，林硕还以为他受伤了，毕竟野鸡的爪子和嘴巴杀伤力也不小。他紧张地问：怎么了？田宇张开手，手心躺着一枚白色的鸡蛋，他下蛋了。看到野鸡蛋的一刻，林硕忍俊不禁，这家伙还挺聪明，想要展现自己的价值活命。林硕把公野鸡提起来，面对着面问：你有什么价值啊？公野鸡朝着林硕啄了一口，林硕后仰躲过，上去给公野鸡一个大逼斗，打得公野鸡晕头转向，都不挣扎了。林硕说：野鸡一般成群，一个公野鸡带一群母野鸡，这只公野鸡花色挺漂亮，身上的肉也不少，估计妾室不会少，咱们到附近再找找。两人在附近翻找起来，约走了20多米，林硕听到前方有咯咯声，穿过树丛一看，2只野鸡受惊飞走了。再看地上留下2窝野鸡蛋，加起来有7枚，原来是在这孵蛋呢，怪不得不跑。林硕拿了5枚蛋，剩下2个窝，一个窝留1枚。野鸡没有手，没办法带着蛋换窝，林硕打算等明天再来看看，或许还能再捉2只母野鸡。回到溶洞，时间才刚过中午，天色还早。林硕发现叶梅和常小竹不在，应该是到附近的山里挖野菜去了。林硕拿起石斧，把2只野鸡翅膀上的毛全都剁了，确保它们飞不起来，又在它们的脚上绑了绳子，拴在木屋旁边的石头上。田宇，你盯着它们别跑了，我去外面砍些木棍，围个鸡圈出来。从溶洞中出来，林硕到林中寻找手腕粗细的小树或者树枝，一根根砍断。忽然，姐姐，快跑！林中传来常小竹的喊声，声音中夹杂着恐惧和急迫。林硕连忙放下手中的树枝，抬起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林海密密麻麻，一片绿色，什么也看不到。紧接着又是一声叫喊：狼！姐姐，你身后有狼！林硕听到常小竹的喊声，第一时间朝着声音来源的方向跑了过去。跑了约50多米，林硕穿过密林时，看到前方叶梅和常小竹在逃跑，身后跟着一头银灰色的狼。见到林硕，常小竹喜极而泣：林硕，救命！林硕手中只有一把石斧，他没来得及带上。和二女交错而过，林硕顺势将他们护在身后，做好攻击架势。灰狼没有任何犹豫，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林硕咬了过来。林硕挥舞石斧，用力砍在榔头上。灰狼嗷呜一声，在地上摔了个跟头，又爬起来，脸上有一道巨大的豁口。灰狼面目狰狞，呲着牙，血液从伤口中流下，染红了下巴上的绒毛。后退！林硕盯着灰狼，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灰狼没有追，只是盯着林硕，喉咙中发出威胁的低吼声。退出去20多米，林硕让叶梅和常小竹先跑，等2个女人跑远了，他才转身逃走。灰狼始终没有追上来。3人回到溶洞，叶梅忽然瘫软在地上，常小竹惊呼一声：姐姐，你流血了！林硕低头看过去，发现叶梅的小腿被血染红了，他的心立刻悬了起来。在荒岛上被咬伤，等同于判了死刑。田宇听到声音小跑过来，看到叶梅腿上的血吓了一跳：梅姐，你的腿怎么了？常小竹解释说：我们遇到狼了。听到狼，田宇的瞳孔收缩，咬牙切齿地骂道：又是这群畜生！林硕蹲下检查叶梅的伤口，叶梅疼得眉头直皱，深呼吸2口，摇头道：不是咬伤，我跑的时候被一条荆棘割伤了。林硕帮叶梅擦干腿上的血迹，她的小腿上有一道2指长的伤口，伤口不深，呈锯齿状，确实不是咬痕。林硕松了口气：小竹，去拿瓶水过来，再煮2根布条。常小竹递过来一瓶水。林硕轻轻抬起叶梅的脚踝，放在自己的腿上，倒水清洗伤口。林硕提醒：会很疼。嘶！叶梅疼得紧闭双眼。洗干净后，在伤口上涂抹上仙人掌的汁液，用煮沸的布条包裹。这时田宇却忽然拿着骨毛往外走。林硕连忙拦住他：你去干嘛？田宇眼神坚定：我去宰了他。胡闹！你能狩猎狼？我能，我不能让梅姐白白受伤。林硕将骨毛抢下来：就你这小身板啊，如果和你拼命，你就算能杀了他，你也要重伤。田宇眼眶通红，倔强的不肯认输：那我也要杀了他。常小竹走过来，拍拍林硕的肩膀。林硕让开。常小竹上前把田宇抱在怀中：我知道你很担心姐姐，也很珍惜与我们的这份关系，
我们也很喜欢你，你如果出事了，我们也会很难过。田雨强忍着的眼泪终于落下来，把头埋在常小竹的怀里痛哭。那群畜生杀了我爸爸妈妈，我不想失去梅姐，也不想失去你们。常小竹轻轻拍打他的后背，不会的，你不会失去我们，不哭了。常小竹给林硕使了个眼色，示意田雨交给他，让他去照顾叶梅。林硕来到叶梅身边，叶梅此刻还没有从恐惧中缓解过来，她看似镇定，但仔细看会发现她的脸色很白，嘴唇发抖，双眼失神，手臂紧紧地环绕自己的身体。林硕不太会安慰人，只能将叶梅搂在怀里，让她靠在自己的肩上。叶梅攥着林硕的衣领，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音。她在林硕耳边小声哽咽道：当时我没看到他，他距离我只有不到1米，就在我的身后，就那么盯着我。叶梅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只剩下啜泣声。林硕叹了口气，伸出手臂环绕她的肩膀，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叶梅哭着哭着，靠在林硕的肩膀上睡了过去。她还是个病人，身体本来就虚弱，又因为受到惊吓的关系，病情更严重了。林硕抱着叶梅回到木屋休息。这时常小竹走进来：我来照顾姐姐，你去看看田雨，她情绪刚刚稳定下来，你别刺激她，让她做点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林硕出来时看到田雨在烧水，锅里面煮着野鸡蛋。他蹲在灶台边上，用手垫着下巴，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在火堆里翻来翻去。林硕搬了个凳子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玩火。过了一会儿，田雨抽了下鼻子：硕哥，我是不是很没用？林硕伸出手放在他的头上，把他的头发揉成了鸡窝。田雨不解地看向林硕，林硕只是笑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多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只会哭闹，你不仅很快适应环境，还能学会了打猎，已经超过了99%的人。田雨好奇地问：那梅姐和小竹姐呢？她们应该比我更优秀吧？林硕反问：你觉得呢？田雨想了想，梅姐很有领导气质，她还会以身作则，没什么架子，我很崇拜她。林硕想到曾经的叶梅，顿了顿，其实她是我领导，我和她在岛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差点淹死，喝了一肚子水，我好不容易把她救活，她不仅没意识到这里是危机四伏的陌生环境，还把我们唯一的淡水喝光了，对待我的态度特别恶劣。田雨大吃一惊：怎么可能？不会吧？林硕成功地将田雨的注意力转移，微微一笑：怎么不可能？小竹遇到我的时候更窘迫，她不仅偷吃我的鱼，还弄坏了我的渔网。我当时很生气，就把她丝袜给脱了当渔网用，结果她以为我要对她做坏事，吓得一路跑到前面的山洞里躲着。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发烧昏迷，险些没救回来。田雨听了后不敢相信：那他们现在？林硕说：变化很大对吧？田雨点头。林硕又帮他把柔软的头发捋顺。环境和时间可以很轻易地改变一个人，与其说人在改变，也可以说人在适应环境。你的遭遇我们都很难过，我们也知道你这段时间一直很痛苦，所以一直在给你时间去适应。这样说很残忍，但是你得接受现实，我很相信你，你一定能从阴影中走出来。不论是我还是叶梅还是小竹，只要你愿意，从这一刻起都是你的家人。田雨怔怔地看着林硕，心中酸酸的，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在翻涌，眼泪无声流下。他张了张口，想说很多话，又卡在喉咙处说不出。林硕看向田雨，再次露出笑容：我们是一家人，家人就应该共同进退。你不要着急，早晚有一天，我带你亲手去剁了那头畜生。因为狼的关系，林硕在山洞口守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后，林硕又重新加固了木门，上次被狼啃咬过的木头也全都换成更粗的木头。他还搬了几块大石头压在木门的一角，利用凸出来的木栓卡在岩石缝隙中，这样开门只能从内侧向外开，无法从外侧向内开。昨日林硕只带了10斧，他不想和狼以伤换命。今天做足了准备，林硕打算去狼群附近观察一下动向。他和田雨各带上2根骨矛，10斧挂在腰间，以备不时之需，带上足够的食物和水钻到了林中。狼很聪明，一般来说不会袭击人类，除非他尝到了人肉的味道。林硕回头看了一眼田雨，没有说出心中的猜测。如果他猜的没错，那2个人就是田雨的父母。这也是他为什么同意田雨去狩猎那头畜生的原因。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前日防贼的道理？林硕沿着昨日的路前进，植被的叶子上还沾染着叶梅的血。来到昨天和灰狼对峙的地方，林硕看到有血迹朝着南海岸方向去了。2人一路追踪，距离海岸还有200米的时候，发现一处空地，地面上的血迹有很多，看来那头畜生在这里休息过。林硕不禁疑惑，为什么这头狼受伤了不回狼群，而是往远离族群的方向跑？继续往前追，沿途的血迹越来越多，在一处草丛植被都被压平的地方，林硕甚至发现了撕咬搏斗的痕迹，地面上留下很多血迹和狼毛，这些出血量足够那头畜生失血过多死了。
林硕停下来，小心点，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尸体。血迹呈喷射状，周围的植物绿叶上到处都是，林硕没办法判断他跑到哪去了。两人以血迹为中心，朝着四周搜索，始终维持着20米的距离。林硕往海岸线的方向走了约5-6米，他再次看到了血迹路线。这头畜生应该是在刚刚的位置和什么东西打了一架，打赢了，重伤逃走。硕哥，你快过来！这时林硕听到田宇有些恐惧的声音，林硕急忙跑过去，看到田宇站在林中，捂着嘴，扶着旁边的树干干呕。见到田宇没事，林硕松了口气问：怎么了？田宇指着前方的下坡说：这里面有一具尸体。林硕绕过去一看，坡下是个水沟，水沟里面躺着一具面目全非的狼的尸体。这头狼比昨天林硕见到的那头畜生还要大上一圈，浑身的银灰色毛发特别漂亮，但是脑袋上至少有10几个血窟窿，整个脑袋看不出狼形，脖子上有一个巨大的豁口，毛皮撕裂开，露出下面森白的颈椎和外翻的血管。下面胸口的位置有一个大洞，肋骨断裂的骨茬刺穿毛皮，下方是空空如也的胸腔，有苍蝇蚊虫在伤口周围飞来飞去，钻进钻出。这头狼的内脏不见了，内脏是最富有营养的部位，看来那头畜生还在苟活。如此恶心的场景，林硕也有点生理不适，他应该就是在刚刚的地方和那头畜生殊死搏斗的对手了。田宇喝了一口水，压下干呕的欲望，他们为什么自相残杀？林硕也不知道，不清楚，继续追下去看看吧。说完后，林硕跳到水沟里，拖着狼的尸体到坡上。田宇厌恶地后退一步，硕哥，你要干嘛？林硕拿出斧头剁了狼头，举起来尸体挂在旁边的树上，肉应该不能吃了，我们一会儿回来剥皮，狼皮是好东西。田宇看着狼尸身上的血污和泥泞，生理心理全都不是起来。林硕告诉他，我们是猎人，你把它当成猎物来看，克服心理上的厌恶会好很多。田宇盯着狼尸，努力去尝试，然后又是一声干呕。林硕笑笑，没有继续逼迫他。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林硕在山洞里时，第一次看到人的尸体，和他没什么两样。走吧，继续追。两人沿着血迹一路追到沙滩上，然后血迹就断了，沙子松软。那头畜生如果踩在沙滩上，一定会留下爪印，但平整的沙滩上什么都没有。迎面咸腥的海风吹来，远处的海面哗啦啦地冲刷着沙滩，阳光照在金黄色的沙子上，反射着耀眼的光。林硕用手遮挡阳光，眯起眼睛，沿着雨林和沙滩的交界的两侧张望。他猜测那头畜生伤得很重，肯定就在附近哪里躲着。仔细寻找一会儿，林硕敏锐地注意到向北的方向的植物上留有血迹擦痕，血迹很淡，应该是被早晨的雾气冲刷过了。知道了畜生逃走的方向，林硕带着田宇继续追赶。沿着雨林交界走了约100多米，经过一处乱石堆的时候，忽然从乱石的缝隙中冲出一道黑影。林硕和田宇都是背对着黑影，谁也都没有反应过来。嗖！田宇走在林硕身后，率先遭到攻击。黑影一口咬在田宇母亲的挎包上，低沉的嘶吼声和口中的腥臭味道让田宇的大脑一瞬间变得空白。林硕及时转身，骨毛刺向那张已经结了血痂的脸。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灰狼松开嘴，竟然不惧长矛，硬生生顶着长矛撕裂脸皮的疼痛冲到田宇面前，又是一口。拼命的狼很恐怖，很多人意识不到狼的恐怖程度，但是可以代入一下得了狂犬病的疯狗。许多成年人单挑一条狗都很吃力，更何况野性更足的，有可能吃过人肉的狼呢？田宇本能地去抓骨毛，可是这个距离骨毛根本施展不开。林硕急中生智，架起毛杆拦在灰狼的咬合路线上，嘎吱，灰狼一口咬在毛杆上，毛杆险些断裂开。林硕抬脚踹在灰狼的腹部，但灰狼认准了田宇，不管林硕如何攻击，就是要咬死他。林硕大声提醒，斧头。此刻田宇也终于从恐惧中惊醒，拿出斧头对着狼头劈了下去。狼的头盖骨坚硬，石斧不够锋利，没有劈开，留下一道血痕。斧刃沿着灰狼的右眼擦了下去，割开眼皮，眼球直接爆开，喷出一股血。哦！灰狼更加疯狂，伴随着咔嚓一声，毛杆应声断裂，灰狼直接扑倒在田宇身上。田宇！狼压住田宇的一刻，林硕感觉天都黑了。下一刻，田宇挣扎着起身，他用石斧挡住了狼的袭击，狼的牙齿咬在石斧上，发出嘎哒嘎哒的声音。林硕将长矛丢了出去，刺向狼的下颚。灰狼想要闪躲，但林硕发现他的动作很僵硬，前腿似乎有伤。林硕趁机上前，抄起石斧砍向灰狼的脖颈。灰狼低头躲过，这一下再次在灰狼的脸上留下一道伤痕，同时昨日的伤疤也再次崩裂，他的脸上皮毛脱落，露出一排狰狞的牙齿。林硕不断挥舞石斧，灰狼只能后退，呲着牙，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滴落。
来到田宇身边，林硕紧张地问：“伤到哪了？”田宇把挎包拿起来，上面有4个齿痕，从漏洞的中能看到，里面装着的是一本书，是田宇妈妈的遗物。田宇妈妈在用另一种方式保护女儿。林硕拔出第2根骨毛，田宇也把骨毛攥在手里，2人间隔不到1米，并排朝着灰狼走了过去。嘶吼！灰狼一直发出威胁的低吼声，一瘸一拐的后退。林硕发现他的左前肢一直悬空，右前肢的大腿上也有血在流。伤得这么重，还这么凶！上！林硕和田宇交叉刺出骨毛，灰狼只能躲避其中1根，紧接着就会被另1根刺中。他想要反击，可林硕和田宇刺中就后退，抓住毛杆尾端，拔出骨毛后，再次向前1步攻击。他攻击其中1人，另1人的用骨毛在他的身上留下一个窟窿。对峙了10几分钟，灰狼终于不甘心的呜咽一声倒在地上。他的胸口剧烈起伏，身上的伤口不断的流着血，仅剩的1只眼睛露着凶光，避免临死前的反扑。林硕在他的胸腔刺了3下，直到他彻底咽气后才上前查看。林硕蹲在狼尸前，抬头看着田宇，他死了。话音刚落，田宇忽然跪在地上，抱着斜挎包痛哭。林硕能感觉到他哭声中解脱的快意。田宇杀死的不只是一头狼，还有过去软弱的自己。林硕蹲下来检查狼尸，他发现这头畜生身上有很多撕咬的痕迹，左前肢断裂，右前肢受伤，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跑的原因。至于为什么同类相残，林硕观察狼尸后得出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结论：这头畜生应该是头狼。林硕观察过，它是雄狼，比刚刚在林中看到的那具狼尸更加年迈。狼群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平时的狼群只有7到10头狼，以1头雄狼为首，带着自己的兄弟姐妹狩猎。只有在繁殖季节过后，狼群数量才会增加。出现2头雄狼的情况，只可能是族群中的小狼长大了，和老狼争夺头狼的位置。失败者重则死，轻则赶出狼群，成为孤狼。这头年迈的老狼身上新伤盖旧伤，狼王之争应该持续很久了。老狼体力跟不上，于是外出打猎，受了伤，不敢回族群，担心头狼的位置被抢。但是他没想到，年轻的雄狼闻着味道追了出来，2头狼在林中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老狼更胜一筹，杀了竞争者，但自己也受伤不轻，直到时日无多，寻找一处僻静的地方等死。然后他带着田宇来了。林硕认为自己的猜测8、9不离十，他脑海中思绪转着，手上的动作却没停，砍下榔头，将狼皮完整的剥下。可惜狼皮上有很多伤口，影响了成色。田宇哭过后就走过来帮林硕剥皮，浓烈的血腥味，田宇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擦汗的时候在脸上留下一道血痕，看起来有种荒野女猎人的味道。田宇见林硕停下来再看自己，好奇地问：怎么了？林硕很轻松的一笑：没什么，有种女儿长大了的感觉。田宇羞红了脸，唾了一口：呸，谁是你女儿，不要脸。2人的时间有限，林硕担心狼群闻到味道跟过来，于是剥了狼皮后只切了一条没有伤口的后腿肉，用狼皮包裹着离开。路过林中挂着的狼尸时，林硕用最快的速度剥了皮，带着田宇往回赶。虽然他们的动作很快了，但是在路途中还是和狼群撞见。林硕远远的就看到林中有几个灰白色的身影在靠近，果断的让田宇踩着自己的肩膀上树，把狼皮和狼肉都挂在树上，爬到100米外的另一棵树上躲避。在树上待了约半个小时，田宇问：狼群走了吗？从他们这里能隐约看到挂着狼皮的那棵树，狼群只是逗留了一会儿就离开。林硕跳下树：我过去看看，你准备接应我？林硕小心翼翼地靠近，树林里静悄悄的，只能偶尔听到远处传来的狼嚎声。林硕猜测是狼群发现了头狼的尸体在哀嚎，狼皮在滴着血，血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林硕谨慎地在附近转了一圈，没有看到狼，这才对着田宇招手，示意他过来。林硕爬到树上，解开狼皮和狼肉，扛在肩头，迅速离开。回到溶洞，林硕让田宇把狼皮狼肉带过去，他留下来处理洞口留下来的血迹，不是为了防备狼群报复，是担心被其他幸存者发现。溶洞中，田宇抱着狼皮狼肉，白色的吊带染成了红色，脸上也染了几道血痕。常小竹刚好撞见，吓得尖叫起来：小雨，你受伤了吗？听到受伤2个字，叶梅瘸着腿从木屋里冲了出来，先检查脸，再去检查身体。田宇把狼皮放在地上，攥住衣服，用手一拧，血水流到地上。我没受伤，是妈妈救了我。田宇把斜挎包拉到前面，你看，这4个洞救了我2次。叶梅的脸色紧绷，寻找林硕的身影，可是没找到。他的心忽然紧张起来，林硕呢？林硕此时处理好痕迹，从山洞里走了出来。这儿呢，我没事儿，不过得先洗个澡，狼的皮肉也得尽快处理了，过夜容易腐烂。先煮饭吧，吃饭的时候详细和你们说。
林硕说完，朝着湖边走过去。叶梅见两人都没伤到，重重地呼出一口气。他拉着田雨的手，看着他身上的血，还有那扑面而来的血腥味，叶梅真不知道这个刚刚成年的小女孩是怎么忍受的。她眉头舒展开，我带你去洗洗。田雨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和硕哥一起洗就行了。叶梅的眉毛一挑，看着田雨跟在林硕身后的背影，叶梅觉得很不对劲。一起洗澡，这么暧昧的词，田雨怎么就说得这么自然，好像是他想多了一样。林硕泡在湖水中清洗身上的血污，哗啦，田雨光着脚踩到了湖水中。林硕吓了一跳，你干嘛？田雨背对着林硕，你不是说看着我像女儿长大了吗？父女一起泡个澡怎么了？田雨身上的衣服正常穿着，他拉起衣领，全是血，黏糊糊的，我不想等了，你背过去别看。林硕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一个小姑娘吓住。田雨准备脱衣服了，这时叶梅走过来，把田雨从湖水里捞出来，瞪了林硕一眼，你赶紧洗，别让他等太久。田雨被叶梅强行拉走了。林硕长舒一口气，他怎么感觉田雨的心理疾病变得更严重了，好像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感，超越了男女之情，更像是父女之间的感情。林硕赶紧把身上的血污擦干净，他没换洗的衣服，只能裸着上半身，把裤子的水拧干，湿漉漉的穿在身上。洗好后，他来到灶台前，光着上半身擦身上的水珠。常小竹正在做饭，看了一眼就挪不开视线了。他凑上来，小手很不干净的在林硕的胸膛和腹肌上划过。林硕，你身材真好。林硕甚至懒得戳穿他。这时常小竹注意到林硕的裤子是湿的，他想了想，出了个馊主意，还有一条喇叭裤，挺宽松的，我和梅姐穿不了，腰围太大，你应该能穿。说着不顾林硕的反对，把喇叭裤取来了。黑色的喇叭裤上右边裤兜下面还绣着一朵亮金色的玫瑰花。林硕的脸顿时黑了，我不穿。常小竹憋着坏上去扒林硕的裤子，你穿一下试试，不行再脱了。林硕拽着自己的裤子，崩溃的大喊，我不穿，女流氓啊你。常小竹坏笑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脱我的丝袜的。林硕没想到这件事情他能记到现在，孔子说得好，天下为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常小竹不仅脱他裤子，还上手趁机揩油。林硕护着上面的时候，一不小心被常小竹抓到机会，一拖到底。林硕连忙捂住重要部位，常小竹也傻眼了，没想到林硕里面什么都没穿。不过事已至此，他索性拿着林硕的裤子就跑，只留下喇叭裤在原地。眼看着叶梅就要领着田雨回来，林硕急得满头是汗，穿也社死，不穿更社死。常小竹一边跑一边哈哈的笑，林硕，你也有今天，谁让你当初欺负我，吃你一口鱼怎么了？你还强行脱我丝袜，让你也尝尝这个滋味。林硕盯着常小竹跳动的前胸，狠狠地想着，别让我抓到你，不然我一定让你知道脱裤子容易，穿裤子难。不久后，叶梅带着田雨回来了，田雨的头发湿漉漉的搭在肩头，好奇的张望，硕哥呢？常小竹朝着木屋的方向努努嘴，躲起来了。田雨还以为是因为自己不解的自言自语，他躲什么？我当时穿着衣服，还没脱就被梅姐拉走了。叶梅让田雨在灶台边上烤火，等头发干，我过去看看。叶梅来到木屋外，将门推开一道缝隙，李硕躺在床上，急忙拉过豹皮盖住自己的身体。叶梅注意到了，小心翼翼地关上门，走到床前，意味深长地说，我不在的时候和小竹玩得挺花啊，裤子都不穿。林硕窘迫，还不是小竹非要我穿那条喇叭裤，我肯定不会穿的。叶梅把喇叭裤拿起来，看到那朵玫瑰花乐了，我帮你改改。好好的一条喇叭裤，改完后变成了破洞短裤，虽然看起来还是有点不伦不类的，但至少能穿出去见人了。李硕看着叶梅还坐在床前，领导，我要换裤子。叶梅眨眨眼睛，你换啊？林硕眨巴眼睛问，你不出去吗？两人大眼瞪小眼。叶梅瞥了一眼豹皮，笑盈盈地说，你换你的，不用管我，我就看看。尼玛！接连被3个女人调戏，林硕的脾气也上来了。行，你说的，你看好了。林硕掀开豹皮，站起来，当着叶梅的面穿裤子。叶梅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脸红到了脖子根，起身要走。你自己换吧，我要出去了。林硕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把他按回床上。干嘛？刚刚不走，现在想走，晚了。叶梅扭动着肩膀挣扎。林硕不松手，僵持了一会儿，门外有脚步声，叶梅才慌张地说，是小雨，别让他看到。林硕这才松手，赶紧把裤子穿好。是啊，门开了一道缝隙，常小竹鬼鬼祟祟地偷看，目光向上，看到叶梅冷漠的脸。叶梅推开门，扯着常小竹的耳朵，把她拽到房间里，鬼鬼祟祟的干嘛？常小竹心虚地说，开饭了，我来喊你们。叶梅掐腰看着他，那你喊啊，
偷看什么？难不成我们两个能偷偷做什么？常小竹小声嘟囔：“我如果不看着点，你俩孩子都有了。”叶梅没听清，什么？常小竹赶紧改口：“我说再不吃饭，饭就凉了。小雨还等着我们呢。”提到小雨，叶梅不开玩笑了，正色道：“林硕，小雨年纪小，错把对你的依恋当成其他的情感，他可以犯错，你可不能犯错，知道吗？”想到今天湖中的一幕，林硕深以为然。放心吧，虽然我好色，但我好歹也是个人，别把我想得那么不堪。常小竹在一旁打趣：“你要实在忍不住，可以趁着梅姐不在的时候找我，我可以用手帮你。”叶梅一把捂住常小竹的嘴：“小骚狐狸，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什么叫我不在的时候？”常小竹跳脸开大，不知悔改，就是字面意思。你在的时候肯定不会让我帮他，所以我只能偷偷的来。叶梅气得掐腰，她觉得这个家越来越难管了。恋父的姑娘还有个狐狸精闺蜜，这怎么防？历史曾无数次的告诉我们，女人吵架的时候不要插嘴。林硕偷偷的溜了出去，和田雨并肩坐着，一起享用烤肉大餐。兔肉、鹿肉、野鸡肉他都吃过了，唯独没吃过狼肉。烤狼腿色泽金黄，外焦里嫩，香气扑鼻，油脂沿着肉的纹理滑落，滴在下面的铁罐头盒中。林硕切了一块放到口中，没有预想中的土膻味，肉质有点老，但是很劲道，嚼起来有一种吃的筋头巴脑的感觉。林硕又切了一块递给田雨，两人吃了一会儿，叶梅和常小竹才从木屋中出来。林硕把狼腿肉切成小块，殷勤地递过去：“领导，小竹吃饭了。”看着尴尬的气氛，田雨好奇地问：“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吗？”叶梅吃了一块肉：“没事，没吵架，就是和一只狐狸打了一架。”常小竹不甘示弱：“姐姐说我是狐狸，那你就是母老虎。”叶梅放下碗，又要去捏常小竹的脸。常小竹躲过，吐了吐舌头：“略，姐姐就欺负人。”林硕无奈：“吃饭呢，不要闹了。”两人同时瞪向他：“你好意思说话，就怪你。”林硕赶紧闭嘴，闷头吃饭。又一日，林硕计算着时间，他们来到荒岛近1个月了，已经习惯了岛上的生活。今天早上刚起来就有个好消息，母野鸡下蛋了，还一口气下了3个。看来母野鸡这几天一直憋着没下蛋，终于憋不住了。林硕也想起来自己在林子里还留了2个野鸡窝没掏呢，打算今天去看看。吃早饭时，林硕提起这件事：“田雨，吃完饭我们捉野鸡。”田雨脸色有些白，吃早饭的时候始终捂着肚子。叶梅主动说道：“让小竹和你一起去，田雨身体不舒服。”林硕还以为是他昨天吓到了，关心地问：“怎么样，要紧吗？”田雨摇摇头：“我没事儿，我可以一起去。”叶梅把碗重重放下，没好气地说：“去什么去？你今天好好休息。”田雨怯生生地说：“我听梅姐的。”林硕也放下碗：“他想去就去呗，你吼他做什么？”叶梅恨铁不成钢地说：“你非要我直白地说出来是吧？田雨是姑娘，她例假来了，你想让她带血上阵吗？”林硕这才反应过来，田雨一直以来的表现都比普通女生坚强许多，她理所当然地忽略了性别差异。吃过饭，林硕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叶梅叮嘱常小竹：“小心点，我腿上有伤，行动不方便，不然也不会让你去。”涉及到正事，常小竹也不似平时的嬉皮笑脸，正色道：“姐姐，我知道的，不用担心，你在家里也要注意安全。”说完后，林硕已经准备好外出要喝的水和食物，武器也背在身上。两人简单收拾一番后出发。常小竹还是第一次跟着林硕出来打猎，行进的速度不快，体力也不如田雨充沛。许多时候，林硕不得不放慢速度等他。两人经过兽径的时候，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了。林硕停下来，拿出食物和水，休息半个小时，还有很远。他回头看了一眼满头大汗的常小竹，他今天穿了一件半露肩的 T 恤，低领口，下摆很短系在腰间，肚脐露在外面。下半身是一件超短裤，2条比直修长的大腿露在外面，一路上植物的剐蹭在上面留下了几道红色的痕迹。这些衣服都是在最初海边的行李箱里发现的，叶梅穿起来有些小，常小竹穿上刚刚好。常小竹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汗水顺着他的颈部流下，经过锁骨滑入深深的胸口中。林硕又递过去一块烤肉，两人简单吃了些，继续前进，沿着兽径走了5公里。林硕带着常小竹拐到林中，循着记忆的路线找到上次发现野鸡的空地。远远的，林硕就看到一群母野鸡在觅食。嘘！林硕示意常小竹安静，低声道：“看到前面的那片树丛末，你从右边过去，别发出声音，咱们活捉他们。”林硕放下骨矛和身上全部的装备一起留在原地，轻装上阵。两人分别从2侧绕了过去。到达指定位置，林硕朝着最近的一只野鸡扑了过去。与此同时，常小竹也抓住了一只野鸡。咯咯喽！野鸡受到惊吓，扑闪着翅膀就要飞走。
林硕扯着野鸡的翅膀，连忙跳起来，又拽住一只刚刚飞起来的野鸡的腿。常小竹就没那么好运了，抓住一只，后来不及抓第二只。林硕拎着2只野鸡，来到上次发现野鸡蛋的窝附近。野鸡已经跑了，鸡窝里各有4枚野鸡蛋。看来这几日野鸡也没闲着。今日这一惊吓，野鸡再回来的概率很低。于是林硕把8枚鸡蛋全都带走。林硕和常小竹回到放装备的地方，用斧头把野鸡翅膀上的羽毛全都剁了，双脚用绳子捆在一起，拎着野鸡光秃秃的翅膀打道回府。因为来时耽误了很多时间，回去路上林硕的脚步快了不少，这可苦了常小竹。他穿着是草鞋，又是第一次出来打猎，走在山路上很不习惯，很快脚踝就磨破了皮，脚趾也磨出来2个血泡。紧赶慢赶，2人终于在天黑前回到溶洞。叶梅已经做好了晚饭，等待2人归来。他心里担忧，却没有表现在脸上。看到2人平安回来时，脸上带着喜色，主动接过野鸡，和另外2只野鸡拴在一起，快去洗洗，吃饭了。林硕看了一眼那只5颜6色的公野鸡，明天把那只公的杀了炖蘑菇吃吧，留着还浪费粮食。公鸡的作用就是让鸡蛋受精，孵小鸡。他们现在的环境没办法孵小鸡，有没有公鸡都不影响母鸡下蛋。叶梅答应，行，明天我来杀。曾经连一条鱼都不敢杀的女人，现在杀鸡都面不改色。常小竹坐在湖边，脱了鞋子，脚放在湖水中，伤口接触到湖水，她疼得倒吸一口冷气，眼泪汪汪的。路上她担心自己成为累赘，一声不吭。回来后不忍了，眼眶通红，一边洗脚一边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叶梅走过来，看到她脚上的伤口，仙人掌没有了，还好伤口创面不大，这几天别穿鞋了，等皮肤自己长好。常小竹回头看了一眼田雨，真的好累，真不知道田雨怎么坚持下来的。林硕也是，都不知道心疼人就不能慢点走。叶梅用手指戳了一下常小竹的额头，你们再晚点回来，天就黑了。上次他和田雨可是中午就回来了，你还说他没心疼你。这样吧，明天我陪他去，你在家里照顾田雨。常小竹摇头，倔强地说，你腿上的伤口更严重，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我没事，忍忍就过去了。他清洗着自己的小脚丫，委屈巴巴地说，就是可怜了我这双漂亮的小脚。叶梅看了一眼，发现常小竹的脚确实挺漂亮的，用玉足来形容也不为过，就是不知道未来会便宜哪个男人。想到这里，叶梅不经意地用余光看了一眼林硕，答案是谁已经不言而喻。当天夜里，常小竹趁着叶梅不在，就用这双玉足狠狠地羞辱了一番林硕，踩得林硕求饶连连。又一天过去，林硕继续砍伐木材，修建鸡圈用。这几日鸡屎增多，难以清理，味道还很大，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林硕发现野鸡不能养在山洞里，不然纯属折磨自己，但是也不能修建在山洞外面。他在附近逛了一圈，选择在20多米外的一处岩壁下，那里有一处向内的山体凹陷，大约有10几个平方，高度1米多点，头顶的岩壁向内倾斜，形成一个天然的遮雨棚。他打算在凹陷处修建一排篱笆，把野鸡封在里面，节约材料的同时，也避免了它们羽翼长满后从上方飞走。叶梅带着常小竹在附近捡脱落的干树枝回去引火用。今天是阴天，很可能会下雨，厚重的乌云滚滚，风也大了许多，吹来海的咸腥味道。现在是6月，正值梅雨季，林硕担心这场雨会持续很久，所以提前做准备。田雨休息1天后，不顾叶梅的反对，坚持要帮忙。林硕给他安排一个简单的不消耗体力的工作，搓麻绳，把篱笆用麻绳捆起来，再用一根木棍横向固定。花了5个多小时，篱笆终于捆好了。林硕拿到选定的鸡圈位置试了一下，篱笆的左侧有些高了，这是他故意预留出来的。林硕在地面挖了一条小沟，20厘米深，将多出来的一节篱笆插进去，盖好土，用石头固定上，再埋一根木桩进去，和篱笆绑在一起，用力拉动篱笆的另一边，就形成了一个简易的单开门。林硕又在另一边埋进去一根木桩，将篱笆上剩余的麻绳围成一个手臂粗的圈，打上死结，套在木桩上，充当门栓。篱笆的下边用石头卡住，避免野鸡从下方顶开篱笆逃走。鸡圈里，林硕还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木架子，让野鸡可以离开地面，站在上面。地面铺上干草，野鸡会自己做窝，林硕不用操心。鸡圈修建好后，林硕回到家里，把4只母野鸡带出来，丢到里面。到了陌生的环境，野鸡多少有些不适应，咯咯咯的直叫唤。这时田雨问道，他们养在这里，晚上会不会有野兽过来偷鸡啊？这句话提醒了林硕，篱笆的强度不怕小型野兽，比如狐狸、臭鼬之类的，但如果是狼、豹子这种大型动物，破坏起来就轻而易举了。林硕不得不花费1下午的时间，在篱笆外围用更加粗壮的木头加固了一下，即便面对狼也有一定的抵抗力，他还打算利用这群野鸡制作一个诱捕陷阱。不过目前手上的麻绳不够，
得再等几天。制作麻绳需要大量的麻草，不过林硕更钟爱白桦树皮，虽说需要经过软化处理，但树皮的纤维含量更高，制作成的麻绳更加结实，不容易断裂，韧性也更好。林硕心目中的捕狼陷阱需要麻绳的韧性足够。他们所在的小岛虽说是亚热带地区，但地理位置更加偏南，白桦树生长在寒温带比较多，亚热带要看气温，是因此树林中的白桦树不多。林硕转了一圈，也才找到2棵而已，这2棵已经被他包过树皮了，如今树干上光秃秃的，有不少虫子在爬。失去树皮的保护，估计过不了几年就会被虫子蛀空。既然活不长，林硕索性就把整棵树都砍了，树皮全部剥下来，泡在湖水中，等树皮软化后就可以制作成绳子了。不只是绳子，林硕之前带过内蒙古的团，他知道当地的牧民不仅可以利用桦树皮编织成好看的绳子，还能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器皿和工艺品。桦树皮的质地柔软轻便，而且可塑性高，煮熟时会变得很软，甚至可以和纸张媲美，脱水后会变得脆硬，像瓷器一般。他当时只学了编绳子，因为最简单。林硕心想，之后有时间可以尝试使用桦树皮制作一些其他的物品。2棵白桦树倒地后，林硕的第2个石斧也宣布退休，林硕不得不浪费时间制作第3柄石斧。如此一来，1天的时间过去了。晚间，林硕利用麻绳将石斧固定好。有了前2次的经验，林硕这次选择的斧面上厚下薄，石斧更加坚固，斧刃也更加锋利。叶梅3人在搓麻绳。用树皮制作麻绳要麻烦许多，树皮泡软后，要将上面较硬的地方切掉，再将树皮撕成条状，每根树皮都拧上几圈，3根一起交叠编织。林硕需要的麻绳比较粗，所以编好麻绳后，再将3根编好的麻绳继续编织更粗的绳子，如此反复，最终得到的绳子有手指粗。一夜无话。第2天，林硕把第2棵桦树的树皮也剥了下来，在湖水中泡软。2棵桦树林硕也没有浪费，桦树的木质轻便光滑，坚硬美观，是打造家具的不二之选。林硕接下来的几天都在切割白桦树的树身，切成3米长的木材，运到溶洞中保存。在砍坏了3柄斧头后，林硕终于将2棵白桦树全部搬运了回去，全部加起来共有40多米。可惜林中没有第3棵桦树，只能等以后到气温更低的高山上去找一找。这几日，天空中的乌云越来越厚，不时还有闪电划过，雷声轰鸣。远处的海面上，巨大的气旋已经形成，仿佛一个倒立的漏斗，将天空和大海连接在一起。2天前就不时的有雨滴落下，那是风吹来的海水，它们和海边相隔1公里，偶尔都能听到海浪撞击礁石的拍击声。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也越来越大，气旋中的闪电接连不断，宛若世界末日一般。只是看着就让人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看着厚重的乌云，林硕的心也沉了下去。这种极端的天气下，很容易形成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这场雨绝对不会小，而且会持续很久的时间。他们储备了约半个月的干柴，食物也足够吃上1周，而且有捕鱼笼在，后续的食物获取问题不大。但林硕的心里还是没底。又等了1天，天上的雨还是没落下来。这样的天气下，林硕不敢外出打猎，如果中途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居家的林硕闲着没事情做，就开始研究木工活。他想打造一个简单的4方柜子，用来储存骨头、毛皮、工具等杂物。但是他只有石斧，没有其他的工具，就连最简单的箱子打造好了都4面漏风，7扭8歪。万事开头难，有了经验后，林硕开始改进。终于第3个箱子打造好时，看起来是个箱子的形状了。连接处林硕还是用的榫卯结构，凿孔是个难事儿，只能用石头一点点地敲击。凡事讲究熟能生巧，多次失败后，林硕也能熟练地在木板上敲出合适的孔洞了。虽说用的是轻巧的白桦树，脱水后箱子也有5斤多，携带不方便。林硕又盯上了白桦树皮，他打算用树皮制作一个能外出携带的包。他先将树皮在热水中熬煮，煮得久了，树皮变软，可以轻易地塑形状。林硕用石头的尖锐部分沿着树皮的边缘轻轻地割开。第1个包，林硕没考虑美观，只考虑实用性，所以还是四四方方的形状。林硕设计的是用1整张树皮割成6个面，再将6个面的表皮磨得平滑，最后缝制。用蛇牙当作针穿孔，白桦树皮编织的细绳作为线去固定。之前制作的木箱子的经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帮助，缝制和组装是2个概念的东西。林硕失败了1次又1次后，常小竹上前，我来吧。常小竹的手很巧，听了林硕的想法后，很轻松的就将树皮缝制成林硕想要的形状，一个4方的饭盒大小的包包。第6个面林硕故意留得很长，合上后刚好像包包一样盖住上方，在另一面搭扣。
虽然很丑，但是成功了。林硕内心的成就感满满，捧着包包到灶台边上烘干定型。这也给了常小竹启发，他打算好好设计一下，按照林硕教他的方法去制作一个美观一点的包包。纯手工打造，还有比这更拉风的包包吗？什么香奈儿、爱马仕，全都弱爆了。再给叶梅制作一款。常小竹心想，到时候看你还敢不敢骂我小骚狐狸。林硕在包包的边缘串上树皮编织的绳子，绑在腰间，做成一个腰挎包。他和叶梅等人打了声招呼，离开溶洞，到鸡圈去捡鸡蛋，顺便给野鸡带去一些浆果和植物嫩枝喂食。野鸡从2天前就开始下蛋了，运气好的时候1天4枚，运气差每天也有2到3枚。临走时顺便再往鸡圈里撒一把小石子，野鸡会吞食沙粒，帮助它们在胃里磨碎食物。林硕顺手把鸡蛋放在腰包里，很方便。滴答，林硕抬起头，冰冷的雨水砸在他的脸上。他已经习惯了，前几日就这样，干打雷不下雨。下一秒，沙沙沙，豆大的雨点砸下来，不到10秒就连成一片，形成白色的雨幕。轰隆隆，闷雷声响起，远处的天空中闪电一道接着一道，巨大的气旋内被闪电映照得如同白昼。远远的看过去，林硕见到一条黑色的巨龙自海面升起，直冲云霄。狂风呜呜的吹起，林硕不得不抓住旁边的岩壁稳住身形。他刚刚制作的小包包只是坚持了一瞬间就被撕裂，连同里面的野鸡蛋不知道被吹到哪里去了。我操！林硕张口骂了一句，随后灌一嘴风，撞得他扁桃体一阵一阵疼。他连忙闭上嘴，依靠着岩壁艰难地往回走。猛烈的风中夹杂着树叶，如刀一样锋利，将他的脸颊割开了一道口子。好不容易回到山洞，林硕去搬木门，刚打开木门就被狂风吹得一歪，哗啦一声撞在岩壁上，从中间断成2截。林硕抓着木门，险些被带飞出去。好在这时山洞里出现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腕，叶梅大声喊道：快进来！林硕耳边全是狂风的怒嚎声，眯着眼睛借着叶梅的力气回到山洞里。还好是南北风，山洞是东西朝向，否则山洞这种狭小的空间肯定是没办法站人的。又是一道闪电划过，眼前如同白昼。咔嚓，巨大的闪电从天空中落下，将一棵树劈成了2截。断裂的树冠紧接着被狂风卷走，不知去向。林硕和叶梅手拉着手穿过山洞通道，回到溶洞，发现这里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失去了光源，溶洞里变得很暗，风也明显大了不少。四周的温度在下降，中间的湖水打着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捕鱼笼还在湖里，可现在的情况没办法去取回来，一旦被暗流卷进去，尸体都找不回来。灶台中的火也明灭不定，林硕往里面添了些干柴，发现根本没用，烧不起来。趁着现在风向没有改变，林硕连忙跑向存放桦树木材的地方，着手制作新的大门。假如南北风向变为东西风向，外围山洞这样的狭小空间就是风口，届时会在山洞的通道内形成负压，溶洞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吸出去，也包括人。他得制作一道足够坚固的门，将这个风口堵住。不，这么大的风最少得3道。外面暴风雨越来越大，头顶的岩缝起初只是往下滴水，才过去不到10分钟，已经形成一条粗壮的水流，自上而下落入湖中。林硕开始挑选足够粗的木头作为门的主梁。他刚刚亲眼目睹门被吹出去，撞断。新的门一定要足够结实，足够重，足够厚。最终林硕选了一根腰粗的原木，从中间竖着劈成2半，打磨光滑，横截面朝上横放，一上一下，间隔1米。将手臂粗细的木棍竖着并排放置在主梁上面，贴合的地方削得平整，确保木棍和主梁之间不留缝隙。这样还不够，林硕又加厚了一层，2根木棍贴合的中间再次摆上1排木棍，然后又加了1排，相当于3扇门贴合在一起。林硕在木棍和主梁结合的位置凿出一卷约1寸深的凹痕，绳子从凹痕中穿过，用于固定木棍，形成门面。先前制作木箱的经验总算有了用武之地，木门的连接处严丝合缝，并且足够结实。这扇门足足有100多斤重，完成后已经是第2天的凌晨。山洞里漆黑一片，只有灶台里面闪烁的点点光亮。头顶的岩缝落下的不再是水流，而是连成一面的瀑布。林硕终于明白，疑似银河落9天不是夸张的写法，是真的有这样壮观的景色。瀑布砸落在湖水中，激起巨大的水花，在湖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水雾。3个女人都没有睡，常小竹在看着火，叶梅和田雨在帮助林硕编着麻绳。林硕喊来3个女人，合力将木门抬到山洞口，立起来堵在溶洞和山洞的连接处。林硕又找来2根直径半尺的树干倾斜放置，抵在木门的主梁上，另一边卡在地面的石缝中作为支撑杆。随后又搬来许多石头，压在木门的下方以及木门和岩壁之间的空隙里。
堵住入口，溶洞中的风鸣显小了许多。因为水雾的原因，溶洞中更加潮湿，林硕的衣服都湿透了，粘在身上又冰又冷。整整一夜没有吃东西，4个人都饥肠辘辘。林硕拎着公野鸡来到湖边，拿着石斧，一刀剁了他的脑袋。野鸡没了脑袋还在扑腾，林硕踩着鸡脚，一手抓着翅膀，另一只手捏住鸡脖子的断口下方。小竹，拿个碗过来。常小竹拿着椰碗小跑过来。林硕把鸡脖子的断口对准椰碗，接了半碗多的鸡血。林硕把死去的鸡丢到锅里，热水一烫，鸡毛就可以很轻松地拔下来。随后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将鸡胗切碎，丢到鸡血中，又切了一些肉末进去，放入葱花香菜、盐，搅拌均匀。锅里面换上干净的水，2碗拌好的鸡血放在锅中，盖上盖子蒸煮。等待的过程，林硕将鸡剁成小块鸡肉。等鸡血葫芦出锅，鸡肉丢到锅中的热水里，焯水，滤掉油脂和浮白。刷锅，将鸡油丢到锅中，炸油出来。约过了半个小时，鸡油变成油渣，油渣捞出来放在碗中，油中丢入葱花爆锅吃了。葱花的香味溢满溶洞，林硕紧接着把蘑菇倒进去炒香，捞出来后备用，再将鸡肉倒进去翻炒。鸡肉炒至金黄色，外皮有些焦黄，蘑菇全部倒入锅中，翻炒10分钟后倒入水，盖上锅盖焖熟。林硕把血葫芦分成4份，尝尝我的手艺。只是闻着香味，3个女人就忍不住流口水了。林硕尝了一口，味道还不错，可惜少了不少调味料，不然味道还能更好。常小竹不会做鸡血葫芦，她甚至从来不吃鸡血这种食物，觉得脏。如今吃了一口后，直接颠覆她的认知，好好吃。林硕，想不到你厨艺这么好。林硕笑了笑说，我7岁的时候就要自己煮饭了，这是我们老家的一道特色菜，每逢杀鸡必吃的。叶梅看着黑红色的血葫芦，眉头微皱，难以下口。听了常小竹的话后，眼睛一闭，尝了一口。鸡血葫芦没有预想中的腥，被葱花和香菜的味道掩盖了。入口嫩滑，口感有点像果冻，细细品味还有鸡胗的 Q 弹和肉末的香味。只吃了一口他就爱上了，又吃了2口。叶梅享受的拖长音嗯了一声，好吃。田雨没说话，但这也一小会儿功夫，已经吃了大半碗了，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看着自己做的菜，别人吃得这么享受，对林硕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吃过鸡血，林硕揭开锅盖，鸡肉的香味扑鼻而来。他拿出木铲，将鸡肉翻了翻，发觉锅底的肉有些糊了。龟壳毕竟不是铁，受热不均匀。林硕抽出灶台中的2根木棒，用更小的火慢炖收汁。又过去半个小时，汤汁快要熬干，鸡肉的香味更加浓郁。林硕往锅中加入盐、香菜，翻了几下搅拌均匀，出锅。尝到了鸡血的美味，3个女人对鸡肉更加期待。林硕给每个人的碗里都盛得满满的，正宗的小鸡炖蘑菇，尝尝。女人们只说了一声好吃，就闷头干饭。有句话说得好，叫抓住女人的胃，就抓住了女人的心。看他们满足的表情，就知道已经被林硕的厨艺彻底俘获了。20分钟后，4个人躺在床上揉着肚皮，常小竹还不时地打个饱嗝。这是他们来到荒岛以来吃过最爽的一顿饭了。常小竹翻了个身，看着对床的林硕，以后你做饭吧，你做饭比我做的好吃。叶梅伸手啪的一下拍在常小竹的屁股上，他做饭，你去打猎吗？常小竹屁股上的肉颤了又颤，他想到自己磨破的脚，犹豫2秒，算了，还是我做饭吧。林硕，你要教我。休息了一会儿，常小竹坐起来，好无聊。确实，下雨天不能干活，也没有娱乐活动，只能躺着聊天。可话题只有那么多，这1个月的相处，该了解的都了解过了。林硕看着放在角落里的木箱子，心中有了个想法。你们喜欢打麻将，还是喜欢玩牌？玩牌。打麻将。叶梅和常小竹对视一眼，最终叶梅妥协，打麻将吧，4个人刚刚好。田雨说，我都行。他平日里不是学习就是训练，很少玩这些娱乐活动。常小竹问，哪来的麻将？3个人同时看向林硕。林硕起身从床上跳下去，来到外面挑选一根相对比较干燥的木材，先沿着树干的纹路竖着劈开，做成木板。木板烤干水分，再切成木块。白桦树脱水后的材质比较脆，也很轻便，即便是石斧砍起来也不费力。为了方便雕刻，每块牌的大小林硕都控制在半张扑克牌大小，比麻将要大许多。雕刻时林硕也没那么死板，条就用竖代替，9条就9个竖，柄就画个圈，万用10字来代替。至于其他的字牌，林硕也做了简化，比如东风就是朝右箭头，北风就是向上的箭头。中正常雕刻，白板就不雕刻，发就用符号 X 来替代。切木板和雕刻牌用了他们2天的时间。这2天，外面的暴风雨一直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头顶岩壁的瀑布的水量更大，就连湖水也上涨了1米左右。好在林硕搭建庇护所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种情况，选择的地势比较高，暂时还淹不到。不过也不是全是坏处，这几日不见太阳，溶洞内应该很黑才对。但是水可以将更多的光亮折射进来，整条瀑布如同一道发光的水幕，砸在湖面上后，掀起的水雾进行2次折射，将倒悬的钟乳石映照得闪闪发光，好似星河。再好看的美景看多了也就腻了，4人的心思都在即将到来的麻将上面。终于最后一张牌也刻完了，每个人的手上都在雕刻时或多或少留下了几道伤口，不过谁也没在意，他们饭都不想吃，迫不及待的要玩上一把。林硕还专门做了2个骰子。在桌上码好牌后，常小竹忽然心血来潮的提议，没有赌注玩起来多无聊，咱们是不是应该赌点什么？叶梅太了解这个小骚狐狸了，知道他肯定没安好心，直接拒绝不赌。田宇很配合的问，小竹姐想赌什么？常小竹计谋得逞，嘴角勾起，我提议就赌真心话大冒险，咱们谁点炮，由赢家问一个问题，不管问什么都必须回答，不回答那就脱一件衣服。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这不就是耍流氓吗？叶梅毫不犹豫地拒绝，不玩。常小竹央求道，姐姐你可以选择真心话，也不是一定要脱衣服。常小竹看向田宇，寻找同盟，你觉得呢？田宇无所谓地说，好啊，我没什么秘密，输了我选真心话就好了。常小竹对叶梅使用激将法，姐姐你看田宇都答应了，4个人才好玩。他忽然话锋一转，姐姐难不成你有什么秘密不能对姐妹说的吗？常小竹朝着林硕的方向看了一眼，阴阳怪气地问道，难道和某个人有关？激将法果然有用，叶梅肉眼可见的气急败坏，乱说什么，我能有什么秘密？来啊，谁怕谁？常小竹嘿嘿一笑，来吧，马牌。叶梅码好牌，摇头子，他坐在东边先抓牌。常小竹胜券在握，他今天势必要让叶梅出丑，以报叶梅说他是小骚狐狸之仇。7巡下来，常小竹已经听牌，信心满满。他打了张东风，单张。正常来说不会有人去赌单张，可偏偏叶梅反其道而行之，把牌一推，胡了。常小竹懊恼地抱着头，怎么会有人胡单张啊？叶梅翘起2郎腿，挑衅地扬起下巴，我问你，睡过几个男人？常小竹干脆地回答，没有。叶梅挑起眉头，没有，我不信，你这小骚狐狸怎么能忍得住？常小竹一脸无辜，我爸妈管得严，不让我在外留宿，晚上10点前必须回家。我这次出差去美国，本来以为解放了，可以找2个大肌肉男朋友，结果你也看到了，老天不让。第2轮继续。3巡过后，常小竹打了一张妖姬，叶梅啪一推牌，闭门胡。常小竹愣了半天，啊！叶梅冷笑着，原来是个萌新，跳得这么欢，我还以为你牌打得很好。常小竹的打牌技术确实不错，问题是叶梅也太妖孽了，这是什么牌运？叶梅再次问道，你那天晚上在湖边洗澡，回来得很晚，你和谁在一起？常小竹偷偷看了林硕一眼，犹豫着要不要撒谎。叶梅看出他内心的想法，你提出的规则，你该不会先违反吧？常小竹一咬牙，把裤子脱了，里面只穿了一条内裤。再来。第3轮，常小竹的牌运不错，2项厅牌型也不错。他看了一眼叶梅，心想着一定要复仇。田宇打了一张8筒，常小竹可以胡牌，他略微犹豫，选择不胡。他看出来叶梅这局要做清一色，肯定是不要捅牌的，他赌叶梅会点炮。又1巡过去，常小竹抓到一张9条。刚刚林硕打了一张9条，叶梅没胡，是张安全牌。9条，胡了。叶梅推牌，目光玩味地盯着常小竹，嘲讽道：“小菜鸡。”常小竹要疯了，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叶梅眯着眼睛，红唇背齿，嘴角勾着笑意：“没有啊，我也是刚刚抓到想要的牌，你碰巧点的一发。”常小竹气呼呼说：“你问吧，愿赌服输。”叶梅慵懒地伸了个懒腰，还是刚刚的问题。常小竹深呼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不生气，一个问题不能同时问2次，真心话的规则你不知道吗？叶梅还真不太清楚，她是公司老板，很少玩这种娱乐游戏。想了想，叶梅换了个问题：“那天晚上你是自己一个人在湖边洗澡吗？”常小竹刚要炸，叶梅就提前补充：“这不是一个问题，你是回答还是拖呢？”说话时，目光若有若无地瞄向林硕。林硕如坐针毡，好像制作木凳的时候没打磨干净，上面留了木刺，坐不安稳。常小竹又脱了上衣，我脱行了吧？他身上只剩下2件了。叶梅开始码牌，面带笑意，继续。接下来，叶梅把矛头对准了林硕，他也不想常小竹真的脱光，到时候便宜某个色狼。林硕一连点了叶梅2次，每次叶梅看似换了个问题，实际上还是那个问题。
那天晚上小竹洗澡的时候你在哪？那天晚上你真的是去上厕所吗？林硕没办法回答，只能选择拖。第3轮，叶梅又一次推牌，胡了。林硕举手投降，我说那天我和他身上还剩下最后一件短裤，脱了就真的不着寸缕了。面对叶梅和常小竹倒是没啥，问题是还有个田雨，真脱光了，他以后的老脸往哪个？叶梅却忽然换了个问题，你更喜欢我和小竹哪一个？啊！林硕的冷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了。他刚刚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大不了就承认，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一起洗个澡而已，其他的一概不承认。可叶梅换了个问题，而且更加致命。常小竹也看向林硕，毕竟2个人是真的有过肌肤之亲的，虽说没有做到最后一步，但让林硕当着他的面亲口说更喜欢叶梅，这谁能说出口？如果说喜欢常小竹，他那天和叶梅在山洞外被田雨打断，那叶梅会怎么想？这要怎么回答？林硕急中生智，拉第3方进场，我其实最喜欢田雨，叶梅根本不上当，只能2选1。林硕被叶梅和常小竹2道目光同时注视，忽然觉得面对狼群的时候也不过如此。田雨及时解围，为什么要2选1呢？梅姐和小竹姐我都喜欢，硕哥也一定和我一样吧？林硕赶紧借坡下驴，是，我和小竹一样，你们我都喜欢。叶梅切了一声，麻将牌一推，不玩了，没意思。常小竹和林硕吃到教训，也不敢再起哄。田雨叹气，哎，这个游戏好难玩，梅姐你玩得好厉害，能教教我吗？叶梅答应说，麻将其实很简单，只要会记牌和算牌就能赢9成9的人，只是因为林硕和小竹太菜了才会一直输。林硕唯唯诺诺说是，不敢反驳。谁能想到叶梅打麻将这么厉害，他还以为叶梅眼里只有工作，是个游戏白痴，失算了。常小竹找了个借口跑了，玩了这么久啊，我都饿了，我去煮饭。林硕见缝插针，我去帮忙。叶梅喊住他，回来，我有事找你。林硕停下脚步，心虚地问，领导有什么吩咐？叶梅问的是正经事儿，他才不像某个人一样满脑子男女之事。你能不能教会我们打造家具？你也看到了，房间里空空荡荡的，我想要个衣柜，还想要个包包，最好再能有个收纳箱。叶梅一一细数目前所缺的物件。林硕伸出自己的双手，上面满是伤痕。领导，你们的手都很娇嫩，做些简单的活儿就行了，这种粗活儿让我来吧。叶梅反问道，当初在沙滩上是谁告诉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林硕尴尬地说，那不是您当时太好吃懒做？叶梅眼睛睁大。林硕连忙开口，那不是您当时太过娇弱，我为了锻炼您才会那么说吗？叶梅经过这段时间的改变，已经认识到了学会生存技能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叶梅坚持要学，你教我吧，总不能什么事情都依靠你，我是你领导，什么都不会，有损领导的威严。噗！林硕没忍住。从那天晚上睡觉，叶梅偷偷伸过来的小手的一刻，他的领导威严在林硕的心里就不存在了。叶梅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什么意思？林硕赶紧恢复正色，行，领导一定要学，那我就教你。田雨凑热闹，我也要学。林硕先从制作石斧开始教起，不知不觉1周的时间过去，外面的暴风雨逐渐平静，只剩下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下着。周边的雨林树叶光秃秃的，许多植物都被狂风撕扯断裂，林中满目狼藉。林硕期间出去一趟，去查看鸡圈，他发现鸡圈内全部被淹，不过野鸡都蹲在架子上，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就是成了落汤鸡。没有捡到野鸡蛋，地上倒是有不少蛋壳。野鸡在野外缺少食物的时候，会食用自己的蛋补充营养。林硕给他们丢了一些草茎和不知名的果子，检查篱笆的损害程度，就不管他们了。林硕回到溶洞，摘掉蓑衣，来到灶台边上烤火。炭火中烤着土豆，林硕拔出来2个已经烤熟的，剥开黑漆漆的外皮，露出金黄色的土豆心，沾着辣椒酱，2口一个吃掉。林硕拍拍手上的灰，来到湖边。因为暴雨的缘故，湖水上涨了1米多高的水位，瀑布的水流小了许多，湖面也逐渐变得平静。2天前，林硕尝试着下到湖水中去查看捕鱼笼，可惜的是，捕鱼笼丢了一个。另一个捕鱼笼拉上来的时候，里面有4条大鲶鱼和2条黑鱼，还有1条被吃的只剩下骨头的草鱼。这6条鱼解决了他们的食物危机。幸运的是，白桦树皮没有丢，被水流冲刷到了岸边，卡在石头的缝隙里。林硕跳到湖水中，拎起捕鱼笼看了一眼，里面空荡荡的他已经将捕鱼笼下到了湖面下7、8米的位置，还是没有鱼。看来这场暴雨让湖里的鱼都躲回了地下河中，他们剩下的食物最多还能坚持2天。将捕鱼笼放回水中，林硕回到岸上，朝着木屋走去。还未推开门，林硕就听到女人们的欢声笑语。叶梅3人在打牌。林硕推开门，
我回来了。如今的木屋干净整洁，倍感温馨。屋子的正中间摆放着一张圆桌子，上面铺着一层毛茸茸的狼皮，四边放着木凳，上面铺着同样用狼皮制作而成的软垫。2张床也重新修整，利用原来的木材作为龙骨，床板重新用白桦木铺上，干净平整，美观整洁。缺点是床板太硬，兽皮还是太少了，不能铺满整张床。在房间靠近门一侧的墙壁上挂着3个直径1米宽的背篓，里面放着女人们的物品。林硕除了一套衣服之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没有他的背篓。对面的角落里还立着一个简单的衣柜，衣柜中间穿孔，用打磨光滑的木棍穿过，用来挂衣服。房间里阴冷，林硕还专门在2张床中间的位置立了一根1米高的原木，原木的中间劈开一道缝隙，里面枯叶和干草引燃，火焰引燃木头，慢慢向下燃烧，形成一个简易的烤炉。等原木烧穿就换一根，烧穿的原木中间稍微处理一下，打磨光滑，就是一个天然的木头。无论是放食物还是盛水都是不错的选择。这几日林硕发现房间里有虫，叶梅很不舍地拿出麝香，在每个木制品上面都擦了一些，用来驱赶蚊虫。除此之外还制作了一副扑克牌、飞行棋、斗兽棋。女人们学会了木工之后可谓是脑洞大开，想到什么就制作什么。好在林硕搬回来的白桦木材足够多，不然还真不够他们这样霍霍的。见到林硕回来，3个女人放下手中的扑克牌，都充满渴望地看着他。怎么样，雨停了吗？这10天他们没见过阳光，没离开过溶洞，长时间待在潮湿冰冷的环境，他们感觉自己都要发霉了。林硕坐下喝了一杯热水，估计明天就会停。我们的食物还剩下一些，首要的问题是盐，我们已经2天没吃盐了。从事体力劳动的朋友应该知道，盐是身体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甚至比吃肉还重要。缺少盐，人会变得很虚弱，没有力气。林硕说，田雨，明天和我一起去海边煮盐。田雨答应。翌日，雨已经完全停了，空气中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植物的种子冒头，成熟的植物开花结果。动物们饿了许多天，迫不及待地出来觅食，也有捕食者在暗中觊觎，随时准备扑向猎物。林硕与田雨带上骨毛和石斧，推开厚重的大门，来到山洞外。天上的阳光并不刺眼，落在身上驱散了寒意。感受到久违的温度，田雨伸了个懒腰，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好舒服。林硕心想，应该让叶梅和小竹也出来晒晒太阳的。2人踩着泥泞的地面进入雨林中，雨林的地面铺着不知多少年沉积的落叶和昆虫尸体，脚陷进去会发出松软的咯吱声，积水漫过鞋面，很快2人的鞋子就全都湿透了。往前走没多久，林硕看到一头正在觅食的麋鹿。虽然他们打算去煮海盐，但是送上门的猎物没有放过的道理。林硕抬起手，半蹲着身子，示意田雨停下。2人多次合作，早有默契。田雨及时地俯下身子，避免被发现，同时取出背着的骨毛握在手中。如果这个时候有弓就好了。这个想法在林硕脑海中只持续了1瞬。他没有制作弓箭的技术，也没有合适的材料，不说弓弦，只是弓身的材质目前就难以寻到。制作足够杀伤力的弓，并不是找根木棍弯曲绑上绳子就行了，那样制作的弓箭连只兔子都杀不死。林硕和田雨分开10米左右，2人呈夹角慢慢潜伏过去。在靠近麋鹿10几米的距离时，麋鹿忽然警觉，朝着林硕的方向看了一眼，转身小跑起来。林硕知道被发现了，连忙起身追上去。田雨追，麋鹿跑得并不快，泥泞的地面和复杂的地形限制了他的速度。林硕在追赶过程中摔了个跟头，好在田雨的速度不慢，而且又是田径队的运动员，身体灵巧，遇到障碍直接翻过去，不断地缩短着和麋鹿的距离。人类的速度并不是优势，优势是耐力。追出去约2公里，麋鹿累得气喘吁吁，可能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发出悲惨的嚎叫声。田雨先追上，长矛刺入麋鹿柔软的腹部，拔出放血。林硕强行提了一口气，勉强跟上，2根长矛快速刺出，一根扎在麋鹿的胸口，一根扎在前胸。剧痛使麋鹿爆发出巨大的潜力，速度又快几分。经过一棵倾斜的大树时，扎在前胸上的长矛撞在树干上，直接刺入半截。这一下子穿了麋鹿的内脏，他哀嚎一声，倒在地上，嘴巴里流出粉红色的泡沫。肺扎穿了。田雨追上来，又在麋鹿的胸口补了2下。2人击了个掌，坐在麋鹿的尸体上短暂的休息一会儿，补充水分。田雨问，麋鹿怎么办？我们要带回去吗？林硕摇头，歇会儿，一会儿帮我把麋鹿的血放了，肉挂在树上，我们回来再取。过了半个小时，林硕把麋鹿的颈动脉割开，放血。不是他不想流着鹿血，而是条件不允许，没有容器。鹿血如果留在尸体里，凝固后会影响肉的口感，吃起来会有腥臭的味道。放了血后，
林硕选了一棵比较粗的树枝，两人合力将麋鹿的后腿举过头顶，挂在树枝上。林硕爬到上面，利用杠杆原理拽住麋鹿的后腿，田宇在下方托举，将麋鹿的尸体拖拽上去，用绳子固定这头麋鹿得有100公斤重，搬运起来格外的累。尸体挂好后，林硕几乎脱力，两人又休息了近20分钟，才出发去海边。暴风雨后的海岸线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藻类和海洋垃圾，原本干净的沙滩看起来像是垃圾场。两人收集干柴，选了一处干燥的地方生火。趁着主盐的时间，他们到海边寻找一些能吃能用的东西。林硕沿着海岸线行走，捡了2个饮料瓶，还有一条蜷缩在礁石下的乌贼。有意思的是，他还找到一个漂流瓶，漂流瓶里面装满了手折的星星和千纸鹤，还有一封小巧的信。透明的玻璃瓶上爬满了贝类，林硕将其撬下来，用沙子将残留的痕迹磨平，清洗干净，是一个不错的装饰品。常小竹总吐槽他们的房间的装饰品不够，正好带回去送给他。田宇那边也有收获，他抓到不少螃蟹，还找到一只搁浅的水母。少女是个吃货，只盯着能吃的东西。水母有毒，常小竹不敢处理，喊林硕来帮忙。林硕没有去触碰水母的触须，而是将上方透明的脑壳割开，等离开时用龟壳装着带回去。水母就是海蜇，凉拌野菜，只需撒点盐上去就很好吃。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零食包装等没用的东西。接下来的时间，林硕继续煮海盐，田宇去摘椰子。椰子掏空就是不错的容器。不过两人这次有备而来，每个人背了一个背篓，里面放着长矛和石斧，还有一个木盒子用来装盐。除此之外，还分别在腰上缠了一个小挎包，里面放着食物和水。捡来的东西放在背篓里，盐装满了2个木盒子后，林硕把在龟壳里装满水母，准备回去。在回去之前，要绕路去找麋鹿的尸体。200斤的麋鹿一次肯定搬不完，这次先带回去一些，然后喊叶梅和常小竹来，4个人分2次，应该就能全搬回去。进入林中后，两人沿着来时的路返回。马上就要到藏麋鹿尸体的地方时，林硕听到了说话声。林硕按住田宇的肩膀，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给田宇使了个眼色。两人拿出长矛，蹲伏在树丛中，悄悄摸摸地走过去。挂着麋鹿尸体的树的下方站着2个人，这2个人林硕半个月前还见过，草帽男和小胖子。草帽男依旧戴着草帽，原本就瘦弱的他，此刻看起来面黄肌瘦，浑身和马杆一样。小胖子肚子上的肉也肉眼可见的少了一圈，他正抬头看着麋鹿尸体。姐夫，这会不会是豹子挂上去的？豹子别就在附近吧。草帽男看着麋鹿双眼放光，他已经饿了半个月了，每天只能吃草根啃树皮。可恶的美国佬，下暴雨10天没办法出去找食物，一点救济粮也不发。他舔了舔嘴唇，急迫地说，管他是豹子还是老虎，咱们赶紧把肉弄下来。小胖子憨厚地笑了笑，这些肉带回去后，美国佬一定能赏我们一大块肉。草帽男恨铁不成钢的在小胖子的后脑勺上拍了下，你脑子饿昏了，这么多的肉够我们吃上1个月，干嘛要给那个白人？小胖子恍然大悟，对，我们藏起来自己吃。草帽男小声嘟囔了2句，林硕没太听清，大致意思是他有了食物，谁就能从美国佬身边回来了。两人又商量了一会儿，小胖子蹲在地上，草帽男踩着他的肩膀爬到树上。林硕见周围没有其他人，在草帽男上树后走出来，拍拍小胖子的肩膀，哎，这些肉是我们的，你们想吃，经过我们允许了吗？小胖子见到林硕时一愣，姐夫，有人。小胖子看起来憨头憨脑，说话的时候动作麻利的从后腰拔出一把水果刀，没有任何前摇，对着林硕就刺了过去。忽然的袭击让林硕猝不及防，谁见面就拔刀的？林硕后撤一步，没有躲开，好在田宇及时反应过来，长矛砸在小胖子的手上，小胖子吃痛，水果刀掉在地上，他再次憨厚的挠挠后脑勺，可惜了，没捅死。林硕反手拿出石斧，对着小胖子的脑袋砸了下去，砸了一下，小胖子没反应，又砸了一下，小胖子才捂着脑袋蹲下去，别打了，我知道错了。林硕把刀捡起来，抬头看着草帽男。从小胖子的行为来看，两人肯定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杀人越货的事情了，憨头憨脑的模样很容易骗过其他人。刚刚要不是田宇救援及时，林硕免不了要挨上一刀。草帽男见小胖子失手，赶紧举起手示弱，哎，我这就下来，你们别动手。草帽男从树上跳下来，林硕第一时间按住他，从他的衣服里找到一把铁质的餐刀。草帽男蹲在地上解释说，你们也知道这林子里多危险，我们兄弟俩也是没办法，拿着刀防身。我小舅子出生的时候让他妈给夹了一下，说是因为缺氧导致脑子有问题，所以脑子缺根弦，你们别和他一般见识。草帽男说话的时候眼珠子叽里咕噜的转，不时的看向田宇。林硕看他这样就知道他一肚子坏水，说着抱歉，心里指不定怎么想呢。
林硕不动声色地护在田宇身前，餐刀架在草帽男的脖子上了。田宇给他俩绑上。草帽男求饶道：“别啊，兄弟，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捆住我们，我们肯定活不成。要不然这样，你们跟我们回营地，我当你们的举荐人。我们在南边的林子里有个幸存者营地，那里有食物，有淡水，大家在一起活命的几率更大。”草帽男说他的，田宇绑他的，互不干扰。绑好后，草帽男无奈的叹气：“兄弟，不至于如此吧？我们又不知道这只麋鹿是你打的。不瞒你说，我们兄弟俩饿肚子很久了，要不然我和你们换，你们想要什么，我回营地取来。”这句话打动了林硕。到目前为止，他们使用的还是石器，很不方便。上次金在熙就说，他们从海里打捞上来不少飞机上的应急物资，如今从草帽男身上搜出来的餐刀也证明了这点。林硕问：“你们都有什么？”草帽男见有戏，吹起牛逼来：“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搞到。”林硕上去就是一脚：“别吹牛逼，好好说话，我要枪，你也能给我搞来吗？”挨了一脚的草帽男从地上爬起来，谄媚地说：“哥，枪肯定是没有，但是刀、铁器、帐篷、食物，我们应有尽有。”他肯定是有吹嘘的成分。林硕不客气地打断：“你们要有食物，你也不至于饿成这副鬼样子。我要锅、斧头、点火工具，以及任何金属工具，什么都行。”林硕从腰包里拿出一块肉干，丢在草帽男面前，作为回报，1斤铁换2斤肉，没问题吧？草帽男见到肉，迫不及待地趴在地上，不顾上面的泥土吃到嘴里，狼吞虎咽的，没有嚼碎就咽了下去。哥，没问题，能再给一块肉吗？我这兄弟3天没吃东西了，我怕我们走不回去。林硕又丢给小胖子一块肉干，并且帮他们解开了绳子。明天你带着我要的东西过来，交易地点就在雨林外的沙滩上。解开绳子后，林硕没有掉以轻心。草帽男的威胁不大，他重点盯着小胖子。小胖子2口就把肉干吃光了，还舔了舔手指，指着林硕的背篓说：“姐夫，我看到了，他们有盐。”草帽男眼睛一亮：“你们有盐？”他们的营地已经断盐很久了，最初的时候还有人会煮盐，后来美国佬的手下一个韩国人看上了人家的老婆，硬生生把他们一家子都逼走了，导致他们吃光了存货后，就只能从肉类中获取盐分。可营地中的人太多，只有高层的人才能吃到肉，大部分普通人因为缺少盐分，已经被迫去晒海盐了。可海水中提取的盐杂质太多，吃起来是苦的，而且长期吃还会出现恶心、腹泻等中毒的情况。已经有2个人因为吃海盐导致脱水而死。草帽男才不在乎这些普通人的死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阶层，他的目标群体是那些掌握着权力的美国人。如果能把这单生意谈成，他就有机会得到赏识，进入核心权力的圈子里。林硕的眉头皱了起来：“盐我不换。”草帽男瞄了一眼田宇，拉着林硕到一旁：“哥，介意不说话。”林硕担心小胖子趁机对田宇发难，就在这说。草帽男犹豫2秒说：“哥，这么小的姑娘在你身边，一定解决不了你的需求吧？”林硕，不过他没第一时间回答，想听听这家伙卖什么关子。草帽男见林硕沉默，顿时有了信心，拍着胸口说道：“哥，我们营地里有很多女人，她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每天的劳动换来的食物甚至填不饱肚子，你给她们一顿饭，她们就愿意和你滚床单。你如果愿意跟着我们回去，凭借你煮盐和打猎的技术，一定能得到上层的赏识。在我们营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本事越大，你权力就越大。”草帽男拍拍林硕的胸口，一副兄弟我为你好的模样，顺势搂住林硕的肩膀，开始称兄道弟：“兄弟，你想想看，到那个时候，姑娘不是随便你选吗？就算你看上别人的老婆，老弟我也有办法帮你搞到手。”草帽男越说越起劲，没有察觉到林硕的脸色已经黑如锅底。“你身边这小姑娘身材是挺好，就是胸小了点，皮肤黑了点，干起来肯定不爽。我们营地里还有女明星。”啪！草帽男的话没说完，田宇上前抽了他一巴掌。田宇气的眼睛都红了，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因为被金在熙看上，逼得他们不得不离开营地，结果半路上遇到狼群，他父母至今生死不明。田宇落下眼泪，从林硕手里夺下餐刀，朝着草帽男刺了过去：“混蛋，我杀了你！”草帽男不停闪躲，朝着小胖子求救：“傻逼，你他妈愣着干嘛？还不过来把这个小娘们拉开！”小胖子想过去帮忙，林硕握着水果刀拦在他的面前：“你敢过去试试？”小胖子刚刚被林硕砸了2下头，此时还是有些怂的。他捂着脑袋上的伤口：“姐夫，他有刀，不让我过去。”草帽男骂了2嘴，忽然疼得大叫一声：“操！你他妈的真想杀我啊！”田宇挥刀划破了草帽男的胳膊，又一刀刺到了他的腿上。草帽男想还手，抬头刚好对上林硕的眼神，怂了。他求饶道：“姑奶奶，我错了，我不该乱说话，你饶了我吧。”
田宇也不是真想杀了他，实在是草帽男刚刚那番话太可恨，刺激到了田宇，让他想到了那一夜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见了血，田宇冷静许多，不过也没感觉到多抱歉。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刚刚先对他们出的手，还他们一刀，也算是罪有应得。林硕见田宇气出去了，对二人说道：“你们回去吧，别忘了明天的交易。”草帽男腿上的伤口很深，双手捂着，仍然有血迹渗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怨恨地看了田宇一眼。林硕提醒他，别再打我们的主意，如果你老实一点，我们可以长久合作。你也见到了，我们不缺少食物，更不怕你们来抢。形势所迫，草帽男不敢再表露出敌意。我明白，明白。目送两人消失在林子里，田宇才不解地问：“硕哥，为什么放他们走？他们一定会带人来捉我们的。”林硕点头说是。田宇说的他都明白，但田宇更不明白了，那为什么？林硕问：“你要杀了他们吗？”田宇认真想了想，可以把他们捆起来，让他们自生自灭。林硕问：“如果他们死了还好，如果没死，我们岂不是每天都要提心吊胆？”说到底，还是道德感束缚着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杀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林硕不想走到那一步。田宇担心地问：“如果他们带着人来捉我们怎么办？”林硕耐心地解释：“我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选择在沙滩上交易。沙滩空旷，我们可以提前埋伏，观察他们是否带了人，主动权在我们的手上。”田宇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问：“如果他们是真心交易呢？”林硕笑了：“那不正好？我们缺少现代用具，他们缺少食物，双赢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话是这么说，林硕心中有预感，交易不会太顺利。这两个人肯定有自己的小心思，而且他们看到了自己背篓中的烟，抢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不过林硕不怕，有些人就像狗，身后有主人拉着链子，就敢对着比自己强大的生物狂吠。这种情况，只要将他打疼了，打怕了，以后见到你自然会夹着尾巴做人。林硕开始分割麋鹿的尸体，锋利的餐刀沿着骨头的缝隙切割，很快就将麋鹿的后腿卸了下来。如今有了刀，切肉的速度大大加快，原本林硕用石斧切下一条后腿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现在只用了10分钟。林硕切下2条后腿，共有80多斤重。他将背篓交给田宇背着，腿肉他来背。为了避免尸体腐烂，林硕将麋鹿的内脏全部挖出，用绳子挂在树上，等下次来拿。回到溶洞已经是2个小时后，林硕将腿肉放在墩子上，招呼叶梅和常小竹一起去搬肉。经过4个人的同心协力，终于在天黑之间将一整头麋鹿都搬了回来。4个人身上都是血污。3个女人先去洗澡，林硕去喂野鸡。今天又捡到3枚鸡蛋。洪水退去后，鸡圈里一片泥泞，林硕在附近拔了很多草铺在鸡圈里面，又找了些浆果丢进去。收拾鸡圈的过程中，他发现其中一只野鸡病恹恹的，似乎是生病了。过去捉它，也不知道跑。林硕担心它传染给其他野鸡，于是把它拎回溶洞，趁着它还没死，杀了放血吃肉。溶洞中心的湖并不是一个规则的圆形，靠近西侧的位置有一块突出的岩石，将那里围成了一个较小的水坑，水温也不如湖面那边冰冷。平日里他们就在水坑里洗澡。林硕到湖的另一侧杀鸡生病的鸡，血和内脏都是不能吃的，就连肉也要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烹煮才行。血放干净，叶梅3人洗完澡了，过来接替林硕。叶梅把野鸡和餐刀接过去：“你去洗吧，我来炖鸡肉。”洗完澡，鸡肉已经炖上，他们的食物已经吃光，鹿肉还没来得及处理，素食仅剩下10几枚土豆和3枚刚刚得到的野鸡蛋。于是今天的晚餐就确定了，土豆炖鸡肉。等待的过程中，林硕开始处理鹿肉。4条腿，林硕不打算切割，而是直接烟熏储存。前胸肉抹上盐，挂在通风口处风干。鹿头今晚可以直接烤了。里脊肉最好吃，林硕打算熬制好鹿油后浸泡在油中保存。内脏脂肪含量最高，无法长久保存，林硕打算放在水里煮熟，留一部分吃，维持身体的营养需求，剩下的留到明天交易。没有调味料的情况，内脏的口感很差，还有膻腥味。常小竹只是尝了一口就不愿意吃了。叶梅勉强吃了2口，眉头始终皱着，最终还是放下筷子。田宇倒是没表现出明显的厌恶，他是个小吃货，只要能蘸辣椒酱吃就行。林硕严重怀疑他只是喜欢吃辣椒酱，至于是什么蘸辣椒酱，根本无所谓。对田宇来说，鹿的内脏吃起来只是味道重了些，口感和猪牛的内脏没什么区别。内脏的营养丰富，就当补充身体所需了。这点田宇的想法和林硕不谋而合。吃过饭，林硕没有和他们打牌，处理完鹿肉就去睡了。明天的交易不能掉以轻心，他决定早些休息，养精蓄锐。第2天清晨，林硕和田宇收拾东西前往交易地点。2个当事人都没害怕，
叶梅和常小竹反倒都很紧张。林硕安慰他们，不用怕，我们只是去看看，情况不对我们就跑，不会有事。叶梅用玩笑掩饰担忧，谁担心你了，我是怕田雨受伤。田雨认真想了想，没关系梅姐，我跑得很快的，硕哥都跑不过我，你应该担心他才对。田雨认真的回答，配合他那张天然呆萌的脸，让叶梅忍俊不禁，紧张的情绪都消散了不少。他捏了捏田雨的脸蛋，不再唠叨，去吧，注意安全。临行前，林硕想到在海边捡来的瓶子，他返回去从背篓中找出来，送给常小竹在海边找到的漂流瓶，送你了。常小竹接过，哇了一声，用力抱紧林硕，谢谢。叶梅在一旁有些吃味儿，常小竹都有礼物，他没有。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只喜欢漂亮妹妹。林硕见到叶梅的表情就知道她心里在想着什么，笑着说，其实你的礼物小竹早就帮你准备好了。常小竹瞪了林硕一眼，要你多嘴。他看向叶梅说，你等等，我去给你取来。常小竹回到木屋，取来一个白桦树皮制作的包包，不如市面上的奢华，但是有一种简单的美，流畅的线条和精致的纹路，已经可以用艺术品来形容了。缝制包包用的线也是常小竹用桦树皮切成丝，一根一根编织出来的，就连包包的背带都是用色泽最好的树皮编织而成的。包包上面还精心雕刻了图案，虽说图案有点瑕疵，但是瑕疵才是纯手工艺术品最好的点缀。即便拿到奢侈品店铺，单论手工费和材质，也秒杀大部分的所谓的高档包包。常小竹扭捏着说，姐姐，送你的，谢谢这些日子你对我的照顾。说完后，常小竹的脸红到了耳朵根，侧着头不敢和叶梅对视。叶梅也感动的眼睛微红，紧紧地抱住常小竹，谢谢妹妹。两姐妹感动时，林硕已经带着田雨出发了。林硕的背篓里放了大约20斤肉，岛上没有称，只能凭感觉。进入雨林，林硕没有沿着昨天的路线走，他担心有人埋伏。他们先是向北走，穿过雨林来到沙滩，沿着树林和沙滩的交界线向南，借助植物的隐藏来到交易地点的沙滩。林硕把肉藏了起来，对田雨叮嘱，一会儿我去交易，如果情况不对，你带着肉逃跑，回去躲起来。田雨不安地抓住林硕的手，我要去救你。林硕心中感动，开玩笑说，他们抓住我也不会对我怎么样，他们需要我打猎和煮盐的技术，只要我配合，还能吃香的喝辣的，每晚都有美女相伴，夜夜笙歌。田雨看着林硕，眼神里写满了不信，条件这么好，那你怎么不去？林硕轻咳一声，当然是因为舍不得你们啊。时间临近中午，草帽男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沙滩上，小胖子跟在他身后拖着一个行李箱。林硕观察了一会儿，没有见到其他人，于是从林中绕了出去。草帽男看着林硕空空如也的手，问道，肉呢？林硕直白地说，怕你们耍诈，藏起来了，先验货。没问题，我告诉你们藏肉的地点。小胖子打开行李箱，里面叮叮当当的掉落出一堆工具，有扳手、剪刀、短刀、锤子、锯子、短柄、手斧等等。草帽男说，这个行李箱是我们从托运舱里拽出来的，我们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没想到是一堆破烂。在林硕的眼中，这些东西可不是破烂，而是比黄金还要值钱的东西。林硕扫了一眼，面无表情，没有表现出喜不喜欢，这是谈判最基本的技巧。他好奇地问，什么才算得上是好东西？草帽男嘿嘿笑了笑说，好东西肯定是能吃的，能喝的，还有上头药的。吃喝的都属于应急物资，早就被人捞走了，我们只能去捞托运舱的行李箱，和开盲盒一样，能开出什么东西，只能碰运气。草帽男得意地说，我当时带回来一个箱子里都是女人的那种衣服，增加情趣的，穿也不能穿，属于是废品，可上面要啊，美国佬用10天的食物量和我换走了一箱子衣服。林硕只能感慨，有钱人真会玩，用食物换情趣衣服，脑子有问题才会这么做。见林硕一脸不屑，草帽男开始吹嘘自己的本事，飞机沉在远海里，我们去一趟很不容易，不仅游泳技术要好，还得有足够的体力能把东西拖回来。有些人去了，体力跟不上，游不过回头浪，被海水卷走，就回不来了。林硕在行李箱中挑挑拣拣，配合着点头，这还是个送命的活儿。草帽男深以为然，是啊，你知道我拎着这一箱子废铁回来有多失望了吧？美国佬当时只用2包面包打发我，我哪能受得了这鸟气，就自己留着了。说到这里，草帽男露出嫉妒的表情，当时和我一起上岸的那个，他的行李箱里都是烟酒，我真想把他给抢了，结果我发现他是个傻逼，上头和他要，他不给，非要自己留着，你猜怎么着？林硕选好了想要的东西，起身问，怎么了？草帽男吐了口唾沫，不甘心地说，那个傻逼做的起价，1包烟要5天食物，1瓶酒要1个月的食物，结果美国佬把他打一顿，手脚捆上丢海里了。捆上手脚，那肯定是活不成了。欧美那边对待人命和国人对待人命是2个态度，对他们来说，
突破那道心理防线很轻松，可是对国人来说，如同天堑。林硕认同，确实挺傻逼的。他话锋一转，开始套话。不过我很好奇，听你说完这些，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应该会过得很好，为什么你们现在肚子都填不饱？提到此处，草帽男忍不住破口大骂，还不是那些白人挥霍无度，吃一半丢一半，食物快吃光了，他们愿意给的就少了，再加上飞机上容易打捞的东西都拿回来了，剩下那些都压在残骸下面，想得到就得玩命。前几天的暴风雨，我们没办法出海，美国佬自己吃肉，让我们吃草根，啃树皮。林硕从草帽男的话语中判断，他在营地中混的是相对较好的群体。那普通人呢？没能力出海的老弱病残，还有那些体力不够的女人，他们要怎么生存？这些人的生活，恐怕用水深火热来形容都不为过。了解的差不多了，林硕主动终止话题，行李箱给我吧，我带你们去取肉。可这时草帽男却拒绝，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知道你是不是诓我们兄弟两个？林硕双手举起，十指交叉，假装伸了个懒腰。走吧，我带你们去取肉。这是他和田宇提前约定好的，提前撤离的手势。林硕走在前边，小胖子拖着的行李箱在沙滩上留下一道很深的痕迹。林硕见到，心生警惕，他临时改变方向，带着草帽男等人钻到雨林里，利用复杂的环境来掩盖痕迹，在雨林中兜了一个大圈子，才来到藏肉的地方。林硕掀开背篓上方用来遮挡的树叶，里面是新鲜的鹿肉和内脏。这次来我只带了20多斤的肉，可以先交换一部分。草帽男看到鹿肉两眼放光，快要管不住自己的唾液了。他用袖口擦了一下嘴角，迫不及待地去拿肉。行，要什么你自己选吧。林硕打开行李箱，里面的工具码放得整整齐齐，肯定是有强迫症。他估计行李箱的主人应该是工程师一类的职业。林硕挑挑拣拣，选了一把菜刀、一柄短手斧、一盒钉子、2把手锯、一把剪刀、一根撬棍、一块磨刀石。短手斧和撬棍最重，加起来至少8斤。他其实更想要一把砍刀或者镰刀，但是这2种刀具都是不允许飞机托运的，只能退而求其次。林硕把背篓中的肉取出来，换来的工具放在里面。草帽男把肉倒出来，发现全是鲜肉，没有肉干，有些失望地问：肉干还有吗？林硕摇头，有，但是没带着，你们需要可以留着下次交换，那是另外的价钱。草帽男迫不及待地说：10斤铁换3斤肉干，你住在哪？我们跟着你去取。10斤铁能换20斤肉，脱水风干后应至少剩下7、8斤的肉干，这个买卖稳赚不赔。但是另一个要求，林硕不能答应。下次吧，明天我带肉干来。草帽男表现得很急切，我们在这里等你，你尽快取回来。草帽男的迫切让林硕很疑惑，他的余光注意到小胖子拿到肉后，竟然直接割了一片丢到嘴里。吃生鹿肉又膻又腥，小胖子仿佛戴上了痛苦面具，但还是很努力地把肉咽了下去。林硕很快想明白其中的关键，你们没有火。草帽男苦笑着，我们翻遍所有行李都没有找到打火机、打火石、火柴，能找到才怪。这些东西全都是禁止托运的。林硕疑问，你们幸存者近100人，就没有1个人会野外取火？草帽男没好气地骂道，那群白皮猪把会生火的人都控制起来了，帮我们生一次火，要拿走我们1半的食物。林硕不知道要怎么吐槽，能想出这个方法的人也是商业天才。幸存者如果可以团结一致，依靠着他们从飞机上打捞出来的物资能生存得很好，每个人都不会饿肚子。但偏偏有一小部分人想过得更好，于是想办法去掌控更多的资源，再利用这些资源去剥削剩下的老实人，导致上层人和底层人就是身处2个世界。更加讽刺的是，明明知道被剥削，也只能忍受。林硕想象不到没有火，人类要怎么生存。菜可以生吃，问题是肉也生吃，不怕寄生虫吗？林硕嗅到商机，我不只是要铁器，所有现代化的物品我都要，比如衣服和鞋子、肥皂、洗面奶、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草帽男眼睛一亮，衣服和鞋子我们有很多，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你们要吗？林硕还没到要穿死人衣服的地步，我要全新的。草帽男有些为难，这些东西美国佬也要。林硕问，他们给多少？草帽男没说实话，他打捞出来的那些情趣衣服确实很贵，但那是因为衣服特殊，恰好买的人有特殊癖好，小头控制大头了才会给出高价。普通衣服10件也才顶得上1斤肉，而且美国佬为了控制他们，不允许私下交易，抓到了不仅会被毒打一顿，还会抢走他们的全部物资。草帽男说谎，5件换1斤肉。林硕猜到他说谎，不过对他来说，肉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衣服却是急需的物品。于是他说5件衣服1斤肉，再额外送你1个鸡蛋，给你老婆补补身子。林硕本来是随口一说，草帽男的脸色却变了又变，欲言又止。但最终
他还是什么都没说。行，明天我会带你需要的东西来，还是在这里交易对吗？林硕没兴趣追问，可以，下次我会带肉干来。这时田雨从树上落下，小跑过来，小声喊道：硕哥。林硕一愣，你怎么还没回去？田雨急切地说：硕哥，我们先走，路上和你说。林硕相信田雨不会无的放矢，肯定是发现了什么才会做出这个决定。他没有耽误时间，背上背篓走。路上田雨忽然问：你还记得逼走我们一家的韩国人吗？记得，我看到你们刚进林子，那个韩国人就带人追上来了。听闻田雨的话后，林硕不禁感到一阵后怕，还好他谨慎，选择在林中交易，不然在沙滩上撞见还真不一定跑得掉。另一边，草帽男和小胖子还沉浸在获得食物的喜悦中。走出雨林时，刚好撞见带人赶来的金在熙。他愣了2秒，惊恐地问：在熙哥，你怎么在这儿？金在熙今天穿了一身西装，扬手抽了草帽男一巴掌：西巴，人呢？小胖子见姐夫挨打，想要上前帮忙。史蒂夫上前2拳把小胖子打翻在地上。看着史蒂夫魁梧的身材，草帽男不敢反抗，捂着脸问：什么人？和你交易的人，他去哪了？金在熙自从上次被林硕打了一顿后，一直怀恨在心，想要报复回去。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被这个废物放跑了，他怎么能不恨？想到这里，金在熙狠狠地踹在草帽男的胯下。草帽男捂着双腿疼得跪在地上，我不知道他去哪了。金在熙对着草帽男的脑袋猛踹：西巴，废物，你去死吧！草帽男抱着头求饶：别打了，别打了，明天他还会来，我帮你引他出来。金在熙扯了扯西装的领带，嘴里不干净地骂道：西巴，你这种人连老婆都保护不了，还能做成什么事？废物就是废物，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放跑他，我把你丢到海里去喂鱼。金在熙瞥了一眼鹿肉，忍不住舔了舔嘴唇，谄媚地问：史蒂夫，今晚我们来吃烤鹿肉吧？史蒂夫点头：你安排吧。金在熙又恢复了趾高气扬的模样，把他的鹿肉抬走，这是对他私下交易的惩罚。草帽男的蜷缩在地上，指甲已经扣到了手心的肉中，一口牙齿几乎咬碎。回去的路上，田雨始终一言不发。林硕能感受到他沉默中隐藏的恨意，仇人就在眼前，却没有机会报仇，这份痛苦可想而知。林硕的手搭在他的肩上，冷静一些，不要急，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田雨平静的语气下，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好，我相信你。回到家中，林硕把工具取出来整理，也正式宣告他们脱离了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这代表着他们以后制造家具、修建房屋会更加的方便快捷。晚饭期间，林硕同叶梅和常小竹讲述了今日发生的事情。听说金在熙带人来围堵他，都担心不已。叶梅不安地说：林硕，要不然明天别去了，太危险。常小竹也附和道：是啊，我们现在换到工具了，那些生活用品又不是必需品，不值得冒险。林硕看了田雨一眼，田雨也在看他，眼神中有着渴求。林硕读懂了，他想去，他想报仇，但是他的性格不会麻烦大家。林硕猜测，就算他不去，田雨也会自己偷偷去。思来想去，林硕决定还是要去看看。林硕下意识地把手放在田雨的头上，揉乱他的头发。可以去，但是提前说好，我们是去试探，没有机会我们就停手。你得答应我，一切都得听我的，我让你走你就走，明白了吗？听到林硕答应要去，田雨露出笑脸：好，我听你的。叶梅和常小竹听闻，不再继续劝。林硕决定后，无论对错，他们都会支持，共同进退。吃过饭，林硕来到湖边准备洗澡，叶梅跟了过来。他靠着岩石，抬头看着垂落的瀑布：我不明白，你平时挺理智的，今天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感情用事？林硕衣服脱了一半停下：我答应过他。叶梅的情绪有些崩溃，这不是答不答应的问题，去了又能怎么样？金在熙身边的人那么多，有机会接近他吗？林硕摇头：或许吧，他自己也不确定。叶梅又问：然后呢？有机会又怎样？你要杀了他吗？林硕沉默不语，他还没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叶梅叹了口气：林硕，我和小竹都明白的事情，你不明白吗？田雨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岛上没有法律，没有人去审判他，除非你杀了他替田雨报仇，不然这个事情就无解。林硕认真思考很久，足足有半个小时，叶梅就陪着他站了半个小时。终于林硕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实在不行就杀了他。你也说了，岛上没有法律，别人都欺负到我们的头上了，我们还要退让，凭什么？说完这句话，林硕终于想清楚了，如果真的到了非杀他不可的地步，我就杀了他。对上林硕坚定的目光，叶梅吓了一跳：林硕，你……林硕看着叶梅的眼睛，走过去把她抱在怀里：领导，如果我最初就丢下你自己走，你过得怎么样我都无所谓，
如今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久，相互之间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我们的安全。林硕的话直击叶梅柔软的心，算了，随便你了，我能做的就是支持你。如果你真的走到那一步，我们绝对不会让你自己承担的，我们共同进退。两人拥抱许久，才慢慢分开。叶梅推了林硕一下，你去洗澡吧，我先回去休息了。林硕抓住叶梅的手臂，领导，你身上都是汗，再洗洗吧。叶梅有点慌乱，不了，我洗过了。林硕坚持拉着她下水，衣服湿了，叶梅挣扎的幅度小了很多，任由林硕帮她脱了衣服。她捂着胸，背对着林硕，我们这样，如果被看到了怎么办？林硕从背后抱住她，没事儿，看到就看到。叶梅轻哼一声，你轻点捏。林硕咬住叶梅的耳垂，领导，你以前有想过被自己公司的职员？叶梅的脸上浮上一抹红霞，闭嘴，再说我走了。林硕按住叶梅的肩膀，让她面对着自己。叶梅低头不敢对视。滴答，倒悬的钟乳石上凝结了一颗水滴，落在湖面。2个小时后，林硕穿戴整齐上岸。叶梅浑身无力，靠着林硕的帮助才勉强穿好衣服。才走出2步，叶梅就疼得眉头直皱，责怪地说，你就不能轻点？林硕嘿嘿一笑，将叶梅拦腰抱起，那不是忍不住。叶梅吓得惊呼，别，我怕被看到，要脸。林硕呼出的气息打在叶梅的脸上，带有浓烈的雄性气息。怕什么？这个时间估计他们都睡了。叶梅侧过头看向远处，你也不看看你折腾了多久。推开木屋的门，林硕发现田雨和常小竹已经睡了。他将叶梅放在床上，回到自己的床躺下，刚一翻身，就见常小竹睁开眼睛，直直地盯着自己。林硕吓得险些从床上弹起来，小竹，你还没睡啊？常小竹冷淡地说，睡了。说完转过身抱住田雨，谁也不理。第2天一早，林硕蹲在湖边洗漱，他们刷牙是用一种会产生白色泡沫的草，有类似于肥皂的效果。常小竹蹲在旁边，目光审视，昨晚你和姐姐干嘛去了？林硕面不改色的撒谎道，我能干嘛？你们不是不同意我去冒险吗？所以他来劝我。常小竹满脸不信，真的？林硕主动凑过去，不然你闻闻，你鼻子不是挺好使的吗？常小竹推开他的脸，你嘴里的泡沫都喷我脸上了，谁要闻你？见事情搪塞过去，林硕心中松了口气，说起正事儿，我今天还是要去的。常小竹平静地说，我猜到了，注意安全。忽然他鼓起勇气吻住林硕满是泡沫的嘴，又一次在他的嘴唇上狠狠咬了一口，随后抹干净嘴上的泡沫，留下一句，王八蛋。林硕舔了舔下唇，破了，咸腥味在口腔中弥漫开。他忽然上前将常小竹搂在怀中，用力地咬住他的嘴唇。常小竹嘤咛一声，身子瘫软，双手环绕住林硕的脖子，全靠林硕的支撑才不至于瘫倒在地上。吻了快3分钟，常小竹喘不过气了，用力拍打林硕的胸膛。常小竹大口呼吸，饱满的胸口剧烈起伏着。混蛋，你想憋死我啊？林硕放过他，擦了下嘴唇上的血，我不仅想憋死你，还想……常小竹挺起胸，有些期待地问，还想干什么？你……林硕上前一步，打算用行动给这个小妮子一点教训，免得总是不知天高地厚。常小竹笑嘻嘻的后退，对林硕做了个鬼脸，略，你想干我，我还不让呢。粗俗的话让林硕一瞬间热血上冲，但常小竹撩完了就跑，留下一句话，你要实在忍不住，找你领导去。林硕的火一下就灭了。难道常小竹已经知道了？吃过早饭，林硕和田雨来到交易地点，两人这次是轻装上阵，只带了武器。林硕带了一柄短手斧和一把长矛，田雨带的是长矛和餐刀。下过雨后，空气中的湿度很大，气温回升，雨林中和闷罐子一样。林硕和田雨爬到一棵树上，耐心地等待草帽男出现。临近中午时分，草帽男和小胖子如约出现在沙滩上。远远地看过去，草帽男的腿更瘸了，小胖子的脸上似乎也有伤。草帽男朝着四周张望了一会儿，和小胖子说了什么，朝着雨林方向走来。他进入林子后，小声喊着，我知道你在，出来吧。林硕此时就在距离草帽山约10几米外的一棵树上看着他。田雨小声说，他似乎是有话想对我们说。林硕摇头说，别出去，我担心有诈。林硕摘了个不知名的野果子，朝着草帽男丢了过去，果子正好砸在他的头上。草帽男朝着四周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见到，但已经意识到林硕在附近了，他停下来说道，你出来，我想和你合作。林硕耐心听着，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果子扔一个就行了，再扔容易暴露位置。草帽男等了一会儿，见林子里没动静，自言自语道，我知道你和金在熙有仇，我也和他有仇，你帮我除掉他，我这次带来的所有东西都给你。
草帽男脱下衣服，身上全是淤青。你看，这些伤都是他打的，他还捉了我老婆，我恨不得让他死。田宇看了林硕一眼，他说的好像是真的。林硕也不确定，再等等。草帽男哭诉道：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坏，我也是没办法，我老婆在他们的手里，我只能听他们的话。田宇同情地说：他挺可怜的，他说的应该是真话。林硕瞥了他一眼，泼冷水道：可怜不是他去害其他人的理由，他是受害者，但也是加害者，不要被他误导了。被强者欺负就去向弱者挥起屠刀，值得可怜吗？林硕举了个例子，老人被车撞了，凶手肇事逃逸，好心人去扶他，结果被反咬一口的案例还少吗？田宇经林硕提醒，意识到自己被影响了。我明白了。林硕看着草帽男要哭出来的模样，嗤笑一声，他是很可怜，但我不同情他，当然也不会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他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你父母当初选择离开营地，他为什么不可以？别被他演出来的假象骗了。田宇点头，我明白了。草帽男说的口干舌燥，林硕只是蹲在树上看戏，情绪上没有一丝的波动。这时林硕听到四面八方都有脚步声靠近，他让田宇噤声。没过多久，一个人从脚底下经过，越来越多的人从其他方向聚集过来。如果刚刚两人轻信了草帽男的话，此时已经无路可逃了。金在熙走在前面问：人呢？草帽男弓着身说：肯定在附近。金在熙手一挥，都散开，必须把他找出来。田宇有些慌乱：硕哥怎么办？林硕安抚他：别担心，我们在暗，他们在明，耐心等机会。人都有一个习惯，因为不会飞，所以觉得人就应该在地面上。他们躲在树上，有树叶遮蔽，除非正好从树下抬头向上看，否则很难被发现。金在熙的手下散开得越来越远。此时金在熙身边空无一人，闷热的雨林中，他依旧穿着那套西装，热得不停地扯着领带，嘴里稀巴稀巴地骂着。林硕确定附近没有其他人后，小心地从树上爬下来，借助林间植被的遮挡，朝着金在熙摸了过去。金在熙没有丝毫防备。林硕深吸一口气，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金在熙嘴里说着韩语：中国人真该死啊，都是一群废物，找个人都找不到，还要我亲自过来，回去后一定要惩罚他们。林硕已经摸到了他的身后，忽然抱起，勒住他的脖子，对着他的脑袋狠狠地砸了2拳。金在熙疼得大叫一声：西巴，呜呜！林硕及时捂住他的嘴，又是2拳砸下去。闭嘴，老实点。金在熙的身子发软，眼睛斜上看着，见到林硕的脸顿时老实了。林硕朝着四周看了看，金在熙带来的手下都在向外搜索，以为他已经逃了，没有人会想到他敢杀一个回马枪。田宇也跟了上来，见到金在熙，田宇紧咬牙关，对着他的裆部用力地踢了一脚。金在熙疼得瞪着眼睛，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林硕声音低沉地说：我说过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的吧。金在熙说不出话，只能一直摇头求饶。田宇拔出餐刀，金在熙不停地挣扎。林硕死死地勒住他的脖子，问田宇：仇人就在眼前，你打算怎么做？田宇盯着金在熙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似乎在下定某种决心。你逼迫我们一家离开营地的时候，想过会有今天吗？田宇按着金在熙的手在树干上：你害得我家破人亡，这是你欠我的。田宇毫不犹豫地挥刀刺了下去，餐刀刺穿金在熙的手背，钉在树干上。金在熙疼得眼泪鼻涕直流。田宇把金在熙的手背都刺烂了，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你去死吧！说完，朝着金在熙的胸口刺了过去。林硕抓住田宇的手：你气也出了，杀人的事情我来。他不想让这个刚成年的小姑娘背上这么大的罪名，更不想她每晚做噩梦，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看着林硕的目光，田宇的眼神逐渐清澈，慢慢地松开握着刀柄的手指。金在熙，这小子想要带着我们的东西逃跑，你让你的人处理一下。林硕听到身后传来的西班牙语，暗道一声不好。他转过身，见到一个黑壮的身影拖着小胖子和行李箱从沙滩方向走了过来。是你这个黄皮猴子！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史蒂夫看到林硕的瞬间，把小胖子甩在一旁，像蛮牛一样冲了过来。林硕挟持金在熙挡在前面，拔出刺在他手上的餐刀，转而抵住他的脖子，用英语喊道：你敢过来，我就弄死他。史蒂夫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不在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草，傻逼黑鬼！林硕反握餐刀，在金在熙的胸口用力刺了2下，随后扎在金在熙的大腿上。他将金在熙推向史蒂夫。田宇，跑！史蒂夫撞在金在熙身上，顺势抓住金在熙的衣领，把他甩出去2米远。他也因此耽误了几秒钟的时间。趁此机会，林硕和田宇已经跑出去30多米远。林硕和田宇跑出去100米，撞见散出去找他们的金在熙的手下，其中一人想要拦住林硕。
站住！林硕靠近后，一斧头砍在那人身旁的树上，斧刃入树干2寸深。他吓得两腿发软，竟然直接尿了。林硕没时间和他在这纠缠，抬脚踹了过去，别挡路。又继续跑了300多米，林硕确定没有人追了，才停下来休息。田宇擅长跑步，气息还很平稳。硕哥，他死了吗？他只看到林硕补了几刀，没看到扎在哪。林硕深呼吸2口，平复气息后说，没死，残刀太短了，他穿着西装，衣服太厚，应该没有伤到内脏。当时的情况，林硕第一反应是让对方丧失行动能力。他没有杀人的经验，第一时间没想到割喉，下一次肯定不会犯这种错误。经历了刚刚的一遭，田宇想开了，硕哥，他没死我也不报仇了，我不想因为我害得你受伤。林硕欣慰的笑笑，你能想开就好，不过我还想回去一趟。回去干嘛？他们响应我们，总得付点利息，咱们半路拦截，看看能不能抢点东西回来。此举无异于虎口拔牙。田宇也是个不安分的主，听闻后眼睛一亮，走，去看看。两人沿着来时的路回去。果不其然，金在熙等人已经离开。他们的人很多，留下的痕迹很明显。林硕和田宇都是丛林捕猎的老手，很轻易就能分辨出来人的痕迹。追了约1个多小时，林硕看到前方有人在休息，粗略估算得有10几个人。林硕没看到行李箱在哪，不过看到了小胖子和草帽男。小胖子刚刚挨了史蒂夫一顿揍，脸上没一块好地方。草帽男更惨，脑袋破了，半张脸上都是血。这两人想趁乱带着东西逃跑，没想到被史蒂夫抓个正着。林硕刺伤筋在西逃跑，史蒂夫的气正没地方撒呢，他们2个可倒了大霉。现在正是中午，林子里很热，林硕注意到不少人都昏昏欲睡。他终于找到行李箱的位置，对田宇说，你去前面弄点动静，把人引开，小心点，别靠太近。田宇离开不久后，一块石头从林子里扔出来，刚好砸在一个人的脑袋上。操，谁他妈的砸我？他刚坐起来，又是一块石头砸他鼻子上，顿时鲜血直流。不只是他，睡在他旁边的一个人也被石头砸醒了。林子里有人，追上去干他。田宇又丢了一块石头，转身就跑。他好像一只灵巧的小鹿在林中穿行，任何障碍都拦不住他。不少人都被惊动了。金在熙想到了什么，喊了声，肯定是那个野小子，都别睡了，起来去抓他。因为上午的遭遇，他没敢让所有人都去，还留了2个人保护他。林硕等着他们的注意力都被田宇吸引走的时候，朝着行李箱摸过去。这时他注意到草帽男和小胖子也站起来了，朝着金在熙走过去。什么情况？林硕正对着他们，担心被看到，只能蹲下去重新躲好。金在熙抬头看了一眼，骂道，你们2个傻逼，不去追人在这儿干嘛呢？想挨打吗？王八蛋，我弄死你！草帽男忽然大叫一声，朝着金在熙扑了上去。他手里攥着什么东西，不停地捅着。金在熙大腿受伤，想要逃跑，结果摔了个跟头。草帽男趁机骑在他身上。林硕看清了，草帽男手里拿着的是一节断裂的木刺，直接插在了金在熙的眼眶里，用力搅动。金在熙捂着眼睛，血从指缝里流出来，惨叫声不断，救命！你们这群傻逼，快拉开他！史蒂夫刚起身，小胖子奋不顾身地撞在他身上，死死地抱着他的腰，也不反抗，任由史蒂夫捶打他，目的就是拖时间。另外2个人去拉草帽男，草帽男疯了一样，见人就捅，2个人被吓到了，一时间竟然靠近不了。金在熙的惨叫声已经小了很多，草帽男一边捅着，一边撕心裂肺的大喊，我草你妈，我捅死你，让你搞我老婆，让你搞我老婆，我他妈的捅死你个畜生！林硕看傻了，过了很久他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金在熙压榨草帽男太狠，草帽男精神崩溃，要和他同归于尽。趁着4个人混战的时候，林硕赶紧跑过去，拎着2个行李箱离开。史蒂夫注意到他了，站住，别跑！不跑我是傻逼。2个行李箱足足有60多斤，林硕提着没跑一会儿就跑不动了。他休息了2分钟，继续往前跑。没过一会儿，田宇从后面追上来了，接过一个行李箱，硕哥，你干嘛了？金在熙怎么叫得这么惨？内讧。林硕把刚刚看到的和田宇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遍。田宇听得目瞪口呆，随后释然地笑了，狗咬狗，他们这是活该，自作自受。到了安全的地方，2人把行李箱打开，里面都是女人穿的衣服，大概有10几件，还有1双高跟鞋，2双平底鞋，剩下的全都是化妆品、补水面膜之类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林硕在里面看到了纸巾和卫生巾，这些日子他们用的都是布条或者大一点的树叶，如今终于能用上纸巾了。林硕激动得热泪盈眶，林硕激动的嘴角都压不住了，看来上次揍了金在熙一顿，让他特别恨我啊，下这么大血本就为了捉我，还是他太实诚了。要是林硕，行李箱里高低塞满石头，
只有表面放几件衣服掩人耳目，让你拖着跑，累不死你。想到金在熙，也不知道他瞎了个眼睛能不能活下来。如果戳到了动脉血管，按照岛上的医疗条件，肯定是交代了。就算他们有应急医疗箱也没用。杀人比较难咒人死，可简单多了。回去的路上，林硕为他祈祷了上百次，千万别活着。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金在熙没死，木刺扎在他的眼眶里，他半边的西装都被血染成了深红色。草帽男躺在地上，脑袋上多了个碗大的窟窿，浑身不受控制的抽搐，眼看着是活不成了。金在熙走过去，举起一块大石头，反复地砸在草帽男的脸上，直到草帽男的整个头都砸扁，才开始处理伤口。忍着点。史蒂夫按着金在熙的脑袋，不顾他的惨叫，用力将木刺拔了出来。稀巴，金在熙差点疼晕了过去，捂着出血的眼眶。可惜让那个小胖子跑了，别让我找到他，不然我一定把他的2颗眼珠子全都挖出来，塞进他的皮眼里。林硕和田雨带着战利品顺利地回到家里。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林硕打开行李箱，把化妆品展示出来。事实证明，女人都爱美。叶梅和常小竹看到化妆品的时候，眼睛都挪不开了，一瓶一瓶的打开试。过了一会儿，常小竹从行李箱里偷偷拿了什么东西，鬼鬼祟祟地朝着湖边走去。林硕见到，好奇地跟上去。只见常小竹拿出一片卫生巾，然后慢慢地褪下裤子。原来她来例假了啊！林硕觉得尴尬，转身离开。这时田雨忽然从他身后出现，硕哥，你偷偷摸摸的干嘛呢？林硕吓了一跳，连忙捂住他的嘴。可是已经晚了。常小竹从石头后站起来，匆匆忙忙提上裤子，瞪了林硕一眼，王八蛋。林硕的脸一路红到脖子。我不是故意看的。田雨看似单纯的说，我看到你刚刚鬼鬼祟祟的跟在小竹姐后面，原来是想偷看。林硕这下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林硕双手搭在田雨身上，田雨，我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你是相信我的对不对？田雨认真的摇头，我信。肢体语言说明了一切。常小竹走过来，将包里面剩下的卫生巾全都甩在林硕的脸上，你喜欢看，全都给你，看个够。留下一句变态，常小竹气呼呼的回房间去了。叶梅听到声音，也好奇的过来询问，怎么了？小竹怎么那么生气？她的目光落在林硕手里的东西上。叶梅的脸色微变，你……林硕把卫生巾往田雨手里一塞，我发誓，我真的是无意的。叶梅叹了口气，拉着田雨离开。田雨，离他远点，他是变态。接下来的2天，叶梅和常小竹都没有和林硕说话，无论林硕怎么哄都没用，只有田雨偷偷摸摸的提醒他，姐姐们没有真的生气，他们说你最近太嚣张了，要给你点教训，让你老实点，别总想有的没的。有田雨这个内奸通风报信，林硕松了口气，如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去喂鸡。这些日子野鸡长得很好，因为每天不是吃就睡，肥了整整1圈，有时候还会多下1颗蛋。来到鸡圈，林硕发现鸡圈里面只剩下2只胖野鸡，另外1只野鸡不翼而飞。林硕第一反应是有其他野兽来偷鸡了，可仔细想，不对啊，野兽吃鸡会留下血迹，也不可能只吃1只。还有鸡圈的门没有遭到破坏，像是被人打开的。雨后的地面很湿软，林硕在附近发现了几个不太明显的脚印，他沿着脚印的方向一路追，钻到雨林里，又看到1排脚印，还有几根鸡毛散落在地上。操！偷鸡偷到你爷爷头上了。林硕回到溶洞，取了骨矛和短手斧就往外走，他要去看看这个小偷到底是何方神圣。沿着脚印一直追到林中，地面从泥土变成了枯叶，脚印的痕迹消失，不过地上的鸡毛还在。林硕又在旁边的植物叶子上看到了血迹，越往前追，林硕越感觉不对劲，偷鸡的真的是个人吗？这种边跑边吃的方式怎么这么像野人啊？林硕又追了200多米，线索消失，地上只剩下吃剩的鸡骨头，血淋淋的。附近的植物上残留的血迹证明了偷鸡的贼在这里停留过，把鸡吃完了才走的。林硕回到溶洞，将这个怪事和女人们说了。常小竹胆子小，有点害怕，不会是山鬼一类的东西吧？我看小说里总写这种东西。叶梅的怀疑更加合理一点，可能是大猩猩和猴子一类的动物吧。我们晚上都别睡了，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偷吃。林硕说，你们睡你们的，晚上我自己去守着。田雨拿着骨矛说，我也去。林硕拒绝说，不行，这次又不是外出打猎，人越多越容易打草惊蛇，偷鸡贼不来了怎么办？我们难不成天天守着？田雨不高兴地坐下。夜幕降临，林硕吃了点东西，带上绳子、骨矛和短手斧，爬到鸡圈附近的一棵树上。时间还早，他用绳子把自己固定在树上，闭上眼睛眯了一会儿。时间1分1秒过去，他越来越困，差点真的睡过去。
今天是月初，弯弯的月牙挂在天上，林中漆黑一片，耳边全是虫鸣蛙叫的声音。过了没多久，林硕听到一阵很轻微的脚步声，呼呼，紧接着沉重的呼吸声传来，一个人影从林子里钻出来，直奔鸡圈而去。身影很大，看起来不太好对付。他搬开压着鸡圈的石头，迫不及待地打开篱笆，半个身子探进去抓鸡。野鸡发出一阵惊慌的咯咯声。林硕像一只狸猫，悄无声息地从树上落下，双手抓着绳子靠近黑影身后，企图勒住他的脖子活捉。刚到身后，黑影像是身后长了眼睛，忽然从鸡圈里退出来，抓了一把鸡屎朝着林硕甩了过去。这玩意堪比生化武器，林硕仓皇躲开黑影，拽着一只野鸡的脖子起身就逃。他身上似乎有伤，跑起来一瘸一拐，不时的还咳上2声。林硕连忙追上去，站住！黑影钻到林子里，林硕紧随其后，单手扣住他的肩膀。黑影忽然回头撞向林硕，林硕来不及躲开，掏出短手斧，对着黑影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一下。他担心对方是个人，所以没下死手。啊！黑影抱着头叫了一声，他的头上也有伤。林硕看到他的头上和脸上全都是血。林硕拽着黑影的衣领，出来，不然我砍死你。黑影举着手，还是不肯放下野鸡。别打我，别打我，我错了，我不敢了。这句话还有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走到月光下，林硕发现这个人浑身都是血，看起来格外的惨，后脑勺上还有一个碗口大的包，伤口1寸长，冒着血。你抬起头我看看。黑影抬头，尽管他脸上都是干涸的血迹，林硕还是一眼认出来了，小胖子。小胖子脑子原本就有点问题，后来又受了伤，刚刚又被林硕敲了一下，更加糊涂，抱着脑袋蹲在地上。不是我，不是我，别打我，我不打你，你站起来。小胖子慢慢站起来，他衣服上确实很多血，还沾染着鸡毛，但是身上伤口并不多，看样子应该是昨天的鸡血。林硕问：你怎么在这儿？你姐夫呢？提到姐夫，小胖子哇的一声就哭了，他双手举起来，动作特别夸张。他们把姐夫打死了。小胖子学着金在熙的动作，就这样用石头一下一下砸扁了。草帽男死了。林硕愣了2秒，心里才生出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意外死亡和被人打死是2种感受。林硕抿了抿嘴唇，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怎么处置小胖子？林硕犯了难，他决定让叶梅和常小竹出主意。野鸡此时还没死，努力地扑腾着。林硕轻声安抚小胖子：你把手松开，野鸡给我，我给你取些肉干来。野鸡还能下蛋呢，死了太可惜了。见林硕要抢他的食物，小胖子紧紧地把野鸡护住：这是我的。过了一会儿又说：要不然我分你点。林硕哭笑不得：我不和你抢，有更好吃的，你不用吃生肉。小胖子狐疑地问：真的？他知道小胖子智力有问题，哄骗道：真的，骗你是小狗。小胖子果然信了，给你。林硕接过来，野鸡一直扑腾，他对着野鸡脑袋拍了一巴掌：老实点，不然把你煲汤了。野鸡一到林硕手里就老实了，咯咯咯的叫，立刻下了一枚鸡蛋，表示自己还有用。林硕拎着野鸡回到鸡圈，关好门，对小胖子说：你在这等我，别乱跑。小胖子对林硕的话没有任何怀疑。好。林硕1步3回头，担心小胖子跟上来。小胖子很听话，始终待在原地。回到家里，林硕喊来3个女人，抓到偷鸡贼了。田宇表现得最积极，抓到了，太好了，人在哪？林硕说：在外面呢。田宇要出去看看。林硕拦住他：等一下，我有件事情和你们说，偷鸡的这个人智力有点问题。林硕看向田宇：你还记得那个憨头憨脑的小胖子吧？田宇想了下，哦了一声：哦，想起来了。他看起来有点傻，他姐夫说他脑子有问题。林硕说：偷鸡贼就是他，我想问问你们怎么处置他。田宇气鼓鼓地说：打一顿，把他赶走，谁让他当初拿刀捅你。常小竹听到后也赞同说：把他赶走吧。叶梅考虑的比较全面，知道林硕回来问他们，肯定是有其他的想法。林硕，你是想留下他？林硕回答：我是有这个想法。小胖子人傻又听话，如果能收服他，是一个不错的劳动力。叶梅问：刚刚田宇说他和你动刀了，我担心他会恩将仇报。他沉思2秒说：应该不会，刚刚和他接触，我发现他本性并不坏，很多事情都是他姐夫指使他去做的，他姐夫已经死了。3个女人都很惊讶，怎么回事？林硕将那天发生的事情简短地讲述了一遍，并且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草帽男说金在熙搞他的老婆，也就是小胖子他姐，双方一直有仇怨。现在小胖子的姐夫死在金在熙手里，小胖子肯定和金在熙不死不休，他不会出卖我们。田宇忽然提起，硕哥说过，看事情不能太片面，
除去立场问题，小胖子也没对我们做什么很过分的事情。常小竹惊讶地问田雨：难道你也想帮他？田雨沉默2秒，认真地点了点头。小胖子人傻，心里不会藏事情，喜怒哀乐都在脸上，比普通人更好控制。他为了保护他姐夫，敢和那么多人拼命，说明他是重感情的人。我们救了他，他也会感激我们。田雨看向叶梅，梅姐，你觉得呢？叶梅点头。田雨说的有道理，我们一起出去见见，如果他有流露出敌意，我们就赶他走。叶梅还是很冷静的，众人的安全才是首位。善心不过是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对弱者的一种怜悯，如果不顾身边人的安全去乱发善心，那是有病。说完后，叶梅将决定权交给林硕，你觉得可以吗？林硕起身去拿了肉干，走吧，一起去看看。夜色静谧，4个人全都带着武器，贴着岩壁，小心翼翼地往鸡圈的方向走。靠近了，林硕听到一阵呼噜声，原来小胖子等着他等到睡着了。小胖子，醒醒！小胖子揉了揉眼睛坐起来，看见林硕身边还跟着3个人，指着田雨说：我认识你，你用棍子打过我的手。田雨小声问：硕哥，怎么感觉他比那个时候还要傻一点？林硕也有这种感觉，可能因为他的头伤到了，我可能是他姐夫的死刺激的。小胖子伸手，肉干，你答应我的。林硕把肉干给他，小胖子狼吞虎咽的吃了，抹了抹嘴巴，站起来，那我走了。林硕问：你去哪？这句话似乎是触碰到了小胖子的痛处，他忽然抱着头蹲下，我要去找姐夫，找姐姐。姐夫说姐姐被坏人抓走了，只要我们抓到足够的人，就可以换她回来。林硕敏锐地抓住了小胖子话语中的信息，追问道：什么意思？小胖子想了很久，才断断续续说了几段不完整的信息。林硕拼在一起，明白了小胖子的意思。金在熙带走草帽男的老婆后，告诉他想要赎回老婆就得交换，只要帮他们骗10个幸存者回营地，就把他老婆放了。所以草帽男才会变得如此丧心病狂。此时最后一块拼图终于拼上，林硕一直觉得草帽男的动机不对，现在才知道这是金在熙给草帽男下的套，最终害人害己。小胖子再次受到刺激，似乎忘了草帽男已经死了的事情。我要去找姐夫，带姐姐回家，看起来着实有点可怜。林硕无情戳破：你姐夫已经死了，你姐姐也被捉了。小胖子愣了半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想起来了，姐夫被砸扁了，被韩国人打死了。小胖子痛苦的大叫了一声，抱着头蹲在地上。叶梅知道林硕想要得到小胖子的感激，趁机上前攻心：要不然你留下来吧，养好伤再去救你姐姐。过了好一会儿，小胖子的情绪才稳定下来，目光也坚定了不少。我要救姐姐，帮姐夫报仇。叶梅问道：你叫什么？小胖子想了半天，茫然的摇头。叶梅又问：你姐姐的名字呢？这次小胖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林雨玲。小胖子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能记住他姐姐的名字，可见他姐姐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常小竹也有个弟弟，这一刻他感同身受，也不吵着要赶走小胖子了，拽着林硕的手恳求道：我们帮帮他吧，他们一家好可怜。林硕笑着问他：改变主意了？常小竹点点头，他不像是能做坏事的人，女人就是太过感性了。林硕很理智地说：帮帮他可以，但是帮他一家就算了，我能力有限，不是圣人。我留下他也不是因为他可怜，而是我们现在缺少劳动力，他这体型不干活可惜了。常小竹又生气又想笑：你还有没有人性了？你看他身上的伤，心里只想让他帮你干活。林硕反问：不然呢？我平白无故救他，我是圣母吗？既然决定收下小胖子，林硕打算先帮他好好收拾收拾，不然浑身伤口没几天就感染了。这几日小胖子在林子里逃亡，身上留下不少伤口，原来的伤口也溃烂流脓。林硕随口说：既然你不记得你的名字，以后就喊你林小胖吧。常小竹对林硕起名字的技术不敢恭维：你就不能想个好听点的名字？林小胖却很喜欢这个名字。好啊，我姐姐就总喊我小胖。林硕耸耸肩，挑衅地看向常小竹：小胖多好听。常小竹嫌弃地说：你先带他去洗个澡，脏死了。林硕领着林小胖回到山洞，让他自己去洗澡，他去检查捕鱼笼。今天的捕鱼笼中依旧没有收获，好在鹿肉还能坚持很久。林小胖的衣服上都是血，林硕让他自己洗干净，放在灶台边上烤干。等待的时候，叶梅找了2件比较肥大的女性衣服，看起来像是孕妇服装。林小胖非但不觉得羞耻，还觉得很好看，这让常小竹找到了新乐趣，不停地让林小胖试衣服，还帮林小胖化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好的一个林小胖，让他折腾成了林小花。叶梅说：小竹是把他当弟弟了。林硕吐槽道：弟弟不一定，当成玩具是肯定的。常小竹玩心大，不如叶梅懂分寸。如果林小胖的姐姐在，
见常小竹如此欺负他弟弟，肯定要打起来。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林硕把鹿骨砸碎，放在锅里熬煮。等熬成白色胶状，林硕往骨汤里倒了许多油，和骨汤混合在一起，继续熬煮。最后出锅的时候是黏糊糊的膏状，这种膏状就是高汤，方便存放，保存得当，很长时间都不会变质。叶梅走过来说道：“我们可以收留她，但是不能让她住在山洞里，毕竟我们都是姑娘。”林硕很自然地搂住叶梅：“她们是姑娘，你可不是。”叶梅瞪了他一眼：“我和你说正事儿呢。”林硕顺势把手伸到了叶梅的衣服里：“我也是做正事。”叶梅赶紧站起来，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常小竹走了过来：“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干嘛呢？”林硕把高汤举起来：“没干嘛，你要尝尝吗？”高汤又黏又腻，闻起来还有一股很重的鹿油味儿。常小竹满脸嫌弃：“谁要尝？我来找你是想和你说件事儿。”林硕抬头看着他。常小竹说：“你打算让林小胖睡在哪？不会和我们睡在一起吧？我告诉你，那我宁愿去湖边自己住。”林硕故意用酸溜溜的语气说：“你们刚刚不是还玩得很开心吗？”常小竹哼了一声：“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好玩，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把他当弟弟吧？”林硕对着叶梅挑了挑眉，意思是：“你看吧，我就说他没把林小胖当弟弟。”常小竹发现了什么，眉头一皱：“林硕，你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吃醋了？”下一刻，他没忍住，捂着嘴笑出声：“哈哈哈哈！你快说，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林硕白了他一眼：“我吃谁的醋？”叶梅扑哧一声笑出来，目光嘲弄，似乎在说：“看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林硕无奈地叹了口气，转移话题：“田雨呢？”叶梅说：“在湖边锻炼呢，这几天没出去打猎，他有点闲不住了。”林硕逃也似的走了：“你们把高汤盛出来装好，我去看看田雨。”林硕来到湖边，看到田雨正在做俯卧撑。这个小姑娘只穿了一件无袖的运动背心，并且用布条把自己的胸勒住了，扎着单马尾，手臂上跳动的肌肉线条流畅而有力，修长的双腿呈小麦色，既野性又充满活力。见林硕来了，田雨起身，身上细密的汗珠流下，大眼睛清澈明亮，期待地问：“硕哥，我们什么时候去打猎？”林硕说：“食物暂时够了，天亮后和我去移植一些仙人掌回来，顺便帮林小胖找找住处。”田雨的运动神经发达，但是在其他方面就显得差强人意。他后知后觉地问：“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吗？”林硕说：“不方便。”田雨用手扇着凉风，也是，梅姐和小竹姐都是大姑娘了，她是完全没想自己也是个姑娘。林硕也是无奈，揉揉她的头，发现田雨似乎又长高了一些。林硕盯着她鼓住的胸，欲言又止：“田雨，你现在正是发育的时候，别勒得太紧。”田雨闻言解开绑带，胸口忽然弹了一下，小背心瞬间绷得很紧。田雨不得不用双手托着：“硕哥，你看我不勒着，他就狠，累赘。”林硕的鼻血险些喷出来。他一直把田雨当孩子看，没想到身材这么好，是因为运动的关系吗？那是不是得让叶梅和常小竹也动起来？林硕轻咳一声：“田雨，遮起来吧，再怎么说我也是个男人。”田雨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赶紧转过身子，重新将绑带缠上，心中却在窃喜。原来他在林硕眼中不只是小姑娘，林硕也会把她当异性看。天亮后，林硕、田雨和林小胖出发，前往上次摘仙人掌的地方。由于仙人掌在狼群的领地，林硕全副武装，还带上2天的食物，避免出现意外。有塑料袋留下的路线记号，3个人行进的速度很快，5-6公里的山路，他们只用了2个多小时。田雨，你在上面放风，小胖和我下去砍仙人掌。林硕他们带了3个背篓，这次是打算多摘一些回去移植，总不能每次用都跑这么远来采摘。林硕先帮林小胖的伤口涂抹上仙人掌汁液，然后才开始砍伐。他还发现了几颗多肉，小心地从根部切断，打算回去养在木屋里。半个小时后，3个背篓全都装满。林硕吹了声口哨，田雨从头顶的树上滑下来，一人背着一个背篓，踏上归程。回到溶洞时已经是中午，林硕选择在雨林边缘一块较干燥的地方栽种仙人掌。雨林中的仙人掌更喜欢在太阳足、湿度大的地方生长，但土地不能太过潮湿，根部容易泡烂掉。仙人掌没有根也能存活，生命力特别顽强。林硕和小胖子将地面的土翻得松软后，田雨在后面将仙人掌一根一根地插入地面。这时叶梅和常小竹从山洞里走了出来，2人戴着编织的草帽，穿着长袖的衣服和长裤，换上了行李箱中找到的平底鞋。叶梅和林硕打招呼：“我们去林子里找点蘑菇和木耳，顺便挖一些野菜。”林硕见状不太放心，2人都没带武器，防范意识太差了。他直起腰，用手挡住阳光：“田雨，你陪他们一起去。”下午吃过饭，林硕钻到林子里寻找合适的树木砍伐。有了短手斧，
砍伐树木的速度大大增加，手臂粗细的树木仅仅3下就能砍断。之前用10斧要砍10几下。最终林硕选择在鸡圈上方一处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为林小胖搭建木屋。这里有2棵上百年份的望天树并排生长，树枝和藤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面天然的墙壁。林硕喊林小胖搬来砍伐的木头，一个搬一个搭建，半天时间就搭建好了木屋的雏形。林硕看了一眼天色，我回去吃饭，你在这等着，别乱走。林小胖很听话，好。吃过饭，林硕给林小胖带了些肉干，他去和泥，泥巴和的黏糊了，里面放入干草，继续搅拌，将和好的泥土涂在木墙外面，一方面更加结实，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潮。这时林小胖也吃完了，过来帮忙。有了第一栋木屋的经验，第2栋木屋林硕搭建起来很快，到了傍晚时分，已经快全部完工了。林硕还专门将树干中间的缝隙掏空，用木头卡在里面做成栏杆，外面再用苔藓覆盖，做了一扇窗户。接下来再做一张床就行。由于来不及切割白桦木，于是林硕就用普通的剥了皮的原木帮小胖子打造了一张粗陋的床，床上铺上干草。林硕躺上去试了试，还算舒适，解决了住宿的问题，剩下的物件慢慢置办就行了。木屋大约有10平，设一张床后，只剩下一条过道供人行走。林小胖自己睡，这么大的房间足够了。林硕还专门预留了壁炉的空间，烟囱可以从窗户伸出去。虽然晚上的气温并不低，但是湿气很重，火还是要烧的。他唯一要担心的是，林小胖生火的时候会不会把房子给点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林小胖很开心，谢谢姐夫，我之前还拿刀捅你，都是我不好。林硕疑惑地问，你刚刚喊我什么？林小胖憨厚地笑了笑，我姐夫没了，以后你就是我姐夫。这是什么鬼逻辑？林硕知道他脑子有问题，没和他计较，你还是喊我哥吧，你姐夫刚凉，这么喊有点不吉利。林小胖认死理，你就是我姐夫，姐夫，以后谁欺负你，我就捅他。林硕警告他，溶洞里的3个女人，你不许捅，哪怕他们欺负我，你也只能看着。林小胖挠挠头，为什么啊？林硕耐心地解释，他们对我的重要性，就和你姐姐对你的重要性一样。林小胖这下明白了，重重的点头，行，姐夫，谁欺负他们，我也捅他。林硕无奈了，你别喊我姐夫，我不是你姐夫。林小胖满脸堆笑的答应，好的姐夫。得，他傻，林硕不和他计较。林硕留下早就准备好的熏肉，这些肉干你留着晚上饿了吃，我回去把鹿皮取来给你当床垫。林小胖笑呵呵地说，谢谢姐夫。林小胖站在门口目送着他离开。有那么一刻，林硕有点心软，林小胖也挺可怜的，先是姐姐出事儿了，后来姐夫也死了，如果未来有机会，或许可以帮他救回他姐姐。回到溶洞，领导、小竹、田雨，林硕灶台没生火，饭也没有做，他推开木屋，里面空无一人。这么晚了，他们还没回来，是不是出事了？林硕的脑袋嗡的一声，半天都没缓过神来。下一刻，他抄起武器就往外跑。林硕跑到林小胖门外，一脚把门踹开，小胖子，别他妈的睡了，跟我去找人。小胖子抱着肉干出门，林硕一把将肉干拍落，胡乱抓了2个塞他嘴里，别拿了，丢不了，你边走边吃。他记得叶梅3人是往海边方向走的。林硕沿着林中的小路追了上去，有田雨在，遇到危险就算解决不了，至少能跑才对。这个时间还没回来，林硕想不通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林硕心急如焚，一边跑着找人，一边大喊，领导、小竹、田雨，你们在哪？快到海边，林硕还是没见到人影。操！他一斧头将旁边的小树拦腰砍断。林小胖跟了上来，肥胖的他跑起来肉都在颤，气喘吁吁。林硕很想把气撒在他的身上，如果不是帮林小胖搭木屋，也不会这么久都没发现叶梅他们失踪了。但林硕知道，怪不得小胖子，无论有没有他，都阻挡不了事情的发生，或许还会更严重。林硕在林子里找了很久，都没有看到3个女人的身影。茫茫林海，他要到哪里找？叶梅、小竹、田雨，你们在哪？林硕大喊一声，无力地坐在地上。过了5分钟还是10分钟，林硕不清楚。他听到一声很轻微的脚步，随后是田雨的声音，硕哥。林硕朝着声音方向看过去，10米开外的一棵树下，田雨只露出半边身子，警惕地看着他。林硕连忙走过去，是我。田雨也松了口气，太好了，还好你来找我们，不然天黑了，我真不知道要怎么穿过雨林回去。林硕发现叶梅和常小竹也在。林硕见3个人没事，冲过去一手一个，田雨夹在中间，将他们抱在怀里。他们的头发湿漉漉的，全都是汗水，背篓中有蘑菇和木耳，还有一些贝类。见到林硕焦急的模样，叶梅愧疚地说，对不起啊林硕，我们走得太远了，没有注意到时间，让你担心了。
叶梅也是为了生活能过得好一点，林硕没有责备他们。领导，你们没事就好，我们回去吧。回去的路上，林硕的心跳还没有平复下来，他想象不到3个女人失踪后，自己一个人要怎么在岛上生存下去。孤独是最大的敌人。到山洞口，林小胖很自觉地停下脚步。林硕说：“你们先回去，我帮小胖修下门。”他刚刚太着急，那一脚直接把门上的2根木头踹断了。修好后，林硕回到山洞，刚走到山洞口，林硕看到叶梅靠在岩壁上等他。领导，叶梅扑上来，给了他一个热吻。这还是叶梅第一次主动献吻。2分钟后，两人分开，叶梅的唇间连着一根晶莹的丝线，这是给你的补偿。林硕想要更进一步，叶梅却用手指拦住他，不行，太晚回去小竹会怀疑。林硕一把将叶梅抱起来，朝着林子走去。你还真以为他不知道啊？叶梅惊慌地问，他怎么知道的？林硕也是猜测，都一个屋檐下生活，他就算不知道也能猜到。你那天走路都成问题，你说他会不会怀疑？叶梅挣扎了一会儿，发现没用，美眸抬起，责怪道，还不是怪你。林硕经过这1个月以来的生存锻炼，身上的肌肉线条更加流畅漂亮，不同于健身房那种大块头，而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审美的标准。第二天一早，林硕用木桶装了1大桶水给林小胖送去，还有筷子、木勺、椰碗等餐具。2人用了半天时间，在木屋中砌了一个壁炉，用树皮卷了个烟囱从窗户伸出去。林硕教他怎么生火，自己热食物、劈柴。林小胖愿意去学，也学得很快。忙完半天，林硕饿了，想吃点东西。他记得昨天给林小胖留下不少肉干，可今天一看没了。林硕诧异地问，小胖，你的肉干呢？林小胖闹着后脑勺，昨晚饿了，全吃了，3天的量，1晚上全吃了。林硕总算明白为什么他在荒岛上也能维持这么胖的体型了。生冷不忌，啥都吃。林硕和他约法3章，以后我给你的食物，你分3天吃，没了就饿肚子。林小胖很委屈，姐夫不够吃。林硕冷着一张脸，你这招对小竹或许有点用，对我没用，你必须得减肥，不然谁养得起？林硕收留他是为了劳动力，可不是为了养猪。2天时间过去，林小胖基本能自给自足了，白天跟着林硕干活，晚上自己出去挖点野菜，捉点虫子当夜宵，有的时候饿得急了，连草根都吃。经过林硕和林小胖的努力，木柴堆了一面墙，短时间不用为柴火发愁。身边有了帮手，林硕打算深入雨林看看。这1个月以来，他一直在海岸线和岩壁中间直线1公里的区域内活动，猎物少，能吃的东西也少，总吃肉也不行。他想找点稻谷、红薯一类的主食。早饭时，林硕说出心中想法。田宇第一个赞同，好啊，我也要去。他闲的都要长蜘蛛网了。林硕点头答应，我这次打算和田宇去，让林小胖看家。你们2个小心点，尽量不要外出，木门后的支撑不要拆下来。深入雨林不同于雨林外围，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都要增加很多。林硕暂时还信不过林小胖，没办法把后背完全交给他。得到林硕的应允，田宇兴奋地耶了一声，抱着林硕亲了一口，最爱你了。说完跑去整理他的装备了。叶梅无奈地问，早饭不吃了吗？田宇说，不吃了，吃太饱不利于运动。林硕也只是吃了个7分饱，带上食物和水，背上背篓，戴上遮阳草帽，检查鼓毛。目前食物都由常小竹负责，他用桦树皮制作的小盒子当饭盒，里面放了熏肉和土豆，还有2块今天早上从路由中捞出来的里脊肉。林硕看了一眼，不需要带这么多吧，我感觉能吃3天。常小竹强行塞到林硕的手里，以备不时之需，总比出现意外饿肚子好。林硕把饭盒放在腰包里，贴身携带。临走时，常小竹趁着叶梅的注意力没在这边，忽然抱住林硕，在他的嘴唇上蜻蜓点水地吻一下，柔软的触感让林硕有一瞬间短暂的失神。常小竹拍拍他的胸口，去吧，晚上早点回来，我昨晚钓了一条鲫鱼，给你煮汤喝。从溶洞出来，途经林小胖的小木屋，林硕敲开门叮嘱他，我离开的期间，你就在外面劈柴，不许靠近山洞。如果看到其他人靠近，你就大喊提醒叶梅和常小竹，然后逃走躲起来，记住了吗？林小胖乖巧的点头，姐夫，我听你的。林硕和田宇继续向北，走了约200多米，身旁不再是崖壁，转而变成了陡峭的山岩。再往前走50米，一道峡谷出现在面前。峡谷仅宽4-5米，抬起头，上方不时还有碎石落下，得有200-300米高。峡谷中全都是碎石，石头缝隙中许多植物艰难生长，连落脚地都没有。林硕看不到峡谷的尽头，但能听到传来的轰隆隆的回声。如果从天上看，会看到一座大山呈环形包裹住这片沙滩，临海的一边是陡峭的崖壁，
海浪一道一道地拍击在崖底的礁石上，峡谷延绵出去近100米，在另一端，一条数十米宽的大河汹涌流过，最终汇入大海。穿越这样的峡谷太危险了，林硕不想冒险。回去，我们找一条小路上山。50米的山岩路段，林硕找到一条相对平缓的山路，爬上去后，湿滑的苔藓让他险些摔倒。他取出麻绳，绑在附近的一棵树上。田宇，抓着，小心别摔下去了。山岩上方是浓密的植被，林硕走在前面，用短手斧开路。陡峭的山路异常难走，临近中午，林硕还没看到山顶，山坡倒是平缓了许多。两人找到一处平缓的草地休息，吃着里脊肉。林硕抬头，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也不知道距离山顶还有多远。一路上他都有用斧头在树干上留下记号，记号只有他和田宇才能看懂，避免有人通过记号反向追到他们的住处。休息期间，田宇的眼睛很敏锐，察觉到不远处的植被间似乎有东西在动。硕哥，你看那里。林硕顺着田宇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似乎真的有什么动物躲藏在那。两人走了半天都没收获，此时都有些惊喜。收起食物，林硕取出骨毛握在手里，和田宇拉开距离，两人间隔3米，猫着腰，并排朝着猎物围了过去。靠近了，林硕都能听到猎物哼哧哼哧的声音。猎物也察觉到了危险，站在原地不动。林硕和田宇也同时停下。僵持一会儿，林硕尝试着往前挪动脚步。哦！高亢尖锐的嚎叫声响起，一头漆黑的野猪从植被里冲了出来，毛皮坚硬锃亮，一对獠牙从嘴里斜着向上呲出来，对着林硕就来了个野猪冲撞。这头野猪肩高至少有1米多，前肢肌肉发达，跑起来和小坦克似的，压迫感十足。我操！林硕不敢正面硬接，转身就逃。林硕的家乡有个传言，野外遇到狼还可能活命，遇到野猪不死也得重伤。很多人都觉得野猪是吃素的，没什么攻击性，那可大错特错。野猪是杂食动物，肉和素都吃，性格暴躁，皮糙肉厚，攻击欲望极强。林硕还记得他们村里有个老人到山里去采蘑菇，一整天没回来，晚上村民到山里去找，结果发现了10几头野猪和一堆碎骨头烂衣服，现场只有1块头骨是好的，身上啃的骨头架子都不剩了。人的影树的名，都说野猪对人的杀伤力更大，肯定不是空穴来风。林硕手脚麻利，逃到一棵树下，高高跃起，双手抓住树干撑了上去。咔嚓一声，野猪撞在树上，树干都撞进去一个凹坑。另一边，田宇绕到野猪身后，想要趁机动手。骨毛刺在野猪的屁股上，刚刚刺穿皮就刺不进去了。野猪再次嚎叫一声，转身朝着田宇冲了上去。田宇，快跑！林硕赶忙从树上跳下来，将2根骨毛全都丢了出去。其中1根骨毛扎在野猪的背上，只刺进去不足1寸深。野猪的皮是家猪的2倍，普遍在1厘米以上，有的甚至能达到2厘米厚。林硕的这2下攻击相当于刚刚破皮，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也成功吸引了野猪的注意力。林硕抄起短手斧，大步追上去，抓住野猪的尾巴，对着尾巴根用力一剁，野猪的尾巴齐根断。哦！野猪疼得弹跳转身，一头撞在林硕的大腿上。林硕来不及反应，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他感觉自己像是被车撞了一下，身子一歪，摔倒在地上。野猪的獠牙刺穿林硕裤子，擦着大腿，刮下一长条肉，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野猪的攻击还没结束，接下来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刻。野猪的真正攻击方式不是冲撞，而是撕咬。林硕来不及爬起来，躺在地上的时候，本能的蜷缩起腿，躲过野猪的第一口，同时抄起斧头，对着野猪的脑袋劈了下去。咚的一声闷响，短手斧砍进去约2寸，砸在野猪的头骨上，震得林硕手臂发麻，几乎握不住斧柄。野猪疼得再次嚎叫一声，后退2步，身子摇摇晃晃的。但很快，野猪就稳住身形，晃了晃脑袋，再次朝着林硕冲了上来。林硕终于爬起来，拖着流血的腿躲到树后。哗啦，手臂粗细的树直接被撞断。田宇也及时过来助攻，骨毛戳入野猪的肛门中，这里是野猪的唯一命门。哦！野猪发出一声惨叫，后腿跪垫，2条前腿撑着身子想要爬起来。林硕趁机踩着野猪的头，将短手斧拔了出来，对准刚刚砍下的伤口，再次剁了下去。咔嚓！林硕听到了很明显的骨头断裂的声音。野猪晃了2下，摔在地上，哼哧哼哧的喘着气，4条腿乱蹬，看样子活不成了。田宇丢下骨毛，跑过来撕开自己的衣服下摆，勒住林硕的伤口上方。田宇满手都是血，手臂颤抖，哽咽着问：硕哥，你怎么样？林硕因为失血过多，脸色有些苍白。没事，应该没伤到动脉，只是擦破点皮。田宇看着1尺长的几乎有手指粗细的伤口，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这还叫擦破皮？
他抹了下眼泪，拿出清水，硕哥，你忍着点。水洒在伤口上，疼得林硕一个激灵。伤口边上的污渍和血迹洗干净后，伤口中很快又渗出血液。田雨一边擦一边抹眼泪。林硕夺过他手里的布条，用力按在伤口上，疼得他倒吸一口冷气。这种伤口的压迫止血，你帮我按着。田雨用力按着。林硕打开腰包，取出一片仙人掌，用斧头沿着中线竖着切开，再将2片仙人掌从中间切成2半，长度刚好够覆盖整个伤口。按压了快半个小时，林硕感觉血应该止住了，松手。田雨松开手，血液渗出量明显少了许多，少了血液的润色，伤口看起来狰狞外翻，更加恐怖。林硕把仙人掌一片一片的贴在伤口上，用布条缠好，扶着旁边的小树，尝试着站起来。田雨扶着他，硕哥，小心一点。站起来后，林硕疼得脑袋上直冒汗。林硕看着野猪，目测的有300多斤重，生命力顽强的到现在还没死透。他抄起斧头，抬起野猪的下巴，将野猪的颈动脉割开，血喷了出来。猎物必须得当场放血，等猎物死了，血就会凝固在肉里面，流不出来了。林硕坐在野猪的尸体上，你回去，喊小胖子来帮忙，我在这等你。田雨不放心，我们一起回去。林硕摇头，不行，差点丢了命才杀死的野猪，如果被其他东西拖走了，我晚上做梦都能气醒。田雨是又想哭又想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这个？林硕严肃地说，不论什么时候，食物都是守卫的，如果受了伤，猎物还丢了，那才叫亏。田雨被说服了。临走前，林硕让他帮忙在附近捡点干柴和枯叶，用水瓶聚焦点火。虽然很热，但是能驱赶野兽。田雨1步3回头地下山。林硕冲着他招手，小心点，别伤到。田雨走后，林硕靠在一棵树上，忍不住哼哼出声。他刚刚一直强忍着疼，不想让田雨担心，伤势可能比他想的还要严重。最大的问题是窗面太大了，这里又是雨林，闷热潮湿，伤口很容易感染。林硕忍着疼，闭上眼睛休息。只有在火堆快要熄灭的时候，他才会往里面添些干柴。不知道过了多久，林硕感觉只有1-2个小时，他听到田雨的喊声，声音很遥远，有一种飘渺的感觉，像是在做梦。他想睁开眼睛，努力了几次都没做到。硕哥，林硕，姐夫。他感觉自己在被摇晃，努力了很久，他才拿到身体的控制权。沉重的眼皮像是挂了铅块，又像是撕开胶水，眼前有了光亮。林硕看到了叶梅、常小竹、田雨，还有小胖子的脸。你们怎么都来了？林硕想坐起来，发现身体很重，身上也没力气。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火堆也熄灭了。他的腿肿得很粗，动的时候有血水流下，在田雨的搀扶下才勉强站起来。林硕看向野猪的尸体，还好猎物还在。他在常小竹的照顾下喝了点水，吃了些东西，感觉身上的力气恢复了一些。林硕拖着短手斧来到野猪边上，虚弱地说，田雨，和我一起把野猪肉切了，能带走多少带走多少，我们不能在林中过夜。夜晚许多食肉动物都会出来觅食，比如狼。野猪的血腥味很重，天知道会引来什么东西。林硕因为失血过多，头有些晕，提不起力气，切肉的活儿主要还是田雨在做。后来叶梅也上手帮忙。林硕在一旁指导，告诉他们怎么切。至于小胖子，林硕没有给他刀的打算。林硕为了减少重量，不要骨头和猪皮，只将最好的几块肉切下来带走，2条后腿、里脊、腹部和排骨。切下来的肉足足有100多斤重。这里有5个人，小胖子带的肉最多，得有50-60斤，最重的排骨和里脊肉交给他。林硕因为受伤，和女人们每人带了20多斤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林硕看着剩下的猪骨和内脏，心有不甘，却又无能为力。下山的路更加陡峭难走，尤其是林硕受伤的位置还是左腿，用力就会疼，必须得有人拉着他，无形之中拖慢了队伍的速度。下山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天上的弯月勉强提供一点点光亮。田雨在前，新小胖留在最后，中间依次是叶梅、林硕、常小竹。嗷呜！山上有狼嚎声传来，听声音是野猪尸体的方向传来的。看来狼群闻到了血腥味已经过去了，这说明也有狼朝着他们过来。大家小心点！林硕的话音刚落，就看到林子里有2个小绿点出现，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绿点从四周围了上来，目测下来得有7-8只狼。林硕低声道：快走，狼的数量不多，他们也在怕我们，一会儿狼的数量多起来，他们就走不了了。5个人的脚步加快，狼群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也不叫，也不冲上来撕咬，但这种随时都要防备的感觉，比真正打起来的心理压力还大。原本常小竹搀扶着林硕，现在他紧紧地抱着林硕的胳膊，身子一直在抖。
叶梅也是强装镇定，走起路四肢都僵硬了。只有小胖子没心没肺。林硕让他快点走，他就快点走，速度超过了林硕、叶梅等人，走到了最前面。田宇不得不放慢脚步，落在林硕身后，盯着狼群。狼是极其有耐心的动物，它们很聪明，怕受伤，所以会让猎物先恐慌，消耗体力。等猎物跑不动了，它们再上前轻松杀死猎物。这点和人类狩猎的方式很像。这里的气候偏向亚热带，狼的头都比较小，狩猎方式比较单一。在北方，有站起来2米高的东北灰狼，生活在寒冷地区，体重能达到100公斤以上，站起来比人还高。它们捕猎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趁着人不注意，从身后站起来搭在人的肩膀上，俗称狼搭肩。如果你认为是人在和你搭话，回头的一瞬间露出脖子，狼就会趁机一口咬断。这种恐怖的狩猎方式让民间多了一个传说，走夜路时有东西搭肩不要回头。后来还衍生出了鬼故事。林硕回过神，时间只过去了几秒钟，他发现狼群跟得越来越近，有一只胆子大的甚至试探性的去咬田宇肩上的肉。田宇及时发现，用骨毛吓退狼。狼在试探。他们发现田宇只是在虚张声势后，更多的狼围了上来，尝试着去咬肉。林硕果断地把自己肩上的肉丢了出去。有3只狼立刻放弃跟随，去争抢肉了。林硕对田宇说，把肉丢了，如今的情况下，命比食物重要。田宇很不舍，没有立刻丢下肉。剩下的5只狼越来越近，田宇几次驱赶，狼非但不怕，还冲着他龇牙。狼群又一次靠近后，田宇终于还是把肉丢了出去。又有4只狼放弃跟随了。如今跟在他们身后的只剩下一只体型相对硕大的狼，目测在50公斤以上，一双蓝色瞳孔深邃。林硕发觉这只狼盯着的似乎不是他们肩上的肉，而是人。林硕的腿下午的时候止住血了，刚刚下山的时候又撕裂开，路上有血迹落下。他发现这头狼会停下来舔舐他的血液，莫非这头畜生也吃过人？林硕谨慎地提醒田宇，小心点，他可能会攻击我们。下山后回家的路途就很近了，再走个10分钟左右就能回去。身后的狼始终默默地跟着。林硕尝试着割下一块肉丢给他，这头狼看都不看一眼。10分钟时间转瞬即过，林硕已经看到了小胖子的木屋。小胖子兴奋地朝着前面跑了2步，回头冲着林硕大喊，姐夫回来了。林硕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的一瞬间，那头狼动了。小胖子变了脸色，姐夫，狼！他立刻丢下肩头的猪肉冲了过来。林硕也反应过来了，可是腿上的伤影响他的动作，没有第一时间转过身。田宇骨毛刺出，擦着狼的毛发穿过，被狼用身体撞了一下，后退2步。下一刻，狼的尾巴抽在他的脸上，田宇捂着鼻子仰面倒地。狼的目标很明确，受伤的林硕。林硕反手拔出短手斧，打算和这头畜生来个鱼死网破。叶梅比他更快，从旁边冲了上去，趴在狼背上勒住狼的脖子。林硕挥舞斧头，将狼的半边脸开了个洞，下牙整个一排断裂，鲜血淋漓。小竹，来帮忙！常小竹刚刚吓懵了，听到叶梅喊他，身子比脑袋先动。可靠近后，看到叶梅和狼滚作一团，不知道要如何下手。他抱起一块石头，紧闭双眼，对着全是血的狼头砸了下去。叶梅毕竟是个女人，在狼的剧烈挣扎下，她有点勒不住狼头了。林硕推开她，对准狼的脖子，又是一斧头砍下去，血溅了一脸。关键时刻，狼偏了下脑袋，林硕没有把他的脖子砍断，只切开一半，露出白色的气管。狼垂死之际扑倒林硕，张口巨咬他的喉咙。林硕把斧头挡在脖子前面，当的一声，狼一口咬在斧头上，另一边的牙齿也崩断了2颗。小胖子终于赶到，拽着狼的后颈把他甩了起来，砸在身后的空地上。田宇紧随其后，骨毛刺入狼的胸口。众人合力之下，狼口吐血沫，四肢抽搐了2下，不动弹了。叶梅大字形躺在地上，披头散发，大口喘气。田宇鼻子流血，胡乱抹了一把，站在林硕身边，防备着林小胖。林小胖智力缺陷，看不出田宇的用意，只是挠着后脑勺，憨厚地笑着，姐夫，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林硕爬起来，第一时间去找叶梅。领导！叶梅深呼吸2口，露出笑意，我没事儿。林硕搂住叶梅的脖子，心有余悸，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常小竹见到此场景，心中难受，对不起，我什么忙都没帮上。田宇安慰他，小竹姐不擅长打架，还是敢冲上去，已经很棒了。常小竹的手脚还在抖，刚刚冲过去完全是身体的本能，现在才感觉到害怕。田宇握住她的手，小竹姐，没人会责怪你，你做得很好了。得到肯定，常小竹抱住田宇，谢谢你小雨。林小胖看着和谐的一幕，呲着牙笑着，
他有点想他的姐姐了。如果他的姐姐也在，也会这样抱着他。林硕拉着叶梅起来，走到林小胖面前，将他抱在怀里，手握成拳，重重的捶打了2下后背。兄弟，谢了。林小胖忽然就开心了，姐夫，不客气。几人互相搀扶着回到溶洞，小胖子拖着狼的尸体跟在最后面。走到山洞口，林小胖停下来，姐夫，狼给你。不等林硕说话，叶梅先开口说道，你带进来吧，一起吃饭。林硕小小的惊讶了一下，也说道，听你姐的。叶梅听懂了林硕的潜台词，她是姐，林硕是姐夫，那不就是……她羞愤地打了林硕一下，乱说什么呢？林硕开口后，林小胖才拖着狼进入山洞。常小竹去煮饭，田雨带着林小胖去湖边，教他处理野猪肉和狼的尸体。林硕躺在床上，叶梅拿出刀，割开伤口周围的裤子，一点点地帮他清理伤口。布条已经被鲜血浸透，叶梅取下仙人掌，伤口和仙人掌粘连在一起，撕开后一股血流了下来。幸运的是，只是皮肉伤，没有伤筋动骨，就是创面太大，不好愈合。叶梅擦拭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看着伤口一阵心疼，很疼吧？林硕笑了笑，还行，没那么疼了，就是腿有点麻。叶梅出去取了热水回来，用煮沸消毒锅的布条轻轻擦拭着伤口中的血，重新敷上仙人掌，割下新的布条放在热水中洗净，重新绑好。叶梅的包扎技术比林硕好多了，布条捆绑得整整齐齐的。林硕尝试着动了一下，血迹立刻渗了出来。叶梅瞪他一眼，这2天你别乱动了，在床上休息吧，有什么事情我们来做。林硕张开双臂，过来一下。叶梅乖巧地躺在林硕的怀里，林硕靠在床上，怀中抱着叶梅。要是让公司的同事知道，不知道要怎么羡慕嫉妒恨呢？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待人苛责的女强人，在林硕面前会露出小女人的姿态。林硕挑起叶梅的下巴，叶梅疑惑地抬头，林硕吻住她的嘴唇。叶梅缓缓闭上眼睛，呼吸变得粗重起来。林硕的手开始不老实，探索着叶梅对身体。叶梅抓住他的手腕，美眸中满是责怪，都伤成什么样子了，还不老实？林硕嘿嘿一笑，我伤的是腿，又不是手。叶梅站起来，整理林硕弄乱的衣服，面容红润，眼神能流出水来。那也不行，你这几天给我老实点，好好养伤，不然以后你别想再碰我。常小竹推开门，吃饭了，我煮了鲫鱼汤。他的目光在叶梅身上停留了一会儿，抽动着鼻子闻来闻去，什么味道也没闻到，露出疑惑的表情。你们刚刚在做什么？叶梅扣上合下的扣子，拉着常小竹出去，什么也没做。林硕腿上的伤不能下床，我一会儿把鱼汤端来喂他。常小竹挣脱开叶梅的手，你先吃，我来喂他。叶梅顺手关上门，直视着常小竹，果断拒绝，不行。常小竹见门关上，手抱在胸前，面露冷意，姐姐，吃独食不好吧？叶梅避开常小竹目光，什么独食？我听不懂，我去给林硕盛汤。趁着叶梅盛汤的功夫，常小竹推门进入。林硕正闲着没事儿，拿着床前的一块木头雕花打发时间，见到常小竹的时候愣了下，你不吃饭吗？常小竹走到床前，盯着林硕，像是狼盯着猎物，比刚刚那头狼扑上来时候的目光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小竹关上房门，用木棍抵住门上的横栏。林硕有点慌，双手撑着床让自己坐起来。小竹你要干嘛？常小竹脱了上衣，又脱了内裤。她今天穿的是裙子，直接坐在床上扑到林硕身上。我忍不住了。林硕一边抵挡着常小竹的动作，一边劝解，小竹你冷静点，一会儿叶梅回来了。常小竹赌气地说，回来就回来，我不管。林硕本就因为失血过多，身体虚弱，抵抗了一会儿就没力气了，任由常小竹解他的衣服。小竹你等我伤好了好吗？不行。常小竹脱林硕裤子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伤口，林硕疼得倒吸一口冷气，他的动作忽然停下。林硕见他没动作，看过去发现常小竹已经泪流满面。常小竹骑在他的身上，搂着他的脖子，呜呜，我是不是很没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梅姐奋不顾身冲上去救你，我吓得不敢动。我知道我做的不够好，我没本事和梅姐争，可是我看到你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好难受。林硕轻轻地搂住常小竹的肩膀，他哭的肩膀一抖一抖的，没人怪你，真的，你做得很好了。我们之间缺了谁都不行，你为我们做饭做家务，还会用桦树皮编织一些好看的物件，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如你。常小竹哭了一会儿才说，可是那些东西又不能帮到你，梅姐能照顾你，田雨可以跟着你打猎，就连新来的小胖子也能帮你做很多事情，只有我最没用。林硕轻轻地帮他擦干眼泪，怎么没用？我们不仅仅要生存，还要生活啊，你做的东西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常小竹冷静下来后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右手抱着胸，慢慢地从床上退下去，看着林硕又渗出血的伤口，他咬着下唇，对不起。
林硕刚准备说点什么，耳边传来推门声，随后听见叶梅气愤的骂声：“小骚狐狸，你把门打开！你们在房间里干嘛呢？”常小竹吓得浑身一抖，胸前也跟着一颤。林硕的眼睛下意识地看过去，直到叶梅喊道：“开门，我给林硕送鱼汤。”林硕轻咳一声，小声说道：“快穿衣服，开门，不然一会儿咱俩都得完蛋。”常小竹穿好衣服，挪开木棍。叶梅推门进来，径直走到床前，鱼汤往床头柜上一拍。常小竹给了林硕一个自求多福的目光，偷偷离开。林硕一动也不敢动，像出轨被老婆捉奸在床的丈夫。叶梅没好气地说：“愣着干嘛？自己喝，要不要让小竹回来喂你？”林硕赶紧端起碗，2根香菜飘在上面，鲜香扑鼻。他呲溜呲溜地喝着，来不及尝味道，赶紧把一碗鱼汤喝下肚。看到林硕如此模样，叶梅扑哧一声笑出来，把碗接过来：“喝饱了吗？要不要再来一碗？”林硕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不了，我睡觉了。”他躺下，把豹皮掀起来，蒙住头。听到叶梅的脚步声离去，他才露出脑袋，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女人啊，嫉妒心可太强了。休息了一会儿，林小胖来到门口：“姐夫，我吃饱了，我要回去了。”林硕看他浑身的血污，洗个澡吧。你这身血别把狼招来了。林小胖尴尬地说：“我没有换洗的衣服。”林硕喊道：“领导，帮小胖找一件能穿的衣服。”他们的衣服都是女款。叶梅找了半天，最终拿出一件孕妇碎花裙，对着林小胖的身材亮了下，也就这个适合他体型了。林小胖呵呵笑着：“这个好看。”林硕见他不排斥女装：“行，你自己去湖边洗澡吧，别往湖中间走，小心被暗流卷走了。”林小胖离开后，叶梅坐在床边，怎么有一种养孩子的感觉？林硕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随后搂住叶梅的腰肢，嬉笑着说：“咱们要个孩子吧。”叶梅吓了一跳，慌忙站起来：“你疯了，这种环境下生孩子怎么养？”林硕只是开个玩笑，没想到叶梅的反应这么大。更让他欣喜的是，叶梅不排斥和他生孩子，只是因为环境不能生。叶梅也意识到自己反应有点大，主要是她这几天应该来例假，但是一直没来，她心里很担心。毕竟前2次林硕都折腾很久，而且没做避孕措施，假如怀孕了，她能疯掉。很快，林小胖洗澡回来，穿着碎花裙，实在有些好笑。田雨上前拉了下裙摆，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还挺适合他。林小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笑，他也跟着一起笑。姐夫，那我回去了。林硕叮嘱道：“晚上小心点，门要关好，发现狼群你就大喊，我们能听得到。”林小胖离开后，叶梅说他其实挺可怜的。林硕搂过叶梅：“谁不可怜呢？飞机上的人都很可怜，我没那么大本事，我只能保护好身边的你们，其他人我力所能及帮一下就仁至义尽了。”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林硕除了上厕所基本不下床，就连洗澡叶梅都不同意。林小胖每天都回来看望林硕，而且会带上他捉的礼物，比如昨天就捉了一条蛇，晚上煮了一锅蛇羹。又一日清晨，林硕努力地证明自己没事儿：“领导，我真的没事，只是皮肉伤，不用休息这么久。”叶梅正在帮林硕涂抹仙人掌的汁液，伤口有1指宽1尺长，看起来狰狞可怖。自膝盖上方斜着向上到大腿内侧，如果当时那头野猪头再抬得高一点，或者林硕躲得慢一点，可能他就要变成圣诞老人了。叶梅还是担心，如果你行动的时候再次把伤口崩开怎么办？林硕满不在乎地说：“那就让伤口再长上呗，我又不是那些小鲜肉，出点血就喊疼去医院。”叶梅依旧不同意。林硕没办法，只能使出绝招：“你让我闲着太无聊了，我们还是生个孩子吧。”说着去抓叶梅的手。叶梅嗖的一下把手收回去：“你就不能想一些正经事儿？”林硕委屈地说：“正经事儿我想了，你不让我去做，我只能想点不正经的了。”叶梅无奈：“行，你可以下床，但是你不可以去打猎，只能在山洞周围活动，等伤口完全愈合再说其他的。”林硕拉过叶梅，吧唧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爱你。”林硕迫不及待地起床，来到山洞外。他的腿还是有点疼，不过不影响行动。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他朝着林小胖的木屋走去。林小胖的门紧闭，人不在家，又跑哪去了？从林小胖家出来，林硕顺便去检查鸡圈。自从林小胖来了后，野鸡一直是他来喂养，鸡蛋也放在他这里。不过每次林硕也不是美国佬那种剥削者，取走时会给林小胖留2枚，让他自己烤着吃。不知道是不是林小胖的个人天赋，自从他喂养后，野鸡长肉很快，又大又肥，已经完全飞不起来了。硕哥，田雨从山洞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狼皮。经过2日的洗涮，狼皮终于干净了。田雨拿出来在太阳下晒干，可以制作成床垫。你的腿怎么样了？林硕走2步说：“没事了，你看。”田雨心虚地朝着山洞看了一眼，小声问：“
这2天你憋坏了吧？林硕愣住了，田雨问的这个问题，他要怎么回答？如果是叶梅和常小竹问他还正常，从田雨口中问出来，实在有些不太对劲。田雨凑到林硕耳边，硕哥，我们去打猎吧。我昨天出来的时候看到林子里有野鸡，附近可能有野鸡群，我们抓几只回来煲汤。林硕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原来憋坏是这个意思。他背过身去掩饰尴尬，好啊，正好我手也痒了，我们捉回来让你小竹姐来做。田雨把骨毛交给林硕一根，变魔术一样从背篓里取出他的短手斧，我就知道你肯定闲不住，啦啦啦，看你的斧头。林硕一把搂住田雨，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口，还是你懂我。田雨带路，林硕跟在后面，两人进入雨林后朝着南边走。走了还不到100米，林硕就听到野鸡扇翅膀的扑腾声，顺着声音的方向追过去30-50米，前方出现一只正在觅食的灰色野鸡。田雨准备动手，林硕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别急，这是一只母鸡，母鸡都是成群的，我们再等等看。母鸡的爪子在地上扒拉一会儿，可能是没找到吃的，又扇着翅膀往前飞。两人就这样走走停停，追出去快200米，野鸡落到了一条小水沟附近，钻到旁边的草丛里不见了。与此同时，林硕又见到另外2只在附近觅食的野鸡。小水沟是上次暴雨冲刷后形成的，里面有些积水，附近的蚊虫很多。林硕经过这里很多次都没有见到野鸡群，看来他们是这2天才过来定居的，只能说他们很不幸，选错了地址。田雨，我捉左边这只，你去捉右边的。两人分开摸到了野鸡近处，林硕刚准备动手，忽然咻的一声，田雨方向的那只野鸡挣扎着扇了2下翅膀，随后从空中摔落。田雨刚从隐藏点冲出来，这一箭几乎是擦着他的身子飞过去，险些射在他的身上。不远处的林子里走出一对男女，男的是个白人，看起来有40-50岁，络腮胡，赤裸着上身，精壮的肌肉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他手里拿着一张弓箭，正对准田雨。女人似乎是他的女儿，年龄应该在24-25岁，和林硕的年龄差不多。白色的长裙上沾染了不少污渍，手里提着2只已经死去的野鸡。男人用英语喊道：小姑娘，那只野鸡是我的猎物，我不想伤害你，你走吧。林硕企图摸到男人的身边，男人警觉性很高，转身弓箭对准林硕的位置，朋友别躲了，我看到你了。林硕只能站起身，身体借助前方的树遮挡，用英语回道：如果没有你，我们能捉到2只野鸡，你不仅差点射中我妹妹，还吓跑了我们的另一只猎物，你要怎么补偿？田雨和林硕的默契度很高，他读懂了林硕的意思，朝着男人靠近。男人的弓箭再次对准田雨，男人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你们别过来，我的目标只有那只野鸡。是他忽然跑出来，你也看到了，那是个意外，我没想攻击他。林硕察觉到男人的状态不太对劲，担心再刺激他会鱼死网破，于是后退一步说：老兄冷静点，我觉得你应该给我妹妹道个歉。男人有点歇斯底里了，不可能，你们给我后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这时男人身后的女人上前一步，给林硕鞠了一躬，对不起，我爸他不是故意的，那只鸡也可以让给你们，我们这就离开。说完拉着男人往后走。林硕只为了争一口气，没有白拿人家猎物的道理，喊了声嘿。女人回头，林硕丢过去一瓶水，看你们的嘴唇发白干裂，应该很久没喝过水了，喝完瓶子还我。女人接住后有些犹豫，林硕耸耸肩说，这里是烧开过的水，没有毒，我只是想交个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教我制作弓箭？林硕早就注意到男人手里的武器了，淡黄色的弓身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制作的，手艺相当不错，弓弦看起来也很结实，杀伤力很强，20多米的距离刺穿野鸡的身体，这个威力面对狼这种中型野兽也有一战之力。女人打开瓶盖，喝了一小口，过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然后递给男人，爸，他的水很干净。男人荡开女人的手，很硬气地说，我不喝他的水，也不会教他。女人处事比男人圆滑多了，不好意思，我爸脾气不太好，我们之前遇到的人也都不怀好意，他是为了保护我才会这样。女人向林硕介绍，我叫安娜休斯，你们可以称呼我安娜，这是我的父亲雷，你们最好称呼他休斯，他不太喜欢不熟的人直呼其名。林硕打了声招呼，林硕，她是我的妹妹田雨。田雨打了声招呼，你好安娜。安娜走过来将水还给林硕，你妹妹好酷啊。这时雷忽然走过来拉住安娜的手，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好人，别和她走得太近。既然对方不友善，林硕也懒得和他们继续交流。田雨，把鸡带上，我们走。安娜露出报以歉意的笑，等等，你们是住在附近吗？林硕头也不回。安娜急得跺脚，爸，你看你干嘛对他们那么大的恶意？雷倔脾气地说，谁知道他是不是对你见色起意？安娜替林硕辩解，他是个好人。这下可戳到了雷的肺管子，
你没看到他要对我动手吗？他怎么可能是好人？他给我们水，水里面肯定加了东西。林硕和田雨从林中回来，恰好看到叶梅站在山洞口，见田雨提着一只野鸡，气得一阵数落：你这么大的人，怎么还要别人处处提醒？你忘记你的伤了吗？林硕嘿嘿的笑，也不还口。等叶梅的气撒完了，才拉着他的手说：我们捡来的鸡，今晚让小猪煲汤喝。叶梅瞪了田雨一眼，田雨心虚的低下头，偷偷的看了林硕一眼。林硕也在看他，相视一笑。晚上，林硕喊来林小胖一起吃饭。吃饭时，林硕听到山洞里有动静，他对众人做了个虚的手势，拿起骨矛起身，来到木门后面。上次暴风雨的时候，外面的门就被风吹坏了，林硕只是在山洞口做了些遮掩，终于还是被其他人发现了。田雨也带上武器，蹲在林硕的对面。山洞里传来两个人的对话声，安娜惊喜地喊道：爸，这里有个山洞，快来。雷的声音传来：小心一点，山洞里很可能有野兽。林硕听到后和田雨对视一眼，都听出声音是白天见到的妇女。爸，你有没有闻到什么香味？雷的声音拔高了2度，紧张地说：安娜，你推到我后面来。咚咚咚，雷问道：里面有人吗？林硕还记得这个男人是怎么拒绝他的，清了清嗓子，用低沉的声音说：这里有人住了，你们离开吧。安娜恳求道：我们只住1晚上就离开，可以吗？林硕再次拒绝：不行。雷是个暴脾气，砰的一脚踹在门上：我就要住在这儿，有本事你们把我赶走。安娜拉着雷：爸，你别动不动就发火，我们好好说，他们会同意的。雷大声威胁道：我手里有弓箭，我是个猎人，我不怕你们。林硕喊来林小胖，挪开木门，3个人一起走出去。安娜看到林硕的时候，有一瞬间的惊喜：是你？林硕没有看安娜，冷着脸瞪着雷，威胁说：这里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你觉得可以留下，那你就试试。安娜上前一步：林，求求你了，就1晚上。雷再次打断安娜的话，张弓搭箭对准林硕：来啊，谁怕谁。安娜终于忍无可忍，声音尖锐：爸，从现在开始，你一句话都别再说了，你必须教他们制作弓箭，不然我们就分开走。戏剧性的一幕让雷彻底傻了眼。我……安娜喊道：闭嘴。雷放下弓箭，不再言语。安娜向林硕鞠了一躬，诚恳的道歉：对不起，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山洞留宿，作为报酬，我会让父亲教你们弓箭的制作方法。早这样不就好了？如果雷一开始就能好好说话，双方也不至于闹得这么僵。林硕点头：可以，但是仅限今晚，明天你们就得去找新住处。安娜再次90度鞠躬：太感谢你了。她把手里的一只野鸡递过去：你们应该在煮饭吧？不可以借用你们的火种？作为交换，我们可以送你们一只野鸡。我爸虽然会钻木取火，但每次都要花费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看不出来，雷还是个全能，怪不得能带着女儿在林中活下来。林硕再次打起雷的主意说：你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灶台来煮饭，不过柴你们要自己捡，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教教我们怎么钻木取火吗？雷下意识的想开口拒绝：我自己可以。安娜瞪了他一眼，答应下来：没问题，我会说服我爸。安娜和雷去林子里捡干柴了，林硕让常小竹去烧热水，他拎着得来的野鸡来到湖边，把鸡给收拾了，留着明天吃。叶梅过来帮忙：林硕，不会有事吧？林硕看人还是很准的，放心吧，他们应该没有恶意，就是那个叫雷的对我们的防备心很重，总担心我对他女儿有企图。叶梅噗的一声笑出来：他还挺有先见之明。林硕，你哪边的？叶梅用肩膀撞了一下他：那个叫安娜的，个子高，身材还好，长得也漂亮，你对人家一点想法也没有。林硕放下鸡，无奈地说：领导，你如果闲着没事的话，就去弄点火炭到烟熏房里，一会儿我给你们做叫花鸡吃。叶梅白了他一眼：切，我还不了解你，装模作样。林硕还真就啥也没想，他又不是泰迪，1年4季都在发情。看雷那护短的样子，别说林硕什么企图都没有，真干点什么，不得一箭射死他。过了半个多小时，雷和安娜背着2捆干柴回来了，他们也是第一次进入溶洞。安娜看到林硕在湖边盖的小木屋，还有灶台，发出一阵惊叹：林，你好厉害，我爸都做不到这些。林硕被夸得有点飘飘然，叶梅在一旁捏住他腰间的肉扭了一下。林硕瞬间痛苦面具。雷听到自己女儿夸赞其他男人，心里顿时不是滋味。我也可以做到，只是没工具，你看他们什么都有。雷看到了林硕的工具箱，田雨在一旁提醒，硕哥建房子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他用的是石斧。雷顿时尴尬。安娜来到灶台边上，把干柴放下，看向林硕：林，里面还有木柴，我现在就可以用吗？林硕也不差这点木柴，他现在有斧头和锯子，都是直接砍树后劈柴。自从林小胖加入后，劳动量大大增加，光是木柴就堆了一整面墙。
可以，你们用吧。安娜在煮鸡汤，对着雷说：“爸，我来煮饭，你去教林。”雷不情愿地走到林硕的工具箱旁，挑选了一把锯子往外走。跟我来，我带你去找适合制作弓箭的树。林硕这个时候意识到一个问题：今晚就能把弓做出来吗？雷总算找回了一点面子，趁机批评道：“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选材和制作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验。就算是我，制作一把好弓也得2天时间。弓还不是最主要的，箭也得选择合适的木材，否则射出去后会有偏移，影响准度。”林硕直呼上当，他以为今晚就能制作出来，明天父女2人就离开。如今看来，他得多收留2人一段时间了。林硕看向安娜，安娜也在看着他，狡黠地笑了笑：“林，我也不知道制作一把弓箭要这么久，看来我们要多打扰你们一段时间了。”林硕倒不在乎他们住多久，但是被耍了，心里总归不爽。路上主动询问雷：“你除了弓箭和取火，还会什么？”雷总算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找回了一点自尊心，带着炫耀的语气说：“我可是有猎人执照的，各种捕猎的陷阱我全都会，而且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在野外利用树枝、树藤一类的东西就能制作出来。”林硕听完，眼前一亮。他之前就尝试过制作陷阱，但只能捉到兔子、松鼠一类的小型动物。鸡圈刚刚建成的时候，他是打算做个捕狼的陷阱的，可惜失败了。他曾经看到的那些捕猎陷阱教学，对地形的要求很大，真正实操起来，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完美的地形，陷阱的作用也大打折扣。雷当场就要给林硕演示一下：“你的斧头给我。”林硕看着他壮硕的身材，有些犹豫。雷不耐烦地说：“你如果不想学就算了。”安娜还在煽动，雷这个女儿奴应该不至于不顾女儿的安危，在这里和他动手，于是把斧头交了出去。雷用锯子割下一根木棍，用斧头竖着劈开，尾部留着一截，形成类似于夹子的形状。接着他扒开树皮，缠在夹子的尾端，手尽力地撑开夹子，中间竖着插进去一根木棍，再在木棍上立着放了一根用来支撑夹子上端的木棍。他将陷阱埋在土里，拿着斧头轻轻触碰下端的木棍，用于支撑的木棍瞬间弹飞，夹子啪的一声合上，看起来力道还不小。估计兔子这种小猎物，脊椎一下就会被夹断，比他用的套圈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林硕惊叹一声，这个陷阱真是巧妙。雷很享受林硕的夸赞，走吧，前面那棵就是我们要找的树。眼前是一棵这树，林硕不认识，于是询问雷：“这是什么树？”雷解释说：“这种树木材坚硬，而且弹性不错，能承受很强的拉力。”林硕摘了一颗红色的这树果，问道：“能吃吗？”雷挑选了一段有弧度的树干，用锯子割断，回头看了一眼，能吃，不过泡酒喝最好，能壮阳。林硕一听壮阳就来精神了。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叫：“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贴上壮阳的标签，再难吃也能吃绝种。”他摘了很多放在腰包里。雷疑惑地看了一眼，目光中带着诧异和不解，就差问你是不是性功能有问题了。这下不能让安娜接近林硕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和性功能有问题的男人在一起，婚后的生活一定不会幸福。林硕不知道雷心里怎么想的。壮阳啊，多吃点没坏处，等出问题再吃就晚了。雷切下来需要的木材后，用斧头削皮，清理上面的叶子，用手弯折了一下，感觉强度还可以。弓身就用这个吧。林硕对弓箭的理解还停留在掰一截树枝，用绳子捆上的阶段。然后呢，还要做什么？雷用很无奈的目光看着林硕。好吧，兄弟，看来你是什么都不懂，不如帮你制作一把弓箭，就算完成我们的约定了，如何？林硕拒绝。中国有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雷听得一脸懵逼，啥意思？林硕不得不耐心地和他解释，就是你给我鱼，我只能吃一顿，但是你教会我怎么捕鱼，我能顿顿吃饱，所以你必须教会我制作弓箭，不然约定不算完成。雷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如果不是因为你收留了我们，我一定会揍你。接下来的时间，雷几乎在发火的边缘，和林硕讲解了弓箭的制作流程。大致意思就是选好合适的弓身后，还需要对弓身进行卤煮，然后晾干，避免弓身在使用的过程中开裂。这个过程不能用烘干的方式，只能自然风干。弓身制作好后，上面需要涂上油脂，用于防潮。接下来是弓弦的制作，弓弦他们暂定用鹿筋，但是雷说牛筋是最好的选择。鹿筋晒干后会变成纤维，刮掉上面的脂肪，用手去扒开，制成金丝，再将金丝编成弓弦，放在水里泡软，拉直，晾干，用特殊的绳结绑在弓身上，金丝会有延展性。接下来的几天需要不停地调整弓弦的松紧度，太紧了弓弦会断，太松了又会影响威力和准度，这个只能凭借经验判断，没办法口述。等待的时间也不能闲着，他们要去寻找箭头的材料，一般用骨头或者贝壳一类的。箭鱼有现成的，
可以用匀称的野鸡毛修剪一下。林硕此时才知道，原来制作一把弓箭这么麻烦。雷讲述完，两人已经回到了溶洞。安娜煮好了鸡汤，叶梅还贴心的送了些盐巴给她。安娜感激不尽，并且承诺一定会叮嘱她的父亲好好的教导林硕，确保林硕能完全学会捕猎的各种技能。在此期间，他们会和林小胖一样，在林子外面选择一处适合居住的地方，长期定居。吃饭的时候，安娜将她的计划告诉了雷。雷听后大发雷霆，不行，我们必须要离开。安娜不知道雷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应，爸，你吃饭的碗和勺子都是他们提供的，你说这些话不觉得很没礼貌吗？雷轻咳一声，偷偷看了林硕一眼，女儿，爸不会害你，我知道你对这个东方男人有好感，你和他在一起一定不会幸福的。安娜碗筷放下，爸，你说什么呢？我是为了我们以后，我们总不能一直在林子里流浪，这里是不错的定居地点，他们也对我们很友好。雷不知道要怎么和女儿说。这时林硕过来了，他已经煮好了盐水，询问雷应该煮到什么时候，火候大小。雷教完林硕后，安娜已经吃饱了，和女人们玩牌去了。林硕煮好弓身，挂在高处晾干，询问雷，你们晚上打算睡在哪？溶洞里的晚上会很冷，你们小心着凉。毕竟人家教了他，林硕的态度也和善不少。雷说，我们会到林子里找一棵树，把自己绑上去，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休息方式。林硕坐在雷的对面，雷顿时警惕起来，诡计多端的东方男人，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答应。林硕回头看了眼木屋，我和叶梅商量好了，今晚让安娜住在木屋里，我们就不睡了，抓紧时间，你把你会的东西都交给我。雷忽然站起来，你做梦，我只答应你教你制作弓箭和钻木取火。林硕一脸无辜道，你女儿已经答应我们了。安娜看到木屋的环境就喜欢上了。在林硕和雷在外的时候，叶梅就代替林硕与安娜达成协议，未来可以帮助他们建一座这样的小木屋，但是雷必须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会的技能都交给林硕。安娜表示没问题，真是父慈女孝啊。雷听完后整个人都炸了。安娜玩牌正在兴头上，没理会雷。林硕又说，安娜猜到你不会答应，所以和我们说你会的她基本都会，如果你不教，她会留下来教我们。雷想也不想直接拒绝，不可能，我警告你，你离我的女儿远一点。林硕问，那你教不教吧？雷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和林硕独处，他险些一口气没上来。行，我教。林硕取出木头和木棍，往雷的面前一摆，来吧，先教我钻木取火。雷看了一眼说，这块木头不行，必须选那种枯死的老树，木棍用手搓会累死你。有绳子吗？我们要先制作一个取火工具。林硕说，绳子有，枯死的老树我们还得到林子里去找找。雷喝了最后一口鸡汤，把鸡腿肉塞到嘴里，起身看了眼安娜的背影，似乎在压抑着怒气。他深吸一口气，走吧。来到山洞外，月亮已经爬上树梢，潮湿的热气扑面而来，像是泡在热水里。只有海风偶尔吹过的时候，才会让人舒服一点。对比之下，雷忍不住感叹道，你们选的这个溶洞真不错，如果是我，也会选择在这里定居。林硕很想留下这个老猎人当帮手，那就留下来呗。安娜也很喜欢和我们相处。雷听到后，脸瞬间冷了下来，不行，我会好好教你，但是教会你后，我会带着安娜离开。林硕不知道他抽什么风，也懒得深想，他朝着林小胖的木屋走去。反正你教一个也是教，教两个也是教，我再喊个人来。林硕喊来林小胖。不久后，林硕找到一棵枯树，雷掰下一块木头，将中间的部分碾成粉末状，挖出一个圆形的凹槽，木屑留在里面。他拿出木棍，将木棍底端简单的修成圆形，放在凹槽内，再将木棍中间挖空，用绳子缠上，多绕几圈。他将绳子的另一端交给林硕，我们一起拉。两个人一人握着一边，你来我往，木棍旋转起来，速度越来越快，只用了几分钟，木头的凹槽就冒起了烟。林硕看到冒烟，内心有些兴奋。男人对于这种涉及到未知领域的事情，总有着莫名其妙的兴趣。明明只是做成功了一件小事，却有很大的成就感。雷提醒道，继续，火星还没出来，现在停下来，火就灭了。又拉了2分钟绳子，林硕感觉自己的胳膊发酸发胀，都不是自己的了。终于，木屑上亮起了火星。停下！雷把木棍捧起来，抓了一把干草，将亮着火星的木屑倒在干草里。雷的双手捧着干草，只留下一条缝隙，轻轻吹着，木屑上的火星越来越亮，点燃了干草，干草冒起白烟，中间燃起了火光。雷把干草丢在地上，碾灭，确保不会引起火灾后，对林硕说，知道怎么做了吧？你们两个试一下。林硕也有模有样的取来一块木板，用刚刚的制作好的取火工具，让林小胖帮忙拉着绳子另一头。20分钟后，成功点燃干草。接下来轮到林小胖来操作，林硕去配合他。2个小时后，雷冲着林小胖忍不住咆哮，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说了出火星的时候要盖上干草，用嘴轻轻的吹。你一口气把木屑全吹飞了，怎么可能点得着？林小胖挠着后脑勺，我忘了。这样的情景已经发生过10几次了。雷恨铁不成钢的骂道：猪都比你聪明。林硕的身上黏糊糊的，对雷说：你先教他，这个时间女人们应该睡了，我刚好洗个澡。雷在气头上没多想，不耐烦的挥手：行，一会儿我也去洗洗。林硕来到湖边，脱了衣服，冰凉的湖水驱散了身上的燥热。他朝着湖中心游过去，顺便查看一下捕鱼笼。今天的运气不错，里面有一条草鱼，明天又可以喝鱼汤了。刚放下捕鱼笼，就听到身后有人入水的声音。转身一看，就见到月光下一具洁白的躯体正踏入水中，湖水刚刚没过他大腿的位置。是安娜。雷防贼一样防着他，要是知道自己看到他女儿洗澡，怕是直接暴走。林硕慌忙躲在石头后面。安娜没有发现湖水里有人，走到腰身的区域，蹲在身子，舀起水泼在自己的肩膀上。哗啦啦，终于等到安娜洗完了，林硕松了口气。等安娜离开后，才从水里出来。上岸后，林硕听到雷的声音：安娜，你刚刚是在洗澡吗？安娜坐在灶台边上，擦着湿润的头发。对呀。雷疑惑地问：不对啊，林半个小时前说要来洗澡，他人呢？安娜回头朝着林硕的方向看了一眼。林硕慌忙躲起来。安娜语气平静地说：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吧，爸你不洗一洗吗？身上臭死了。雷闻了下自己的腋下，差点熏晕过去。你看到林和他说一下，让他准备好路径，一会儿我教他搓弓弦。雷去洗澡了。林硕从湖水的另一边上岸，碰巧撞见准备回房的安娜。安娜热情地打招呼：嗨，林，我爸说的你都听见了吧？林硕尴尬地点头。安娜对着林硕眨眨眼：那我先回去睡觉了。他是发现了吗？林硕不知道，也不敢问。一夜未睡。第二天清晨，女人们醒了做饭，林硕回屋补觉。刚睡着就被雷从被窝里拉起来：你要对答应安娜的事情负责。林硕还处于懵逼的状态，听成你要对安娜负责。他心虚地问：昨晚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昨晚什么事情？雷忽然瞪大双眼，扯着林硕的衣领把他拽起来：你昨晚和我女儿干嘛了？林硕连忙改口：没什么，你让我负责什么？雷还想追问，安娜也跟了进来：爸，你干嘛啊？雷看着自己的女儿：你和她没什么吧？安娜把雷推开：你乱说什么呢？我和她能有什么事情？林还要休息，你等她睡醒了，我们再去选建房的地方。原来是想要建房子。林硕打了个哈欠，从床上爬起来：你们吃早饭没？吃完一起去。吃饭的时候，雷始终盯着林硕，他总觉得林硕和安娜之间有什么事情瞒着他。吃过饭，3个人出门。林硕带上武器、食物和水，我陪他们选好纸就回来。田宇也要一起去。硕哥，带上我。林硕想到雷今天早上杀人一样的眼神，担心雷会找个地方弄死自己，于是同意了田宇的要求，一起吧。4个人出门，田宇叽叽喳喳的和安娜聊着天。他的英文还停留在课本上，不过交流起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只是一些口语上的东西他还不懂，安娜会耐心的和他解释。林硕和雷默不作声的走在前面，听着两人的聊天。林硕也因此得知安娜是个高级护士，在护士中属于天花板的级别了。雷是个老猎人，他20岁取得猎人执照，如今已经有28年的打猎经验，靠着狩猎野猪为生。安娜对打猎很感兴趣，7岁开始就跟着雷去执行政府派发的狩猎野猪的任务。因为雷在打猎的过程中总会受伤，而美国的医疗资源又很紧张，有时候断腿都要派上1周的时间才能预约到手术，所以他才选择护士这个职业。安娜的打猎技术也非常好，只是比起陷阱和弓箭，她更擅长使用枪。4个人在附近转了一圈，雷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地方。他不想挨着岩壁，因为下雨时雨水会沿着岩壁进入屋子里。林中又太热，他理想的地方是山洞，附近如果有淡水就更完美了。提到山洞，林硕想到一个地方，我知道哪里有山洞，绝对符合你的要求，但是在那里建房可能会有点小麻烦。狼群一直是林硕的心腹大患，如今雷来了，又带来了弓箭，正好借助雷的手除掉他们。林硕将碎石堆的情况描绘给雷听，那里因为山崖坍塌，许多巨石脱落，搭建出一些天然的洞穴。我进去查看过，洞穴内比较凉爽，而且还有淡水顺着山体流淌下来。雷听了后很是心动，麻烦是什么？林硕说那里已经有主人了，狼群。雷没往大型狼群的方向去想，因为见到过林硕用狼皮制作的家具。林硕没有弓箭都能狩猎狼，雷还以为只是几只从族群中独立出来的小狼。他大言不惭地说没关系，我们有这个。他拍了拍自己的弓箭，我是职业猎人，这些年杀的狼没有100只也有70、80只了，交给我吧。林硕见他答应，心中窃喜，行，等弓箭制作好我们就去
把狼群赶走。雷急迫的想让安娜和林硕分开，想立刻找到新住处，我自己就可以。林硕为难的说，你自己恐怕不行，狼群数量很多，我们最好还是从长计议。雷此时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问道，狼群有多少只？林硕伸出2根手指，20多只，具体数量不清楚。雷倒吸一口冷气，兄弟，你们东方人说话一直都这么大喘气吗？林硕无辜地说，你也没问啊。狼这种动物2、3只没什么威胁，因为它们的攻击方式单一，只能通过撕咬，只要控制住它们的头部，那就不会受多严重的伤。许多经过训练的成年人都可以单挑一头40公斤以下的狼。问题是，狼很聪明，并且有等级制度，他们会用战术，会相互合作。量变引起质变，狼群的数量一旦多起来，棕熊都得绕路走。曾经有记录显示，一群体型在50公斤以上的北美灰狼围猎了一头中等体型的灰熊，时间持续多天，灰熊被活活耗死。雷认真的想了会儿说，只有我们4个人不够，就算用火攻将狼群赶走，他们过段时间还是会报复回来。林硕深有体会，他救下田雨时杀了2头狼，现在这群狼似乎是盯上他们了，总是不时地出现在营地周围。前几天夜里遭遇的一幕，林硕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雷说，我们需要制作4把弓箭，先在外围猎杀狼群，减少狼群的数量。回去后，雷也不再说什么不靠林硕他们了，他乖乖的交房租，耐心的教林硕等人射箭的技巧，使用武器的发力，还有一些陷阱的布置和应用。不过始终不让林硕接近安娜。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一共制作了6把弓箭，2把备用，80根箭矢。林硕、林小胖、田宇跟着雷一起学习射箭。林硕拉弓拉的手指都磨了2个大血泡出来，他想用剩下的狼皮制作几副手套出来。雷阻止他，手套可以防止手指磨破，但是会影响手感，练习期间最好是空手，等你能熟练使用弓箭后才可以戴上手套。为了学习技能，林硕咬咬牙放弃了手套的想法。在这点上，田宇表现得比林硕要好很多。田宇田径队训练时强度比现在还要大，并且田宇有安娜的贴身教导，安娜会从后背用自己的身体来辅助田宇调整射箭的姿势，修正一些细节上的错误。雷拒绝用这样的方式教林硕，林硕也接受不了一个老男人贴在自己的后面。这成什么了？这样的动作太诡异了。田宇的动作越来越标准，准度也越来越高，20米的靶子，田宇可以保证时间内有8箭在靶上。林硕的评价是天赋型的选手，他目前只能保证有3箭不脱靶，而且距离靶心都很远。这天傍晚，林硕在练箭，安娜看到林硕的瞄准姿势，上前一步，从侧面抓住林硕的手，你的手不能绷着，要放松，你的肌肉绷得太紧了，会影响准度。林硕在安娜的指导下，慢慢地放松自己的肌肉，果不其然，这一箭精准地命中靶子。安娜又指点了林硕几个动作上的问题，从身后抓住林硕的手臂，胸部紧贴在林硕的背上。安娜呼出的热气打在林硕的耳畔，你瞄准不要闭上一只眼，用2个眼睛去瞄准，单眼的视线受限，而且会影响你对距离的判断。林硕感觉自己的心理防线有点失手，这一箭射歪了。安娜眉头一皱，没有放弃，你的持弓姿势也有问题，真不知道爸爸怎么教的你。你现在还不熟练，持弓要和身体一条直线，不要歪着，更不要平放。安娜是在认认真真的教他。林硕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将注意力都集中在弓箭身上。安娜伸出手，你双眼看着我这只手，瞄准靶心，深呼吸，在空气全部呼出去后，松开弓弦。咻！破空声响起，箭矢精准地命中靶心。这还是林硕练习弓箭以来第一次命中靶心。他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有点怀疑自己，这真的是自己做到的吗？他最开始认为射箭只需要对准目标就行了，后来练习的过程中才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无论是风向还是拉弓的力度大小，握弓的力度，甚至是呼吸，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雷只是教了他最基本的动作，就由他自己发挥了，导致林硕只能自己摸索，大多数时间都脱靶，挫败感也越来越强。在安娜的贴身教导后，林硕逐渐掌握了诀窍，10次能有6次、7次不脱靶了，还能有1次命中靶心。安娜贴身教学的这一幕，刚好被捕猎回来的雷看到。雷把手里的兔子往地上一扔，脸色大变，咆哮道：林，你放开安娜！林硕无语。安娜气得跺脚：爸，你根本就没有好好教他，你太敷衍了。都过去3天了，他的姿势都不标准，发力也不对，瞄准的方式也不对，你都教他什么了？雷狡辩道：那是他笨。安娜质问雷：那为什么我教他，他就能命中靶子了？雷支支吾吾，说不出理由来。他确实对林硕有意见，因此想故意刁难一下。安娜义正辞严地质问：你不好好教他，我们就没办法驱赶狼群，你是不是想一直寄人篱下？
寄人篱下，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个让人感觉很耻辱的词汇。雷很羞愧，无法反驳。安娜看到林硕血肉模糊的拇指和食指，心疼地问：“你怎么不戴手套？”林硕惊讶地问：“雷说戴手套会影响瞄准的手感。”安娜愤怒地瞪着雷：“爸，你教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雷更加羞愧：“让你戴手套是因为我心疼你。”林硕也意识到上当，这个老梆子竟然夹带私货，故意报复他。传统弓箭因为弓弦的力道太大，是必须要带护具的，否则会伤到手指。林硕窝了一肚子火，走到雷的面前。如果不是安娜在场，林硕真想给他一拳。安娜担心两人会打起来，连忙走到他们中间：“林，你冷静一点，以后我来教你。”雷下意识地反驳：“不行。”安娜呵斥一声：“你闭嘴！你别忘了，我们还住在他们的家里。爸，你公私不分，我对你太失望了。”听到这句话，雷整个人像是霜打的茄子，一下子蔫了。雷转身离开，安娜没有管雷：“林，继续，我来教你。”晚饭的时候，雷也没有回来。安娜吃饭都没吃好，晚上也没了玩牌的心思。林硕见状，主动提出：“我出去找找他。”来到山洞外，林硕没看到雷的影子，但是看到了林小胖。林小胖蹲在鸡圈外面，正逗弄着野鸡玩。林硕走过去问：“看到雷了吗？”林小胖委屈地指着自己木屋：“他把我赶出来了。”林硕还担心雷想不开出事儿呢，听到他霸占了林小胖的木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在小胖子的头上拍了下：“你啊你，还怕他不成？”林小胖说：“他一直哭，我就让给他了。”林硕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啥？”林小胖认真地复述了一遍：“他打猎回来的时候还笑着和我打招呼，从山洞里出来就一直哭，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林硕哭笑不得，看样子这个女儿奴终于还是被女儿的话伤到了心。快50岁的人了，能在林小胖面前哭，肯定感觉很委屈吧。林硕来到木屋外，敲门进去。雷躺在床上，双目无神，看都没看林硕一眼。“兄弟，听说你哭了。”雷翻了个身，不搭理林硕：“我说你就是活该，你看我的手，肉都刮下来一层，今天没打你都算是给安娜的面子。”雷闷声说：“你打不过我。”林硕笑了：“来，你起来，咱俩试试。”雷从床上坐起来，盯着林硕目露凶光。他早就看这个东方小伙不顺眼了。两个人来到外面，雷活动下脖子和手腕，下腰做出攻击姿势，林硕也做出标准的格斗姿势。两人都是业余水平，雷仗着自己的身体强壮，主动攻击，一记左摆拳砸向林硕的面门。林硕知道自己的力气不如对方大，拼拳也是劣势，索性进入地面。他下前抱住雷的腰，企图来个抱摔。雷同样抓住林硕的腰带，想要凭借力气来一个反抱摔。僵持了一会儿，林硕腿上的伤口剧痛，首先坚持不住。林硕紧咬牙关，抱住雷的一条腿，将他掀翻在地，随后骑在雷的身上，拎起拳头往他的脸上招呼。雷也不甘示弱，双臂架起来防御，抓住林硕攻击的空档，翻身将林硕压在身下。两人在地上滚来滚去，你来我往，都没占到便宜。没过多久，身上就沾满泥土。林小胖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给林硕加油助威：“姐夫，打他！姐夫，打得好！”雷听到林小胖的呼声，怒吼一声，双手扣住林硕的肋下，想要从地面脱离，回到自己的优势区。林硕仰头，砰的一声撞在雷的鼻梁上。啊！雷捂着鼻梁后退，鼻子里流出鲜血。林硕对着雷勾勾手：“来啊！”雷再次扑上来。林硕就是不和他打站立，每次都下前抱摔，雷空有力气无处使，愤怒的喊叫声不绝于耳。但林硕也不好受，虽说地面他占优势，可雷的力气不是盖的，偶尔挨上一拳头，他的脑袋能嗡鸣好久。腿上的伤也是大问题，已经有血渗了出来。折腾了快半个小时，两人都没力气了。林硕躺在地上，放弃防御：“不打了，不打了，休息会儿。你就算打综合格斗也有中场休息吧。”雷也喘着粗气，砸下来的拳头都软绵绵的，同样倒在林硕旁边，仰面看着天空：“林，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把女儿交给你的。”林硕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你难道不让安娜嫁人了吗？”雷的语气坚定：“可以嫁人，但是这个人不能是你。”林硕无奈的苦笑：“我从来没说我要娶她，一直都是你在意想。”他从地上爬起来，打了一顿，气也消了：“我知道你宠女儿，没必要把我当成假想敌。比对安娜，我对你的打猎技术更加感兴趣。”雷坚持说：“可是安娜对你有好感，这是两个人的观念问题了。”林硕懒得和他解释，有好感又不是一定要在一起。我去洗个澡，你去找安娜聊聊天吧，她很担心你。林硕一瘸一拐地往山洞走。雷这时才发现林硕的腿上有伤，血已经浸透了裤子。男人间其实没什么矛盾解决不了的，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打一架，要么打服其中一个，打到他哭爹喊娘，以后见到你就绕着走，要么就惺惺相惜，打完成为好哥们。雷就是后一种。他张了张口，为难地喊了声林。林硕回头问啥事儿。雷爬起来说，其实如果你是个正常人，我很放心把安娜交给你，你真的很厉害，但是我不能不为了安娜以后的幸福着想。林硕没听懂，什么叫如果他是个正常人？他不正常吗？叶梅现在就挺幸福的。林硕挥挥手，语气颇为无奈，随便你怎么想。回到溶洞，林硕满身泥泞和腿上的血吓到了所有人。叶梅和常小竹围着他，怎么回事？那个外国佬对你动手了？田雨默默地背上弓箭，一根一根地挑选箭矢。最后他觉得弓箭对付不了雷，毕竟对方的技术更好。田雨又拿起骨矛，安娜则是吓得脸色惨白。林，你怎么伤得这么重？我爸爸呢？林硕见他们如临大敌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没事儿，这是之前的伤口裂开了，我们的矛盾已经解决了，你去看看雷吧。最后一句话是对安娜说的。安娜惊慌地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矛盾解决了，去看看雷，再结合林硕身上的血，一个恐怖的念头在安娜的心里滋生。林硕该不会把他爸爸给砍死了吧？安娜急急忙忙地冲出山洞，她没看到雷，但是看到蹲在鸡圈门口的小胖子。安娜问，我爸呢？小胖子听不懂英文，挠了挠后脑勺，你叽里咕噜说啥呢？安娜急得跺脚，随后就看到了地上的血迹和刚刚两人搏斗的痕迹，她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爸，你去哪了？你别死！雷从林小胖的木屋里冒头，谁说我死了？安娜喜极而泣，爸，你还活着！雷一口气没上来，哪个狗日的和你说我死了？是不是林？我这就去找他。安娜连忙拦住他，不要！雷哼了一声，这家伙还挺能打的，鼻梁骨差点被他撞断。安娜心疼地帮雷检查伤势，除了鼻梁骨有些轻微骨裂之外，雷的身上还有多处淤青，最严重的还是脸上。林硕下手很阴，拳头的伤害不大，但都落在脸上，这就导致雷明明觉得自己打赢了，却又感觉自己打输了。安娜出来时什么也没带，只能用裙摆帮雷擦脸上的血，白色的裙摆染成了红色。明天我去山里找些草药给你敷一下，淤青会好得快一点。雷问，我脸上的淤青多吗？安娜犹豫2秒，点点头，你看起来像个大熊猫。雷忽然起身，不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安娜用力按住雷的肩膀，你坐下。雷乖乖坐下。安娜坐在床边说，爸，对不起，我今天不该在外人面前凶你，但是你能不能不要再针对他们了？我们能找到意气相投的幸存者不容易，他们不是文森那样的坏人，我们如果想留下来，就要好好和他们相处。雷何尝不懂安娜的意思，叹了口气说，当初你差点被文森给……他再次重重叹了口气，你妈妈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不能再失去你了。安娜搂住雷的脖子，撒娇道，我知道，但林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叶梅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小竹做饭很好吃，田雨和我一样都喜欢打猎，我想留下来。任何父亲都受不了女儿的撒娇。雷妥协说，好吧，安娜，看来你是对的。安娜在雷的脸颊上亲了一口，谢谢爸爸，那我先回去看看林的伤势，一会儿给你带吃的回来。说完，风一样的跑了。雷心里的无名火又冒起来了。过了片刻，他有些落寞的坐下，哎，女大不中留。山洞外父女谈心。山洞内，林硕在3个女人的搀扶下回到房间，躺下后，叶梅帮他把裤子脱了，绷带被血浸透，正缓慢的往下滴着。叶梅心疼的问，你们打起来了？林硕嘿嘿一笑，打得直，雷不会再给我们找麻烦了。用伤口崩裂换一个28年的老猎人的认可，林硕觉得值得。常小竹打来热水，叶梅剪开林硕腿上的绷带，露出下面狰狞的伤口。好在伤口裂开的不深，叶梅用热水擦拭伤口，再用仙人掌附上，包扎好。今晚你就在房间里睡吧。这几天林硕和雷一直和林小胖挤在一起。林硕问，安娜怎么办？叶梅说，我和你睡一张床，安娜和常小竹、田雨睡在另一张床上。林硕看着自己身上的泥污，我去洗个澡。叶梅连忙阻止，我帮你擦身子，你别碰冷水了，小心伤口感染。常小竹又去打了一桶热水过来，叶梅沾湿布条，帮助林硕擦拭着身上的污渍。他的衣服也脏了，免不了要更换。要不然，你们3个人先出去一下。叶梅帮林硕擦身子的时候，顺手就把他衣服脱下来了，裤子都脱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叶梅掀开盖着林硕下身的豹皮，开始帮他擦拭大腿。常小竹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田雨转过身，没眼看，但又不时地偷看一眼。林硕尴尬得无以复加，只能用手遮挡。叶梅见他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现在知道羞了，打架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擦干净身子，叶梅带着他的衣服去洗了。
林硕身上不着寸缕，豹皮又不够大，只能遮挡住腿。常小竹双眼放光，肚子里憋着坏水儿。林硕，我给你找件衣服怎么样？林硕很干脆的拒绝，不要，他宁可光着，也不要穿女装。这时有人推门进来，安娜的眼睛红红的，对林硕鞠了一躬。林，对不起，我替爸爸向你道歉。这么正式的道歉，林硕也有点不好意思了。没事儿，安娜，我也打了雷，你没必要道歉。安娜走到床边，很自然地掀开豹皮。林，我是护士，我来帮你看看伤口。在美国，高级护士可以和医生一样的问诊开药，或许他们的专业性没有医生强，但面对外科这种小问题，处理起来还是得心应手的。别，林硕想要阻止，但是晚了。豹皮掀开，安娜愣了2秒，下意识地舔了下嘴唇，随后面如常色，开玩笑地说，现在我们是医患关系，请你放平常心。你这个尺寸，就算放在我们国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庞然大物。林硕此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用手捂着。叶梅已经帮我包扎好了，要不然就这样吧，不用看了。安娜坚持要看伤口，目光却盯着另一处。如果伤口恶化，我会良心不安的。林硕有点摸不准他到底想看什么。安娜跪坐在床边，拆开绷带，看到伤口后面色凝重起来。她说，伤口创面太大，撕裂程度严重，必须要缝合，内部的空腔和血痂也要清理干净。皮肤表面是有张力的，这样放着很难长好，稍微运动就会再次撕裂开。他又拿起仙人掌的表皮说，仙人掌是可以杀菌，但是直接和伤口接触也会造成过敏和炎症反应。你们看这里已经开始发炎肿胀了，如今还没有感染化脓，但持续下去一定会恶化，我们还需要抗生素和碘伏。常小竹问，这里是岛上，哪来的抗生素和碘伏？安娜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营地中有，他们从海里带回的物资中有急救箱，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和营地中的人接触。林硕和金在熙还有仇怨。田宇忽然开口，硕哥，我去帮你偷回来。不行，安娜阻止田宇，田宇，你别乱来，他们的势力很大，你会被捉的。安娜深吸一口气，似乎下定了决心。我和爸爸是从营地离开的，我认识营地中的一个管理者，明天我会回去帮你取药。林硕从来没问过安娜和雷的来历，如今安娜主动提起。林硕询问道，我和营地中的人接触过，你们离开的原因我大概也能猜到，你认识的那个人确定会帮助你吗？安娜撒了个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会帮我的。林硕戳破了他的谎言，你们的关系如果真的很好，他身为管理者处处照顾你们，你们为什么要离开营地？安娜继续狡辩，是我们不习惯营地中的生活，我和爸爸习惯打猎为生。林硕看着安娜的眼睛，安娜的声音越来越小，说到最后他自己都不信了。林硕叹了口气，安娜，你不用骗我，我不想用你的牺牲来换药品。他拍了下自己的大腿，这不是还没感染吗？针线我们营地中有，小竹，你带他去拿，先帮我把伤口缝上，营地那边我自己去交涉。他还没有窝囊到用女人来换一条腿的地步。小竹取来针线，针是用蛇的毒牙制成的，蛇的毒素都在毒囊中，牙只是注射器。将蛇牙放在开水中煮沸，蛇牙变软后打孔塑形，晾干后就成了坚硬的针。线用的是金丝。林硕道，田宇，给我找一根木棍。田宇取来木棍，林硕咬在嘴里，躺在床上深吸一口气，缝吧。安娜从业多年，还是第一次见林硕这么硬气的。许多看起来很强壮的硬汉，受伤后都会哭哭啼啼，大喊大叫，更不要说现在还没有麻药。安娜还想劝，这样会很疼。林硕主意已定，来吧。安娜扎起头发，进入工作状态的她看起来高冷了许多。小竹，你去煮热水。田宇，你来把我的裙子割成布条，放在热水中煮沸消毒。田宇说，我们有布条。安娜只是看了一眼就说，不行，有染料会导致伤口感染进一步加重，必须用原色布料。田宇闻言去做。安娜准备动手的时候，叶梅刚好洗完衣服回来。安娜想上前去解释，叶梅把衣服放在一旁，主动问道，我能帮你做什么？安娜笑了笑，你帮我按着她的腿，缝合过程中没有麻药，我担心她会疼得乱动。叶梅坐在林硕的小腿上，双手按住她的膝盖。安娜对叶梅竖起一根大拇指，随后穿针引线开始清创。林硕的伤口许多地方已经结成了血痂，但是因为皮肤已经撕裂，这些血痂下面形成了不小的空腔。有空腔在，身体的炎症反应就不会消失，伤口也不会真正的愈合，而是会反复的感染发炎，从内部腐烂。安娜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血痂撕开。尽管安娜是先用热水泡软，这个过程还是让林硕疼得满头大汗，手脚颤抖，牙齿咬进木棍中，汗水出了一身。叶梅只是看着就不忍，帮林硕擦着身上的汗水，再坚持坚持，
就快好了。2个小时后，伤口周围的血痂已经撕开，伤口中果然有几处已经化脓。安娜用热水清理伤口内的脓液，对旁边伸出手刀。这时她想起来，这里不是手术室，没有助手给她拿手术用具。下一刻，一把刀放在她的手上。田宇说已经煮沸消毒过了。安娜微微一笑，有汗水从她的额头落下。田宇上前帮忙擦拭。安娜用刀割掉腐肉，反复擦拭渗出的体液，直到流出鲜红的血。比起刚刚撕血痂，这个过程倒是不疼，但是割到了好的肉时，林硕还是忍不住身上一颤，疼得倒吸一口冷气。安娜看着林硕惨白的脸色问：还能坚持吗？林硕硬气的点头，继续。安娜擦拭伤口的血，拿起针线，用手强行将伤口合并一起，开始缝合。这个过程比刚刚撕血痂还要疼。金丝虽然结实，毕竟不是专业的手术缝合线。安娜为了伤口不会崩开，会缝得很深，而且会比平时多缝一针，预防崩线的情况发生。从表皮刺入时，林硕还能忍，当针刺入下方的伤口后，咔嚓一声，林硕一口竟直接将口中的木棍咬断，牙齿碰撞时发出哒的一声。安娜连忙停下手上的动作，叶梅也第一时间去捏林硕的脸，快把他的嘴打开。他们都担心林硕咬到舌头。林硕喘着粗气，把口中的半截木头吐了出去，再给我拿一根木头。他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再来。伤口才缝合了1/3，剩下的2/3，林硕没有再哼出一声。全部缝合完成，安娜呼出一口气，从热水中拿出布条，擦伤口周围的血迹，进行包扎。仙人掌，田宇取来，切开。安娜将仙人掌的汁液涂抹在布条上，这样可以避免仙人掌直接和皮肤接触，减少过敏炎症反应，但是效果杯水车薪，最好还是要有抗生素。林硕从床上下来，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他虚弱地说：给我找一条裤子。安娜阻止说：伤口愈合之前你不能穿裤子，你还是穿裙子吧。林硕他死也不穿。原本几个女人都要哭出来了，常小竹的眼泪都酝酿好了，就等林硕下床，哭着扑到他怀里撒娇。听到这句话，常小竹破涕为笑，眼泪鼻涕一起冒出来。叶梅下床给林硕找了一条百褶裙，林硕用豹皮遮住身体，说了不穿就不穿，我宁可裸着。不穿不是办法，田宇给林硕找了一件和林小胖同款的孕妇服，要不然穿这件吧。林硕看过去，米色的一体的长筒衣服很宽松，能遮到膝盖的位置，虽然本质上也是女装，但观感上要好很多。犹豫很久，林硕才勉为其难的接受，行，就这件吧。换好衣服，几人搀扶着林硕下床。林硕走了几步，伤口有点疼，伤口处渗出几点血珠，像是红色的梅花，在绷带上一点点地散开。安娜说，如果没有发生感染的情况，伤口应该会在3天内愈合，但最好是养1周的时间。这个期间不要剧烈运动，如果再崩开，创面会更大，到时候未必能缝合上。林硕有一种在现代社会看医生的感觉。安娜缓缓吐出一口气，累得坐在木凳上，松开扎着头发的绳子，晃晃头，头发散乱开来。她从专注高冷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对着林硕眨眨眼睛，林，你真的吸引到我了，如果不是我爸爸拦着，我一定会追你。女人大多数都是慕强的，安娜就是这样的女人，她对林硕这样性格的男人没有任何抵抗力。忽然的告白让林硕有些手足无措。安娜，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长，而且你父亲那边……安娜笑了笑，林，你不用紧张，我只是表达出我对你的欣赏。东西的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普遍来看，国内的表白更像是确定关系前的一种试探，美国比较直接，他们的表白只是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至于你怎么想，喜不喜欢他，他不在乎。安娜表白后最紧张的不是林硕，而是房间里的2个女人。叶梅见安娜确实没有死缠烂打的意思，松了口气的同时上前挽着安娜的手臂。安娜，真是太谢谢你了，不然林硕的腿很可能保不住了。常小竹也反应过来，安娜，你教我急救知识吧，我在捕猎方面没什么天分，只能在后勤上给你们帮助了。安娜大方的答应，好啊，我也很需要一个助手。林硕躺了3天，这3天雷负责外出打猎养家，对于林硕和安娜住在一个房间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有其他女人在，只要2个人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行。父女2人也算真正的融入集体了。叶梅曾经向安娜提议，要不然让他们男人再建一栋房子，你们也住在这里。安娜的个性还是比较独立的，她坚持要和雷出去住。安娜说的其中一句话让林硕记忆犹新，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距离产生美，如果我住的地方离你远一些，就可以一直在你心里保持完美的形象。又是一天清晨，安娜帮助林硕检查伤口，2人坦诚多次，林硕也习惯了，掀开衣服露出大腿。
大腿上像是趴着一条红色的蜈蚣。安娜的手指在伤口上轻轻抚摸，伤口愈合得很好，没有感染的迹象。林，你的身体真的很棒，也很强壮。林硕尴尬地笑了笑，那我可以正常穿裤子了吧？安娜故意朝着孕妇服下看了一眼，林硕连忙捂住，在安娜面前，她就像个拘谨的小媳妇儿。安娜大方地说：“可以穿了，1周后我帮你拆线。”在床上躺了3天，林硕终于能自由活动了。林硕伸了个懒腰，第一件事就是换回自己的裤子。裤子大腿的位置破了个洞，常小竹已经帮忙缝补好了，只是线头摩擦的伤口有些疼。安娜说：“我们准备好去狩猎狼群了，你今天做一些康复训练，明天出发。”林硕答应下来，他拿着弓箭去练习。3天没有摸，手生了不少，但是安娜在他身体上留下的身体记忆还在。林硕只要回想，就会回想起那日安娜紧贴在他背上，身体接触的触感。凭借着安娜留下的深刻记忆，林硕只是练习了一会儿就找回了感觉。中午大家一起吃了饭，常小竹说：“我们的盐快要吃光了，辣椒也没有了。”下午田雨带着我和梅姐去林子里找点野生植物，雷和安娜姐去海边煮盐吧。雷好奇地问：“安娜，你会煮盐吗？”安娜摇头：“我不会。”雷看向常小竹：“我也不会。”常小竹惊讶地问：“你不是猎人吗？”雷吐槽道：“谁说猎人就会煮盐？我是一个内地猎人，出门可以自带盐块，又不是海上捕鲸人。”林硕已经吃饱了，放下碗筷，我和你们一起去。叶梅担心地问：“你的伤怎么办？”林硕回答：“不影响，安娜今早帮我看过的，只要不做剧烈运动就没问题。”安娜微微一笑，看向叶梅：“我会照顾好她的。”叶梅读懂了安娜的意思，心中产生了一丝危机感。安娜身高1米7多，白皮肤，大长腿，性格温柔，还有国外 buff 加成，对男人的杀伤力实在太大了。叶梅主动提议：“还是我陪着林硕去海边吧，你和小竹去认识一下野菜，正好小竹也想和你学习一下辨认草药。”叶梅戳了小竹的腰：“小竹，你说是吧？”常小竹不情愿地回了句：“是的，麻烦安娜姐了。”安娜识破了叶梅的诡计，根本不上套：“我是护士，林离不开我，我需要时刻关注她的伤。”叶梅反问：“林硕刚刚不是说你早上帮他看过伤了？”安娜喝了一口野菜鸡蛋汤，挑衅地问：“是看过了，我担心再出现意外，我不在身边，谁来帮他处理呢？”安娜红唇勾起，将问题抛了回去：“你来帮他吗？”叶梅的火顿时就上来了，但是她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表情，平静地说：“不如这样，田雨和小竹去摘辣椒，林硕和雷去海边煮盐，你和我留下来，我正好有一些事情想请教你，避免今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不会处理，给你造成困扰。”叶梅看似输了一局，实际上还是平手。安娜还想说什么，雷却赞同地说：“就听叶女士的。”安娜忘了还有自己老爹这样一个变数，懊恼地皱起眉头。吃过饭，林硕和雷带上武器和工具出发了。叶梅和安娜学习急救知识，安娜也教得很认真，两人却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较量。安娜吹毛求疵，故意挑叶梅的错误，哪怕这些错误很小，不会影响什么，她也会指出来，让叶梅重新去做一遍。叶梅从不反驳，安娜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忘记自己曾经的身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每个动作她都会努力做到最好，让安娜挑不出问题，堵住她的嘴。双方你来我往，尽默契地达成一种诡异的和谐。雨林中，林硕和雷从山洞离开后直奔海边，两人都是丛林中的好手，即便林硕腿上的伤口刚刚愈合，还经不起折腾，他在林中穿行的速度也不慢。起初雷想放慢速度等等林硕，发现林硕能跟上后，心里又升起了较量的心思。他挑衅地问：“比谁更快？”林硕谦虚地说：“你是老猎人，我肯定不如你。”说是这么说，林硕的速度又加快了几分。雷紧随其后，很快就超过林硕。毕竟对方是专业的，自己的腿上还有伤，没办法尽全力。林硕最终还是落后一程。原本需要走上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两人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来到海边。远处的天空蔚蓝，和海水连成一线，白色的浪涛一片一片的卷起，拍在金黄色的海岸上。连续3天待在溶洞里，林硕压抑的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忍不住朝着大海大喊了一声。两人分工明确，林硕去取海水，雷沿着海岸捡那些晒干的木柴用来取火。林硕从海边带着海水回来时，雷已经将火堆升起来了。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他们像是多年合作的老友，不需要言语就能配合得很好。林硕架起锅，海水在龟壳中咕噜噜冒着泡，很快变成了卤水。吸出海盐后，林硕开始过滤。这个时候雷帮不上什么忙，他看到远处有一棵椰子树，我去摘2个椰子回来。没过多久，他就带了2个椰子回来。敲开，两人对着椰子破口直接喝。雷把椰子壳丢在旁边，爽，要是有酒就好了。他站起身，打算去放个水。刚抬头就见到远处有3个人从雨林里钻出来，
径直朝着他们走了过来。雷警惕地拿起弓，搭上箭。林，有人过来了。林硕也看到了对方，他担心他们是金在熙的手下。他拿起斧头，走到雷身前3米，形成互相掩护的犄角之势。林硕知道金在熙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不过茫茫林海，再加上他一直都很谨慎，对方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住处。锅里咕噜着卤水，冒着热气，锅烧得很烫，林硕没办法第一时间带走，他们又只有这一口锅，看来只能正面碰一下了。双方碰面后，林硕发现他们竟然都是白人。领头的白人看起来20多岁，长得很瘦，头发梳得油亮。他热情地和雷打了声招呼：“老兄，你知道你离开后我有多想你吗？”雷表现得却很冷淡：“文森，我有点后悔当初没直接打死你。”文森哈哈笑着，不在意雷的言语攻击：“安娜怎么样？她还好吗？不劳你挂心。”文森这时才看向林硕，伸出手：“你应该就是林了，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仰慕已久。”林硕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已经从雷的态度中了解1、2。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林硕还是和他的手握在一起。“你好。”文森对身后招了招手：“你们去把东西取来。”文森说：“得知你的消息后，大哥狠狠地教训了金在熙，并且让我在这里等着你的出现。”林硕警惕地问：“等我做什么？”“因为食物。”文森拿出一包饼干说：“我们吃这些压缩饼干都要吃吐了，我们需要大量的肉，还需要干净的盐。”这时刚刚离开的2个人拖着一个行李箱回来了。文森打开行李箱，从里面取出一把工兵铲。林硕注意到箱子里还有其他的工具，摆放得很随便，看起来应该是多个行李箱里凑出来的。“我们知道你缺少武器，所以我带来了你需要的东西，我们想要和你交易。如果可以，大哥想见你一面。”他说：“你这样的人才不应该埋没在深山里，最好能到营地里面和他一起建设发展。”文森说完，又转头看向雷，伸手去勾雷的肩膀：“老兄，你也在真是太好了，上次你把我打了一顿，就带着安娜离开，你知道我多难过吗？”雷压荡开文森的手，一阵怒气说：“你那是自找的。”文森无奈地笑了笑：“自从你离开后，我们就再也没过上好日子。因为这件事，大哥差点把我丢海里喂鲨鱼。带上安娜跟我回去吧，我会好好对你们的，保证你们能吃香喝辣的。”雷张开弓箭，对准了文森的额头：“你再多说一句，老子现在就杀了你！”文森身后的2人也掏出刀子。文森抬手下压：“兄弟，别冲动。”他的跟班把刀子收了起来。文森被弓箭指着，没有任何怯懦：“这次我过来的目的不是你，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如何？”雷深呼吸一口气，最终还是把弓箭放下：“我需要绷带、碘伏、抗生素。”文森紧张地问：“安娜受伤了？”雷没有正面回答：“这不关你的事，你下次给我带来，我可以考虑回去。”文森露出无奈的表情：“你也知道药品的重要性。”他将工兵铲丢回去：“如果你要这些废铁，你要多少有多少。也不知道这些乘客托运这么多废品有什么用，里面不如放2瓶酒。雷退求其次，高度酒也行，抗生素至少3天的量。”文森认真考虑一会儿：“我家里还有半瓶烈酒，抗生素我会想办法。”“雷，我是真心喜欢安娜，希望你不要骗我。”雷的拳头攥紧，想到文森对安娜做的事情，他就很想把这个混小子给打死，但是为了得到药品，他还是忍了，生硬地说：“我会考虑。”文森看向林硕：“林，轮到我们了，你考虑的如何？”说实话，林硕很心动，他试探性地问：“如果换药品，多少斤肉能换1瓶抗生素？”文森想了会儿，药品老大肯定不会同意交易，但是看在雷的面子上，我可以想办法骗老大给我一些，具体多少数量不确定。没有肉我们不会饿死，但是没有药会死人。价格方面，100斤肉或者1斤盐换1片抗生素。100斤肉相当于直接帮他们猎一头中等体型的鹿了，1斤盐的量也不少，够林硕他们吃上半个月。这个价格可不低，难怪雷没有提出交换，而是直接用人情开口和文森要。既然如此，林硕心里有数了。抱歉，我们的交易还是算了吧。文森以为十拿9稳，因为他带来的东西都是林硕目前缺少的。他惊讶地问：“为什么？”文森诚心诚意地说：“药品我真的弄不到。”林硕故意刁难：“为什么雷的就能弄到？”文森咬咬牙：“我想办法给你弄10片药，800斤肉或者8斤盐，肉可以分期给，盐2天交付，这是我最后的底线。”林硕感受到了文森的诚心，也明白他们对食物需求的紧迫心理。但是文森想破头也想不明白林硕这么做，明明是双赢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不答应？林硕开始收拾东西：“我没看到你的诚意。”说完后，他看也不看箱子里的那些工具：“抱歉，我们赶时间，下次见面再说吧。”盐煮好了，林硕将盐过滤出来，带走工具。文森见到雪白的盐，心生抢夺的心思。他们最近吃的都是发黄发苦的盐，
可是目光落在雷的身上，他又犹豫起来。他很忌惮这个老猎人，上次雷一个人挑翻了他们5个人，给他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他心想，下次雷来取药的时候多带一些人，再争取一下，如果林硕不答应就硬抢。文森没有阻拦，林硕和雷顺利离开。回去的路上，雷怎么都没想明白，你为什么不答应他？林硕笑了笑说，雷，你和我说实话，你们就是因为他离开的营地吧？雷沉默2秒，林，你很聪明。林硕问，我能问问是什么原因吗？他好像很喜欢安娜。雷一拳砸在旁边的树上，这个混蛋追求安娜无果，趁着我去打猎的时候带人将安娜带到礁石后，企图对她用强。还好安娜的身手不错，逃了出来。那天我又碰巧出门，就猎到一只野兔，回来的早，撞见逃跑的安娜。女儿奴的雷听安娜说完遭遇后直接发疯了，他也是生猛，找到文森等人将他们吊起来捶了一顿，差点把文森活活打死。雷担心文森会报复，连夜带着安娜逃离营地。林硕听了后对文森的为人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雷，用中国话说，他这种人叫笑面虎，表面和和气气，暗中狠辣无情。林硕说，这就是我不答应他的原因。如果今天不是偶然撞见，如果他身边有手下，或者今天你不在，我一个人面对他们，他肯定就不是谈交易了，而是直接动手抢。雷回想文森所做的事情，点头道，他的为人确实会这么做。林硕反问道，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让他好过？他今天的态度越好，说明他越着急，等下一次见面他肯定会给出更优厚的条件。雷担心地问，如果他动手呢？林硕尽在掌握，不怕，下次见面我会答应他，不过的按照我的价格来。这种走钢丝的方式雷不赞同。他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提醒道，林，你太贪心了，小心阴沟里翻船。林硕没回答雷的问题，而是话锋一转，问，你真打算带安娜回去换那些药品？雷唾了一口，呸，他也配？我是因为你。雷说不出口了，改口道，你别管，反正你知道我不可能推安娜到火坑里就行，还傲娇上了。林硕知道雷的想法，无非是为了他的伤才会向自己的仇人认怂，不然今天见面文森就得躺在地上。老祖宗说过，礼尚往来。林硕故意恶心文森一下，也是为了帮雷出一口恶气。他拍拍雷的肩膀，走吧，回去了。两人还需要多说什么呢？一切尽在不言中。回到家里，两个人都默契的没有和安娜提起这件事情。他们开始打磨骨毛，为明天驱赶狼群做准备。空闲之余，雷问，你打算下次什么时候见面？林硕笑了笑说，再看看吧，我们赶走狼还要给你们建房子，防范狼的报复，时间要很久。雷则是有些担心，我想尽快拿到药，假如你的腿被感染怎么办？林硕撸起裤子给雷展示自己的伤口，因为裤子的摩擦，伤口周围有些红肿，不过安娜的技术很好，线没有崩开，伤口紧密贴合，已经完全长好。他拍着伤口说，没有感染，就是还有些疼，安娜担心会崩开，让我再养几天。林硕想到雷答应文森的话，雷，你知不知道今天白天你答应文森的事情是在用你和安娜的安危在冒险？雷却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后悔，我喜欢做最坏的打算，你只是运气好，伤口如果真的感染了，我这么做就是在救你的命。林硕当然知道雷为了他牺牲了什么，他很感激。文森目前还是想和雷好好相处，试图挽回安娜的芳心，并且以为受伤的是安娜，所以才会答应雷的无理要求。等过几天，雷去拿了药品后，没有带安娜返回营地。文森发现自己被耍了后，以他的性格，双方可真是不死不休了这个买卖，有点不划算。但是药品有价，有情无价，这件事情不能单看雷冒了多大的风险。因为这件事情，林硕和雷互相重新认识了对方，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谊。在荒岛上没有法律的限制，双方能有一个将背后托付的朋友，是多少药片都换不来的。林硕觉得赚到了，雷也觉得赚到了，这就够了。那谁亏了呢？傍晚，文森带着2个跟班回到海岛营地，他直奔金在熙的住处。营地中大部分人还住在木头和树叶搭建的窝棚里，只有少数人才能住在木头和石头搭建的房子中。金在熙身为管理者的一员，自然分到了一间。文森砰的一声踹开房门，房间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板和一块用石头垒起来的桌子。金在熙正在给伤口涂药，他吓了一跳，用仅剩的一只眼睛回头看，见到是文森来了后，他下意识地抱住头。文森看到他桌上的碘伏和抗生素，瞬间就炸了，抄起挡门用的木棍，劈头盖脸地砸了上去。草尼玛的，你还有脸用药？你到底怎么得罪林硕的？金在熙不敢反抗，他虽然名义上是老大收的小弟，但实际上就是白人的一条狗。和他们的国家一样，韩国人对美国人的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金在熙抱着脑袋，
等文森发泄完了，才小心翼翼地解释：“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诚心诚意地邀请他来我们营地，他不仅不同意，还打伤了史蒂夫。”文森不信，更没有往自己的身上想，抬脚就将金在熙踹翻在地上，不停地踩踏着他胸口的伤口。去你妈的，还不说实话是吧？老子今天就打死你！文森将今天在林硕面前憋着的气全都撒在金在熙的头上。临走时，他抢走了金在熙的药。你们这些韩国猴子不配吃药，不如死了算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狗东西。文森离开后，金在熙默默地爬到床上，缺失眼球的那个眼眶里有血水流淌下来。他颤抖着手掏出一块已经发黄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血水和鞋印，随后剧烈地咳嗽了2声，手心里一片红色。金在熙攥紧拳头，起身对着桌上的一面小镜子整理好西装，这才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翌日，林硕、雷、安娜、田宇整装出发，每个人都携带了20支箭，放在桦树皮制作的箭篓中，斜挎在腰间。携带了足够吃上2天的食物，4人贴着岩壁一路向南，来到了碎石堆。雷停下来，捻起地上的一坨干燥粪便，观察到这群狼看来饿很久了，肚子里有很多果核，他们饿得开始吃果子了。狼是肉食性动物，只有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才会吃果子果腹。雷的脸色凝重起来，恐怕就算我们不来对付这群狼，过段时间他也会来对付我们。听到雷的话，林硕感到一阵后怕，如果这群狼在夜里忽然不顾代价的袭击他们，他们在溶洞里有厚重的门板抵挡，或许没事，但住在外面的雷和林小胖肯定挡不住。他早该想到的，20多头狼组成的狼群需要的食物也是海量，难怪这片林子里面已经很难抓到猎物，估计都被狼群吃光了。4个人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距离，雷抬起手，前方出现一头正在刨地的狼。那头狼看起来已经很老了，毛发干燥枯黄，骨瘦如柴，犬齿也少了一颗。狼群会照顾年迈的老狼，前提是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如今的情况，老狼几乎获取不到食物，岩石下方似乎有什么小动物，让这头饥肠辘辘的老狼变得疯狂，爪子流血了都不管不顾。雷张弓搭箭，瞄准。老狼似乎嗅到了危险，停下动作，朝着4个人的方向看了一眼。可是饥饿让他暂时失去了理智，没有第一时间逃跑。咻！雷松开手指，箭矢笔直地射了出去，将老狼撞得一个趔趄，身子晃了晃，倒在地上。雷打了个手势，4个人鱼贯而入。路过老狼时，雷顺手拔下箭矢，确定老狼咽气后，绕过前方的石头。进入乱石堆后，雷的眼前到处都是拐角和植物，视野受限，弓箭难以发挥优势。林硕取代雷走在最前面，收起弓箭，拿出骨矛。我和田宇配合很久了，默契最好，我们在前，你们用弓箭掩护我们。现在是白天，他们原本的计划是趁着狼群休息的时间偷袭，尽可能的杀伤狼群的有生力量。可是狼群如今缺少食物，他们会乖乖待在巢穴中吗？很快，脚下的粪便多了起来，泥泞的地面上也遍布梅花脚印，耳边不时地传来树叶摩擦的声音。由于看不清前方的路，林硕的压力倍增。在转过一个拐角时，林硕的眼前忽然出现一头灰白色的身影，朝着他扑了上来，依旧是一头骨瘦如柴的老狼。林硕挥舞骨矛，刺穿了老狼的肚皮。面对入侵者，老狼表现得异常凶狠，不顾肚皮上的伤势，奋力向前撕咬。林硕不得不松开骨矛，同时田宇补上林硕让开的位置，骨矛再次刺在老狼的前胸。与此同时，2根箭从后方以一种极度刁钻的角度扎在老狼的脖颈下方。老狼用尽最后的力气，仰头嚎叫，嗷呜。远处的雨林中传来此起彼伏的回应声，嗷呜。林硕的脸色一变，坏了，狼群果然不在巢穴里，他们从外围包过来了。狼是夜行动物，很少白天狩猎，雷也没想到他们的身份会从猎人转变成猎物。乱石堆这种狭窄复杂的地形没办法发挥弓箭的优势，狼群包过来，他们必死。雷变了脸色，林，我们得赶紧离开。林硕听狼群的声音都是从后方传来的，他一咬牙，回去搞不好会和狼群碰上，咱们去狼窝。他想孤注一掷，从狼窝方向打开个缺口。雷被林硕的大胆决定震惊到了。我觉得，安娜打断说，这个时候不要争了，去狼窝，退出去太危险。4个人加快速度往前进，行进了不到50米，他们又遇到了3头狼。这些狼的肚子下垂，隐约能看到胀大的乳头。安娜惊喜道，这些是哺乳小狼的母狼，连他们都出来围剿我们，说明前方已经没有其他狼了。母狼从3个方向扑了上来，他们为了保护幼崽，不顾伤痛，凶猛至极。林硕朝着其中一只母狼射了一箭，转身就逃。这种情况不能正面硬拼，林硕逃走后，田宇补上他的位置，再次朝着刚刚那头受伤的母狼射箭，接连中了2箭，母狼跑不动了，摔倒在地。另外2头母狼已经接近，林硕放弃弓箭，
取出短手斧，胳膊抡圆了，对着其中一头狼的下巴削了过去。砰的一声，斧头切进母狼的下巴，几乎将它的下颚整个削了下来。没了下颚，狼就没什么战斗力了。林硕和他纠缠了一会儿，安娜补上一剑，母狼不甘的倒地。另一边，雷和田宇也将剩下一头狼解决掉。身后的狼嚎声越来越近，4个人不敢停留，快走！穿过乱石堆，前方没有路了，石头堆砌成小山，上面覆盖着一层绿色的苔藓。林硕认出这个地方，他曾经在山洞里看到了一具尸体。跟我来！他凭借着记忆，准确地从藤蔓中找到了山洞的入口。山洞里很黑，林硕刚进去就闻到一股恶臭，简直没办法去形容，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他忍不住干呕了一声，随后用衣服捂住口鼻，捂着点嘴巴。林硕说的还是晚了。田宇紧跟在他的后面，没有任何防备，被里面的臭气一熏，扶着旁边的墙壁开始呕吐。林硕轻轻拍着田宇的后背，忍着点，狼群追来了。他看到乱石堆后面出现了好几双绿油油的眼睛。就在这时，林硕身后忽然冒出一头狼来，张口咬向他的后颈。谁也没想到山洞里还藏了一头狼。林硕来不及反应，仓皇应对。田宇下意识地拉了下林硕，将自己的上半身暴露在狼的攻击范围之内。啊！田宇疼得尖叫一声，眼泪都出来了。那头狼咬在田宇的右臂上，牙齿深深地刺入皮肤，鲜血涌了出来。田宇看到这一幕，林硕的心像是被人狠狠地捏了一下。畜生，死！林硕拎着短手斧，对着狼头一下又一下的劈砍。林硕把狼头都劈烂了，红的白的喷，2个人浑身都是。那头狼就是不松口，他用手掰开狼的嘴巴，看到田宇手臂上方的2个狰狞的血洞，愣神片刻。殿后的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开弓箭对准接近洞口的狼群，急切的大喊：怎么回事？林硕帮田宇按压着伤口，山洞里藏了一头狼，田宇受伤了。安娜上前拉开林硕，你去警戒，我来帮他处理伤口。林硕盯着山洞里面，避免里面再有狼偷袭。安娜的内心没有他表现的那么镇定，她拿出水瓶，没拿稳掉在地上，瓶盖也拧了好几下才拧开。田宇反倒是最快冷静下来的一个，他捏着伤口上方，安娜姐，没事的，小伤。他疼得脸都白了，声音都在抖。安娜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深呼吸一口气，把水倒在田宇的伤口上，水冲散伤口周围的血液，很快又从伤口里面冒出来。安娜取出绷带，用力勒紧伤口周围，用压迫的方式来止血。雷催促说，狼群过来了，帮忙。雷的面前有2头狼冲了进来。好在山洞里面空间狭小，狼群数量再多，最多也只能进来2头。雷射死一头狼后，用骨矛挡住另一头的攻势。可越来越多的狼围了过来，雷没办法去拿弓箭，拦不住他们。林硕返回来帮忙，取下弓，接连2箭都命中狼的身体。山洞的空间小，不存在射偏的可能性。林硕很快射光了20根箭，山洞口留下了6具狼的尸体。他的手指又麻又疼，箭篓中的箭射光后，又从田宇的箭篓中取箭，全部射光，再次留下2具尸体。狼群不敢进来了。雷得到喘息时间，拿到自己的弓箭，和林硕并肩站在一起。林硕大口呼吸，手臂又酸又胀，手指也在滴血。传统的弓每次张弓对臂力都是一次考验，林硕刚刚还没感觉，一旦放松下来，就发现自己的肩膀抬不起来了。雷疑惑地问，这群狼怎么回事？就算再饿也不会发动自杀式袭击，他们疯了吗？林硕想到刚刚看到的母狼，起身朝着山洞里面走，这里是狼窝，山洞里面可能有他们的幼崽。果不其然，林硕走了不到10米，就听到很小的嗷嗷叫声。狼窝里有8只狼崽子，这些狼崽子和家里的狗差不多大小，已经有了凶性，看见林硕就开始龇牙。林硕伸手去拿剑，抓了个空，他这才想到剑已经用完了。他握着骨矛，一步步靠近。到狼崽子1米的时候，那头狼崽忽然跳了起来，想要咬林硕的喉咙。林硕抬起一脚踹在狼崽的肚子上，狼崽摔翻在地。他没有留情，手起毛落，刺穿了狼崽的肚子。嗷嗷！狼崽发出刺耳的叫声，剩下的狼崽子也朝着林硕扑了过来。不仅如此，山洞外的狼群听到狼崽子在惨叫，又一次聚集在山洞口。他们只剩下不到40根箭，雷一个人盯着山洞口，压力巨大。田宇单手拄着骨矛站起来，另一条手臂还在滴血，坚定地站在雷的前面。我手臂受伤不能拉弓，我来掩护你们。安娜和雷都忍不住动容。田宇刚刚成年，小小的身体里有着许多男人都没有的坚韧。山洞里面，林硕面对7头狼崽子还是受了伤，小腿被咬了一口。他将狼崽子一只一只的刺死，只留下一个活口。林硕捏住狼崽的后脖梗的肉走了出来。他来到山洞口，面对着狼群，来啊，畜生们，你们是想要崽子吗？当着狼群的面，林硕把最后一头狼崽剁了脑袋，
血喷的他衣服和脸上全都是。他把狼崽尸体丢在狼群中间，表情看起来比狼群还要狰狞。今天老子就特么让你们断子绝孙！灵兽的举动刺激到了狼群，嗷呜！狼群发疯一般的朝着山洞口冲了过来。林，快回来！安娜一箭射向追在灵兽身后的狼，第二根箭还没搭上，又有2头狼扑了过来。雷将一头跳在半空的狼射下去，安娜又补了一箭，这头狼才彻底咽气。弓箭的杀伤力确实大，但是没有射到要害，狼在血流干之前还是能攻击他们。灵兽用骨毛刺在一头狼的眼眶里，单手持矛，反手拔出腰间的短手斧，对着另一头扑上来的狼劈砍。田宇及时补上一矛，刺穿第一头狼的前胸，他只能左手发力，还不习惯，这一下狼没有死透。好在安娜及时补了一箭，安娜不再以射杀为主，专注于补刀。很快，雷和安娜的箭筒也空了。林硕浑身浴血，身边躺着5具尸体，双臂因为脱力一直在发抖。田宇的小脸上也溅上了血，他胡乱地抹了把脸上的血珠，和林硕并肩站在一起。山洞口只剩下最后一头狼了，他看着满地的尸体，夹着尾巴转身就跑。众人同时松了口气。林硕坐在地上，右臂最初就因为拉弓脱力酸疼，后面又去对付狼崽子，肌肉肯定是伤到了。现如今他的右臂只要稍微动一下就疼得要命。安娜跑过来，发现林硕的右小腿的裤子上有血，还有2个破洞。你被咬了。他掀开林硕的裤腿，皮肤上有2个浅浅的咬痕，狼崽子咬的，乳牙都没换呢，小伤。林硕担心的是田宇手臂的伤，但是目前的条件也没办法做进一步的处理，只能等回家后再说。短暂的休息一会儿，4个人起身打扫战场，田宇回收箭矢，林硕3人将狼的尸体堆放到一起。数完尸体后，林硕察觉到不对劲，不对啊。雷问哪里不对？林硕指着狼的尸体说，狼群有20多头狼，这里只有10几具尸体，数量对不上。雷坐在一块3米高石头上方望风，庆幸地说，还好只有10几头狼，如果狼群全在这儿，咱们肯定就死在洞里了。雷说的没错，他们的箭全用完了，如果和剩下10几头狼近身肉搏，他们全都得死。林，这些肉存放太久会腐烂，我们最好明天就去找他们交易。林硕也是这么想的，他的目光落在田宇受伤的手臂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药。田宇是因为他才受伤，如果他当时谨慎一点，就不会被偷袭。想什么呢？安娜拍了下林硕的肩膀，坐在他的身旁。注意到林硕的视线方向，安娜笑笑，打猎受伤，这很正常，猎人和猎物的身份从来就不是固定的。田宇的手臂没伤到骨头，养一段时间就行了，没落下残疾，没出人命，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他倒是豁达。林硕承认安娜说的很对，心情也好了不少。你说的没错，是我想太多了。休息了半个小时，林硕感觉手臂微微能抬起了，但还是使不上力气。这时雷发现了情况，雷语气凝重地说，林，我看到小胖子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他。原本林硕是打算带着林小胖一起来狩猎狼群的，但是林小胖始终掌握不了弓箭的技巧，射出10箭都不一定能中1箭。考虑到叶梅和小竹的战斗力有限，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让林小胖留下来看家。林小胖出事，就代表叶梅和常小竹也遇到了危险。雷，小胖在哪个方向？北，我们来的方向，他进乱石堆了。林硕不顾身上的伤势，立刻迎了上去，其他人也赶紧跟上。在杀死第1头老狼的地方，林硕和林小胖碰上。林硕注意到远处的林子里有什么东西跑了。林小胖见到林硕大哭不止，姐夫出事了，狼群。林小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再加上哭，一句话断断续续说了快1分钟。他指着身后，狼群袭击我们，梅姐和小竹姐被困在家里，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林硕的脑袋嗡的一声，他现在是知道为什么狼群的数量不对了，狼群偷家去了，这群该死的畜生。林硕担心叶梅和常小竹出事，用最快的速度往回跑。他本就消耗了大量体力，全力奔跑之下，忽然双腿发软，摔了个结结实实。站起来后，他想要继续跑，只有田宇跟得上他，安娜和雷都被他甩在后面几10米外。田宇拉住林硕的衣服，大口呼吸，硕哥，我也担心他们，可是我们不能这么跑了。林硕急得恨不得飞回去，田宇，你放手，他们绝对不能出事。田宇劝他，硕哥，你忘了咱们为了防备狼群夜袭做的3层木门了吗？林硕没忘，木门半米多厚，得2个人合力才能关上。田宇见他冷静下来，安慰道，梅姐和小竹姐肯定还好好的躲在门后，他们只要不出来就不会有事。你现在这样跑回去，哪来的力气对付狼群？林硕用力呼吸几口，发懵的大脑渐渐冷静下来。你说的对，是我冲动了。这时安娜和雷追了上来，他们为了等小胖子拖慢了不少速度。雷追上来就要和林硕动手，
你他妈的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害了我们？安娜兰在林硕面前，爸，你干嘛啊？雷也是气坏了，把安娜推到一旁，指着林硕，你考虑到林小胖的体力了吗？林硕还真没想到这一点。雷拉着小胖子到林硕面前，此时的小胖子脸色白得吓人，还在不停地吐。看到了吗？他跑了快2公里，给我们报信。你不等他休息一会儿就跑，你想累死他吗？林硕羞愧地低下头，对不起，我以后会冷静的。雷用手指戳着林硕的胸口说，这不是道歉的问题，你才是这支队伍的核心，你必须时刻保持冷静，就算我和安娜死在你面前，你也得等所有人都安全了再去发泄你的情绪。雷的话让林硕忽然意识到，他不再是刚刚来到荒岛时的一个人，大家都依靠着他而活，他得对信任他的人负责。林硕深刻认知到了自己刚刚冲动会带来的后果，反省后冷静地说，家里有门能挡住狼，叶梅和常小竹暂时不会有危险，前方还有不到1公里的路程，我们先休息10分钟，吃点东西补充体力，等下把这群畜生全宰了。休息过后，林硕的心情平复下来，他将担心埋在心里，再急也没有表现在脸上。林硕的镇定让众人紧张的情绪缓和了不少。后面的路，他们尽可能的减少体力的消耗，就连林小胖都意识到接下来是一场恶战。没有地形依托，在空旷的林子里，四面八方都可能面临狼偷袭，他们的优势无限大。林硕走在最前面，低声说，一会儿我希望你们优先保护自己，我不想为了救人搭上其他人的命，你们中间少了谁我都会难过。几个人表示明白。休息够了，林硕等人继续前进。还没到山洞附近，林硕就先听到了狼嚎声。林硕耐住性子，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冷静，别着急。他们从林子里出来，见到前方的山洞外面围着近10头狼，听着叫声音，山洞里应该还有。林硕拿出一根剑，拉弓，肩膀传来一阵刺痛，他咬着牙忍着，对准距离最近的一头狼的脖子，咻！只见那头狼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趔趄着走了2步，倒在地上。雷和安娜也同时放箭，瞬间就有2头狼倒地。射靶子简单，狼群一旦动起来就难了。有同伴倒下，狼群瞬间散开，朝着几个人围了过来。这里不是山洞里，狼奔跑起来难以预判轨迹。林硕又射了2箭出去，都没命中目标。只有雷的箭术高超，命中一头狼的大腿，但也只是伤到，没有杀死。嗷呜！狼群中一头体型硕大的狼发出一声嚎叫，山洞里又钻出来4头狼，散到了林子里。雷和这群畜生打了近30年的交道，熟知狼群的习性，判断他们要从后方围过来，果断地喊道：上树！众人爬到树上，正面的狼王始终保持在他们的射程之外，剩下的狼群借助丛林的掩护在靠近。林硕看准一头藏在草丛里的狼，一箭定在他的背上。哦！那头狼疼得满地打滚，凄惨的叫声一声接着一声。后方也有狼包抄过来了，好在他们在树上，这些畜生形成合围后也没办法奈何他们。在雷和安娜又解决了一头狼后，狼王发出一声不甘心的嚎叫，带着狼群钻到了雨林里面。林硕确定狼群已经离开后，从树上跳下来，将那头还在哀嚎的狼一斧头剁了。没有停留，他用最快的速度冲进山洞，跑到尽头。溶洞入口处，木门上全是咬痕和抓痕，木门的右下角被啃咬出了一个巴掌大的洞，再给这群畜生一些时间，可能真把门给攻破了。林硕悬着心喊了句：领导，小竹。门口传来2人的声音。林硕。随后木门被搬动，一个人影扑到了林硕的怀里。常小竹抱着林硕呜呜的哭，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吓死我了。叶梅手里拿着菜刀，身上有很多血，他看到林硕的一瞬间就瘫软在地上，还好你回来的及时。林硕慌张地问：领导，你受伤了？叶梅摇摇头，没有，还好林小胖提醒的及时，不然我们来不及关门。从山洞进入溶洞，林硕才看到地上躺着一头狼的尸体。叶梅解释说，当时我们正在煮饭，听到林小胖喊有狼，我和小竹本来想出去帮忙，刚出去就看到一群狼冲过来了，我和小竹赶紧去关门，有一头狼跑得快，门夹住了他的半边身子，还好他动不了，我拿菜刀把他砍死了。叶梅说的平淡，林硕却听得心惊胆战。如果叶梅的反应不够果断，或者没有林小胖先发现狼群提醒，这俩人被狼群堵在洞里，跑都跑不了。林硕看向林小胖，冲过去搂住他的肩膀，谢了。林小胖憨厚地笑着，姐夫，你说他们和我姐姐一样重要，我肯定要保护他们。林硕感动的鼻子都酸了。田雨和安娜这时也回来了，雷在外面盯着狼群，他担心狼群会杀个回马枪。林硕马上安排，小竹，你快去烧水，田雨受伤了。叶梅和常小竹的目光落在田雨肿的和个萝卜一样的手臂上。田雨，你的手。常小竹立刻去烧水。回到房间，安娜解开田雨手上的绷带，
他的伤口已经发青发紫，血是止住了，但情况看起来很不客观。安娜的脸色很难看，伤口很深，仙人掌不管用，我们需要碘伏和盐水，还有抗生素。林硕起身往外走，要我来想办法。我离开后，你们把门关上，小心狼群。安娜还不知道林硕和文森碰过面的事情，你去哪弄药？林硕没解释，天黑之前我一定回来。从山洞里出来，林硕看到雷坐在树上，嘴里叼着根树叶盯着远方。雷，我们现在去海边找文森。这才过去1天，林硕也不确定文森会不会带着药品在海边等他。如果文森不在，他就和雷直接去他们的营地，他绝对不会让田雨出事。林硕走到一头狼的尸体旁边，扛在肩上，我们直接带着猎物去。他的肩膀又开始疼了，林硕咬着牙硬抗。雷也扛了一头，担心地说，你的肌肉拉伤了，最好别再用力。林硕疼得额头上全是汗，勉强地笑了下，没事，我只是疼，我们回来晚了，田雨的手就保不住了。雷闻言，弓箭斜挎在肩上，又扛了一头狼的尸体，两人的体力都见底，又扛着猎物，如果遇到狼群跑都来不及。但谁也没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只能去赌命。好在接下来的路程，幸运女神站在了他们这一边，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两人顺利来到海边。林硕冲到沙滩上大喊，文森，出来！不远处的一棵椰树下搭了个小窝棚，从里面钻出来一个人，是那天看到的文森的手下。他说，三哥不在，让我先过来，在这里等你们。林硕的心顿时沉了下去。跟班看到林硕和雷浑身是血，肩上还扛着狼，态度好的一批。昨天文森在的时候他还敢拔刀，现在怂得和鹌鹑一样。林硕丢下狼的尸体，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跟班也不知道，快的话应该是中午就出发，到这个天黑。不过我感觉三哥会明天中午再来，他挺讨厌海边的夜晚。林硕把狼的尸体往跟班面前一扔，带我们去营地。跟班为难道，哥，你别为难我，我领你们回去，三哥能宰了我。林硕走到跟班面前，几乎紧贴着，压着脾气说，别让我重复第2遍，我知道你们想拉拢我，带我回去，我和你们的老大谈。跟班闻到林硕身上浓烈的血腥味，苦着脸说，哥，和你对接是三哥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你耐心等等行吗？明天中午之前三哥一定能来，他为了给你争取利益，和大哥都吵起来了。我要是这个时候把你带回去，这功劳就不算我们的了，三哥忙活这么久，不是白忙了吗？什么争取利益，说得好听，林硕又不是不懂这其中的弯弯绕绕。用通俗易懂的话说，文森是负责采购的人，和林硕谈一个价，回去和大哥谈又是一个价，他在中间两头吃回扣，文森那是为自己争取利益呢。林硕急着救人，他们满脑子利益。林硕的火顿时就压不住了，抬脚把他踹翻在地，草泥马的，听不懂人话是吧？雷拦住林硕，上前冷声道，安娜伤得很重，我们今晚就要拿到药，如果我女儿出事儿，文森不会放过你。跟班知道文森喜欢安娜，可这件事情不一样，这么大的利益比一个女人重要多了。安娜死了，他最多挨一顿揍，利益没了，文森能扒了他的皮。跟班眼睛一亮，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从地上爬起来，哥，我回来的时候带了不少物资，里面有药，要不今晚您先拿回去应急。雷劝林硕，救人要紧。林硕答应，拿给我看看。跟班没去窝棚，而是往林子里跑。过了一会儿，他拖着个行李箱出来，行李箱打开，里面是用密封袋包裹着的药品，1瓶碘伏，6片小药片，1小捆绷带。跟班说，这些药是从三哥金在西手里抢过来的，你们带来3头狼，算300斤，能换3片。林硕抬头瞪过去，跟班小声说，哥，你瞪我也没用，你要想长久交易，就不能赖账。林硕就没打算赖账，把狼尸体拖过来。行，我不赖账，还有10几头，你跟我去取。跟班讪笑道，哥，您开玩笑呢？你们2个人宰了10几头狼，装什么逼呢？林硕目光中带着冷意，我没开玩笑，现在就带你去取，要我现在就得拿走。跟班本想嘲讽2句，抬头时对上林硕的眼睛，话卡在嗓子眼，怎么也说不出来。这还是人的眼神吗？僵持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一声爽朗的笑。文森带着一群人走了过来，林，你别为难他了，他就算想给你，也得经过我同意不是？林硕后退一步，手握在了短手斧上，雷也取出一根剑搭在弓上。文森面容和煦，看起来慈眉目善，别紧张，我是来和你交易的，不是来打架的。你说有10几具狼的尸体，这太令人震惊了，难道你们去狩猎狼群了？林硕这次来就是展现自己的实力的，他没有被文森的笑容唬住，他已经知道文森是个笑面虎，心里指不定怎么想着对付他。他如果露出怯懦，文森能立刻黑吃黑了。林硕的手从斧柄上松开，昂首挺胸走上前，自信地说，狼群算什么？你要熊，我也能给你弄来，怕你付不起价格。文森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思考着灵兽的话的真实性。不怪他不信，狼群在岛上就是食物链的顶端，他们营地里有70多号人，面对狼群的时候都得躲着走。灵兽凭什么能狩猎到这么多狼？就算有雷在，那也不可能。文森猜测灵兽可能就只猎到这3头狼而已，故意虚张声势，于是说道：这样，你带我过去，我看到狼尸体立刻付款。灵兽问：你能给我什么？文森拿出一个小药瓶晃了晃，这里面有20片消炎药，除此之外，我可以再送你1针镇痛剂，昨天你看到的工具箱也可以带走。灵兽加价，我还要消肿止痛喷雾、退烧药、肾上腺素，这些东西都是飞机上的应急药品。灵兽没打算文森会全答应，他只是想试探一下文森他们到底从飞机里抢救出多少物资来。文森嗤笑一声：兄弟，这就过了吧，这些可都是救命的药，你知道价值。灵兽却说：药你们有很多，放着也是放着，我只有一个，有了我，你们就有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我比这些药更有价值。文森盯着灵兽：你得让我看到你的价值。灵兽走在前面，跟我来。文森留了2个人看狼的尸体，带上剩下的人跟在灵兽的后面。灵兽补充一句：我只答应给你们肉，如果你们想要狼皮，那是另外的价格。文森哈哈大笑起来：灵，你们东方人真的很会做生意。灵兽微微一笑：这是我们早就谈好的。文森也想见识一下灵兽的本事，可以，狼皮我都收下了，但是我没有带来这么多物资，我们得等下次交易了。灵兽答应道：可以，今后每周我们都可以在海边交易一次。文森答应，成交。灵兽和雷带着文森来到乱石堆，他们堆放狼尸体的地方。灵兽发现狼的尸体位置有所变化，应该是狼王带着狼群回来过。看见满地的狼尸体，血腥味扑鼻，令人作呕，好几个人都吐出来了。说到底，文森带来的人都只是欺软怕硬的主，仗着人多，欺负人还行，遇到真正的硬茬子就怂了。他们看向灵兽的目光都带上了畏惧。屠宰场一样的场景，这真的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文森也以为灵兽在吹牛逼，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忽然见到堆起来的狼尸体，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灵，这些狼都是你们杀的。文森说话磕磕巴巴，难以用言语来描述他此时的震惊。灵，你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灵兽说：狼尸体你也看到了，现在把药给我吧。见灵兽如此急切，文森眼珠子一转，又起了小心思。他从地上爬起来，恳求道：灵，你们应该就住在附近吧，听说安娜受伤了，能不能带我去见她一面？不等灵兽回答，雷率先拒绝：不行，从今以后你别想靠近安娜一步。文森忽然跪在雷面前，语气真挚诚恳，就差落泪了。雷，那天是我冲动了，但你要相信我是真心爱着安娜。听说她受伤了，昨天我连夜回到营地和大哥申请药品，我见不到她我寝食难安。灵兽和雷都知道他的为人，只把他说的话当作放屁，谁信谁是傻逼。文森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时间，灵兽动了杀心，咬着牙问：如果我不带你去见他，你就不会给我药？文森看到灵兽握斧头的动作，双手举在胸前：灵，你不要冲动，我只是想见他一面，我没有恶意。灵兽拔出斧头，擦着文森的头皮，砍在他身后的树干上，脸贴着脸威胁道：你再多说一句，老子宰了你信不信？狼群都没整死老子，你觉得你带的人多我就怕了？灵兽不是危言耸听，文森一次又一次地试探他的底线，他的耐心已经耗尽了。田宇还在等他带药回去救命，我没时间在这里和你废话。灵兽伸出手要，文森没想到灵兽说动手就动手，反应过来的时候斧头已经剁了下来，他吓出一身冷汗，感觉自己再多说一句废话，灵兽是真的会朝着他的头砍下来。灵，冷静，我马上就给你药。他从兜里掏出一瓶抗生素和1针镇痛剂，放在灵兽的手心，又看向跟班、碘伏和绷带都给他。灵兽拿到药后没有停留，转身就走。剩下的东西我明天来取，我不在乎你从中赚多少，答应我的东西给我就行，你们如果想违约也没关系，想清楚后果。灵兽离开后，文森抹了把额头上的汗，跟班凑上来问：三哥，要不要派人跟着他？文森狠狠地踹在跟班的腿上：废物，你看不到躺在地上的这些狼吗？你比狼还凶。文森心有余悸，意识到自己有些自大了，灵兽根本没把他带来的这些人放在眼里。明明只过了1天，灵兽就和换了个人一样，他想不通。他看着堆起来的狼尸体，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喃喃自语：这家伙到底经历了什么？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乱石堆距离家里不远，灵兽和雷可足了劲儿跑，可跑着跑着，灵兽发现不对劲，旁边的林子里似乎有人。雷也停下来，拉了灵兽一把：灵，等等。灵兽取下弓箭，想要拉弓，可肩膀上的一阵剧痛让他箭都拿不稳，他只能放弃弓箭，用左手拎着斧头。
林子里走出来5个人。林硕和雷贝靠着背，雷忍不住骂道：“文森这个小人，我肯定不会放过他。”林硕摇头道：“不是文森的人。”他认出来了，领头的人是史蒂夫。史蒂夫身后不远的林子里站着一身西装的金在熙。啪啪啪，金在熙鼓掌：“跑啊！你们在跑啊！”林硕看着他的独眼，嘲笑道：“韩国人不愧是美国人的狗，苟且偷生的本事就是牛逼，这都让你活下来了。”金在熙面色狰狞地喊道：“你也就嘴上逞英雄啊，给我打！那个中国男人别打死了，我要让他跪着给我道歉。”雷一言不发，朝着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射了一箭。他暂时没想杀人，瞄准了大腿。那个人惨叫一声，捂着腿跪地。雷又取了一根箭，瞄着其他人，威胁道：“都别过来！”剩下3个人一动不敢动，唯独史蒂夫不怕，手里拎着手腕粗的木棍，大步冲上来，对着雷当头一棒。雷举弓瞄准史蒂夫的前胸，犹豫了一下，就是这1秒钟的犹豫，史蒂夫到了跟前，木棍砸在他的手上，雷疼得握不住弓，不得不向后退。金在熙猖狂的大笑：“哈哈哈，打得好，他们不敢杀人，你们一起上啊！”剩下的3个人也跟着史蒂夫往前冲。雷被史蒂夫拖住，林硕独自面对3个人的围攻。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根铁棍，打起来毫不留情。林硕的胳膊挨了2下，钻心的疼。去你妈的！林硕发了狠，抬脚将距离他最近的人踹出去。他不管其他2个人，追着这个人穷追猛打，斧头一下又一下的砍下去，那个人只能举着铁棍格挡。当当当，碰撞之下，铁棍上冒起火星子，将那个人震得双臂发麻。林硕再一次砍下去时，他再也握不住，铁棍崩飞了。他终于知道害怕，看着林硕冷漠的目光，惊慌的求饶：“别！”另外2个人想要阻止，林硕低下头，避开脑袋的要害，用后背硬扛了2下。“你自找的！”林硕没有任何犹豫，一斧头劈了下去。他这一刻很冷静，斧头劈在那个人的肩膀上，森白的骨茬露了出来，血流如注。他捂着肩膀惨叫出声。林硕又是一斧头劈下去，直接将他的整条手臂给卸了下来。这一幕将林硕身后的2个人给吓到了。林硕抓着血淋淋的断臂往后一甩，那2个人如惊弓之鸟一样连连后退，生怕血珠沾在身上。林硕慢慢站起来，斧头上还在滴着血，朝着金在熙一步一步走过去。金在熙疯了一样的喊叫：“上啊！你们这群废物，怂什么？上去干他！大家都是肩膀上扛一个脑袋，欺负人可以，真拼命，谁愿意啊？”林硕走近了，金在熙终于知道怕了，连滚带爬的往林子里跑。林硕想去追，这个时候他听到雷的一声怒吼，回过头见到雷被史蒂夫按在岩壁上，手肘卡着脖子，脑袋上还在流着血。林硕不得不放弃追击的想法，返回去帮雷。史蒂夫见林硕回来，狠狠地给了雷一拳，抬脚踹在他的膝盖上。啊！雷又是一声惨叫，膝盖用不上力，摔倒在地。史蒂夫趁机逃向远处的黑暗。林硕想要去追，雷喊住他：“林，别追了，田宇还等着要呢。”看着和夜色融为一体的史蒂夫，林硕咬紧了牙关，最终还是放弃，去将雷扶起来。他去查看雷的膝盖，发现肿了一个大包，刚触摸上去，雷就疼得大叫一声。林硕紧张地问：“断了？”雷尝试着走了几步，摇头说：“没断，我没事儿，先回家。”林硕扶着雷一瘸一拐地回去，1公里的路走了快半个小时。等在家里的女人们见天色越来越暗，2个人还没消息，不免地担心起来。安娜已经帮田宇处理好了伤口，就等要拿回来了。林硕和雷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个人，安娜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等待的过程让他心烦意乱。天黑后再也坐不住，拿起弓箭出门。叶梅见状起身跟出去。安娜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如果你是劝我留下，还是算了。”叶梅拿起一根骨毛，坚定地回道：“田宇有小竹照顾，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我陪你一起去。”安娜笑道：“好。”叶梅和常小竹打了声招呼，和安娜一起走出山洞。天上的云很黑，没有月亮，看样子今晚要下雨，这给他们找人增添了很大的难度。他们以山洞为中心，朝着四周搜索，沿着岩壁往南走了不到100米。安娜拉着叶梅，在她的手臂上轻轻捏了一下，叶梅瞬间明白她的意思，警惕起来。叶梅在前，安娜在后，剑已经搭在了弓弦上。2人看似毫无防备，实际上已经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动手。呼呼，压抑着的粗重呼吸声，叶梅也听见了。贴着岩壁的一处树丛后，忽然钻出来一个漆黑的人影，朝着叶梅冲了过去。叶梅心里有准备，还是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抬起骨毛刺了过去。黑影躲过后，抓住骨毛的前端，快速地朝着叶梅靠近，硕大的拳头毫不留情地朝着她的脸砸了过来。叶梅没有打斗的经验，
面对扑面而来的攻击，紧张的闭上眼睛，举起双臂格挡。啊！叶梅感觉手臂传来一阵疼痛，紧接着身体像是被牛撞了一下，后退1米多坐在地上。安娜见叶梅遭到攻击，对着黑影就是一剑，她没瞄准，完全是本能的攻击。如此近的距离，黑影躲避不开，剑射入她的胸口。她闷哼一声，朝着安娜冲了过来。还没跑出去2步，黑影忽然重重地咳了2声，跪在地上滚了2圈。黑影爬起来，把剑从胸口拔出来，疼得低声嘶吼，嘴里念叨着不知道哪个国家的语言，再次扑向安娜。安娜立刻搭剑，对着黑影的肩膀又是一剑射过去。黑影身子一顿，又一次栽倒在地。他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往林子里跑。站住！安娜立刻追上去，再次搭一根箭在弦上，瞄准黑影的后背，再跑我动手了。黑影仿佛没听到安娜的话，借助树木的掩护钻到林子里。安娜朝着他逃跑的方向射了一箭，再次跟上。路过一棵树的时候，忽然眼前一黑，他慌忙后仰躲避，但没想到刚刚的攻击只是虚晃一枪，真正的攻击在后面。黑影抬脚踹在他的肚子上，再次飞奔而去。安娜爬起来，腹部剧痛，脸色一白，晚上吃的饭全吐出去了。叶梅路过安娜继续追，安娜喊道：梅姐，别追了，林子里树太多，弓箭射不中，咱们拳脚打不过他。叶梅扶着安娜从林子里走出来，找到一块石头坐下休息。安娜捂着肚子，疼得不停地吸气。她忍着疼，手在肋骨上摸索了一阵，确定没有骨折，这才放下心。叶梅问：看清了吗？刚刚是什么人？安娜摇头：太黑了，没看清，我猜应该是个黑人。见识到黑人的身手，叶梅担心起来，他是从碎石堆方向过来的，林硕和雷会不会也在那里？安娜也想到了，她咬着下唇起身：走，我们去看看。两人又往前走了约200多米，天上一道闪电划过，随后是轰隆隆的雷声。借着闪电，两人看清前方不远处有人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林硕也看到了前方的人，他还以为是逃走的史蒂夫，斧头都拿在手里了，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等靠近，才听到叶梅和安娜的声音：林硕。林硕松了口气，喊道：安娜，领导，是我。叶梅迎上来，看到两人的惨状，吓了一跳。林硕浑身是血，雷的膝盖肿得和挂了个水袋一样，他们的脸上都挂了彩。你们这是怎么了？叶梅帮林硕搀扶雷，安娜也赶紧跑过来，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爸。雷摸着安娜的侧脸：没事儿。林硕把药递给安娜：我和雷慢慢走，你们先把药带回去。安娜也知道田雨的伤更重，心疼地看了2人一眼，和叶梅急急忙忙地往回赶。轰隆隆，林硕感觉到脸上冰冰凉凉的，抬起头，有雨滴砸在他的脸上，哗啦啦。没过多久，大雨倾盆下，冰凉的雨水打在身上，两人的体温在快速降低，耳边只剩下沙沙的雨声。白色的雨幕中，叶梅去而复返，身后还跟着林小胖。我把小胖子喊来了。林小胖接替林硕，叶梅从另一边扶着雷：快走。林硕的体力见底，这一路完全是硬撑着，让雨水一击，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浑身上下一阵一阵的疼，好像没有一块肉是好的。回到山洞，雷再也坚持不住，身子一沉昏了过去。林硕走过来，拉着雷的手搭在肩膀上，和林小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雷拖回去。把雷放在床上，林硕也扛不住了，他想着爬到床上休息，刚迈出去一步，就感觉眼前一黑，不知道撞到了什么东西。林硕！昏沉中，林硕感觉有人七手八脚的在抬他。又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身后有一股力道在推他。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叶梅坐在床边，端着一碗白色的鱼汤，轻轻吹着：来，喝点再睡。林硕感觉头疼欲裂，摸了下脑袋，摸到一圈绷带。叶梅拉着他的手放下：别乱动，你的后脑上有一条伤口，你不知道吗？林硕还真不知道，连什么时候伤到的都记不清了。他发现田雨就睡在他的身侧，手臂上缠着绷带，呼吸均匀，手臂上的肿也消了。叶梅说：多亏了你们带回来的药，田雨的手臂保住了，接下来只要不染上狂犬病，好好养着就能恢复。林硕了却一块心病，患狂犬病的概率很低，哪有那么容易？田雨福大命大，肯定没事儿。叶梅舀了一勺鱼汤吹凉，送到他的嘴边：你至少昏迷10几个小时，饿了吧？先喝点汤，饭小煮再煮，还要一段时间。林硕喝了一口鱼汤，看向旁边的床。雷躺在床上，腿被吊了起来，安娜躺在他的身侧，眉头紧皱，看起来睡得很不安稳。他担心地问：雷的腿怎么样了？叶梅解释：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安娜帮你们处理了伤口，雷的腿没事儿，应该是伤到软骨了，里面有水肿，养一段时间就好。叶梅的眼睛红了一圈，责怪又心疼地说：你还有功夫担心他？你伤得比他还重，真不知道你怎么扛下来的。林硕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扛下来的，
他当时面对3个人的围攻，只能选择一个人往死里打，打到别人怕了，他才有活命的机会。他卸了那个人的胳膊的同时，不知道挨了多少棍子。尽管他尽可能的躲避要害，但还是有几下打在了他的脑袋上。叶梅用勺子搅拌鱼汤，将鱼肉搅碎。安娜说：“你后脑有淤血，肿了好大一个包，可能还会伴随脑震荡，让你好好养着。”他舀了勺鱼肉递过来，他先帮田雨处理伤口，又救你，最后才去看雷的腿，忙了快5个小时都没休息。他睡觉前说：“如果你醒了，让我帮他说一声谢谢，救了雷一命。”林硕吃了鱼肉，又喝了一口汤，笑笑说：“雷也是为了田雨才冒险，我救他是应该的。”汤喝完了，叶梅把碗放在桌子上，拉起林硕的手放在手心，心疼地抚摸着林硕手上已经结痂的伤口。这一路来什么都靠你撑着，辛苦你了。这时木屋的门开了，常小竹和抬着一根原木走了进来。他曾经手无缚鸡之力，如今抱着20多斤重的原木也表现得很轻松，手臂上有了明显的肌肉线条。原木中间劈开了一道缝隙，里面塞满了木屑和干草。常小竹取来一块木炭放进去，轻轻一吹，干草就燃烧起来，木屑引燃，慢慢地向下烧着。房间里暖和了不少。常小竹坐在床边心疼地问：“伤口还疼吗？”林硕不想让他们担心，摇摇头：“不疼了。”摇头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后面的墙，剧痛传来，林硕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他再一次伸手去摸，摸到有碗口大一个包。林硕忍不住破口大骂：“操！这群狗日的下手真黑，这是把我往死里打啊！”他有点后悔，只卸了那个人一条手臂了，就应该对准脑袋砍。林硕还记得今天要去海边和文森交易，伤成这样，只能暂时放弃了。林硕头上的包养了3天才消下去一点，伤口也结痂了。外面的雨还在下着，淅淅沥沥的没完，打在植物叶子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刚听的时候有点催眠，时间久了就吵得很。头顶的山体裂缝又有瀑布垂下，砸在湖水中轰隆隆的响。湖水上涨，水中的鱼也躲入地下河。他们这些日子只有肉干和野菜吃。如今家里的大小事儿都由叶梅做主，常小竹打下手，林小胖是苦力。因为雨连下3天，雨水顺着岩壁灌进了林小胖的家里。起初只是一些水渍，到了第3天的时候，不知道是山上哪条河道冲垮了，泥浆夹杂着石头，全都砸在了房子屋顶。盖在屋顶的青苔吸水后本就重得很，泥石流一砸，木屋直接塌了。好在当时林小胖在喂鸡，不然肯定要被埋在里面，所以他现在搬到了溶洞里住。房间只有一个，林小胖临时用储备的木材搭了一个窝棚，地上铺着木头、干草和毛皮，倒也不冷，就是时间久了有点潮湿。雷和安娜也搬了出去，同样住在窝棚里。雷是病号，叶梅提议让他住在房间，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于是林硕恢复行动后，帮忙把窝棚扩建了一下，利用山洞里面地形的高低，插修了一个壁炉，里面再铺上2张床，住起来也挺暖和。林硕木工的活儿技干的是越来越好了，他感觉自己回去后，就算不当导游了，专门给人打家具，也能赚不少钱。又是一天过去，天空终于放晴，清晨的阳光从头顶的岩石缝隙中下，经过水珠的折射，在湖面上方形成一道浅浅的彩虹。林硕伸了个懒腰从房间出来，看到彩虹的时候愣了2秒，心情都好了几分。田雨跟在他身后，2人最近一直睡在一起，叶梅担心他们起床的时候会打扰到病号的休息，2个人在一张床上也方便照顾。林硕对田雨一直是妹妹看待，偶尔会有肢体触碰，也没有起其他的坏心思。田雨也看到了彩虹，惊叹一声：“哇，有彩虹！”他手上还缠着绷带，伤口在愈合了，飞机上的紧急药品药效都比较好，没有发生感染的意外情况。林硕往前走了2步，看到安娜搭了一根晾衣绳，上面挂着弓和兽皮。林，早上好。安娜热情地打招呼，林也打了声招呼。安娜，早啊，雷怎么样了？雷拄着拐杖从帐篷里出来，他的腿还是不能着地。前2天，安娜见他膝盖里面的积液太多，冒险割开了他的皮肤，吸出了里面的积液，看样子有所好转。安娜说：“我爸年纪大了，伤到的还是软骨，没那么容易养好，短时间是帮不上忙了。抱歉，看来还要打扰你们一些时日。”林硕已经习惯和他们住在一起，如果雷和安娜忽然搬出去，他还会有些失落。如今刚好在雷的腿伤养好之前，他们看起来是不会走了。林硕说：“我今天打算去海边一趟。”安娜从林硕拿回药品后就猜到了一些，逼问雷后，雷吐露出实情。听到是和文森交易，安娜起初还有点接受不了，如今她已经能平静地诉说此事，去拿回文森答应的东西。林硕点头：“可能会有些危险，我得带上小胖子一起去，家里就靠你了。”安娜主动提议：“我和你一起去。”林硕拒绝：“不行。”安娜证明自己真的放下了过去的事情：“林，你相信我。”林硕摇头解释道：“我不是担心你会做什么，只是
是担心文森看到你会失去理智。你也知道文森的为人，他的表情管理做得很好，我们都猜不到他心里想着什么。安娜听了后更加不安，我让我爸和你一起去。雷瘸着腿，抬头疑惑地看了女儿一眼，怎么自从遇到林硕后，自己这个小棉袄就开始漏风了呢？他现在这样怎么去？当炮灰吗？林硕走上前，双手按在安娜的肩头，看着她的眼睛。安娜，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不会和他们硬拼，大不了我就跑。他和雷的这次重伤不只是吓坏了安娜，叶梅和常小竹最初的2天也是时常在夜里偷偷哭，这些他都知道。就像雷说的那样，他已经成了这群人的主心骨，他绝对不能出事。常小竹和叶梅煮好了饭，林硕填饱肚子后带上干粮，和林小胖出了门。雨后的空气很是清新，林硕深吸了一口后觉得浑身舒爽，这几日积攒的烦闷一扫而空。他背着弓，箭篓中的箭足足有40根，小腿上绑着一把小刀，短手斧挂在腰上，可谓是全副武装。林小胖只带了2根骨毛放在背篓里，两人朝着海边前进。雨林中的露水很多，林硕戴了个兜帽，避免伤口沾上雨水。路上泥泞，多年积累的枯叶一脚踩上去，谁能淹没到脚踝处？走了一会儿，林硕听到前面有动静，扒开草丛一开，一只兔子慌乱地跑了。如果不是他们着急去海边，林硕肯定要追上去捉了解解馋。约过去40多分钟，两人来到海边。雨后的大海多少有些暴躁，2、3米高的浪涛一下又一下地拍在沙滩上，一些来不及回海里的生物挨了一下就昏了过去。出了雨林，林硕朝着前几天见到的窝棚走过去。窝棚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床上的树叶全都是湿的，看样子文森已经带人撤回去了。从他们的营地到这里有10几公里的路，要走上半天，林硕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为了不白跑一趟，索性带着林小胖去赶海。海岸线上有许多白色的海鸟在捕食，林硕他们靠近也不飞走。林硕取下一根箭，搭弓瞄准了一只最胖的海鸥。咻！海鸥想飞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双脚刚刚离地就被一箭射飞了出去。其他的海鸟受惊，呼啦啦地飞起来，一时间漫天都是白色，还挺有美感的。林小胖过去把海鸟捡起来丢在背篓里。海岸向北是一片礁石滩，林硕还在那边煮过盐，海蛎子吸附在礁石上，黏黏碎碎，一层盖着一层。林硕撬开2个，发现都是空壳后就懒得再看其他的了，费力还没多少肉。不过他在留下的小水坑里发现了几只海参，还有一只巴掌大小的龙虾。这么大的龙虾里面的肉只有一小块，还不够塞牙缝的，林硕懒得捉。礁石滩看起来是没什么海货了，林硕和林小胖原路返回，向南走。沙滩上都是水藻，如今海面正在涨潮，浪头越来越大，林硕担心被海浪卷到海里，尽量贴着里面走。水藻下面有许多被浪头拍晕的鱼类，最大的手臂长，最小的只有巴掌大小。林硕来者不拒，全都丢到背篓中，吃腻了淡水鱼，吃点海鱼也不错。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走出去快1公里。林硕抬起头，头顶的太阳钻出云层，晒得皮肤有些刺痛。海边的紫外线太强，林硕担心晒伤，说道：到林子里等他们吧。两人的运气很好，刚钻到林子里就看到一头獐子，也就是麝鹿。林硕张开弓瞄准，麝鹿也发现他们了，想要逃跑。不料这时一杆长矛忽然擦着林硕的身体飞了过去，精准地命中麝鹿的大腿。麝鹿疼得跳了2下，鲜红的血洒在脚下的植物上。林硕抓住机会，一箭命中麝鹿的前胸，穿透了他的肺部。麝鹿跑出去2、3米就倒在地上，嘴里吐着血沫。林硕拔出骨矛，惊讶地问：这么准？林小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小时候经常到山里追兔子，练出来的。林硕把骨矛递给他，指着大约20米外的一棵树说：试试。林小胖拿着骨矛在手里掂了掂，没有任何前摇，忽然就丢了出去。骨矛擦着树皮飞了过去。林小胖又挠挠头：可惜了，我再试试。说着拿出第2根长矛，又是灵针起手，精准地扎在树上。林硕都没感觉到他在瞄准，惊讶万分：我操，你这技能比弓箭都牛啊！林硕去捡回骨矛，让林小胖又试了几次。他发现林小胖丢骨矛就是凭借感觉，瞄准反而扎不准。10米内100发100中，20米内命中率也很高。他的力气大，骨矛扎在树上就是一个2寸深的洞。刚刚扎麝鹿的那一下，麝鹿的大腿都差点扎穿。林硕大喜，捡到宝了。眼看着时间来到中午，乌云散去，太阳烘烤后，雨林中又闷又热。林硕扛不住了，干脆跑到沙滩上去晒太阳，至少这样不用忍受湿漉漉的衣服粘在身上。可没过多久，皮肤就传来刺痛感。他在沙子上挖了个坑，把自己埋进去，只留一张脸在外面，用帽子盖住，这样就不疼了。林小胖学得有模有样。沙滩上暖洋洋的，躺着很舒服。没过一会儿，林硕就感觉睡意袭来。
林小胖那边已经有呼噜声传来了，他无奈的笑笑，起身坐起来。沙滩不是绝对安全，他担心有野兽过来。还没等他完全从沙子里挣脱出来，林硕就听到有脚步声在靠近，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女生惊喜的声音：“雨林，你快看，这里有鱼。”林硕愣了下，林雨林这个名字怎么这熟悉？他一时间没想起来，就听见那个叫林雨林的女生说：“这里怎么会有背篓？是不是有人啊？”另一个女生无所谓的说：“管他有没有人，咱们发现就是咱们的。饿死我了，从昨晚跑出来到现在就没吃东西，你会不会生火？”林雨林说：“不会。”另一个女生很久没说话，责怪道：“我就不应该和你出来，留下来至少有吃的有喝的，让他们睡几次又不会少块肉。”林硕翻了个身，看到雨林边缘站着2个女人，林小胖的背篓和长矛都放在林子边缘的一棵树下了，不过林硕的剑篓和武器都放在旁边。林硕和林小胖的身子都埋在沙子里，2个女人的注意力全在食物上，又有树叶遮挡，她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方向。林硕摸到武器，朝着2个女人走过去。林雨林看起来很紧张，一直回头看身后雨林的方向。巧儿，我们快走吧，一会儿来人了就危险了。巧儿不以为然，有人就有人呗，他还能杀了我们不成？大不了就陪他睡一觉，换点吃的。姐姐我都要饿死了。林雨林无奈地说：“巧儿，我们跑出来不就是为了自由吗？”巧儿语气忽然冷了下来：“林雨林，你要搞清楚，不是我要跑，是你求着我帮你逃出来。你说你老公和弟弟在外面，可以带我们逃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人呢？”林雨林目光茫然，有些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巧儿还想对林雨林说什么，他的脸色忽然一变，拎着背篓就跑：“快走，他们追上来了。”他们刚一转身，就见到从沙滩走过来林硕。巧儿转身往雨林里跑：“林雨林这边。”紧接着雨林中又钻出3个人，林硕看清钻出来的人是文森和他的2个手下，其他方向也有文森的人，将2个女人围在中间。文森把玩着一把餐刀：“正巧，林雨林，你们挺能跑啊，10几个小时可累死兄弟我了。”正巧见状，立即就把林雨林卖了，走到文森面前跪下祈求道：“三哥，不是我要跑的，是他蛊惑我，他求我帮他逃出来，这件事和我没关系。”文森拽着正巧的头发，餐刀在他雪白的颈部轻轻划过。“你说我就信啊，大哥可发了不小的脾气，几个弟兄都跟着遭了殃，我可保不了你。”林雨林上前一步，主动承认：“是我威胁正巧带我离开的，他不同意我就杀了他。”正巧连忙改口：“对，是他威胁我的。”文森嗤笑一声：“你敢杀人？”林雨林1米6出头的身高，脸很像小笼包，看起来可爱柔柔弱弱的。文森轻蔑了看了2个女人一眼，就不再关注他们。他注意到了沙滩方向的林硕，眉头一皱，随后爽朗的大笑，双臂张开，上来就要给林硕一个拥抱。“林硕，好兄弟，我还以为要把狼皮狼肉都白送我呢，这几天你去哪了？”他手上还拿着刀呢。林硕不确定他会不会笑着扎自己一刀。文森这个人始终一副笑脸，他一点都看不透。林硕后退一步，躲过文森的拥抱。“下雨，过不来，东西呢？”文森见林硕的动作愣了下，尴尬的笑了笑，手臂放下，东西抬上来。他的手下抬上来2个行李箱，行李箱打开，里面是上次给林硕看的有工兵铲的行李箱。另一个箱子打开，首先入眼的竟然是一把手臂长的安全斧，除此之外还有救生衣和男性的换洗衣物、鞋子等物资。文森把安全斧拿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很是爱惜地说：“这把斧头是他们在机长的座位下找到的，据说是只有机长才有权限使用。”他从工兵铲的行李箱里翻出来一根不知道从哪拆下来的铁棍，当的一声剁上去，铁棍应声而断，斧刃完好无损。林硕忍不住惊叹一声：“好斧头！”文森把安全斧放回行李箱，上次给你的药品足够支付狼肉的价格，这2个箱子里的东西换那10几张狼皮，怎么样？这些东西林硕都很眼馋，尤其是那把消防斧。不得不说，文森确实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但是对林硕来说都是他急需的东西。文森用一堆垃圾换了1000斤的狼肉，10几张狼皮，怎么看都是不亏的，还能让林硕也觉得自己不亏，双赢的局面。林硕只在看到斧头削铁如泥时才露出一丝情绪，其他时间都绷着一张脸。他轻咳一声，开始压价：“东西是不错，但是不值狼皮的价值。”文森心中不满，没表现出来，脸上依旧挂着笑意：“我今天只带来这些东西，你还有什么需要的，我下次再来带给你。”说是下次，其实就是敷衍，和下次请你吃饭一个意思。林硕打算现在能争取到多少额外利益就争取多少，目光在文森带来的人身上一一扫过去，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时正巧灵机一动问：“大哥，你觉得我怎么样？”正巧的姿色确实不错，1米7的身高，肤白貌美，胸大腿长，大眼睛薄嘴唇，很标准的东方美女。文森走过去抽了她一巴掌：“臭婆娘，
轮得到你说话吗？林硕没有买一个女人回去的心思，理都没理。行吧，就这样，行李箱合上我带走。你下次来给我带点绷带，药品珍贵，绷带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文森占了这么大的便宜，想要和他长久合作，就不会拒绝他这点小要求。文森答应得很干脆，行。林硕提着行李箱，一手一个，很重，装着铁制工具的箱子得有60斤以上。林硕的右臂肌肉拉伤还没好，不能用太大的力，于是换成左手拎着。这一幕落在文森眼中，试探着问：你的手是对付狼群的时候伤到的？林硕微微一笑，面露冷意，多谢关心，只是肌肉拉伤，不影响我拉弓狩猎，换而言之，也不影响他杀人。文森耸肩膀，尴尬的笑，你太紧张了。林硕抬头看了他一眼，随口说道：或许是吧。见林硕要离开，正巧知道这是他自救的唯一机会，他忽然冲到林硕面前跪下，抱着他的大腿求救：大哥，求求你带我走吧，我回去他们一定会折磨死我。非亲非故，林硕不想多管闲事，无奈地说：让开。正巧不松手，大哥，你看我是正巧啊。他撩开自己的头发，努力地把脸往前伸，让林硕看清楚，我是明星，多少人梦寐以求能和我见一面，只要你带我走，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林硕感叹，还真有明星啊，可惜岛上的这种情况最不值钱的就是明星。文森上前拽着正巧的头发将他拉开，死婆娘，你找死是不是？说着2巴掌抽上去，正巧还是不松手，带着哭腔乞求道：大哥，救救我。林硕叹了口气，说到底他还是个人，不免得有些心软，放下行李箱，抓住文森的手腕，行了，别打了。文森的脸上露出一丝狠意，但很好的掩饰住了，换上笑脸：林，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情，你不要让我们为难。林硕点头表示理解，我不管你们的事，但你别当我的面打人，我看着生理不适。文森甩开正巧，手在衣服上擦了擦，行，我给你一个面子，不打他了，让正巧少挨2巴掌。林硕也只能做到这些。文森看起来对他恭敬，那是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双方真起冲突是要出人命的，代价太大不划算。林硕如果真的把自己当做一根葱，觉得文森是怕他了，那是脑子有问题。林硕不可能用自己的命去换正巧的自由。他拖着行李箱走到林小胖身边，用脚踩着他的肚子摇了几下，喂，起来了，回家。林小胖晃了晃脑袋，从沙子里爬出来，太阳晃得他睁不开眼睛，用手遮在头上，糊涂地问：不是等人吗？林硕哭笑不得，真睡糊涂了啊，已经见到了，箱子你拎着，我去拿背篓。返回到人群里，林硕旁若无人地把背篓捡起来，和文森打了声招呼，走了，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文森说：盐或者煮盐的技术。林硕看了眼天色，等下次见面再交易吧，我还是需要药品，其他的暂时没想到。生意吗？讨价还价，哪有一次就交底牌的？文森答应下来，行，我先把这2个女人送回去，我们下次交易的时间是下周吧，你在这等我。林硕说完又补充一句，下次别带这么多人，我胆子小，容易受到惊吓。文森哈哈大笑，林，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这些人不是来捉你的。林硕学着他耸耸肩，你说的对。这时林小胖拖着行李箱走过来了，当看到林雨林的时候，整个人都愣在原地。他把箱子一扔，冲了过去，激动又哽咽地喊了声姐。林小胖冲到人群里，用力推开林雨林身边的2人，你们离我姐远一点。他一把将林雨林抱在怀中，嚎啕大哭起来，姐。林雨林见到弟弟，眼泪也一瞬间涌出，抱紧林小胖，小胖，你跑哪里去了？你姐夫呢？林小胖习惯把林硕喊姐夫了，下意识地指着林硕，在那。忽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林硕这时才想起来林雨林的名字为什么这么熟悉了。林小胖曾经提过一嘴，他的姐姐叫林雨林。文森看了林硕一眼，表情管理很好的他此时的脸色也有些难看。林，你是他男人？林雨林是金在熙带人去抓的，文森没见过草帽男。听完小胖子的话，理所当然地认为林硕才是林雨林的老公。他不动声色地后退2步，躲在跟班的身后，其中一只手藏了起来，看样子是拿着武器。其他手下也纷纷亮出武器，有铁棍，也有刀子。林小胖的反应迟钝，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姐夫，我找到我姐了，我们回去吧。林雨林看到林硕的时候也愣了会儿，他不是我老公，我不认识他。现在说这种话没有任何意义，更像是欲盖弥彰。林硕盯着文森，手搭在弓箭上，弓弦轻轻拉动，确保可以随时射击。文森直白地说：林，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如此信任你，你竟然一直隐瞒身份，你的目的是什么？2人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信任感就像玻璃一样碎了。林硕摇头，我知道和你解释你也不会信，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林雨林我要了，你开个价。文森拒绝，我答应大哥一定会带他们回去。林硕不以为然，他了解文森，文森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不同意无非是价码不够。林硕劝说，女人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要便宜都能说服她和我交易，何必在乎一个女人？文森认真想了想，还真是这样。他开口道，交易也行，我要主研的技术。文森的回答在林硕的意料之中，他摇头拒绝，这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教会你，你们不需要我了，今后我岂不是很被动？文森占据着主动权，那就没得谈了。这时有一个平头青年绕到了林硕的身后，林硕一直注意着他，第一时间转过身去，张弓对准平头，站住。文森身边的几个人也向前压了过来，两面合围。林硕没有慌乱，他一箭射在平头的大腿上，立刻朝着沙滩上跑。文森大吼一声，追！林硕离开包围圈后停下来后，又取出一根箭，回头瞄准文森，我说站住！所有人都停下来，他们一起上，林硕肯定跑不掉，但谁也不想当出头鸟，挨上一箭。林硕不想和他们鱼死网破，文森，我帮你煮20斤盐，放他们走。文森在犹豫，20斤盐不少了，至少比2个什么都不会还浪费粮食的女人重要。文森和金在西不一样，他是个商人，利益至上。这时正巧祈求道，雨林，带我一起走，我是为了帮你逃出来才会落到现在的地步，你不能不管我。林雨林咬着下唇，求助地看向自己的弟弟，能不能带上他？林小胖说，那得看姐夫的态度。几人的对话让文森听了去，他露出一口白牙，笑着找到了新的商机。林，佛教有一句话叫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可以不要主研的技术，并且2个女人你都可以带走，3天内我要拿到100斤盐。林硕很想问一句，你是不是疯了？1斤盐他要煮2个小时以上，100斤200个小时，不眠不休要8天多的时间。林硕语气坚定地说，我只要林雨林40斤盐。文森狡黠地笑着，林，要么2个人你都带走，要么我现在就把他们丢海里。视线交错，林硕反应过来了，文森的这个要求是故意的。林硕一个人一口锅，3天肯定煮不出100斤盐，必须得喊文森的人帮忙。文森不仅白白得到100斤盐，煮盐的技术轻而易举地拿到手。林硕忍不住骂了句，老狐狸。文森笑道，林，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已经做出让步了，你是不是也应该退一步呢？林小胖救过林硕的命，林雨林是他的姐姐，林硕不能不管他。林硕只能答应，我教你们煮盐，但是我有个附加条件。听到林硕答应，文森心里都乐开了花，带着煮盐技术回去，他的地位会水涨船高。行，你说吧。金在西，你认识吗？那只韩国猴子，我当然认识，他们都是一个营地的。林硕不意外，不只是他，还有一个西班牙人叫史蒂夫。听到史蒂夫的名字，文森有点为难。史蒂夫我也认识，大哥很喜欢他，是个能办事的人。文森又解释一句，不过我和他的关系不怎么好，我们是竞争关系。林硕说，上次交易，金在西和史蒂夫差点杀了我的雷，我想要他们一人一只手。文森露出为难之色，韩国猴子我宰了他大哥都不会说什么，但是史蒂夫有点困难，他是西班牙黑帮的人，心狠手辣，我手下这些酒囊饭袋对上他，不够他一个人打的。林硕抛出重磅消息，他伤得很重。文森愣了下，脸上随即露出笑意，受伤就好办了，伤得多重？林硕说，快死的程度。文森没忍住哈哈大笑，拍手称快，这家伙我早看他不顺眼了，只知道用蛮力，一点脑子都没有。和韩国猴子混在一起，仗势欺人，把营地搞得人心惶惶。林硕在心里说，你不也一样吗？文森为了得到安娜，逼走了一个老猎人和一个高级护士，还结了仇。林硕猜测文森之所以对他这么殷勤，不计代价的想促成合作，就是为了在他们的大哥面前好好表现，弥补犯下的过错。文森打量着林硕，开始重新评估他的价值。林硕能把史蒂夫逼到绝路，自己还没受伤，在文森心中已经仅次于自己的大哥了。文森故意卖林硕一个人情，我可以帮你把他们都宰了，不收费，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林硕不上他的当，不，我只要他们的一只手，杀不杀他们那是你的决定。他不想背上杀人犯的罪名，至于文森怎么处理这2个人，和他没关系。文森回了个我懂的眼神，好，下次交易我会把他们的手带来。林硕走到林小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拉着他到旁边的林子里说话，我不能和你一起回去了，你带着你姐先走。此刻林小胖才意识到自己惹祸了，慌张地说，姐夫，我留下来保护你。林硕摇头，没有责怪他。林雨林是林小胖的亲姐，换成他自己也会控制不住情绪。林硕低声说，听我的，你们先回去。
如果明天天黑前我还没回去，你去找叶梅，让她搬家。林小胖抹着眼泪，姐夫，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林硕拥抱林小胖，在他的背后轻轻拍了拍，别哭了，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你忘了吗？你说过要保护你姐，走吧。和林小胖从林中走回来，林硕拎起装着救生衣的行李箱交给他，装着鱼的背篓递给林雨林。林雨林对林硕鞠了一躬，谢谢你。林硕冷着脸说，就你是看在你弟弟的面子上，我不需要你报恩，但是你和那个大明星给我老实点，别惹出事端来。林雨林连忙答应，我不会惹事的，我们听你的。林小胖带着装着救生衣的行李箱走了。林硕打开装着工兵铲的行李箱，翻出来4、5块折叠起来的铁皮，看起来应该是飞机上的残骸。他留下1块，把另外几块铁皮丢给文森的手下，找块石头跟我学。林硕拿着沿着铁皮的周围向内轻轻敲打，铁皮上留下一个一个小圆点，逐渐凹陷进去，形成了一口锅的形状。他走到海边，舀了一锅海水，对着文森招招手。文森走过来问，需要帮忙吗？林硕说，我要至少3件 T 恤，分别装上石头、沙子、树叶，用来过滤卤水。文森当即让手下去办。林硕又说，我需要火堆。文森喊人过来钻木取火，因为才下过雨，树木都还很潮湿，文森喊来的人半天没把火堆升起来。眼看着太阳斜挂在天上，时间不多，文森气得一脚将那人踹开，滚蛋，我来。文森手心搓出来2个大水泡，才把火堆升起来。林硕把锅放上去，指点文森，钻木取火不是你这么硬搓的，手心都是肉长的，对自己好点。文森一愣，还有其他的取火方式？林硕笑而不语。文森明白了，问道，你要什么？林硕说，我什么都不要，但是你今后不准再觊觎安娜。文森扶着额头，表情极为痛苦，他已经不想和林硕打交道了。你这只狡猾的狐狸。林硕笑了笑，彼此。文森痛苦许久，头发都要抓下来了，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安娜，可惜是个人渣，得不到安娜的心，就想强行得到安娜的人。最终文森还是没同意。我不能放弃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现在和我住在一起，前几天还睡在一个房间。天黑之前，林硕将整个煮盐的流程都演示了一遍，成功煮出白色的精盐。完成后，林硕站起来，立刻后退2米的距离，远离文森。交易完成，我要走了。文森再次拉拢他，林，你真的应该加入我们，凭借你的本事，你会获得很高的地位。林硕问道，你想要看着我和安娜每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吗？文森再次抓狂，头发成了鸡窝状。哦，别这样，我的朋友，你对我太残忍了。林硕没再多说什么，把文森手下敲打好的锅全都收了起来，以及煮好的盐一并带走。他只答应教文森的手下煮盐，没答应把煮好的盐给他们。文森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正开心着，没有为难林硕，反而热情地和他告别。1周后我会完成约定，在这里等你，希望你能带上安娜，我真的很想她。林硕敷衍回答，我会和她说的。远处的海面，橘红色的太阳缓缓下沉，整片海都被映照成了金色。林硕进入雨林没多久，夜就降临了，天空的月亮又圆又大。林硕推算着时间，再过几天应该就是中元节了。不知不觉，他们来到海岛已经过去了2个月，他都快要忘记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行李箱很重，林硕的速度并不快，夜晚的林子就像是活了过来，到处都是蚊虫。林硕小心用木棍试探前路，担心踩到毒蛇。20分钟过去了，林硕才走了一半的路程，他听到身后有很轻微的沙沙声。起初他还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踩在枯叶上的动静，可走了一会儿，声音还在，林硕不由得警惕起来。他停下，环顾四周，林子里黑漆漆的，就算有头顶的月光，许多地方也都是阴影，阴影下不知道藏着什么东西。林硕愈发的感觉到什么东西盯上自己了，他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果断地丢下行李箱，爬到旁边的树上。等了很久都没有其他声音出现，林硕一度以为刚刚是自己太过敏感。过去快10分钟，林硕再次听到了沙沙声，而且数量有很多，从4面8方靠近。一头雪白的狼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林硕认出他了，是那天袭击叶梅他们的狼群首领。这群畜生！林硕张弓瞄准狼王的后颈，狼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忽然抬头，幽蓝的瞳孔和林硕对视。林硕看懂了他眼里的情绪，仇恨。林硕侵略他们的领地，杀了他的族群和幼崽，还将他们的尸体带走交易。狼很聪明，越聪明的动物面对同类的死亡就越痛苦，记忆也越深刻。狼王恨不得将林硕撕碎。林硕松开捏着剑尾的手指，咻！狼王躲开，剑擦着狼王的身体边缘扎在地上。嗷呜！狼王仰头长啸，狼群四散开，躲藏了起来。狼王蹲坐在30米外的距离，盯着林硕，似乎是不打算走了。
林硕再次搭上一根箭，瞄准狼王射出去，可惜距离太远，箭的准度不够，偏差的有1尺以上。坏了！看到狼王的做法，林硕的心一沉，他取出短手斧，砍下树皮，编成绳子把自己捆在树上，又拿出肉干吃着补充体力。僵持到深夜，林硕困得一直点头。他再次听到沙沙的脚步声靠近，有一头狼叼着一只兔子送到狼王面前。林硕的心再度下沉，他们还懂得补给的，看起来狼王就是要死守着在这里等他下来。林硕感觉自己这次要凶多吉少了。林硕和狼群对视到凌晨，他再也熬不住，靠在树干上睡了一觉。林硕做了个噩梦，他站在悬崖上，脚下踩空掉了下去。忽然的下坠感让林硕忽然惊醒，差点从树上摔下去。好在有绳子拉着，林硕及时抱住树枝爬了上来。他心有余悸地抹了把汗，看了眼月色，估计自己最多睡了2个小时。狼王依旧维持蹲坐的姿势，双眼闭着，听到声音警惕地睁开眼睛，发现林硕还在树上后，再次闭上眼睛歇息。林硕可没有他坐着睡觉的本事，经过刚刚的惊吓，已经没了睡意。他开始寻找自救的方法。他所在的树下端笔直，越往上枝桠越多，树叶很大，林硕叫不出名字，但应该是一棵阔叶树。这棵阔叶树有10米高，周围5米内还有一棵阔叶树，不过比较矮，应该在5、6米左右。林硕判断一下树枝的承重，放弃了爬到另一棵树上的想法。在他的身后还有一棵橡树，树干粗壮，但是比较低矮，最低的枝干距离地面只有1米多点。林硕担心狼会爬上去，也不是一条好的退路。除此之外，只剩下10米外的一棵望天树了。望天树有20米高，藤条如蜘蛛网般覆盖在外围，形成网样的结构。最上方的藤条垂下，像是绿色的瀑布，落在林硕前方3、4米处。林硕检查捆在腰上的绳子，小心地沿着树干走上前去抓住藤条，扯了几下，很结实，纹丝不动。林硕选择了一条手臂粗的藤条，尝试着把自己的身体吊在上面，竟然可行，可以爬上去，也可以把自己荡出去。林硕开始寻找下一个落脚点。望天树又直又高，周边的空地很大，没有其他的树木生长，爬上去后也只是延缓死亡的时间而已。更远处是一片望天树林，望天树是我国1级保护植物，非常珍惜，可惜现在对林硕没有任何帮助。林硕环顾四周，绝望地发现没有任何出路，怎么办？林硕还剩下37根箭，他盯着狼王，目光中露出一丝狠意。继续拖延下去没有任何希望，不如趁着体力充沛的时候和狼王拼了。林硕检查弓箭，上紧弓弦，把剩下的食物和水拿出来吃了。无意间他摸到一个针筒，林硕忽然想起来上次和文森交易的时候，除了药品之外，文森还给了他一针镇痛剂。他将镇痛剂的包装拆开，贴身放好。再次休息半个多小时，林硕开始行动。他抓住一根较粗藤条，用树皮把自己和藤条捆在一起，双脚离开树干转了2圈，确定不会断裂。林硕盯着10米外的望天树，双脚用力，借着推力把自己荡了出去。他感觉耳边风声呼呼响，心脏几乎要跳出体外，他甚至能听到藤条纤维的断裂声。眼看着就要抓到树干上的藤条，向前的推力消失，林硕感觉自己在下坠，距离树干越来越远。可惜差了一点，藤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裂，下面还有狼在虎视眈眈，这样的感觉比蹦极还要刺激。林硕像是荡秋千一样，在身体荡回去时的最高点用力，借助惯性又一次把自己甩了出去。这一次距离又只差一点。尝试数次后，藤条的纤维断裂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林硕抬起头，发现树藤和树枝的交界处已经断开了一半，估计撑不了多久。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又一次荡出去后，还是差一点。林硕果断地松开手，整个人腾空飞了出去，撞在望天树的树干上。林硕及时抓住爬在树干上的藤条，尝试着把自己固定住。忽然，树干上方的藤条断裂，他下滑一段距离。林硕再去抓上方的藤条，再次断裂。下坠的势头止不住，林硕单手扯着藤条，手心割出一道道伤口，鲜血淋漓。他冷静地用左手拔出腰间的短手斧，剁在树干上，咚的一声，手臂撕裂一样的疼。他赶紧将抓着藤条的右手收回来，双手握住斧柄，脚踩着藤条，把身体吊在半空。下坠的趋势终于止住，此时他距离地面只有不到3米。嗷呜！屋漏偏逢连夜雨，狼王听到动静从远处追了过来。他没有放弃这么好的机会，距离树干还有4、5米的时候起跳，张开大嘴扑向林硕。林硕手脚并用，借助短手斧和藤条向上攀爬了一段距离。狼王扑了个空，爪子在树干上乱挠，张嘴咬住了林硕的裤腿。林硕感觉一股大力从腿上传来，整个人再次被拉得下坠一截。死了！刺耳的声音传来，裤子被扯成布条，狼王落在地上。
因为狼王的拉扯，藤条再次断裂，短手斧也扛不住一人一狼的重量，有所松动。失重感传来，林硕感觉自己要摔下去了。林硕再次展现出他狠辣的一面，他蜷缩身体，脚蹬在树干上，双手抓住斧柄，用力地将斧头拔了出来，同时借助双腿的力道后滚翻下坠，笔直地劈向狼头。狼是犬科，不是猫科，落地后身形不稳。林硕抓住这个机会，咚的一声，斧头砸在狼王的头上。狼王嗷呜一声，脑袋当场开了瓢，前肢发软，下巴砸在地面，脑袋上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咕噜噜地冒着血。狼王生命力顽强，竟然还没死，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林硕大字形拍在地上，尽管地面有一层厚厚的落叶，还是摔得七荤八素，浑身疼得要命。他的手伸到衣服里，摸到镇痛剂，透过衣服扎在自己的肚皮上。镇痛剂是肌肉注射，他也不管剂量了，一管都推了进去。镇痛剂生效很快，疼痛稍微缓解一点。这时林硕闻到了狼王嘴里的腥臭味道，他翻了个身躲过攻击，起身跪地，10弓箭已经拿在手里，从箭筒抽出一根箭，看也不看就射了出去，连续射出5根箭。镇痛剂的药效上来了，林硕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大脑也开始亢奋起来，身上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他看着狼王有一种虚幻感，像是看着人畜无害的小狗，同时四周的景物也在不断的变换，有一种朦胧笼罩，色彩鲜艳，像吃了云南的菌子中毒一样。林硕意识到自己有点不对劲，可能是镇痛剂的问题。镇痛剂的药品是吗啡，吗啡剂量过大会让身体亢奋和产生幻觉。林硕用力甩头，企图让自己清醒过来。他越是努力的去思考，大脑就越是不受控制，那种兴奋和愉悦感怎么也摆脱不掉。狼王中了2箭，低声嘶吼，雪白的毛发上染着鲜红的血，沿着颈部的鬃毛往下滴着，在林硕的眼中就像是一条小狗冲着他狂吠。砍死他！这个念头刚升起来，林硕就去做了。林硕放弃弓箭，拎着斧头走到狼王面前，狠狠地砍在他的头上。狼王受伤过重，又挨了2箭，面对暴走的林硕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挨了2斧头后倒在地上。林硕骑在狼王的身上，砍下他的头，血淋淋地捧起来高举在头顶，血液淋在林硕的身上，他却不管不顾，哈哈大笑。如果旁边有人，可能会被这一幕吓得浑身瘫软，但此刻亢奋的林硕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解决了狼王，林硕哼着小曲儿，满身是血的走到行李箱旁边，提着往回走。他的脑子里只剩下回家这个念头，什么狼群，什么危险，全都抛在了脑后。再凶猛的野兽，在此刻的他眼中都变得人畜无害起来。血腥味引来了许多野兽暗中窥探，可林硕身上沾染了狼王的气味，让他们都不敢靠近。狼王是这片雨林的统治者，失去了头领的狼群四散而逃。狼群的领地中没有其他的大型野兽，这也让林硕一路上没有遇到其他的危险。林硕努力地维持着最后一丝理智，让自己不被幻觉影响，辨认回家的路线。走了快1个多小时，林硕终于走出雨林。他还是走偏了，前方是一片岩壁，岩壁的北边是一条深深的峡谷。林硕依稀记得这里，上次和田宇探索的时候来过，沿着岩壁向南走就能回家。他扶着岩壁，步履蹒跚，像是醉酒的人。远处的天空泛起白色，天就快亮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落下，林硕看到了林小胖坍塌的小木屋，他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扶着木屋喘了几口粗气，泥泞的路面不小心摔了一跤，滚到鸡圈前面。林硕眼前充斥着幻觉，看到了2只色彩斑斓、散发着光辉的凤凰。这时林硕听到有人喊他：“硕哥！”林硕抬头朝着声音来源的方向看了一眼，看到一个小麦色皮肤的豹子朝着他走了过来。他揉了揉眼睛，再次看过去，才看清是田宇。田宇的手还缠着绑带，不顾林硕身上的泥水来搀扶他：“硕哥，你怎么躺在这儿啊？梅姐他们去找你了。”林硕迷迷糊糊地问：“去哪找我了？”田宇说：“海边啊，林小胖回来后说了你们的遭遇，梅姐和安娜姐就急了，说要去救你，就连小竹姐都跟去了。”林硕想去找他们，扶我起来，下一刻就感觉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身体发冷，心脏剧痛，像是被人用手捏住攥紧。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硕哥，虽然只持续了一会儿，却把田宇吓坏了。硕哥，你等着，我去喊人。林硕躺在地上，觉得很累，吗啡让他兴奋，不知疲惫，导致身体透支了。林硕感觉过去一瞬间，又好像过去很久，有人抬着他在走。他的头开始疼，打寒战，肌肉不受控制的颤抖。过了一会儿，又感觉胃疼，像是有把刀在里面搅动。硕哥，你还好吗？田宇给他煮了热汤，我扶你起来，喝一点。林硕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对面的另一张床坐着2个女人。他的记忆仿佛缺了一块，怎么也想不起来这2人是谁。
热汤下肚，林硕感觉胃部在灼烧，紧接着就吐了出来。田雨轻轻拍打他的后背，都要急哭了。硕哥，你这是怎么了？林硕感觉到身体开始发热，他拳头攥紧，死死地抓着床头，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镇痛剂打多了，后遗症。他浑身都在疼，像是泡在开水里面。他再也受不了，冲出房间，跑到湖边跳了进去。冰冷的湖水让林硕的理智暂时回归。他明明感觉很热，又冷得直打哆嗦，这辈子也没这么难受过。可嗨，他呛水了。田雨追出来，也跟着跳到湖水中，把林硕从水底拖了出来。在田雨的帮助下，林硕好不容易才爬回岸上。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四肢，在地上连滚带爬，眼泪鼻涕直流。田雨抱紧林硕，不让他乱动。折腾了快半个多小时，林硕才感觉身体逐渐好转。他大字形躺在地上，感受着骨头和肌肉传来的痛感。镇痛剂的药效终于过去了。林硕看着八爪鱼一样抱着自己的田雨，虚弱地说：“我没事了，你松开吧。”田雨心有余悸：“你真好了吗？”林硕点头，站起来，看向刚刚和田雨一起追出来的两个女人，眉头紧锁。此时他的脑袋里和浆糊一样撕裂一样的疼。他盯着女人看了许久，才认出来林雨玲、郑巧。林雨玲点头示意，郑巧上前一步，扶着林硕的手臂：“哥，你怎么样了？刚刚吓死我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林硕的手臂刚好夹在他的胸里面。林硕把手臂抽回来：“我没事。”田雨说：“我扶着硕哥回房间，你们煮点肉汤。梅姐他们没找到人，这个时间应该快回来了。”面对田雨，郑巧立马换了副脸色，不悦地说：“我不会煮饭，我来照顾他，你和雨林去煮饭。”田雨的心思都在林硕的身上，没去多想。行。郑巧扶着林硕回房，他朝着灶台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关上门，用木棍把房门抵住。林硕看他一系列的操作，警惕地拿起床头旁边的水果刀藏在身后，问道：“你想干嘛？”郑巧扭着腰肢走到床头，故意弯腰将自己的衣领敞开，对着林硕的脸：“哥，你觉得我怎么样？”林硕看了一眼，挺大的。可是他刚刚九死一生回来，只想好好休息。叶梅等人又没有回来，他心里正担心，没心思搞这些事情，淡淡的说：“不怎么样。”郑巧握着林硕的手放在上面：“哥，只要你想我就是你的，我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女神，你不心动吗？”林硕内心毫无波澜，他只是好色，不代表没有底线。林硕把手收回来，目光也看向别处，把门打开：“我不想其他人误会。”郑巧却不依不饶：“可我什么都不要，我也不会让你负责，我只是个柔弱女人，这种环境下需要一个强者来依靠，你当成交易就好。”林硕见讲不通，嗤笑一声，盯着范巧的眼睛问：“你不觉得睡一觉就能得到庇护，对我太不公平吗？”郑巧愣了2秒，诧异地说：“有什么不公平的？我可是明星，如果我不是为了帮助雨林逃跑，在营地里文森见到我都得喊我一声乔姐。”听完郑巧的话，林硕只觉得恶心，刚刚的行为他肯定也对其他人做过。林硕不评价他的生存理念，但是他接受不了。林硕从来不关注什么明星，冷淡地说：“我不认识你，也不在乎你的身份，在这里每个人都得发挥自己的价值。”郑巧把自己的衣领下拉：“我的价值就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林硕无语地问：“你是听不懂人话吗？”这时房门敲响，门外传来林雨玲的声音：“林硕，梅姐他们回来了。”林硕起身推开郑巧，把门打开。林雨玲看到衣衫不整的郑巧时，愣了2秒，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态度忽然变得恭敬：“哥，梅姐回来了。”林硕猜到他是误会了，他懒得解释，向叶梅走了过去。叶梅看到林硕的一瞬间，激动得语无伦次，千言万语都化成了一句话：“你没事就好。”随后扑到了林硕的怀里。安娜犹豫2秒，站在原地没动。常小竹见了，拉着安娜一并扑了上去：“林硕，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林硕抱着3个女人，看到了瘸腿的雷杀人一样的目光，他轻咳一声：“不用这么热情，我没事。”他担心自己好不容易活着从狼王口中逃脱，最终死在雷的手下。和林硕分开后，叶梅的脸色通红，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不顾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情绪。田雨适时打破尴尬：“吃饭了。”吃饭的时候，林硕考虑到一个新的问题：他们的成员越来越多，要怎么住？林雨玲很懂事地说：“我听硕哥的。”郑巧的目光始终盯着叶梅，凭借她多年混迹娱乐圈的经验，叶梅的表现不正常，肯定和林硕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她主动地说：“我和梅姐睡一起就行。”郑巧很聪明，既然林硕不接受她，她就攻略林硕身边的人。叶梅认出她：“你是女明星郑巧吧？”终于有人认出自己了。郑巧洋洋得意：“是我，你看过我演的剧吗？”叶梅摇头，没再说什么。她只是听圈里的朋友说过郑巧阅人无数的光荣事迹。叶梅沉默2秒：“我和小竹睡一张床，林硕和田雨睡一张床，
小胖应该会和他姐姐一起住，安娜和雷住在一起，我建议你自己搭个房子。郑巧听了猛地站起来，打翻了自己的碗，肉汤洒了一地。他盯着叶梅的目光带着怒火，凭什么？叶梅淡淡的说，就凭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郑巧环顾四周，胡搅蛮缠，你说是就是，谁认？在场的没有一个人反驳。林雨玲拉着郑巧的手，巧儿，你和我们住一起吧，我弟弟的智力只有7岁，他不会对你做什么的。郑巧气不过，甩开林雨玲的手，我不要，我想和林硕住在一起，刚刚在房间里他还摸我的胸了。林雨玲脸色一变，拉着郑巧坐下，巧儿，别说了。郑巧还想说话，啪！谁也没想到的是，叶梅起身抽了他一巴掌。郑巧的眼底带着血丝，怒视着叶梅，你敢打我？叶梅擦手说道，我吃饱了。他看了林硕一眼，林硕知道他是有话和自己说，赶紧把碗里的肉汤喝了，放下碗说，我也吃饱了。郑巧还想纠缠，你给我站住！林雨玲及时的拉住他，巧儿。郑巧瞪着林雨玲，雨玲，你到底是谁这边的？林雨玲拉着他到一旁小声问，刚刚在房间里我看到的都是真的吗？郑巧不想落了面子，是啊，他摸了就得负责。林雨玲的脸色一瞬间没了血色，他以为林硕强迫林巧，想到了在营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巧儿，要不然我们走吧。我不走，我们能去啊，喂野兽吗？林雨玲痛苦地闭上眼睛。郑巧不知道林雨玲的想法，他咬牙切齿道，臭婊子敢打我，这个场子我肯定要找回来。林雨玲和郑巧聊完就失魂落魄的，小胖子给他夹了一块肉，开心地笑着，姐，吃肉。林雨玲难过地问道，小胖，你姐夫呢？林小胖指着小木屋说，那里啊。林雨玲急了，我说的不是他，他怎么会是你姐夫？林小胖捧着碗的手僵在半空，下一刻他痛苦地抱住头，草帽男死亡的场景再次浮现在脑海中，他大叫一声，哭着喊道，没了，姐夫没了，被砸扁了。林雨玲愣在当场，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木屋，林硕跟着叶梅走了进来，叶梅冷淡地说，门关上。林硕关上门，还以为叶梅会兴师问罪，没想到下一秒叶梅就吻住了他的嘴唇，吻得两人快要窒息才分开。叶梅舔着红唇说，我才不信他说的，我警告你，你别碰他，他在娱乐圈就是个公交车，你染病没关系，传染给我，我给你剁了。林硕嘿嘿一笑，抱着叶梅上床，放心好了，我看不上他。叶梅捶打他的胸口，说正事儿呢，别闹，他们都在外面。林硕老实地搂着叶梅，叶梅说，人越来越多了，你考虑过以后怎么办吗？林硕没考虑过，走一步看一步呗。叶梅的手在林硕的胸口戳了2下，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不给你升职吗？就是你太喜欢得过且过了，人一多矛盾就多，这些你考虑过吗？林硕还是没考虑过，你是领导，你来考虑就行。林硕的手伸到了叶梅的衣服里，顺着她的小肚子向上。叶梅抓住他的手腕，都说了说正事儿呢，我只是你领导，又不是他们领导，谁服我？叶梅的语气软了下来，看着林硕的眼睛，但是他们服你。林硕开始认真思考，叶梅坐起来说，今天的分房就是个信号，今后这样的矛盾会越来越多，得你主动去处理，不能等事情发生了你再亡羊补牢。林硕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翻了个身，将叶梅抱在怀里，先办正事儿。叶梅惊呼一声，外面有人。林硕嘿嘿一笑，你忍着点别出声。事后林硕认真思考叶梅的建议，叶梅不打扰他，起身穿好衣服，悄悄地走了出去。过了许久，林硕重重地叹了口气，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又重了不少。想明白后，他起身走了出去。木屋旁边，安娜正在给田雨重新包扎伤口，救他的时候，田雨手臂上的伤口碰到水了，安娜担心感染，看一眼才放心。雷的腿又肿起来了，应该是今天出去找他过量运动导致的。常小竹在湖边刷碗，林雨玲和林小胖在收拾窝棚，家里有了女人后，就连最普通的窝棚看起来也很整洁。郑巧站在一旁看着林雨玲忙碌。林硕来到湖边，听到常小竹的碎碎念，王八蛋，绿茶婊，来了什么事情都不做，还想抢走林硕，我打死你，打死你。常小竹把椰碗摔得啪啪响，林硕蹲在他身旁，拿起一个碗帮他一起洗。因为是煮的肉汤，碗上的油渍不少，用冷水洗起来很麻烦，洗了3遍都洗不干净。常小竹的手原来是很嫩的，最近明显变得粗糙了不少。林硕很心疼，你不用热水洗吗？常小竹用衣服袖子擦了下额头上的汗，热水要烧柴，砍柴多累啊，我辛苦点你就能轻松点。林硕听得一阵心疼，抓住常小竹的手说，你等等，我去烧热水，别这么委屈自己。常小竹哼了声，我不觉得委屈，就是觉得不公平。那个大明星十指不沾阳春水，吃的倒是挺多，活一点都不做。
林雨林是林小胖的姐姐，我就不说什么了，她凭什么啊？林硕想到叶梅的话，有些潜在的矛盾看似不重要，但已经在人心里扎根，早晚会爆发出来。林硕说：“我去找郑巧聊聊，让她给你打下手。”常小竹偏头看向湖面，厌恶地说：“我才不要她给我打下手，帮忙还差不多。”林硕故意说：“那我把她赶走吧。”常小竹犹豫了一会儿，又心软了：“那还是不要了吧，她离开我们一个人肯定活不下去，如果她又回去原来的营地，不是会暴露我们的位置吗？”像郑巧这样什么都不会的，林硕也不好安排，只能让她从日常琐事开始学起。林硕来到林雨林的屋外：“郑巧，我们聊聊。”郑巧看到林硕时心中一喜，连忙扭着屁股走过来，贴身挽住林硕的手臂，声音酥媚：“哥，你想我了啊？”林硕冷着脸说：“正常点，你跟我来。”林硕领着他到灶台边上：“我教你生火煮饭，以后你帮小竹打下手。”郑巧听闻，脸色顿时拉了下来，他以前就只是个小职员吧，让我给他打下手，他配吗？林硕呵斥一声：“闭嘴！如果不是小竹为你求情，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郑巧吓了一跳，委屈的快要哭出来，从背后抱住林硕：“哥，我说错话了，你别丢下我。”林硕拉开他的手，正色道：“你好好做事，出一份力，我保证不会赶你走。”郑巧不死心，又去脱林硕的裤子：“哥，这里没有别人，我帮你解决一下。”林硕忍无可忍，抓住郑巧的手腕，怒斥道：“我和你说正事儿，你能不能听明白？”郑巧眼睛一红，演技达到巅峰：“哥，我真的只是害怕，我没有坏心思。营地里面的人都针对我，他们都不喜欢我。你要了我，我成为你的女人，我才能安心。”林硕说：“你好好做事，没人会针对你。”郑巧还想说什么，脸色微微一变，他看到叶梅走了过来。叶梅站在林硕的身旁：“我来处理。”林硕点头：“行。”啪！叶梅抬手就是一巴掌。郑巧柔弱的捂着脸，茶里茶气的说：“梅姐，你干嘛打我啊？哥，你看看他。”林硕什么都没说，答应让叶梅处理，就不插手。见林硕没护着自己，郑巧咬着牙，目光中流露出恨意。叶梅又是一巴掌抽上去：“你再瞪！”郑巧的头发披散，嘴角都被打出血了。“老女人，我和你拼了！”这句老女人让叶梅有点破防，但还是控制住了脾气，冷笑道：“你的手段太低级了，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生气和你撕逼吗？我告诉你，你还不配。”郑巧也不装了，仰着头用鼻孔看着叶梅，轻蔑地说：“我不配，你就配吗？大家都是当机，凭什么你就高级？”啪！叶梅再次一巴掌抽过去，这次郑巧没忍着，想还手。林硕挡在叶梅面前，抓住郑巧的手腕拦住她。趁此机会，叶梅又是一个巴掌甩在她的脸上：“你以为林硕会帮你？我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女人，就算林硕一个一个去睡，你也是排在最后面的那个。”郑巧这下彻底懵了。她在娱乐圈和其他女性撕逼的时候，上面的大佬可都只是看着不下场，谁撕赢了那是凭本事吃饭。郑巧的世界观崩塌了，声音尖锐地叫着：“凭什么我排在最后面？我是明星，我最漂亮，他应该更喜欢我才对。”叶梅扯着郑巧的头发，心中感到一阵悲哀。看来你还没想明白，这里不是鸡窝，漂亮是能当饭吃，还是能保护你？不，漂亮只会让你成为玩物，在你没有足够的实力保护自己之前，反而是累赘。你想让人尊重，你就拿出态度，让自己值得被尊重。你以为林硕当初怎么对我的？我没用的时候，他甚至想过丢下我，让我自生自灭。你觉得你比其他人高贵吗？一个2线的演员罢了，真把自己当咖位了。叶梅将郑巧甩在灶台边上，她的头发碰到火炭，烧焦了一截。啊，我的头发！郑巧大叫一声，赶紧把火扑灭，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眼泪不停地流。毕竟都是女人。叶梅见状，还是心软了一下，叹了口气：“认清现实吧，你好好想想，你在另一个营地凭借着身体得到一些特权，真的是特权吗？你认为文森怕你，但是你跑了后，他打你可是没有任何留手，他们真的把你当人了吗？”叶梅的话说到了郑巧的心窝里。她出身于卑微，进入娱乐圈后没有资源，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她人前高贵，人后的委屈只有自己知道。郑巧哭得越来越大声：“呜呜，我只是想好好活着。”叶梅的目光怜悯：“你想要好好活着，你就主动去学着做事，别想歪门邪道。以后也不要欺负林雨林和林小胖，这么大的人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什么事情都让他们帮你。你帮助林雨林从营地逃走，觉得自己对林雨林有恩，但林雨林也因为你用掉了林硕欠下林小胖人情，就凭林小胖救过林硕的命，林雨林来了就能吃香喝辣的，我们都没怨言，他们从来都不欠你的。”郑巧此时才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林雨林给的，他想了很久，从地上爬起来，擦干眼泪，胡乱抹了一把嘴角的血，主动问道：“我能做什么？”
叶梅指着湖边说：“你去找小竹，态度好点，那丫头心善，会教你做一些杂事。”郑巧小声说：“谢谢。”林硕想跟过去看看，叶梅拉着他说：“别过去了，女人间的事情你去听什么？给人留点面子。”恰好这时安娜过来了，我去看看林雨玲。叶梅看了安娜一眼，主动找了个借口离开，留给两个人单独说话的空间。林硕问道：“安娜，有事吗？”安娜踮脚又落下，撩起头发，鼓足勇气微笑着说：“林，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林硕没想明白，诧异地问：“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安娜看了一眼林雨玲的方向说：“最初的计划就是要走的，如今人这么多，留下太不方便。”林硕的心中空落落的，说不出的滋味。这些日子他已经习惯了安娜在的生活，什么时候离开去啊？安娜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乱石堆，我和我爹重新盖个房子，1周内吧，得等我爸的腿伤好了的。安娜靠皮地说：“到时候还得你来帮忙建房子，你答应过我的。”听到安娜没打算远走，林硕心里松了口气，他如释重负地说：“没问题，我还以为你要钻到深山老林，永不相见呢。从溶洞到乱石堆，走快点也就15分钟的路程，总不能一直让安娜总和雷住在窝棚里，是时候帮他们建个房子了。”安娜眨眨眼睛：“如果我们以后真的见不到了，你今晚愿意给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吗？”林硕轻咳一声，转移话题：“怎么会见不到？这片雨林里的猎物已经不够我们生存所需了，我们未来还要一起到更远的地方打猎。”安娜盯着林硕的眼睛追问：“所以你愿意吗？”避无可避之下，林硕总算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愿意。得到满意的答复，安娜的心里美滋滋的。她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离开后，林雨林他们也就没理由留在这里了，我会邀请他们一起搬出去住。林硕恍然大悟，原来安娜是在为他考虑。安娜掰着手指说：“现在家里的人越来越多，总会有人浑水摸鱼不做事，搬出去后，大家那就真的只能靠自己了，不做事就只能饿肚子。”林硕真诚地说：“谢谢。”安娜大方地说：“不客气，那我回去了。”走了2步，安娜发出邀请：“明天你陪我去打猎吧，搬出去之前我得储存一些食物。”林硕答应下来：“好啊。”下午的时间一晃而过，傍晚，林硕去检查鸡圈，2只野鸡每天过着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体重已经超过3斤，和家养的老母鸡差不多。如今正是繁殖季，野鸡平均2天就能下1枚蛋，偶尔1天1枚。由于可以长久存放，他们已经攒了不少野鸡蛋作为储备粮。临走时，林硕发现鸡圈的篱笆上沾染了血迹，他检查2只野鸡都没有受伤。有野兽来过吗？林硕出门没有携带武器，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警惕地朝着四周看过去。呼噜噜，林硕听到头顶传来一声低吼，抬起头，正好对上一双发绿的眼睛，橘黄色的毛皮上黑色的斑点是很好的伪装，耳朵尖且长，身长有1米左右，是一头猞猁。林硕一动不敢动，冷汗浸湿后背。猞猁没有立刻发起进攻，而是威胁的低吼。林硕察觉到猞猁的状态有些不太对，仔细看，它的腹部缺少一块毛皮，有红色的血在滴落，它受伤了。林硕盯着猞猁的眼睛，不敢把背身留给它，一步一步后退。猞猁见林硕动了，浑身的毛都炸开了，几个跳跃消失在了崖壁上。林硕松了口气，比起狼，猫科动物更可怕。狼的武器只有牙齿，猞猁的浑身都是武器，牙齿、爪子、尾巴。别看猫科动物体型小，只有30公斤左右，灵活的身体和极快的反应可以轻易地杀死一个人类。人可以通过裸脚对付狼，但是同样的方法对付猫科动物，手臂上的肉怕是被抓成烂布条。林硕连忙回去，将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叮嘱他们这几天出门都小心点。这头受伤的猞猁在野外捕猎困难，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嘴边的食物。林硕猜测他还会回来。第二天一早，林硕去检查鸡圈，篱笆有抓挠过的痕迹，周围的植物叶子上又多了一些血点。猞猁果然回来了，但是没有破开门。2只野鸡受到惊吓，今天看起来病恹恹的，也没有下蛋。林硕又搬了几块石头，把篱笆加固了一下，回去吃饭。今天他答应了和安娜一起外出打猎。吃过饭后，林硕开始打磨骨毛，整理箭篓，调整弓弦。叶梅帮他准备好了食物。临走时，雷追了上来，警告林硕：“林硕，你如果敢趁机对我女儿做什么，我绝对饶不了你。”林硕和雷的感情亲如兄弟，对着雷竖了根中指：“老登，你又打不过我，安安心心养老吧，年轻人的事情少管。”雷气急败坏，跺脚骂道：“就冲你对我这个态度，我就不可能把女儿交给你，混蛋！”安娜无奈地拉着林硕出门，不然这一老一小能吵到明天。雷自从腿断了后，就闲得难受，每天都要找林硕吵一架来缓解烦闷的心情。林硕也不惯着他，没有因为他是安娜的父亲就嘴下留情，这反而正中雷的下怀。
每天吵完架都美滋滋的。安娜也是奇怪，路上问道：林，我爸的脾气古怪，平时谁要接近我，他能端着枪把人吓跑，怎么和你越吵越开心？林硕流露出怀念的表情，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当初我爸也这样。其实啊，他就是太孤单了，担心你嫁人了离开他，他就成孤家寡人了。如果追你的男人能同样端着一把枪和他对骂，雷法会对他刮目相看，也能放心的把你交给他。安娜若有所思，所以你的意思是只有你才能娶我，其他人我爸都不会同意。可嗨嗨，林硕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安娜捂着嘴偷笑，林，你们东方的人太含蓄了，喜欢也不敢直说。林硕嘴硬，谁喜欢你了？两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在林子里闲逛，没有看到猎物的踪迹。临近中午，他们还是一无所获。安娜提议，这附近的猎物应该都被狼群吃光了，我们得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林硕同意，两人一路向北走，来到峡谷附近。此时已经是下午时分，他们热得直冒汗。安娜今天穿的是一件浅色的吊带和外套，如今她脱掉外套，正用手扇风，白皙的颈部上悬挂着晶莹的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大又白。林硕看了一眼，收回目光，拿出水瓶喝了一口。要到峡谷里看看吗？烈日下，许多动物会选择到峡谷中躲避高温。林硕先到峡谷周围打探情况，附近有很多食草动物的粪便，最多的是羊屎豆。林硕等安娜过来，一起进去。站在峡谷边上，能感觉到有一股清凉的风从峡谷中吹过来，带着淡淡的腥臭味。安娜判断出来，这是水底淤泥的味道。峡谷的另一边应该有条河，我们过去看看。林硕惊奇地问：你这都闻出来？安娜炫耀地说：我的嗅觉可是连我爸都夸赞过的，能分辨出空气中的许多味道。林硕想了想，觉得可以培养长小竹外出打猎，他的鼻子比安娜还灵，甚至能分辨它和叶梅的气味区别。进入峡谷后，林硕感觉像是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湿热的感觉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迎面滚滚而来的凉爽水汽。峡谷上面不见太阳，只有一些蕨类植物生长在岩石的缝隙中，这些植物都有被啃咬过的痕迹，看来前方不远处就能碰到猎物了。峡谷入口处狭窄，越往里面走越宽阔，岩壁不是垂直，而是上窄中间宽下窄的形状，两侧的岩壁陡峭，但是可以攀爬。林硕爬上去后，在上面发现很多羊屎球。林硕从岩壁上跳下来，看来这里有一群山羊。往前走了约100米，峡谷不再是笔直的路，像是被一双大手硬生生的掰断，错开了几节，中间有山岩矗立，像是从上方砸下来的。林硕每次抬头去看，都有一种两侧山岩要倒塌下来的错觉。在这里，林硕见到了羊群，咩咩咩的声音不绝于耳。接近70度的陡峭山岩上，山羊们如履平地，惬意地吃着上面的食物。猎食者难以爬上去，这里简直是山羊的天堂。林硕一边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边取下弓，从箭篓中取出一根箭，对准距离他头顶的一只山羊腹部。7、8米的距离，林硕不可能射空。山羊没见过人类，此时正好奇地打量着他们，甚至有2只山羊主动从岩壁上跳下来，嘴里嚼着草，靠近他们2米处。这一下给林硕整不会了，好像不用弓箭，可以直接把羊就这么领回去啊。林硕取出绳子，尝试着套在其中一头山羊的头上。山羊的脑袋一晃，躲过绳子，蹄子在地上刨了2下，咩了一声就冲了过来。我操！林硕转身就跑，爬到旁边的岩壁上。山羊比他的速度更快，蹄子踩踏在山崖的缝隙中，紧随其后。2根羊角尖锐锋利，挨上一下菊花不保。林硕果断地拔出斧头，对着山羊砸了下去。他用的斧背，没有用斧刃。林硕有了个新的想法，叫兵不血刃。如果他砍死这只山羊，其他山羊知道他们是猎食者，下次见面肯定会逃跑。把山羊捉走，不当面杀呢？以山羊的智商，肯定想不明白失踪的同类进了他的肚子。斧头砸在山羊的头上，山羊晃了晃脑袋，和没事羊一样，再次朝着林硕撞了上来。林硕梆梆2下砸过去，山羊脚下不稳，从岩壁上摔了下去。林硕紧随其后跳下岩壁，趁机把绳子套在羊头上，捆住了他的2个脚，往前拉了下。山羊不听，非要撅着屁股往后退。林硕又是2斧头砸下去，山羊老实了，不再反抗。林硕惊奇地发现，这竟然是一头母羊，而且还是哺乳期，肚子很大，乳房下垂。他蹲下去挤了一下，有羊奶出来。安娜见状，忍俊不禁，打趣道：林，你如果喜欢乳房，你可以摸我的，它只是一只羊，你这样对它实在是太残忍了。林硕，他下意识朝着安娜的胸看了一眼，浅色的衣服经过汗液浸湿后成了半透明。不得不说，安娜的胸型很好看，因为太大有一些微微下坠，却又不垂。喜欢的人被自己的身材迷住，安娜也不恼，
反而故意挺了挺，得意地问：“我的胸和叶梅比起来，谁的更好看？”林硕脱口出：“你的更大，领导的更翘。”林硕说完意识到什么，对上安娜戏谑的目光，赶紧捂住嘴：“我什么也没说。”安娜嘻嘻笑着：“我要告诉叶梅姐。”林硕立刻认怂：“别啊，我错了。”安娜说：“那你求我啊。”林硕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求一个女人？他闭口不言，转移话题：“你先别射箭，我尝试再捉一只。”林硕爬到岩壁上去追赶其他的山羊，但大部分山羊还是胆小的，看到人类靠近转身就往岩壁的高处逃。只有这头母羊头比较铁，可能和哺乳期智商下降有关。安娜已经拉弓好一会儿了，见状无奈地说：“林，你把猎物放跑了。”林硕却拍了拍羊屁股说：“安娜，这里就是天然的牧场啊，我们下次来可以带着野果子过来投喂它们，喂熟了，等它们不怕我们了，我们可以套上绳子牵着走。”林硕拉了下母羊头上的绳子说：“就像这样，等咱们离开峡谷再把羊宰了，其他的羊也不知道，岂不是更方便？”安娜想了想，发现林硕的方法确实可行，她忍不住吐槽：“林，你可真阴险。”林硕就当安娜在夸他了，提议说：“已经走到这里了，我们要不要再往前走走，看看峡谷另一边什么？”林硕顺手把母山羊拴在旁边的岩石上，和林娜继续深入。越往前走，河床的腥臭味就越浓郁，就连林硕都能闻到水汽里面的淤泥味道了。前方的轰鸣声很大，震耳欲聋，有点像打雷。两人必须要咬着耳朵大声说话才能听见。走了大概700-800米的距离，前方的峡谷变得狭窄起来，地面也全都是杂乱的岩石，上面覆盖着厚厚的青苔，踩上去又湿又滑，就连旁边的岩壁上也爬满了绿色的藤蔓。两人互相搀扶，抓着藤蔓小心地向前挪动。走了不足100米，眼前出现一道藤蔓组成的绿色帘子。林硕用骨毛拨开藤蔓，忽然一条翠绿色的不足1米的小蛇如箭一般从藤蔓上跳起来，落在安娜的雪白颈部上。啊，蛇！事实证明，女猎人也会怕蛇。安娜吓得一动不敢动，蛇朝着她的锁骨咬下去。林硕眼疾手快，抓住蛇的尾巴，趁着蛇还没来得及反应，在空中用力抖了几下。啪啪2声，这条竹叶青的身子软了下来，林硕顺势把蛇头剁了下来，砸扁，避免蛇头跳起来咬人。安娜这才缓过神来，保住林硕不撒手，吓死我了。林硕拎着竹叶青，今晚回去吃烤辣条。遇见蛇后，两人穿过藤条时更加小心。从峡谷中出去时，林硕没有注意，脚下踩空，险些摔下去。他及时抓住藤蔓，身体悬空掉回到峡谷内。安娜也及时拉了他一把。林硕低头一看，下面至少有10米高，是一大片铺满石子的河滩。更远处，一条清澈的大河滚滚流动，涌向大海。河水与海水撞击，发出巨大的冲击声，在经过峡谷的回声扩音后，就是两人刚刚听到的打雷声。河面上的雾气很大，越到下游雾气越浓，在水雾的遮掩下，大河一眼看不到头，至少得有10几米宽。林硕想下去查看，他用手扯了几下藤蔓，发现不够结实。这里是藤蔓，不是树藤，而是类似于植物根茎一样的绿植。林硕看了眼天色，太阳斜挂，时间不早了，看来只能等下次再来探索。两人沿着峡谷原路返回，回到折断峡谷的位置，林硕发现母羊旁边多了2头小羊。林硕想一并抓走。安娜问道：“林，你打算吃了它们吗？”林硕摇头说：“吃公羊，母羊留着产奶，这2头小羊太小了，得养大一点再吃。”安娜取出水瓶，喝光里面的水，晃了晃空瓶子说：“咱们不如挤一些羊奶回去，不然带回去还要我们自己养。”林硕一想，确实是这样，反正他们暂时不缺食物，想吃羊肉也不差这几天，过2天等羊群对他们没戒心了，再偷偷的拉一只羊回去吃。林硕拿着瓶子蹲在母羊下面开始挤奶，母羊疼得咩咩叫，奶却没挤出来多少。安娜见状忍俊不禁：“林，挤奶不是你这样硬挤的，你得先帮它揉一下，等它长奶了，从上往下轻轻一撸就出来了。”林硕见安娜的动作，脸有点热，这种事情果然还是女生更擅长。安娜秒懂，脸红红的，天赋。挤满2瓶羊奶，安娜摸着小羊羔的绒毛，这2个小家伙要饿肚子了。两人没有原路返回，回去的路他们贴着岩壁走，途经一段陡峭山岩。林硕上次就是和田宇从这里爬上去遇到的野猪。穿过山岩路段，来到笔直的岩壁路段，再继续往南走1公里，看到林小胖原先住着的坍塌木屋，就回家了。路上用了不到1个小时。两人路过坍塌木屋时，林硕听到一阵鸡叫声：“安娜，等等！”他想到昨天看见的猞猁，赶紧取下弓，脚步加快，借助木屋的遮掩，小心观察。鸡圈门口，一只猞猁正在费力地扒着篱笆的门，门外用来挡门的石头已经扒开了一块，篱笆半开着，猞猁的半个身子都钻了进去。咯咯喽，
野鸡发出惨烈的叫声，下一刻，猞猁退出来，嘴里叼着一只野鸡。站住！只剩下2只野鸡，还让这头畜生咬死一只。林硕气不打一处来，张弓对准猞猁的前胸就来了一箭。猞猁的反应速度飞快，脚下像是装了的弹簧，原地向后弹开，平稳落地。转眼间就爬到了旁边的树上，回头盯着林硕，龇牙发出威胁的低吼声。野鸡还没死透，翅膀不时的扑腾一下，血从猞猁的嘴里滴落。安娜站在一旁补了一箭，猞猁再次跳开。这次他在空中的时候身体有些歪，竟然没跳到对面的树上，爪子在树上挠了2下，从树上摔下来。他及时调整身形，4肢着地，爬起来朝着雨林深处逃跑。趁此机会，林硕和安娜紧跟在后面。雨林中地形复杂，植被繁多，最终还是让他跑了。林硕在地上看到了很多血，想到昨天见到猞猁腹部的伤口，还有刚刚猞猁爬树时摔的那一下，林硕判断他的伤口肯定裂开了。趁他病要他命，林硕不可能留下这样一个危险因素在身边。今天偷鸡，搞不好明天就要吃人了。追，他肯定跑不远。林硕一马当先，跟着猞猁留下的血迹一路追下去。血迹延伸出去200多米远，最终在一棵树下消失。这是一棵榕树，枝叶繁茂，猞猁的毛皮完美融入其中。林硕抬起头，抬头寻找猞猁的踪迹，他肯定藏在上面。哗啦啦，野鸡还没死透，扑腾了一下翅膀。林硕听到声音，看向头顶5米多的一处树枝，隐约间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爪子。树叶太多，林硕也不确定。他朝着大致的方向射了一箭，这下惊到了猞猁，他在树上腾转挪移，跑得飞快。不对啊，这头猞猁的体型还没有家猫大小，是个幼崽。林硕意识到了危险。这时他听到安娜大喊一声，小心身后。林硕下意识的双手抱头蹲下，刚刚逃跑的猞猁从他的斜后方树枝上扑了下来，张口去咬他的后颈。林硕下蹲刚好躲过攻击，左手手背火辣辣的疼，留下4道皮肉翻开的伤口。猞猁落在他的身后，再次扑了上来。安娜及时赶到，搭上一根箭，对准猞猁射了过去。猞猁不得不放弃攻击，几个跳跃爬到树上，在头顶3米的位置对着林硕虎视眈眈。林硕放弃弓箭，拿出斧头，血顺着他的手背一滴滴的落下。猞猁的腹部也是血红一片，胸腔一张一合，血流得很快。对视了一会儿，林硕看到一只小猞猁从另一个树枝上跳了过来，用头蹭了蹭母猞猁的后腿，帮母猞猁舔舐伤口。安娜再次张弓对准母猞猁，母猞猁嗷呜呜的低吼，始终护在小猞猁前面。安娜看到这一幕有点不忍心，最终母猞猁放弃猎物，叼着小猞猁消失在林子里。等猞猁走远了，安娜上前抓着林硕的左手，我看看。林硕的手背伤口有1公分深，差点抓到血管，断裂的肌肉组织清晰可见。安娜说：“你攥拳。”林硕尝试着攥拳头，很疼，攥不紧，手指已经开始肿胀了。安娜见状松了口气，没伤到筋，我们回家，我给你包扎一下。2人离开，谁也没有去管地上的野鸡。他们离开后不到10分钟，母猞猁去而复返，叼起野鸡再次消失。回到家里，林硕用热水清洗伤口，擦上碘伏，抗生素磨成粉撒在伤口上。林硕疼得龇牙咧嘴，处理完包扎好后，左手成了个馒头。晚上吃饭的时候，林硕把羊奶拿了出来，没有经过处理的羊奶膻味还是比较重的，很多人喝不惯，就连林硕自己也喝不惯。不过田雨很喜欢喝。田雨听林硕讲今天进入峡谷碰到山羊群的事情，跃跃欲试，硕哥，明天我也要去。叶梅走过来训斥田雨一番，你去什么去？你的伤都还没好。田雨挥舞着手臂，做出抓握的姿势，已经好了，不影响行动。林硕见田雨委屈的模样，忍俊不禁，反正也没多少危险，让他跟去吧，就当散散心了。叶梅嗔怪地瞪了林硕一眼，你就冲他吧。吃完饭，收拾饭桌的是正巧，这位大明星经过叶梅的调教后，老实了不少，也愿意主动去做事了。如今他和林雨林姐弟住在一起，林雨林白天会跟着叶梅外出挖野菜、采果子，家里面交给常小竹和正巧负责。林小胖负责烧火的木柴，偶尔也会带些野味回来，比如蝎子蛇之类的。雷有点闷闷不乐。安娜白天离开后，他就自己一个人坐在湖边钓鱼。湖水刚退去，里面没几条鱼，捕鱼笼都连续1周没收获了。雷像个雕像一样，一坐就是一整天。听闻田雨明天要跟着一起去打猎，他也主动提议，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安娜想也不想，直接否决，不行，雷这么大的人了，被女儿管得服服帖帖，凭什么你们都能去，我就不行。安娜伸出手在雷的膝盖上敲了下，因为你伤的是腿，你需要卧床休息，越动好的越慢。雷忍着疼，愣是不吭声，已经好了，不疼。林硕啪的一巴掌
拍在雷的大腿上，好的挺快啊！雷疼的汗都出来了，脸色绷紧，紧咬着下唇，声音低哑地说：“还是不疼，不疼就是不疼。”林硕乐了，他倒要看看雷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安娜还是心疼雷的，拦住林硕：“行了，你别折腾我爸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林硕意犹未尽的收手。晚上，林硕躺在床上，身边是田雨、叶梅和常小竹在另一张床。T 说：“林硕，我们好久没出去玩过了，能不能找个时间带我们去海边游泳，或者去你说的峡谷溜达一圈也行。”生活不能只有生存，这点林硕还是知道的，很干脆的答应：“可以，等雷的腿好了的吧，不然总不能我们出去玩，把他扔家里。”计划定下来，林硕进入梦乡。第二天早上，林硕和安娜、田雨出门，他们先在路上摘了不少野果子，还有羊喜欢吃的嫩枝。峡谷里面只有灌木和矮草，藤蔓，食谱简单。再一次进入折断峡谷处，那头母羊见到林硕，转身就逃，但是它的身上有绳子，林硕抓住绳子把它拉了回来，将一根嫩枝条递了过去。母羊闻了闻，张口吃了。两只小羊羔起初很怕，见到母亲都没跑，也试探性的走了过来。田雨看到小羊羔时眼睛一亮，哇，好可爱！小羊羔身上都是软绵绵的绒毛，不像成年山羊的羊毛那般粗长，摸起来软软的。田雨喂了小羊羔一个野果子，小羊羔还没断奶，吃不了。母羊见到了，一口咬下去半颗果子，咔哧咔哧的咀嚼着。其他的山羊看到有人来了，还是先躲了起来。林硕也不着急，把嫩枝野果子撒在地上。没过多久，有山羊忍不住了，跳下来吃了一颗野果子。有一只就有第二只，越来越多的山羊从山崖上走下来。林硕尝试靠近，他们还是会逃跑。他们等林硕走远了再回来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和傻狍子有部分共同点。山羊对气味很敏感，嗅觉发达，时间久了记住它们的味道后就不会跑了。林硕猜测，古时候人类驯服山羊的时候可能也是用的同样方法。林硕不再关注山羊，今天他带了足够的麻绳，准备下到河滩去看看。田雨第一次来，对什么都很好奇，抬头看着狭窄的天空，发出一声声感叹。再一次来到藤蔓帘子处，林硕依旧用骨毛开路。今天这里没有发现蛇。林硕把绳子绑在石头上，交给安娜和田雨：“你们帮我拉着点，这里的石头太滑了，我担心固定不住，我的命可交到你们的手里了。”林硕采用速降的方式下去，他的脚踩着岩壁，张开和双肩同宽，将绳子在腰上绕了一圈，用手来控制下降的速度。下降时身子微侧，以便于观察下方。靠近地面时，林硕双臂抓紧绳子，双脚垂下，踩在地面。河水的轰鸣声很大，说话声音听不见，于是林硕对着安娜比了个 OK 的手势，观察四周。雾气不算很浓，能见度不超过20米。他所在的河滩距离河边约10米的距离，脚下都是大水冲刷而成的鹅卵石，岩壁上有水位线，越靠近下方颜色越深，青苔和藻类附着在上面，死后的尸体形成了明显的分界层。林硕还在岩壁上发现了白色的盐渍，看来每次下雨海水都会倒灌进来。他朝着河岸边走去，河水清澈见底，由于这里是入海口，鱼类较少，林硕只看到几条1米多长的广盐鱼。他和安娜打了招呼，沿着河岸向下走了约100米，空气中的雾气更加浓烈，附近的河滩泥沙遍布，表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盐渍，不少的地方都有积水，形成了一片片盐碱沼泽。在这些白色的地面，林硕看到了一块块黑斑，他好奇地走过去打量。靠近其中一块黑斑时，黑斑忽然睁开了眼睛，黄褐色的眼球盯着他，从泥地里挣扎着爬了出来。我操，鳄鱼！林硕还是第一次直面鳄鱼，距离还不足5米。这是一条咸水学名湾鳄，又名食人鳄，商人记录居高不下。虽说不如尼罗鳄的名号响亮，架不住这玩意比尼罗鳄的商人记录更多。它们是少数会主动攻击人类的鳄鱼之一。林硕看到湾鳄爬行的一瞬间，转头就跑。鳄鱼背部的皮甲很厚，只有柔软的腹部是弱点，林硕身上的武器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鳄鱼的视力极好，看到林硕后，4个小短腿滑动得飞快，尾巴甩来甩去，速度竟然不比林硕慢多少。很多人都误以为鳄鱼是水生动物，这玩意在陆地上也凶猛的一批，甚至面对一些中小型的猎食者时，他们敢从水里爬上岸偷袭，成功了一起吃，不成功就抢猎物吃。林硕跑得飞快，100米的距离转瞬即至。林硕抓住麻绳，大喊道：“拉我！”视野里已经看到湾鳄追上来了，还不止一条。安娜听不到林硕在喊什么，但是看他紧张的神色，第一时间做出决断，拉他上来。林硕手脚并用，缠在绳子上，双脚刚刚离地，鳄鱼就棒的一声咬在空气上。另一条鳄鱼到了，踩着第一条鳄鱼的背部跃了起来。林硕双腿抬起，尽可能的抬高自己的身位。鳄鱼的攻击再次落空。
林硕喘着粗气，额头上全是汗水。刚刚他跑慢一步，就沦为这些鳄鱼的食物了。在拥有着号称死亡翻滚技能的猎食者嘴下，全尸都不会留下，骨头都能被轻易碾碎。爬到高处，林硕的手脚发软，多亏田宇和安娜两人合力，才把他拉上来。林硕躺在地上，心有余悸地骂了句：“妈的，差点就死了。”安娜和田宇也是脸色发白。短短的几十秒钟，下面已经聚集了10几条鳄鱼，谁看到晚上都要做噩梦。林硕缓了一会儿，拿起一块石头砸了下去，发泄心中的恐惧，早晚把你们扒皮做皮鞋。他的身上都是藻类和苔藓，清理干净后，3个人不敢再待在这里，开始返回。折断峡谷迎来了以为不速之客。林硕等人刚刚回来，就听到羊群一阵咩咩声，朝着高处逃跑。山崖上，一个黄色的斑点身影正竖着耳朵盯上了那只哺乳期的母羊。母羊只顾着自己逃命，2只小羊羔在身后奋力追赶。豹子朝着落后的那只小羊羔跳了过去。小白，田宇远远地看到这一幕，心都要碎了。他特别喜欢这2只小羊羔。这时母羊忽然折返，对着豹子一头撞了过去。豹子更加灵活，躲过攻击，爪子抱住母羊的头，身子翻转去咬母羊的喉咙。小羊趁机逃脱，母羊挣扎，和豹子一起从山崖上滚落。豹子松开爪子，勾住旁边的岩石，稳住身形，一步一步跳了下去。母羊从山崖上摔落，蹄子抓不住岩石，惊恐的咩咩叫。到达山崖底部时，倾斜的山崖有一段3米高的笔直峭壁，母羊重重地砸在地上。豹子刚好落在母羊旁边，打算享用猎物。咻！一根箭射了过来，豹子灵巧地避开，爬到斜坡上，站在从高处看着几人。安娜张弓对准豹子，林硕蹲下去检查母羊的伤势，他们的羊奶还得靠它产出呢。死了去哪喝？再找一头哺乳期的羊。母羊浑身僵硬，4条腿朝天伸直，口吐白沫，这是吓死了。林硕发现他还有呼吸，赶紧在他的胸口用力推了几下。母羊咩咩地叫了2声，四肢乱动，挣扎着爬起来跑远了。林硕松了口气，看样子奶源保住了。豹子见到嘴的猎物没了，冲着几人龇牙。林硕也不惯着他，取下弓箭对准豹子射了一箭。豹子不是狼，灵活的身体很难射中，不甘心地离开。3个人一直追着豹子到峡谷入口。林硕看着峡谷附近几棵干枯的树木说：“我们得做个门，把这里堵上，避免有其他捕食者进去。他不仅要吃羊，还要连盆带锅一起端走。”林硕才不知乎这会对生态造成什么影响，其他的捕食者都饿死也和他没关系。这些羊群从发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他的私有财产了。说干就干，田宇和安娜去找树藤，林硕专门寻找干枯的树木，砍倒后用树藤捆成一排。峡谷入口宽4-5米，外窄内宽，不能用他们住处山洞的嵌合方式去固定木门。林硕把木门的宽度增加，可以从外面盖住峡谷入口，类似于古时候城门外的吊桥，以下内上外的倾斜角度安装。下方堆上石头固定，再用2根粗壮的树干斜着抵在门上，另一端埋在土里。林硕担心豹子能跳上去，木门足足有6米高，刚好是豹子的跳跃极限。由于是枯木，并不算太重，3个人合力就能推动。完成后，林硕又利用树藤编织一张网，张开后吊在木门上面。如果有重物落入网中，网口会自动收紧。这是雷教他的一种专门捕捉猫科动物的陷阱。在安娜的帮助下，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树藤网吊在木门上，豹子落入后，4肢会从网的缝隙中伸出，因为自重原因，网口又会收紧，挤压网内的空间。豹子是灵活，但是空中无处借力，最终越挣扎网口越紧，活活把自己闷死。还有一种更绝的方式，在网内固定好木刺，猎物落入后，木刺刺入皮肤，慢慢放血致死。不过这样会损坏动物的毛皮，很少有猎人会这样做。完成后，时间已经来到下午，林硕拿出干粮，3个人一边休息一边吃饭。峡谷附近碎石很多，没有太多树木，都是一些低矮的灌木丛和苔藓植物，视野开阔，可以从这里直接看到大海。正吃着，林硕看到一群人从大海的方向走了过来。有人，他连忙拉着安娜和田宇2人躲了起来。这群人共有5人，4男1女，穿着现代的衣服，不过他们的衣服都破烂了，衣不蔽体，手里拿着木矛，直奔着峡谷而来。林硕观察着他们，等靠近了，林硕发现其中领头的人他在飞机上见过，就坐在他前面，印象深刻。当时有对情侣想和他换座，他不同意，对方提出可以给出补偿，他还是不同意。空姐出来协调，还以为他是有什么难处，他说因为他的座位号就是这里，他必须要坐这儿，没有其他的原因。男人的年纪大概在40多岁，姓陈，空姐喊他陈先生。他的态度强硬，1就是1，2就是2，给人一种很古板刻板的感觉。林硕也不好评价，
毕竟人家的座位号就在那里，换不换都是他的自由。但如果是他独自出行，还是会行人方便的。其他4个人以陈先生为首，武器就是普通的木棍打磨出来的木矛，裸露出来的皮肤上或多或少都有些伤痕。林硕不禁疑惑，他们一直在东北海岸这边生存吗？为什么之前没见过他们？5个人走近了，林硕看清其他4人的样貌，顿时乐了。不是冤家不聚头，其中2个人就是在飞机上和古板男换座位的小情侣，另外2人是一对双胞胎，看起来20出头的年纪，应该是留学生。他们都是国人。小情侣中的男生说，昨天我就在这附近看到的山羊。陈先生观察了一会儿，蹲下去捡起一块羊屎球，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其他几人面色如常，看样子已经习惯了他这么做。陈先生又将羊屎球碾碎，观察其中的成分，这些羊吃的都是灌木和花草，果核很少，应该是生存在山崖附近。咱们沿着山岩往前走，应该还能发现其他的粪便，通过判断粪便的新鲜程度，就能知道它们的栖息地在哪个方向。陈先生看起来就和个老学者一样，对山羊的习性了如指掌。林硕不禁疑惑，这老家伙挺厉害啊。眼看着5个人靠近峡谷入口，林硕蹲不住了，决定过去看看。安娜，我和田宇过去，你接应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带上田宇是因为田宇的年纪小，很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陈先生已经来到峡谷外面，他观察眼前的吊桥木门，又抓了一把苔藓说，门是刚刚建的，人刚走。双胞胎中的一人说，管他是谁建的，拆了就是。陈先生阻止他，他刚走，没理由看不见咱们，估计就是发现了我们才躲起来的，大概率就在附近。林硕已经走了出来，陈先生好判断，能问问你的职业吗？陈先生回答道，动植物研究学者，在国外的一所大学兼职当教授，平时在研究所主持工作。好家伙，身份这么高。林硕着实惊讶了一番，态度也恭敬了不少，试探性的问，原来是陈教授，失敬失敬，你们这是打算？双胞胎中的一人没好气的骂道，这里就是你赌上的吧，赶紧拆了，没看到教授要带我们进去捕猎吗？陈教授眉头皱了下，马国兴，我们要懂先来后到。马国兴有点不服，教授，这群羊是我先发现，要先来也是我们先来的，凭什么让他们抢了先？情侣中的男生也说，这野外的东西是大家的，他拦了一道门是什么意思？见他们这个态度，林硕也懒得和他们废话，不好意思，这里的羊是我养的。马国兴暴躁地冲到林硕面前，你放屁！林硕轻蔑地打量着他，来海岛上都2个多月了，他还是细胳膊细腿的，皮肤白白嫩嫩，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少爷。林硕扫了一圈，发现就这个教授的身体强壮一些，其他人看起来都很瘦，不知道是不是吃不饱的关系。真打起来，林硕一个能挑翻他们5个。林硕问道，怎么要动手？马国兴对上林硕冷漠的目光，心里有点怂了。心里怂，他的嘴上可不怂，谁怕你？别到时候你说我们人多欺负你人少，你把门打开，这件事就算了。林硕乐了，这是用人多威胁他呢。他对陈教授打了声招呼，教授，我这个人一向尊敬有知识的人，我们讲道理。这些羊还没到捕杀的时候，你们宰杀一只，见了血，他们一哄而散，我这2天可就白忙活了。马国兴还以为林硕是怕了，态度又嚣张起来，推了林硕一下，我和你说话呢，你听到没？不等林硕动手，田宇好像小豹子一样扑了上去。他1.7米的身高和马国兴差不多，但田宇每天都大鱼大肉吃着，体能上的锻炼也没落下，身上的肌肉线条匀称漂亮，更不要说他经历过2次生死考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都全面碾压马国兴。马国兴都没看清田宇的动作，脸上就挨了一拳，紧接着被田宇放倒。田宇下意识地拔出后腰的刀扎下去，林硕及时抓住田宇手腕，教训一下行了，他又不是獐子，你捅他做什么？田宇这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猎物，是人。他脸色平淡地说，他比獐子好杀多了，至少獐子会跑，他傻乎乎地站着不动。这句话无异于杀人诛心。马国兴躺在地上，脸色涨得通红，刚刚田宇那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眼泪鼻血直流。双胞胎的另一人站出来了，语气弱弱的，你们怎么打人啊？他看着马国兴，既担心又害怕，不敢上前。陈教授看到田宇的身手后沉思了2秒，抱歉，今天的事情是我们唐突了，我们这就走。小情侣中的男生不甘心地说，教授，他打了你的学生，你就这么走了？陈教授古井无波，喜怒不形于色，走。看得出来他很有威严，男生不敢反驳，只是小声骂了2句。目送着他们离开，田宇问道，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林硕问道，不然呢？都捅死吗？田宇竟然还认真地想了想，他只是推了你一下，捅死不太好。林硕哭笑不得，这个小丫头的3观算是彻底歪了。不过林硕没有帮他纠正的想法，至少田宇这样不会受欺负。如果现在的他回到最初来到海岛的时候，
金在熙敢威胁他的母亲，他会毫不犹豫地把金在熙捅个对穿。林硕揉乱他的头发，下次动手的时候别直接下死手，我不想看到你杀人。田宇沉默2秒问，如果是金在熙呢，也不行吗？林硕的大手包住田宇握刀的小手，可以杀，我来帮你杀，你还小，手上别沾血。田宇低头看了一眼被自己裹住的胸，想到上一次当着林硕的面解开时林硕的震惊模样，他小声意有所指地说，其实我也不小了。林硕担心他们去而复返，待到傍晚才离开。狼群消失后，雨林中的食草动物多了不少。下午的时间，3个人捉到2只活的野鸡，还有1只野兔。野鸡丢到鸡圈里养着，野兔当晚就宰了吃肉。人多了，1只兔子不够分，每个人分到的肉很少，只能尝尝味道。这也让林硕的内心更加认同安娜的选择。人口太多，该分家了。夜晚，林硕吃完饭后躺在床上休息。叶梅和常小竹鬼鬼祟祟地拿着刀进来，关上门。林硕警觉地坐起来，你们想干嘛？常小竹俏皮地说，帮你整理一下自己，你都快成野人了。女人们每天都有护理自己。林硕也就洗洗脸，刷刷牙，偶尔想起来剃个胡子，不修边幅。他的头发都快长成长发了。林硕疑惑地问，你们用什么剪头发？常小竹拿出菜刀，这个。林硕顿时就惊了，这玩意剪头不小心真成剪头了。要不然我还是自己来吧。常小竹不乐意了，自我鼓吹，我每天厨房切菜，刀工大为精进，你干嘛不信我？说着，常小竹从背后拿出一个菜板，放在桌子上，菜刀往菜板上一剁，咚的一声，来，你把头放在这儿，我帮你切一切头发。林硕不禁想到以前刷视频的时候看到的印度理发店，就是用菜刀帮顾客理发。叶梅关好门笑道，小竹，你别吓唬他了，你没看他脸都白了吗？林硕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他狡辩道，哪有，我面对狼群都不怕的好吗？叶梅拿出剪刀和餐刀，来到林硕身后，你坐好，我帮你。还是叶梅看起来还靠谱一点。林硕乖乖坐好，剪刀不是很锋利，叶梅耐心地修剪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用餐刀帮林硕刮了下脸颊的绒毛和络腮胡。剪好后，叶梅双手扶正林硕的头，满意的点头，不错，挺帅。林硕问，有镜子吗？他们之前的行李箱里是有一个小圆镜的。叶梅打开床头柜子，把小圆镜拿出来。林硕照着看了看，发现自己的长相有很大的变化。曾经的他皮肤白净，毛孔很小，是另一种帅。如今毛发旺盛，头发也剪成寸头，看起来干净利落，容貌硬朗，更加有男人味了。林硕还是更喜欢自己如今的模样。常小竹坐在椅子上，双手垫着下巴，半趴在桌面，就这么一直看着。他情不自禁地说道，林硕，我好喜欢你啊。叶梅收拾剪刀和地上的碎发，装在门口的四四方方的箱子里。这个箱子是林硕最初制作的，如今成了他们的垃圾箱。叶梅收拾好房间，坐下喝了口水，白了常小竹一眼说，我还没走呢，你现在脸皮都这么厚了吗？常小竹把脸埋在怀里，我脸皮再厚也没你厚，你总骂我小骚狐狸，结果自己去偷腥，在家里就算了，还到林子里，也不怕虫子咬你的屁股。叶梅闻言大惊失色，呛得一直咳嗽，过去掐常小竹的脸，你乱说什么呢？常小竹同样伸手去拽叶梅的脸，老女人，我就说你了，我忍你很久了。2个女人从桌子上打闹到床上，滚作一团，气喘吁吁，皮肤都泛着红色，衣衫不整。常小竹今天穿着的是她最初的那件小白衫。闹了一会儿，她胸前的扣子忽然崩开，弹到了林硕的脸上。一时间3个人都愣住了。叶梅赶紧压在常小竹的身上，双手把她的衣服拉住，对林硕喊道，你不许看。林硕双手捂住眼睛，从指缝中偷看，我没看。叶梅回头看了一眼，都气笑了，你出去。常小竹却说，干嘛出去啊，他又不是没见过。叶梅咬牙切齿，小骚狐狸，你是不是屁股痒了？常小竹翻了个身，拍了拍自己的屁股，林硕，来帮我抓一下。叶梅啪的一巴掌拍在常小竹的屁股上，这一下没收助力，把常小竹的屁股都打红了。常小竹疼得哇的一声就哭了，眼泪差点落下来，梅姐，你还真打啊。叶梅又是一巴掌下去，力道却是小了很多。林硕不出去，我就一直打。常小竹吵着说，林硕偷看，你干嘛打我？2个女人闹着的时候，田宇敲了敲门，你们锁门干嘛啊？叶梅坐直身体，常小竹赶紧翻身去扣衣服，她扣子崩飞了，只能用手拉着。林硕见他们收拾好了，叹了口气，打开门。田宇满脸疑惑地朝着里面张望，他看到叶梅和常小竹都正襟危坐地坐在床头，又看了眼林硕，大胆地调侃了一句，硕哥，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林硕拎着田宇的衣领把他拽了进来，小丫头长大了，敢嘲笑我了。田宇看出来3个人什么都没发生，躺在林硕身边嘻嘻笑着，
姐姐两人再争也没用，硕哥是我的。说着翻身抱着林硕亲了一口。小竹啊了一声，做事要收拾田雨，胸前再次崩开。田雨缩在林硕身后吐舌头，略，羞，小竹姐不知羞。常小竹怒火攻心，从头红到脚，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他隔着林硕去抓田雨，别让我抓到你。只有叶梅深深地看了田雨一眼，意识到了什么，夜渐渐深了。第二天，林硕检查鸡圈，还好，野鸡都在，那头受伤的母猞猁没有再来。他采了嫩树枝和野果，同安娜、田雨再一次来到峡谷。羊的嗅觉灵敏，认人，林硕估计再喂个2-3天就能取得羊群的信任了。想到过几天就能吃到羊肉，他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烤羊腿、涮羊肉，林硕打算再到山里找找有没有花椒树，来个爆炒羊肝。门坏了。安娜的视力好，很远就见到峡谷的门遭到破坏，厚重的木门倾斜在崖壁上，左边露出一个1人宽的路。3个人来到近处，发现门板断裂，树藤网被破坏，一看就是人为的。田雨攥着拳头，愤怒地说：“肯定是海岸的那群人。”林硕暂时没工夫去考虑是谁干的，他担心羊群怎么样了。如果羊群受惊，他们这几天的辛苦就白费了。林硕阴沉着一张脸，压抑着心里的怒气。走，我们进去看看。林硕将门外的石头搬开，一马当先走在前面。还没到折断峡谷的区域，林硕就听到了羊群的一阵咩咩叫声。他脚步加快，小跑过去，远远的看到3男1女在追着羊群跑，正是昨天随着陈教授一起来的双胞胎兄弟和那对小情侣。站住，别追了！4个人看到林硕时脸色大变。小情侣中的女生问：怎么办？马国兴转身朝着林硕迎上去，和他们拼了。马国兴用的是一杆木矛，林硕对长矛的使用颇有心得，看马国兴的动作就知道他是要戳。林硕提前避开，顺手抓住矛头，抬脚踹在马国兴的肚子上。马国兴不知道收力，这一下结结实实的把他踹得岔气了，捂着肚子半跪在地上，脸色痛苦。林硕拽着马国兴的头发，对着他的脸就是2巴掌，姓陈的呢。马国兴对着林硕呸了一口，这点小事儿还用陈教授出面？陈教授心善，不想和你们起冲突，我们可不是好惹的。见其他人还不懂，马国兴红着脸吼道：你们还愣着干嘛？上啊！小情侣上前帮忙。安娜一箭射在小情侣的面前，都给我站住！林硕把马国兴按在地上，抬头看山羊群，山羊全都躲在高高的山崖上不下来了。这时田雨小情侣的男生身上有血，看向他的身后，看到一团染红的白色绒毛。田雨走上前拿起来一看，脸色变了，小白死了。小白就是那只母羊带着的其中一只小羊羔。男生去抢小羊羔的尸体，这是我们的。田雨死死地盯着男生，我们是不是说过这些羊不许杀？男生还在嘴硬，我们就杀了怎么了？你们还敢弄死我们啊？马国富，你哥都挨打了，你还在旁边看着，动手啊！说着，男生抄起木矛对着田雨砸了下去。田雨猝不及防挨了一棍，脸上留下一道红印子。林硕见状眼睛都红了，草泥马的，你打谁呢？他冲到男生面前，一斧头砸在他的脑袋上，男生的头顿时开了个大口子，血哗啦啦的流。啊！男生被砸懵了，愣神了几秒钟，等血流下来才感觉到疼痛，抱着头大声惨叫。马国兴趁机从地上爬起来冲向安娜，都别愣着，今天弄死他们，这些羊就都是我们的。安娜一箭射在马国兴的腿上，马国兴也是个狠人，忍着疼跑到安娜面前，把她推倒在地。妈的，老子弄死你！情侣中的女生也朝着林硕扑了过去。林硕控制住女生的双手，我不打女人，你别自讨苦吃。女生张口咬在林硕的手臂上，林硕捏住女生的下巴，反手给了她一巴掌，滚！马国富试图讲道理，你们别打了，我们只是想吃羊，我们没想伤人的。田雨看到马国富的矛头上有血，问道：小白是不是你杀的？马国富怯懦地说：是我和秦海一起杀的，我们很久没吃过肉了，杀一只羊有错吗？田雨深吸一口气，冲上去放倒马国富，拳头雨点一般的往他脸上招呼。这时林硕看到安娜被压住，转身回去，双手抓住马国兴的衣服，把他扔了出去。他刚把安娜扶起来，就见马国兴抓起一块石头，朝着田雨跑了过去。田雨，小心！田雨刚回头，就见到马国兴握着石头，满脸狰狞地冲了上来。马国富抓着田雨不放手，啪的一下，石头砸在田雨的脑袋上，田雨捂着头倒地。马国富吓了一跳，惊恐地看向马国兴：哥，你杀人了！马国兴拽起马国富，恶狠狠地说：不让咱们吃羊，死了就死了，废物，赶紧跑！他们往峡谷深处逃跑。小情侣中的女生也搀扶着男友秦海跟在后面。田雨，你怎么样？林硕看到田雨的头上有血流下来，扒开头发一看，还好，只是小伤口，但是田雨的额头上肿了很大一个包。安娜，
你照顾他们，这群王八蛋，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李硕把田宇交给安娜照顾，独自一人追了上去。马国兴的腿受伤，秦海的头上还有个血口，他们的速度并不快。经过苔藓地段时，马国兴脚下没踩稳，摔在地上。情侣二人趁机超过他们。再往前，要经过藤蔓组成的绿色帘子，外面可是悬崖。林硕刚准备提醒，就听见传来一声惨叫，然后是男生撕心裂肺的喊声：“蓉儿！”蓉儿的哭喊声不断。秦海，救我！救我！林硕越过马家双胞胎，跑到前面。他看到秦海抱着2根藤蔓，身体悬空，努力地往上爬。蓉儿躺在下面，2条腿应该是断了。他是脚朝下掉下去的，中间还抓住藤蔓缓冲，侥幸保住一命。如果是平躺或者头朝下，10米的距离会直接摔死。秦海好不容易爬上来，冲着林硕发火：“都怪你！你为什么要追我们？”林硕抬脚给他踹趴在地上：“怪我？难道不是怪你们自己？”秦海拳缩在地上，痛苦地捶着旁边的石头：“都怪我鬼迷心窍，听了马国兴的鬼话。陈教授不让我们来，是他非要来，说偷2只，你们也不会注意到。”林硕听着他忏悔，心中冷笑。刚刚秦海对田宇动手的时候，可没想过自己鬼迷心窍了。昨天刚见面的时候，林硕想和平解决，也是马国兴先动手。今天还是他们要偷羊，破坏了木门，被发现了还先动手。他不是知道错了，是怕死。秦海跪在地上给林硕磕头：“求求你救救蓉儿，求求你救救她，我们不要羊了，对不起，我们错了。”蓉儿躺在山崖下，疼得一直哭，喊得嗓子都哑了：“秦海，救命，别丢下我！”说到底是一条人命。林硕找到上次下去时的绳子，对秦海说：“你女朋友你自己下去救，羊本来就是我们的，你们偷羊和打伤田宇的账等你们上来再好好算。”秦海犹豫了，蓉儿疼得只剩下呻吟声了。秦海不要脸地问：“哥，你也看到我伤得很重，能不能帮帮我？从今往后我给你当牛做马，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林硕反问道：“你们能做什么？”秦海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有用的东西。林硕讥讽道：“怎么自己的女友让其他男人下去救？你刚刚和我们动手时候的勇气去哪了？”秦海不说话了。林硕把绳子甩在他面前：“救不救看你自己。”秦海却忽然问：“如果我下去了，你不会故意把绳子割断吧？”林硕被他气笑了，故意说道：“你可以赌一下，你不下去你女友就会死，你下去了她有机会活，也有可能一起死，你选哪个？”秦海在原地犹豫了很久，直到蓉儿微弱的声音再一次传来：“秦海，你还在吗？”秦海咬了咬牙，威胁道：“你敢割断绳子，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说完把绳子系在自己腰上，下去了。林硕饶有兴趣地看着，没有帮一把的想法。他现在不把绳子割断都算仁至义尽了。马国兴和马国富很久没声音了，林硕担心他们回去找安娜和田宇的麻烦，于是往回走。从藤蔓的绿幕中出来，林硕看到马国富躺在地上，腿上染红一片。马国富正在帮他处理伤口。看到林硕，马国富脸色惊恐：“你把他们怎么了？他们是不是都死了？”林硕点头，斧头拿在手里：“对，都死了。你们要报仇吗？”马国兴刚张嘴，马国富就把他的嘴捂住：“我们和那对情侣只是萍水相逢，这位大哥，偷羊的事情是我们错了，你能不能放过我们？”林硕点头：“可以，现在羊群受惊，我们的损失很大，你要怎么补偿？”马国富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认出很多能吃的植物，也会培育一些优质的种子，还懂得科学养殖。我们可以帮你们种地、驯养猎物，我们对你有用。”林硕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专业，好奇地问：“野鸡也可以养？”马国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卖力地推销自己：“可以，野鸡的生长环境和饲料都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和产卵周期，我可以帮你养野鸡。”林硕闻言问道：“你们是陈教授的学生对吧？”马国富点了点头。林硕玩味地打量着这个又怂又冷静的男孩：“行，不过我只需要你老师就可以了，你们2个人有什么用？老师这个人很刻板，脾气古怪，你逼迫他，他肯定不会同意的。当时我们在另一个营地，老师就是因为受不了他们的管理方式，才带着我们离开。一路上我们靠着吃植物果腹，偶尔能在海边捡到一些海鲜，我们很久没吃过肉了，所以才会觊觎你的羊。意思就是我杀了你们，你们老师死也不会帮我。”是这样。林硕只是逗他，马国富却当真了，努力为自己争取活命机会。马国兴终于挣脱马国富，有了说话的机会：“弟，你和他废什么话？要杀要剐随他的便。我们都是留学生，凭什么帮他养鸡种地？有本事就让他弄死我，我死也不会帮他做事。”林硕走近，马国富吓得往后缩了缩。林硕抬脚踩在马国兴腿上的伤口上：“留学生就了不起吗？”伤口渗出血液，马国兴疼得大叫一声，抱着林硕的小腿松手。
马国富声音里带着哭腔说道：“我们这次回美国是要和农学院做一个关于农作物生长和地域水土关系的交叉实验课题。我们身上携带了很多农作物的种子，我会想办法说服教授把这些种子拿出来给你们一部分。”马国兴瞪着自己的弟弟：“你闭嘴！教授说那些种子是我们活下去的关键。”马国富哭着说：“我们都要死了啊！我也不想出卖教授，可是我们必须要活下去才能谈以后。”林硕问道：“有玉米和水稻吗？”马国富老实回答：“有玉米，没有水稻，还有高粱，一些蔬菜种子。”林硕没想到自己吓唬一下他们，还能有这样的收获。他们目前很缺碳水主食，只能到林子里找，吃都不够吃，更别提自己种植。如今种的都是买来的种子，如何自己培育也是个难题。这些种子他势在必得。林硕抬起踩着马国兴伤口的脚说：“这些种子我全都要。”马国富下意识地反驳：“不行。”林硕问：“命重要还是种子重要？”马国富鼓起勇气说：“一部分也够你们种植了，我可以留下来当人质帮你们培育，希望你能给我哥和教授留一些口粮。”林硕冷笑一声：“你觉得我会放一个随时想杀了我的定时炸弹在外面吗？”马国富的计谋被拆穿，呆滞片刻。林硕只给他们两个选择：要么你俩死在这儿，我去威胁陈教授；要么你想办法说服陈教授，你们三个帮我种地养殖，我管你们衣食住行和安全。马国富绝望地说：“教授不会同意的。”林硕摇头：“这是你们应该考虑的，一会儿我跟你们回去。”林硕担心他们逃跑，撒了个谎：“别想着跑，箭头上我们淬了毒，莫要不出3天他就会死。”马国富的内心更加绝望了。林硕返回悬崖边上，低头看到小情侣正抱在一起哭，蓉儿的双腿断得很彻底，断裂的骨头从膝盖的肉中扎了出来，血流了很多，导致她的嘴唇看起来有些泛白。想要拉蓉儿上来，就得用绳子绑好她的身体，但是秦海每碰她一下，她都会发出痛彻心扉的惨叫声。秦海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如今是中午，在太阳的照射下，水面上的雾气散去不少。林硕隐约看到上游200-300米处似乎是有一片竹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有竹林就代表新的食物来源，他们如今只吃肉和野菜，营养摄入很不均衡，暂时看起来没影响，长时间这样下去，身体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林硕心想，得找个机会上去看看能不能挖到竹笋，如果能再捉到几只肥胖的竹鼠就更好了。林硕又看向下游，忽然他看到一片黑漆漆的东西在快速接近，是鳄鱼。林硕大声提醒：“你们得快点，鳄鱼来了！”秦海紧张地看着四周，没有看到鳄鱼的身影。这种未知的感觉比直面鳄鱼更加可怕，他明显慌了，不顾蓉儿的疼痛，强行固定她的身体。蓉儿疼得抓挠他的手臂，秦海狠狠地抽了蓉儿一巴掌：“你给我老实点，不然我就把你丢在这儿。”蓉儿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你敢打我？”秦海固定好蓉儿后，拉了拉绳子，尝试着往上攀爬。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自己爬就很吃力了，更何况还带着一个人。绳子勒在蓉儿的腋下，他疼得大喊大叫，用手去拍秦海的腿，哭喊着让他停下。秦海尝试了很多次都没爬上来。就在他又一次回头时，一头鳄鱼已经出现在视野中。蓉儿的重量都在秦海的身上，他往上爬2米就要下滑1米多。他的手心磨出了血，把麻绳染成了红色。眼看着鳄鱼越来越近，秦海咬着牙，忽然下滑到地面去卸蓉儿身上的绳子。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们只是情侣，还没有到夫妻的程度。秦海不想留下来陪葬。蓉儿意识到了秦海想要做什么，死死地抓住秦海的手臂：“你是不是想丢下我？你是不是不管我了？”秦海推开蓉儿：“你滚开！”蓉儿绝望地去抓秦海：“你别丢下我，求求你！你说过要和我永远在一起的。”秦海解不开绳结，看着越来越近的鳄鱼，他的手在颤抖，越来越紧张，整个人看起来都有点不正常了。蓉儿还在祈求秦海。秦海忽然啊的大叫一声，狠狠地踩在蓉儿断裂的腿上：“死女人，你给我松手！”蓉儿疼得眼泪直流，抱着秦海的手臂不放开：“我不要，你别想丢下我自己活命！”秦海要疯了，恐惧在心头蔓延，另一只手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蓉儿的头上。砰砰砰，一下又一下，蓉儿终于松开手，躺在地上不动了。秦海抹了把脸上的血，大口呼吸，把绳结解开，抓住绳子攀爬。鳄鱼赶到，大口地啃食着蓉儿的尸体。死亡翻滚下，蓉儿被拧成了一块一块，被鳄鱼吞咽下去。林硕目睹了全过程，看着这血腥的一幕，倒吸一口凉气，庆幸自己上次跑得快。秦海爬上来了，马上就要抓到悬崖边缘。秦海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把自己的身子拉上来，他的力气用尽了。秦海抬起头，求助地看向林硕，伸出血肉模糊的手：“哥，帮我一下。”林硕看着秦海，没伸手。秦海哀求道：“
哥，救我！林硕转身离开。秦海绝望的破口大骂：我草泥马，你不得好死，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秦海没放弃，抓着绳子努力的往上爬。他刚刚都没爬上来，如今力竭又怎么能爬上来？林硕还没走出去2步，秦海的骂声就变成一声惨叫，接着是持续不断的撕心裂肺的求救声。从藤蔓绿幕中走出来，林硕看到马家双胞胎还在等着他，只是看他的目光都变成了惊恐，可能觉得小情侣都是他亲手杀的吧。林硕也不解释，走在前面扶着你哥，跟我来。马国兴拉了弟弟一下，要不然跑吧。马国富小声说道，刚刚都没跑，现在还跑什么？活命要紧。回到折断峡谷，田宇的额头已经止住血了，怀里正抱着小羊羔。林硕问，埋了吗？田宇茫然的抬头，不带回去吃了吗？林硕哑然失笑，田宇有爱心，但不多，没到爱心泛滥的地步。林硕拎着小羊羔说，走吧，和我去办点事儿。安娜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双胞胎，问，那2个小情侣呢？他们是什么情况？林硕淡淡的说，小情侣死了，这2人想用技术换活命的机会。安娜欲言又止，怎么偷个羊还能偷出2条人命的？他意识到现在不是询问的时机，没有开口。走出峡谷，林硕把木门简单修了下，用石头堵住漏洞，等明天有时间了再来好好修。走吧，去海边。安娜和田宇虽然疑惑，但没有多问。在马国富的带领下，林硕找到了他们在海边居住的山洞。山洞在一处礁石下面，用沙子和干草铺成床铺，有一些木头和草茎制作的生活用品整齐地摆放在里面。山洞外面的沙地上有一个小火堆，里面正烤着海鲜。陈教授见到马国富带着林硕回来，大发雷霆，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马国富看到陈教授的一瞬间，光速滑跪，抱着陈教授的大腿哭起来。教授，我们上当了，我们被秦海他们骗了。他们说要去打猎，结果带着我们去偷羊，路上遇到狼群。他们……马国富越说越哽咽，配合他又胆小又怂的表情，很难让人怀疑他在演戏。陈教授的心里浮现出一股不好的预感。他们怎么了？马国富哭得更大声了。他们死了，被狼群拖走了，我们2个也差点没回来，多亏遇到这2个人，是他们救了我们。陈教授也不是傻子，马国富演得很像，他还是有些怀疑，看向马国兴问，真的？这2兄弟，一个胆小如鼠，但脑筋快，演技好；一个脾气火爆，没任何演技，遭到教授的问询时磕磕绊绊的说不出完整的话。马国兴像是被吓傻了，这反而让陈教授更加相信马国富说的话。陈教授一改冷脸，对林硕热情相迎，过来坐，我这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就刚刚捞了些海鲜上来。马国富趁着陈教授不注意的时候对林硕眨眨眼睛，林硕很想给他发个小金人。林硕坐下后，陈教授递给他一个扇贝，火堆里一共也才5个扇贝，5个人分了后，陈教授自己没得吃，谢谢你们了，我这2个学生没什么本事，往后还要你们多多照拂。林硕笑了笑，把死去的小羊羔放在火堆边上，举手之劳罢了。听说你们缺少食物，我们不缺肉，但是缺少碳水一类的主食。我听马国富说您老认识很多植物，不知道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些稻米之类的食物来种植。陈教授叹了口气说，你也看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一路上有什么吃什么。马国富适时提醒，教授，我们不是有玉米种子吗？要不然送他们一些。陈教授的脸顿时就拉了下来，朝着马国富瞪过去，那些种子是有编号的，你知道为了培育这些种子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吗？马国富哀怨道，教授，反正我们也回不去了，您留着只会发霉，还不如种在地里发芽呢。陈教授是个聪明人，意识到了什么，目光在林硕和马国富之间打量来打量去。你们是不是背着我达成什么协议了？马国富还想继续劝，林硕见天色不早，懒得浪费时间，起身道，教授，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们给我干活，我给你们提供住处和食物，反正我们也回不去了，不如把种子种下去，出了粮食我不全要，可以分你们30%。30%？陈教授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刚刚说你分给我们30%？林硕肯定的点头，没错，很公平的交易。林硕把小羊羔丢在陈教授面前，你们很久没吃到肉了吧？每天吃野菜海鲜吃不饱吧？你看看你们瘦的。陈教授看着小羊羔的时候忍不住舔了舔嘴唇，但是下一刻他一脚把小羊羔给踢开了，想换我的种子？你做梦，这些种子我谁也不给，我宁可饿死。林硕淡定地说，行啊，等你死了我再来取。说着转身离开。马国富急了，马国兴的命还握在林硕手上呢，他开始道德绑架，教授，你能别这么死板吗？我们2个人的命还不如那些种子重要。陈教授的嘴唇哆嗦了2下，他为人师表，实在说不出你们的命不重要的话来，可是让他交出种子他又舍不得。陈教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如果种子能送到美国研究成功，未来产出的粮食会成倍增加，培育周期也会缩短，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吃了可太浪费了。林硕反问道：利国利民是哪国哪民？陈教授瞪大眼睛质问道：你什么意思？林硕嗤笑一声，字面意思，我本来以为你只是个老顽固，没想到还是个卖国贼。卖国贼3个字刺痛了陈教授的心，他因为这个项目和国内的很多朋友都反目了。他认为研究成功后把技术带回国，造福的是自己的国家，可为什么没人理解他？都觉得他是收了好处才将技术拱手送到国外。陈教授痛心疾首地说：我只是因为国外的技术更好，我虽然身在国外，但是我的心还在国内，你们这些平凡的人不会懂的。林硕摇摇头：陈教授，我本来还挺敬重你的，现在我只想送你一句话。陈教授问：什么？林硕嘲讽道：想要当婊子还想立牌坊。这句话彻底激怒了陈教授，种子我就算丢了嚼碎也不会给你的。马国富忽然上前给了陈教授一拳，这一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如果动手的是马国兴，林硕不意外，马国富看起来又怂又胆小，怎么敢动手的？马国富拽着陈教授的衣领：种子拿出来，我们都能活命，你是听不懂话吗？陈教授还想说什么，马国富又是一拳打过去：别和我讲大道理，为了你的理想，我们跟着你从营地出来，吃不饱穿不暖，天天露天睡，我们对得起你的教导之恩了。现在我只想要活命，把种子交出来。陈教授没想到有一天会被自己的学生打，他一辈子没打过架，挨打了也不知道还手，只能动一动嘴皮子。马国富，你现在年轻，你不懂我们这一辈人的理想。林硕上前在马国富的肩膀上拍了拍，马国富疑惑地回头。林硕说：我来，你让开。林硕再次拎起羊羔摆在陈教授面前，同时拿出斧头放在羊羔旁边。陈教授，最后问你一次，你选哪个？陈教授硬气地说：你们这是在胡闹。林硕果断地拿起斧头，对着陈教授的脑袋就砍了下去。陈教授吓得双腿乱蹬，抱着头紧闭双眼大声喊叫。林硕笑笑：不好意思，砍歪了，这次不会了。冰凉的斧刃贴在陈教授的脖子上，林硕对准了，慢慢抬起斧头。陈教授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别杀我，我给你，我把种子都给你们。林硕问：种子在哪？陈教授诉：我藏起来了，在一个包里面，就在2公里外的一棵树下。林硕起身把小羊羔丢给马国富：烤肉会吧，羊毛给我留着，吃饱了我们去拿种子。马国富谄媚地笑着：哥，我们没有刀。林硕没有带刀的习惯。安娜上前递过来一把水果刀：用我的吧。马国富又问：那个我割腿上的毒？林硕随口说道：哦，我骗你的，剑上没毒。马国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林硕似笑非笑地问道：怎么，想动手吗？马国富吓了一个激灵：没有，没有，谢谢哥。马国富带着小羊羔去海边了。陈教授垂头丧气地坐在火堆旁，整个人像是丢了魂儿一样。他双目无神，口中喃喃自语：我背弃了自己的理想。林硕毫不留情地戳穿他：你不是背弃了理想，你是迷途知返，从卖国贼的船上跳下来了。马国富处理好小羊羔后，用一根木棍穿好羊肉，等羊肉烤至金黄冒着油渍时，林硕拿出盐和辣椒粉撒点上去，很快肉香味儿就弥漫开了。马国富忍不住舔了舔嘴唇，盯着羊肉的眼睛在放光。陈教授闻到味道也坐不住了，难以抑制口水。马国富先把羊腿割下来递给林硕：哥，你的。林硕接过来问田宇：你喜欢羊腿还是羊蝎子？田宇想了想：羊腿吧，羊蝎子没什么肉，烤着吃不好吃。马国富连忙又割了2条羊前腿递给安娜和田宇，剩下的他们分着吃。马国富割了羊胸脯肉给陈教授：老师，打你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陈教授不想接受马国富的道歉，又忍不住羊肉的香味儿。马国富给他一个台阶下：老师，吃吧，这是种子换来的，我们都是为了生存下去，不丢人。犹豫2秒，陈教授还是伸出手接过羊肉，拿起一片放在嘴里。羊肉没有处理过，还有些膻，但是对他们而言，2个月没吃过肉，吃腐肉都是香的。陈教授一边吃一边哭，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分好了肉，马国富屁颠屁颠的到海边把水果刀洗干净，很恭敬的还给安娜：谢谢姐，你的刀。安娜拿回来收好。小羊刀不大，肉没多少。林硕啃完羊腿，骨头随手丢在沙子上：都吃饱了吧，去拿种子。马国富吃得满嘴是油，恨不得骨头都嚼碎吞了。他眼巴巴地盯着林硕丢掉的羊骨头，上面还有点肉没啃干净。哥，你这骨头不吃了吧？能给我不？林硕看马国富的模样，简直就像当年的二鬼子。不行不行，不能这么想，那岂不是自己骂自己？
不过马国富的态度确实挺不错的，他很满意，他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听话的人。走吧，想吃肉什么时候都有，拿到种子后我请你们吃顿大餐。马国富恋恋不舍地看了骨头一眼。马国兴和陈教授两人也没好哪去，只是他们更加矜持一点，没想马国富表露的那么明显。他们自以为掩饰的不错，实际上在旁人的眼中，他们就差扑过去把骨头拿起来啃了。陈教授走在前面带路，一路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浪费，何不食肉糜之类的话。2公里的路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半个小时后，陈教授来到一棵橡树下，挖开旁边的泥土。泥土下是一个灰色的包，已经被水浸湿了。背包打开，陈教授先是取出防水布，防水布的里面包裹着10几个密封袋，每个密封袋里面都有上百颗种子。陈教授恋恋不舍地看着种子。林硕只认识玉米种子，询问道：“这里面都有什么？”马国富介绍说，大部分都是粗粮的种子，因为美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温带气候，部分寒带，少部分热带，粗粮更容易存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适合在温带寒带生长的水果和蔬菜种子，比如西红柿、黄瓜、苹果、橘子一类。林硕呵呵冷笑，还说不是卖国贼。陈教授狡辩说，我们国家也是处于温带。林硕懒得理他，把所有的种子都夺过来，随手丢在背篓里面。粗暴的做法让陈教授看得又是一阵心疼，小心点。林硕问道：“怎么，这些种子还能摔碎了吗？”陈教授哀求道：“你得尊重我们的心血。”林硕正色说：“尊重你心血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们种出来，开开心心的吃到肚子里。要不要带他们回去？”林硕的心里早有定论。他对3人说道：“明天我会带着肉来找你们，吃过后我们去山里选址，看看在哪里种下去比较好。”马国富连忙说：“其实已经选好了。”陈教授等着马国富问：“原来你们早就在觊觎我的种子了？”既然已经撕破脸，马国富也不装了：“老东西，这些种子是大家努力的成果，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是教授，也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感恩你，但是你也不能一个人独吞整个实验室的成果。”陈教授老脸涨红：“谁要独吞了？我会在论文上给你们署名的。”林硕打断2人的吵闹问道：“别吵了，选址在哪？”马国富和林硕说话立刻换上另一副嘴脸，讨好道：“哥，就在我们住着的地方不远，东南方向100多米。”其实陈教授早就看好那块地了，只不过没告诉我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林硕问陈教授：“他说的对吗？”陈教授支支吾吾半天才吐出一个字：“对。”林硕把种子拿出来，对马国富说：“你挑3种种子，各拿1半，先种下去试试。食物我会每周给你送，你帮我把这些种子给我照看好了，明白吗？”马国富连连点头，欣喜若狂：“哥，我明白。”林硕看向马国兴的腿，箭伤很深，短时间应该没办法自由行动。沉思2秒，林硕开口：“你们2兄弟照看种子，陈教授跟我走，我养了几只野鸡，它们光长肉不下蛋，你帮我看看。”陈教授拒绝说：“我不去。”马国富对着陈教授踹了一脚，狗仗人势的骂道：“老东西，让你去你就去，我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你每天让我去做杂活，核心都交给其他的同学，什么论文署名，简直狗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林硕给陈教授一个台阶下：“马国富，他好歹是你的老师，给他道歉。”马国富立刻道歉：“老师，对不起。”林硕勾着陈教授的肩膀：“教授，上次见面我就说了，我最敬重知识分子。你留下来，你的2个学生不一定会怎么对你。你跟着我，我保证你能过上好日子，不用再颠沛流离，如何？”陈教授还在犹豫。这种事情，林硕还真不好逼迫他，不然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给他们下个毒什么的，那不是要命吗？林硕忽悠道：“你的学生杀了我的羊，你是动植物教授，应该知道和羊群重新培养信任感有多难。你作为他们的导师，做点事情来补偿我们，没错吧？”陈教授想到马国富骂他老东西，哼了一声说：“我没有这2个混蛋学生。”林硕敲一棒子，再给一颗甜枣，许诺道：“至少之前是，他们犯错的时候还是。我也不白雇佣你，我不仅公吃公住，野鸡下的蛋我给你分3成。除此之外，饲养其他的动物也同理，你帮我养羊，那羊群的1/3都是你的。”在林硕不断的洗脑下，陈教授权衡利弊后终于妥协：“行，我跟你走。”他不是信了林硕的鬼话，而是林硕都给这么优厚的条件了，他觉得自己再不答应，可能就得挨揍了。林硕选择带陈教授也是有原因的。马国兴虽然腿受伤好控制，但是脾气大，像个火药桶，一点就炸。马国富看起来很怂很胆小，实际上坏心思最多，从他对自己导师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不是什么好东西。陈教授虽然古板难搞定，有小心思，但他其实是3个人里面最像正常人的一个。林硕要带着陈教授回家里住的，肯定不会选择一个定时炸弹。答应的1/3，
那对陈教授今后永远当黑奴打工的情况才算数。他如果离职了，他想把属于自己的1/3带走，没门。决定好后，林硕备上种子，带着陈教授回家。由于耽误的时间比较多，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叶梅很担心他们的安全，在山洞口等待。见到3个人平安归来，松了口气的同时，立刻迎上来，今天的收获怎么样？叶梅注意到陈教授，好奇地问：他是谁？你们遇到的幸存者吗？林硕今天累得够呛，身体上的疲惫还其次，主要的是勾心斗角的累。他随口说道：养鸡专业户，请回来帮咱们养野鸡的，你喊他教授就行。陈教授想开口解释，叶梅可太了解林硕了，这个人多半是得罪他了。他热情地打断陈教授的自我介绍：你好，教授，以后就麻烦你了。陈教授很绅士地和叶梅握手，微微触碰指尖就松开。你好，我叫陈四季，在美国。林硕的手搭在陈教授的肩膀上。行了，别吹牛逼了，跟我过来。林硕带着陈教授来到鸡圈，碰巧林小胖也在这儿，刚割了一把草丢到鸡圈里，上面结着不知名的野果子。林硕问：家养的鸡1天1个蛋，有时候1天2个，我们养的野鸡2、3天才下1个蛋，你看他什么毛病？陈教授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从教授沦落到养鸡的，看了一眼后给出建议：野鸡不能只吃素，它们是杂食性动物，要吃虫子，补充蛋白质，还要补充钙质，可以提高产蛋率。林硕听得连连点头，所以要喂什么？陈教授说：谷物、鱼虾、大豆之类的。林硕拍拍林小胖的肩膀：小胖，给你个任务。林小胖挠头问：姐夫，啥任务？林硕把陈教授往前一推：以后他跟着你养鸡，他给出建议，你和他一起执行，不过有个要求，你必须把他看好了，别让他跑了，上厕所你都得跟着，明白吗？林小胖最喜欢这种不动脑子的任务了。行，姐夫，我一定跟紧他。林硕指着上面坍塌的小木屋说：小胖，我帮你修好屋子，加固一下，以后你和陈教授就住在这儿。陈教授看到小木屋，眼睛一亮：你们已经住上房子了。林硕知道这2个月陈教授是怎么过的，于是画下大饼：比这更好的也有。教授，我说我尊敬知识分子，不是骗你的，我答应你的一定都做到，只要你配合，我会给你更好的生活环境，不只是房子，还有家具、棋牌，我都满足你。林硕感觉自己此时像个传销头子。陈教授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几分：我能看看你们的生活环境吗？林硕点头：可以，你跟我来，那点羊肉肯定没够吃吧，我再顺便给你找点吃的。进入山洞后，林硕发现今晚煮的是鱼汤，于是喊来常小竹给他弄点汤喝。常小竹疑惑地看了一眼陈教授说：好。林硕回头问道：很久没喝过汤了吧？陈教授看着山洞内的小木屋和2个窝棚、灶台，各种的木质用品出神，没听到林硕在说什么。直到常小竹端来鱼汤，陈教授才回过神来，双手端起木碗翻来覆去的看，赞不绝口：好多人还在挨饿，你们已经过上正常生活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陈教授喝了一口，激动得热泪盈眶。他50多岁的人了，抹了一把眼泪：我当初为了保护种子从营地出走，没想到最终还是用种子换了奢侈的生活。林硕嗤笑道：营地那边可过不上这样的生活，他们自己的吃喝都成问题，前些日子还从我这里换了1000斤的狼肉回去。林硕忽然意识到，距离和文森见面只剩下2天了，时间过得真快。陈教授听闻后愣了片刻：怎么可能？他们的人比你多，而且有很多社会精英，他们的社会经验丰富。林硕问道：你说的社会精英是指你这种人吗？陈教师尴尬地笑了笑，因为他除了捡点海鲜，能认一些能吃的植物，其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打猎，他们尝试过，白白浪费体力，连只兔子都没捉到。林硕不掩饰自己对所谓的精英的鄙夷，精英也要看在什么地方。像陈教授你这样的人，除了专业性的东西什么都不会，就适合做后勤工作。我们这里全都是普通人，你们这些精英想要过好，最终不还是我们普通人受苦受累吗？陈教授喝完一碗鱼汤，把碗底都舔干净了。林硕见了，喊道：小竹，再给他盛一碗。林硕不差一碗鱼汤，只要有鱼，汤不是要多少有多少。林硕温和的态度让陈教授放松了不少。仔细想想，林硕除了拿斧头吓唬他一次之外，所有的事儿都是马国富做的。偷羊是马国富等人私下决定，连累到他。引林硕过来告知种子的事情也是马国富，他拒绝后殴打他的还是马国富。这个混蛋学生真是看错他了。对比之下，陈教授忽然觉得林硕也没那么凶神恶煞，除了说话难听点，做起事来也是雷厉风行，比他那2个学生强多了。人和人就怕比较，陈教授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林硕的糖衣炮弹下逐渐迷失了自我。他心想，留下来也不是不行，营地经营得很好，还有鱼汤喝。常小竹又端了一碗鱼汤过来，放在陈教授面前。林硕推过去说：喝吧，
我们是合作关系，威胁你也是迫不得已，你别放在心上。从今往后，只要教授您愿意倾囊相授，有我们一口吃的，就肯定有您一口喝的。此番话下去，陈教授彻底迷糊了，仿佛喝的不是鱼汤，是酒。他保证道：我肯定会好好的融入集体，认真做事。林硕的目的达到了，等陈教师喝完鱼汤后，很客气地请他离开山洞。来到倒塌的小木屋，林硕喊来辛小胖、安娜等人帮忙，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将木屋重新搭建起来，铺上兽皮和干草。林硕留下足够的食物说：教授，房屋紧张，只能挤一挤了，以后有时间我们会给你修建一个更大的房子。陈教授客气地说：不必了，不必了，这样睡挺好的，我看还有人在睡窝棚，我能有个房子已经很满足了。林硕，以后有事尽管吩咐我。林硕回到山洞，叶梅笑着说：这老头都快让你忽悠瘸了，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说？林硕搂住叶梅的腰肢：那是因为你只坐在办公室，我当导游的，什么人没遇见过。这些高知就喜欢听好话，你对他好，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命卖给你。叶梅打了下林硕的手，身上臭烘烘的，洗澡去。林硕在叶梅的脸上吧唧亲了一口：等我。一夜过去，清晨，林硕吃过饭，带上2条鱼和几块肉干，准备去海边给马家兄弟送去。要想马跑，得让马先吃饱。马国富答应给他干活，那就不能亏待人家。刚从山洞出来，就迎面撞上陈教授和林小胖。陈教授满脸急色，昨晚有野兽出没。林硕问：一头受伤的猞猁是吧？陈教授说：对，我和林小胖半夜听见声音出来，看到一头猞猁正在开鸡圈的门。动物需要安全的环境才会繁衍，而且你们的鸡圈活动空间太小了，我建议扩大。林硕答应道：行，鸡圈的事情你看着办，猞猁的问题我会想办法。今天他原本是打算自己去峡谷的，让田宇陪着安娜去打猎，耽误了2天时间。安娜的储备粮还没准备好，林硕挺过意不去的。看到陈教授，林硕若有所思，扩大鸡圈的事情交给林小胖姐弟俩。教授，你和我去峡谷一趟。路上，林硕向陈教授询问安抚羊群的方法。陈教授为难地说：山羊和狗一样，是最容易驯养的动物之一，受惊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等他们自己回来，亲自喂养，让他们熟悉你的气味，重新建立信任。来到海边，林硕见到马家兄弟，他们正在开垦荒地，由于没有工具，只能依靠木棍，他们的效率并不高。马国富抱怨道：哥，能不能给我们整2把锄头？林硕剩下的铁片还有不少，但大多很薄，能制成锄头的不多，工兵铲倒是有2把。他心念一动，问道：铲子行吗？马国富连连点头：行，都行，只要别让我们用木棍挖就行了。林硕答应明天给他们送回来，食物留下，带着陈教授去了峡谷。2人刚刚出现，羊群就连忙躲到了山顶上。林硕无奈，只能将路上采摘的嫩枝和野果子放在地面，后退远离。等待一会儿，最先从山崖上下来的依旧是那头母羊，小羊跟在他的身后，看样子已经断奶了，不喜欢吃树叶，挑着野果子吃。有第1只羊下来，其他的山羊也跳下来了，只是都警惕地盯着林硕的方向。林硕尝试着靠近一步，山羊就一哄而散。看来重新建立信任还要一段时间。有时候林硕都想直接把他们全猎回去吃肉算了，但他很快就打消了念头。这种合则而渔的做法，短期内固然爽，以后怎么办呢？如果能把这群羊驯服，大规模的饲养繁衍，他们今后就有源源不断的羊肉吃了。下午林硕到家里，喊上众人一起帮忙扩大鸡圈。安娜和田宇外出捕捉野鸡，林硕原本是打算只养母鸡，公鸡杀了吃肉，但陈教授却提议公鸡至少留下2只强壮的，每只公鸡和5只母鸡一起饲养，让母鸡去抱窝繁衍，约20枚鸡蛋就能换15、16只小鸡。饲养得当的情况，不到2个月，小鸡就可以出栏，算上孵化的时间，也就最多3、4个月。公鸡留心除旧，小公鸡继续负责繁衍任务，老公鸡杀了吃肉。半年时间，他们就能实现鸡蛋和鸡肉自由。林硕考虑到林中的猎物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人数却在增加，食物总会有不够的一天，听从陈教授的建议。2天的时间一晃而过，到了和文森约定见面的日子。文森要求他今天能带上安娜，林硕连提都没和安娜提。虽说2人现在相处的还不错，那是因为利益驱使，谁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反目。林硕原本打算只带着林小胖作为帮手，临出发前，雷却主动找上来，坚持要去。你的腿好了吗？雷跺了跺脚，你看，我已经好了。安娜无奈地说，我劝不住他。林硕看向安娜，家里的安全就交给你和田宇了。3个人朝着海边出发。因为最近大肆捕猎的原因，林子里的动物少了许多，他们一路上只见到1只野鸡，这也更加坚定了林硕要搞养殖的决心。海边没有树木遮挡，太阳更加毒辣，
3个人戴着草帽蹲在一棵树下面。快到中午，林硕看到了沙滩上有10几个人影出现，他走上前打招呼：“文森呢？”领头的那人的脸上有一道蜈蚣疤痕，从左脸越过鼻梁一直到右脸。他阴冷的目光扫过3人，问道：“你们就是和文森交易的人？”林硕意识到不对劲，因为文森在营地，大家都尊称他一声3哥。尤其是他和林硕交易后，营地不仅解决了食物的问题，还多了盐巴的卤煮方法，地位直线上升。眼前的男人对文森没有恭敬的意思，要么地位在文森之上，要么文森出事了。林硕更倾向两者都有。林硕警惕地和刀疤脸男人拉开距离：“是我们，你们答应的东西带来了吗？”刀疤脸对着林硕唾了一口：“我呸，就你们3个人能把文森10几个人吓住的，一群废物！我告诉你，金在熙和史蒂夫是我们的人，就算他犯了错，也有我们内部的小法庭审判。你们想要他们的手，做梦！”林硕的心沉了下去。刀疤脸的话让他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他针锋相对地说道：“行，现在我改变想法了，我不仅要他们的手，还要他们的脑袋。”刀疤脸冷笑一声，年纪不大，口气不小。那要看你们今天能不能活着离开了。他的话音刚落，雨林里又钻出20多人，全都拿着武器。刀疤脸喊道：“谁能活捉林硕，晋升管理层，我认他当兄弟。”其他2人死活不论，奖励10天口粮。这是要不死不休了。林硕见状也不再留手，大喊一声：“小胖，干他！”林硕张弓搭箭，对着刀疤脸的胸口就射出一箭。当，箭头撞在刀疤脸的胸口，只进去1寸，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破开的衣服下面有金属的反光，他竟然早有准备。但是钢板能挡得住剑，却挡不住骨毛。林小胖投掷出骨毛，刀疤脸不敢迎接，竟然拉着旁边的1人挡在前面。啊！惨叫声传来，矛头刺入那人的腰腹部，几乎扎个对穿。见了血，刀疤脸面不改色，把还在挣扎的挡箭牌往地上一推：“谁怕死后退，老子第一个砍了他，都给我上去追！”林硕3人钻到林子里，他们都是打猎的好手，早已经适应了山地的环境，附近的地形也都刻在脑子里。往前跑了大概500多米，林硕记得前方有一条干涸的水沟，当初还发生过狼王之争。他一个箭步踩在河沟边缘，身体下滑，掏出弓箭，张弓瞄准，一气呵成。刀疤脸带着人在身后紧追不舍。追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林硕对准他的胸口一箭射了出去。今天必须要死几个人，让他们怕，不然绝对摆不脱他们。中年男人猝不及防，下意识躲避，这一箭偏了点，擦着他的脸颊飞了过去，划出一道血口子。他吓了一跳，停下来不敢再追。这时刀疤脸跑过来，对着他的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匕首对在他脸上：“要么追，要么把你扔海里喂鱼，你选一个。”中年男人对刀疤脸的恐惧更深一点，这位在营地里面可是大名鼎鼎，以心狠手辣著称。死在他手里的人一个巴掌都数不过来，晚死的女人就有3个。他赶紧爬起来，就在这时，又是一箭射过来，刚好命中他的眼眶。啊！中年男人捂着眼睛，疼得满地打滚。雷射中了一箭，身后的人已经追了上来。这时林小胖一根骨毛丢出去，直接将那人钉出去3米多远，插在后方的树干上。林小胖力气大，脑袋笨，但林硕可没忘记最初见到他的时候那种对生命的漠视。正因为脑袋笨，他意识不到人死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出手的时候自然也没有任何留手。挂在骨毛上的人还没死，越是挣扎，他肚子上的伤口就越大，伤口撕裂开，肚子里的脏器和肠子流了出来。他双手抓着自己的脏器，大声哭喊：“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2道惨叫声交相呼应，刀疤脸恶狠狠地骂道：“继续追，谁停下谁死！”说着，一刀捅死了瞎眼的中年男人。开膛破肚的男人挣扎了一会儿，也没力气叫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刀疤脸的狠辣让所有人都想起他的残暴，硬着头皮继续追赶。只是他们的速度明显慢了许多，生怕跑到最前面成为出头鸟被杀死。也有部分的人想要借此机会跻身上层，不顾一切的玩命追赶。林硕3人已经跑出去30多米，他的体力最好，在前面。雷因为腿上的缘故跑得并不快，反倒还落在林小胖身后。又继续跑了100米，林硕意识到不能带着他们直直的往家里方向跑，也不能去北边的峡谷方向，他们种的地和养的羊还在那边。略微沉思几秒，林硕果断地转向南方，速度放缓。雷和林小胖慢慢追了上来。林小胖还剩下4根骨毛，憨态可掬地说：“姐夫，要不然你们继续跑，我回去把他们领头的干死算了。”林硕拍了他一巴掌：“别想有的没的，他们那么多人，你回去干死他还能回来吗？继续跑，那他们一直追怎么办？那就一直跑，跑到他们的营地。”林硕眼底流露出狠意：“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一次次的挑衅，撕毁约定，咱们也让他们出点血。”
林小胖没听懂前半句，只听懂要让他们出点血。行，我听姐夫的。刀疤脸的人不敢追得太快，又不敢追丢，他们一直掉在后面。跑了快2公里，身后的人少了许多，很多人都吃不饱，体力有限，不是谁都能在山地里跑2公里的。甩开追兵，林硕开始谋划反击。每次交易的时候，他都有注意到文森来的时间普遍在中午。如果他们是早上出发，大概走了4-5个小时。山林里的正常行走速度在2到3公里，扣除中途休息的时间，也就是说，营地距离他们最多15公里左右。林硕在地上画个半圆，弧线方向就是围绕着海边雨林的山崖，半圆的直径就是海岸线。大致判断出他们所在的方位，画一条代表着15公里的直线，以他们为中心，直线为半径画弧。这条弧线上的任意一个点都可能是对方的营地所在。因为有山崖的阻挡，这个弧线的范围其实很小，再加上人类会留下生活痕迹，找起来并不困难。林硕与雷和林小胖讲解了自己的想法后，雷抓耳挠腮，林小胖干脆神游天外。2个人都没听懂。雷站起来说：“你和我说这些我也不懂，我们就跟着你走，你说干嘛就干嘛。”林小胖也说：“我听姐夫的。”得，白讲了。林硕听到身后的林子有讲话声，看来对方追上来了。林硕把地上的草图用脚擦平，走。他们每次外出都会带上2天的食物和水，不用担心饿肚子。在林子里穿行了快2个小时，依旧没有甩开刀疤手下。只要他们停下，身后就会有人追上来。林硕猜测追赶他们的人里面，应该也有善于荒野生存的人在。休息一会儿，林硕找到一处空地，用草铺在地上，拿出肉干和水补充体力。吃过饭后，林硕爬到树上，借助山崖的方向来辨认自己的方位。接下来的路程，他不断地爬上树观察位置，调整前进的方向。离开了居住的环境，附近的动物也多了起来。路上林硕就不止一次看到野鸡群和兽径，还看到1头野猪。他们的目的不是打猎，见到了也没有停下。由于林硕他们走走停停，刀疤的人慢慢追了上来。林硕又一次上树时，透过树叶看到身后30米处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青年从林子里钻出来了。他蹲在地上仔细地辨认痕迹，回头喊道：“他们就在前面，刚路过不久。”林硕张弓对着他一箭射过去，距离太远，这一箭只是伤到了他的胳膊。鸭舌帽青年吓了一跳，躲在树后大声喊叫：“二哥，他们在这！”林硕连忙从树上滑下来，3人再度钻入密林中。你追我赶又是1公里，林硕在林子里发现了生活垃圾、压缩饼干的塑料包装，这说明营地就在附近不远处了。刀疤脸一直在身后跟着，他们对附近的地形很熟悉，与之相对的，林硕对附近根本不熟悉。他担心营地就在前面，遭到刀疤脸和营地的人2面包夹，于是朝着山崖的方向绕路前进。可林硕没想到的是，对方的营地就建在山崖下。林硕3人继续往前走了不到300米，山崖忽然消失，崖壁像是被一刀切断，前方变成了一马平川的草原。草原的东边流淌着一条数十米宽的大河，水面平静，有2头亚洲水牛悠闲地泡在水里，露出黑色的脊背。这条大河正是峡谷悬崖下流经的河流。双方营地的直线距离可能比林硕判断的还要更近一些，翻过山崖，沿着河床走，最多也就10公里。草原上的草深1米多，远远看过去，一座小村庄就在靠近河岸的边上，目测距离他们也就700-800米。林硕还能看到有人从营地里进出，他担心被发现，赶紧拉着雷和林、小胖蹲下。3个人蹲在草丛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快要接近营地的时候，林硕回头看了一眼，雨林和草原的交界处有人影在窜动，刀疤的人到了。刀疤的手下看样子是发现了他们走过的痕迹，沿着他们踩到的路径追了上来。林硕加快速度，摸到了营地的最边缘。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小村庄，一眼望得到头，大多数都是木头搭建的窝棚，只有少数石头房和木头房。营地的最中间用石头围了一圈篝火，上面吊着一口大锅，篝火附近的几根木桩上挂着狼的皮毛，地面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看样子他们就是在这里处理狼肉的。林硕看到的人并不多，之前听过文森讲述，营地里大部分人食不果腹，靠着上层下发的任务才能获取一点口粮。见到这样规模下的村庄，林硕就知道在这座营地生存的人被剥削的有多惨了。这时有人回来了，林硕赶紧低下头。回来的是个女人，她脸上都是泥污，身上的衣服也是脏兮兮的。她浑身骨瘦如柴，费力地提着一个大木桶来到大锅旁边，往里面倒入水。这时林硕注意到刀疤等人已经到了近处，营地的外围有篱笆，他们翻进去肯定会被看见，于是林硕将眼前的篱笆破坏，带着雷和林、小胖绕着篱笆来到村庄的另一侧，小心将踩到的草丛铺平。刀疤等人果然上当了，认为林硕他们进入了营地。刀疤回到营地，看到在篝火旁倒水的女人，
上前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干活磨磨蹭蹭的，能不能快一点？女人连忙鞠躬道歉，对不起，我会尽快的，我太饿了。刀疤拽着女人的头发问道，看没看到陌生人进来？女人茫然的摇头，没有。刀疤又是一巴掌抽上去，废物，连个人都看不见，快点干活，耽误了晚饭，看我不抽死你。雷若有所思地说，我认识那个女人，她老公在海上的时候就死了，儿子出去打猎的时候没回来，说是被野兽吃了，但大家都猜测他儿子应该是得罪了二哥被杀了。林硕听了后沉默，他只是个普通人，自身都难保，更别提救人了。林硕看到刀疤去了石头房那边，问道，那里住着什么人？雷说，机长。林硕诧异地问，机长不是死了吗？雷冷笑一声，本来是应该死的，但是大家更信任机长，如果他死了，很多人都会逃离这里，机长还活着，他们的心里就有希望，认为机长会救他们。林硕简直无语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这不是傻吗？雷耸耸肩说，没办法，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少盲从者。你看那个女人，她本来有机会逃出去的，但是她选择相信机长，最终把儿子害死。林硕听完再次沉默，这里完全不像一个营地应该有的样子，死气沉沉。生活在这里的人如履薄冰，哪怕没犯错也会被欺负，难怪陈教授进入山洞看了后态度180度改变。对这个营地的人来说，林硕建立的家园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雷搓着手问，你打算怎么干？我早就看这群王八蛋不顺眼了，要不然咱们放一把火全给烧了算了。林硕摇头拒绝，那最终害的还是普通人，房子没了，他们会逼迫普通人重新搭建营地，这些人饿得面黄肌瘦，怕是要累死半数。雷挠挠头问，那你有什么打算？林硕正想问问他们储存食物的仓库在哪，就见一只眼睛从篱笆缝隙看着他们，他吓了一跳，正准备动手，那只眼睛的主人对他做了个嘘的手势，嘘，别冲动，我是三哥的人，你们是来救他的吗？林硕定睛一看，这人他认识，是文森的一个小跟班。文森怎么样了？金在西向大哥告状，三哥贪污，和你达成了利益交换，大哥知道后很生气，让三哥带人去捉你，三哥劝大哥继续和你交易，结果挨了一顿揍，现在被关起来了。文森和刀疤的地位差距这么大吗？林硕的思绪很快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你们之间出了内鬼。跟班咬牙说，对，金在西图谋三哥的位置很久了，在三哥的人手里安插了自己的人，他做了伪证。林硕继续问道，所以现在是金在西在管文森的人？跟班点头，对，我们都不服他，他也指挥不了我们，但是三哥一天不放出来，他早晚能培养出自己的心腹，已经有几个狗腿子跟着金在西混了。林硕若有所思地问，如果我救了文森，你们愿意跟我走吗？跟班神色一喜，当然愿意，现在金在西各种打压三哥派系的人，他就是个变态，我们都快活不下去了。你们有几个人？7个。林硕改变抢食物的计划，一会儿我会闹出点动静，你们趁机救他出来，直接离开营地。交易的沙滩继续往北走，有一处礁石滩，我们在那里汇合。跟班答应道，好，太谢谢你了。林硕微笑道，不用谢。林硕也很想谢谢他，简简单单就能得到8个劳动力，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跟班离开后，林硕询问雷，仓库在哪？雷作为猎人，打猎回来要将猎物放到仓库里，知道位置，就在机长房间的旁边，不过不是房间，是地窖。林硕说，你带路，咱们一会儿抢了东西就跑，你最后走，放一把火，控制着火势别蔓延开了，只需要把他们的仓库烧了就行。听说要放火，雷的眼睛一亮，好嘞，交给我吧。篱笆都是木头，林硕用斧头砍几下就砍出一条可以通过人的入口。借助周边房子的掩护，雷带头来到一个石头房旁边。营地并不大，在这里还能听到刀疤说话的声音，他就在隔壁的机长房间里，似乎在争论着什么。林硕绕过去，从窗口看了一眼，刀疤面前坐着一个人，手脚都被捆着，脑袋上套着一个黑色的头套。房间里臭气难闻，屎尿味混杂着血腥味从窗口飘散出来，熏得林硕差点呕出来。雷低声喊道，找到了，在这里。林硕回头看到雷站在一个石台上面，周围是用石头堆砌的墙，上方则是用木板盖住，苔藓作为遮掩。雷将苔藓扒开，拉开木板的门，下方是石头堆砌的楼梯，楼梯下方是一道木门，周围还挖了排水沟，应当是考虑到了下雨积水的情况。木门上用的是铁栓，推开门，里面用木板制作的镂空设计，地板下面利用排水沟将冷凝水排出去，地窖上方留有通风口，并且做了防水处理。飞机上的精英确实不少，设计地窖的人应该是建筑行业出身，地窖的结构设计得非常巧妙，即便在雨季也可以尽可能的保持内部干燥。狼肉它们大部分是用烟熏风干保存，挂在地窖的棚顶，狼皮倒是不多，都经过了脱水处理。林硕取下2张狼皮，将熏肉包裹起来，
全部打包带走。雷，剩下的交给你了。雷拿出钻木取火的工具，快速拉动绳子，木屑受热点燃，很快燃起了火星。放上干草，轻轻一吹，就冒起了烟。雷拿了一张狼皮过来，虽然有点不舍，犹豫片刻，还是把干草丢上去。很快，脱水后的狼皮燃烧了起来。雷把狼皮丢在其他杂物中，转身离开。林硕和林小胖已经离开营地，在篱笆外等雷。火势蔓延得非常快，雷刚出来，地窖的通风口就冒起了黑烟。由于地窖干燥又有通风口，简直就是天然的灶口。不出10分钟，通风口的黑烟就变成了火苗。着火啦！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营地内瞬间沸腾。有人喊道：“是仓库着火了，我们的食物都在里面。”刀疤从机长的房间里跑了出来，看着地窖口的火焰，破口大骂：“哪个狗日的把火带仓库里了？别让我抓到你！”有人提着水来救火，可地窖的独特设计让救火难度大增。营地虽然建在河边，拎水跑一个来回也要5分钟以上，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变大。营地中的普通人茫然地看着仓库燃起的黑烟，心里没有任何悲喜。反正这些食物和他们没关系，都是高层才能吃到的东西，他们只有偶尔完成任务才能得到一块肉的奖赏。平日里他们都是挖野菜吃草根，偶尔能捉到一条鱼，想要借火烤着吃还得上供一半。现在全烧了，有些人的心中还在窃喜。这下好了，大家一起挖野菜吃。林硕看到刀疤救火的身影，心神一动，岂不是说关押机长的地方没人了？雷见林硕看着关押机长的房子，猜出他的想法，提醒道：“别回去，卡洛斯还没出来呢。他手下的打手都是他的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比这些酒囊饭袋强多了。”林硕疑惑：“卡洛斯是谁？”雷说：“挟持机长的人，一个卷毛鱿鱼政客，不仅控制人心的手段高明，而且非常聪明。他肯定猜到这场火是人为的了，这个时候没出来，应该是故意钓鱼，在暗处等着放火的人自投罗网。鱿鱼，全世界都知道鱿鱼的政客能力和经商头脑，林硕不敢轻敌，听从雷的建议，没有冒进，见好就收，撤。回去的路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3个人不敢停下，担心刀疤带人追上来，顶着夜色前进。第二天早上，疲惫的3个人终于回到家里，他们一夜未归，叶梅等人担心的一夜未睡。看到他们平安归来，总算松了口气。林硕将狼皮和熏肉交给叶梅：“你们先休息，最近不要外出，另一个营地的人可能会发疯一样的找我们。”叶梅见林硕还要出门，问道：“你不休息吗？”林硕说：“我还得去海边去接应一下我们的新成员。”叶梅却有些担忧：“林硕，短时间增加这么多人口，我们能控制住他们吗？”林硕见到了另一个营地的管理模式后有所启发，反问道：“为什么要控制他们？我们现在正缺人，无论是养殖动物还是种地或者捕猎，只要能让他们看到好处，他们自己就会留下来，自发性的维护我。”他曾经只是个小职员，如今营地能建设成现在的规模，也是叶梅在帮忙。但是营地在扩大，叶梅的领导经验就不够了。林硕也是摸索着前进。叶梅不安地说：“林硕，其实很多人只想平静的过日子，人多了，麻烦也就多了。”林硕持不同意见：“领导，现在不是我们想不想过平静日子，是另一个营地的人想不想让我们过平静日子。人口等于生产力，他们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需要更多的人口。你觉得我们这些人被发现后会遭到怎样的对待？”叶梅不是不明白这些，只是这些日子平静的假象让他产生了一种岁月静好的错觉。不只是他，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错觉，包括林硕。直到今天他亲眼目睹另一个营地中的水深火热后，才明白过来，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建立在自身强大上面的。你想要好好过日子，那就得掌握权力，得有人自愿的去追随你，为你做事，去维护你的利益。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情，而是丛林法则，你必须得去这么做，否则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林硕的双手压在叶梅的肩头，看着他的眼睛说：“领导，外面的事情我解决，家里的事情你替我安排好，我不希望我在外打拼的时候家里出事。”叶梅的想法让林硕发现了一丝苗头，说不定已经有人对他的激进做法不满了。不过林硕不在乎，这个家是他一手建立的，谁不满谁滚蛋。不想被压迫，想要平安过日子，那就得成为这座岛上最大的势力，才有资格去制定规则。林硕相信卡洛斯也是这么想的。叶梅轻轻地给林硕一个拥抱：“我知道了，家里交给我，早些回来。”告别叶梅，林硕又马不停蹄地朝着海边赶去。林硕这次只带了林小胖，雷的腿经不住折腾，林硕强制让他回去休息。没了雷的拖累，两人的速度快了不少。半个小时后，林硕从雨林中钻出来，到达礁石滩，已经有人等在这里了。林硕发现他们只有4个人，而且人人身上带伤，没有看到文森。
他走出去问怎么回事。跟班见到林硕苦笑道：哥，出事了，我们去救三哥的时候碰巧撞到大哥，被抓个正着，有3个兄弟没逃出来。林硕语气中透露着冷意，所以你们就把文森丢下自己跑了。他是需要人，但绝对不想要这种胆小怕死没义气的人。今天他们能丢下文森，明天就能丢下他林硕。对上林硕的目光，跟班吓了一跳，连忙解释：哥，是三哥自己不走。他说他要走了，那3个兄弟的下场肯定是死，他留下来至少能保住他们一命。跟班无奈地说：我们当时已经带着3个跑出来了，三哥坚持要回去，说他会想办法联系你。林硕见他不像是在说假话，表情和肢体动作都可以演，但那种痛苦的眼神是做不了假的。既然文森不在，他有信心趁这段时间把他的手下发展成自己的人。没有人的经受得住温柔乡的诱惑，营地里有吃的，有住的，有女人，总有一样是他们经受不住的诱惑。跟班长得挺黑的，又黑又瘦，一看就是能干活的人。林硕拍拍他的肩膀，咧嘴笑道：小黑，别难过了，还没吃饭吧？小黑抬头目光茫然：我不叫小黑，我叫……林硕打断他的话：你叫什么不重要，兄弟带你吃肉去。听到吃肉，小黑两眼放光。自从文森出事后，他快1周没吃饱饭了，更别提吃肉。林硕担心有刀疤的内奸在里面。4个人一一询问套话，最终确定他们都是文森忠实的手下。林硕放下心，于是先把随身携带的口粮给他们分着吃，先吃着，回去还有鱼汤喝，咱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食物。小黑啃着肉干，舔着嘴唇问：还有鱼吃？林硕好似恶魔低语：对啊，不仅有鱼，还有住处。对了，你喜欢吃羊肉不？过段时间还有羊肉吃。小黑逐渐在美食中迷失了自我。回到家里，林硕把4个人交给叶梅，回到房间倒头就睡。他倒是不怕这4个人闹事儿，有田宇盯着呢。谁要因为这小妮子看起来年纪小就轻视他，准要挨上一刀。躺在床上，澡都没洗，疲惫涌上心头，林硕沉沉地睡了过去。再次醒过来已经是下午，林硕打了个哈欠，伸着懒腰起床。房间里没有人，外面有人叽叽喳喳地说话。林硕推开门，看到郑巧和小黑正坐在一起聊天。见林硕醒了，两人都有点拘谨。硕哥，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这2个人能整一起去，林硕挺好奇的。你们认识？小黑不好意思地说：当时就是我放他们走的。郑巧连忙解释：哥，你不要误会，我和他之间什么都没有。林硕的目光从郑巧身上扫过去，落在小黑单纯的脸上，叹了口气。小黑这傻孩子，纯纯舔狗，感情的事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林硕问道：你的兄弟们呢？把他们喊来。小黑屁颠屁颠的去喊人了。小黑刚离开，郑巧就贴了上来：哥，他喜欢我，但是我不喜欢他，你别多想。林硕倒是乐得看郑巧吊小黑，冷冷地说：我不管你们之间的事情，也没多想，你别玩脱了就行。小黑回来了，郑巧后退一步，和林硕保持距离。4个弟兄见到林硕，同时鞠躬：大哥好。林硕哭笑不得：我又不是黑帮，喊我名字就行。小黑喊道：林哥。林硕问：你们想去种地，还是想搞养殖？4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说话。最后还是小黑开口：林哥，只要给兄弟们一口吃的，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林硕点头，随便点了2个人：你们一会儿跟着我去种地。又点了剩下的1个：你去山洞外找上午看到的林小胖，跟他去养鸡。小黑问：我呢？林硕瞥了一眼说：你小子当个苦力屈才了，跟着我学点本事吧。小黑脸色一喜：谢林哥。4个人就这样分开了。没办法抱团，就算他们有什么小心思也施展不出来。小黑问：林哥，食物方面？林硕说：不缺你们的，让你们干活，肯定让你们吃得饱饱的。小黑眉开眼笑，其他3个人也松了口气。甜枣给了，下一刻林硕的脸色严肃起来：丑话说在前头，你们都是文森的手下，他逃出来之前，如果谁有2心，别怪我不客气。4个人赶紧保证：3哥回来之前，我们都听林哥您的，保证没2心。安排好后，林硕去湖边从捕鱼笼里捞4条鱼出来。如今捕鱼笼已经增加到了4个，用的不再是木头，而是用的桦树皮绳子编织的，不仅更加轻便，捕鱼的效率也增加了不少。湖底连通着地下河，只要往湖里面投喂食物，就会引来鱼群，算是一个稳定的食物来源。鱼虽然足够，但是他们的肉快要吃光了。常小竹抱怨说：林硕，我们现在人太多了，我每天除了做饭就是刷碗，就算有郑巧和梅姐帮忙，我也做不过来。林硕拉过常小竹的手，轻轻把玩着，安慰道：再坚持2天，安娜和雷应该这几天就会搬走，到时候林小胖姐弟和郑巧也会离开，其他人我会让他们自己做饭的。林硕发现管理一群人比最初来到岛上时面临的生存问题还要困难，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需要他去解决。林硕把鱼交给小黑，
又将今天从营地偷回来的熏肉也带上。打开装肉的箱子，林硕发现他们的肉也快要吃光了，而且最下面的肉上有小霉点。山洞里虽然温度相对较低，但太过潮湿还是不方便食物的储存，得考虑建个仓库了。林硕把发霉的肉拿出来，找到常小竹，这些发霉的肉别吃了，拿去当鱼饵吧，这几天没事儿了，我去捉2头羊回来。下午的阳光不再刺眼，变得温和许多。林硕收拾好东西后，带着小黑和另外2个弟兄来到马家兄弟开垦田地的地方。你们以后就跟着马国富做事。与此同时，林硕又给了马国富一个新的任务，你们种地后的空闲时间，记得找一些嫩枝和嫩草，还有果子之类的囤积起来。马国富的心思活络，哥，羊群那边要我帮忙照看吗？羊群是林硕的重心，暂时不会交给其他人。不用了，我来就好。马国富应允，哎，我明白。林硕检查了一下他们的开垦荒地的进度，2天时间，他们已经开垦出接近1亩的田出来，并且将种子播种了下去。马国富介绍说，这里的土地的土质松软发黑，经过多年的植被腐烂浸泡，土地里面的营养物质丰富，非常适合植物生长。林硕不懂这些，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他满意的点了点头，行，种田的事情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有什么需要和我提就行。林硕看着眼前的黑土地，期待着粮食长出来的那一天。有粮食，他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投靠过来。人口多了，战斗力提高，卡洛斯再想动他，就要掂量自己的实力了。不仅如此，人口也会带动生产力的提高，住房、衣服、生活用品都可以尝试着去手工制造。有了这些，他们的生活也会越过越好。马国富小心翼翼地问道，哥，我这算是进入管理层了吗？林硕沉思几秒钟说，你要这么认为也行，但是你要明白，权威不等于权力。你如果因此以权谋私，可别怪我换人。有人的地方就有阶层，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平等只存在于美好的幻想中。马国富要的是啥？不就是一份特殊对待吗？得到林硕的承认后，马国富的腰都挺直了不少。他拍着胸口保证，哥，你放心，我肯定全心全意为你种地产粮。这里的气候适宜，土地肥沃，2个月我就能让大哥你吃上青菜，3个月后我就能让咱们吃上玉米。林硕拍拍他的肩膀鼓励道，好好做事，我不会亏待你的。我们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但今后我们该有的都会有。或许比不上曾经的生活，但我至少能保证你跟着我混，我能让你不用每天都担惊受怕，能让你活得至少像个人。马国富听了很是激动，哥，我信你。离开田亩，林硕打算去峡谷看看山羊群。刚刚到达峡谷外围，就见到树藤网陷阱已经被触发，里面有东西在挣扎。金黄色的皮毛，黑色的斑点，是那天捕猎羊群的豹子。这家伙不死心，还想偷袭羊群，结果落入陷阱。林硕没有心慈手软，取出弓箭，对准豹子的胸口来了一箭。豹子挣扎了几下后，一命呜呼。小黑看着林硕手中的弓箭，一阵眼热，林哥，好剑法，能教我吗？林硕笑着问，想学啊？小黑用力点头，想，这可是弓箭啊，以后再驯服一匹野马，骑马射箭打猎，这是多少男人的梦想。看不出来，小黑还有点中二魂。不过他说的没错，林硕也有点向往他描绘的那一天。林硕毫不吝啬地说，行啊，你好好做事，通过考验，我教你。小黑连忙道谢，哎，谢谢林哥，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亲哥。林硕问道，这就把你三哥忘了？小黑的脸色一僵，犹豫地说，三哥应该也拒绝不了吧，到时候一起呗。林硕微微一笑，不再言语。想不到第一个被他收服的，竟然是文森手下最信任的跟班。夕阳西下，太阳即将落山。为了山羊后，2人准备回家。小黑主动背着死去的豹子，林硕将陷阱重新布置好，关上大门。山洞外，林硕见到安娜站在那里，手里拎着3只灰色的野兔，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看起来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一般。见到林硕回来，安娜主动上前打招呼，林，你回来了。林硕问道，大丰收。安娜大大方方地分出1只野兔给林硕，林，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可以搬去新家。林硕惊讶地问，食物够了吗？安娜晃了晃手里的兔子，这几天多亏田宇帮忙，我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安娜的美眸定格在林硕坚毅的脸庞上，林，明天你有时间吗？林硕早就答应过安娜要帮他建新房，答应的没有任何犹豫，有，明天我会喊上其他人一起去帮忙。安娜给了林硕一个拥抱，林，我真是太爱你了。林硕故意侧着脸说，光说可不行。安娜不管小黑在一旁当电灯泡，啵的一口亲在林硕的脸上，在他耳边小声地说，等房子建好了，我爸不在家的时候，你可以来我家一起看兔子后空翻。林硕面色古怪，安娜咯咯咯的笑，走了，今晚我请客吃兔肉。晚上，常小竹、叶梅、安娜正巧4个人一起下厨，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小黑吃着兔头的时候，惋惜地说：“要是六子和蛤蟆也在就好了。”六子和蛤蟆就是分配去种地的兄弟二人。六子个子矮，看起来像个老六，得此外号。蛤蟆，因为他的脸很大，像个气骨蛤蟆。跟着陈教授的弟兄叫王想，他们4人是一起的，都是刚刚拿了工作签证，打算去美国工作的普通人。林硕说：“明天你可以给他们带去一些。”小黑开心地说：“谢林哥，还是林哥你体恤下属。”夜幕低垂，夜晚来临，一夜无话。清晨，林硕从睡梦中醒来，田宇的睡相很差，不仅枕着他的一条胳膊，腿也搭在了他的身上。叶梅和常小竹已经起床，门外有人的说话声。林硕推了推田宇：“醒醒，起床了，今天要帮安娜搬家。”田宇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翻个身，骑在林硕身上翻过去，下床穿鞋。看着他没睡醒的模样，林硕忍不住笑意：“要不然你再睡一会儿。”田宇打了个哈欠，睡眼惺忪地说：“不了，我答应过安娜姐要帮她的，我先去洗漱了。”林硕也起床去洗漱，蹲在湖边和田宇一起刷牙。他们的牙刷和牙膏是上次和文森交易所得，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使用一阵子。吃过早饭，安娜和雷收拾好家当，整装待发。叶梅和常小竹也换好了外出的衣服，在山洞外等待。等待过程中，林雨林的神色有异，主动上前：“安娜，我能和你聊聊吗？”安娜和林雨林来到旁边的林子里。安娜弯着眼角笑问：“你是想问我住在哪吧？”林雨林被猜到心思，有些扭捏：“我也想搬出去住，和他们住在一起有些不方便。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和郑巧一起的想法？”“是我自己的想法，郑巧其实是想留下来的，但是我知道他们照顾我是因为我弟弟，我不想再消耗这份情分，我想尝试着学一些东西。”安娜双手抱在胸前，打量着林雨林瘦弱的身材：“你想和我学打猎？”林雨林咬着下唇点了点头。安娜很不客气地说：“你的身子骨太弱了，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弓都拉不开。”希望破灭，林雨林的眼睛里雾蒙蒙的，给安娜鞠了一躬：“谢谢，我知道了，打扰了。”安娜拦住想要离开的林雨林：“不过你可以和叶梅他们去挖野菜，找野果子，采摘蘑菇、木耳、坚果等食物。我平时要打猎，没时间去找这些东西，但是我还很喜欢吃，我可以用肉和你交换。”林雨林哪里还不懂安娜的意思，再也忍不住，捂着嘴巴，眼泪落下，哽咽道：“谢谢。”安娜说：“今天你找个时间和林硕提这件事吧，他会答应的。”山洞里，林硕提着熏肉和盐巴走出来，正巧看到安娜和林雨林从林子里走回来。安娜冲着林硕眨眨眼睛，林硕心中了然，两人该是谈了出去住的事情，笑道：“安娜，这是给你的乔迁礼。”安娜开心地接过，打趣道：“这么迫不及待的让我搬走啊？”林硕贴近她小声说：“对啊，我已经等不及要看你家会后空翻的兔子了。”饶是安娜脸皮厚，此刻这么多人的注视下也是红了脸，打了林硕一下：“要死啊你！”林硕嘿嘿一笑：“走吧，出发。1公里的路，路上走走停停，20分钟也就到了。”林硕曾经答应过叶梅，事情忙完了给他们放1天假，带他们出去散心，今天刚刚好。雷和安娜没有选在山洞那边住下，那边是狼窝，臭气难闻，地上的血迹也需要很久才能溶解掉，风水不好。乱石堆靠近山崖的地方有一条很小的溪流，每次下雨过后，这里都会变成小溪，这也是狼群在这里筑巢的原因。溪流从山岩上流过，山体是天然的过滤器，流下来的水可以直接喝。当然为了健康，还是煮沸喝更好一些。最终雷选择了依靠一块倾斜向下的巨石建房，不仅可以节省一面墙壁的材料，石头另一边的斜面还是天然的屋顶。叶梅没有打扰林硕，带着众女人去林子里玩了。我看到附近有蘑菇，我带他们去采蘑菇，中午回来给你们做饭。安娜留下来帮忙，田雨也想留下来，但是被叶梅强行拽走了。这个小丫头每天不是打猎就是干活，叶梅看着很是心疼，强制让她休息。陈教授和王想也让林硕拉来了，算上林小胖和雷一共5个男人，安娜也在。他们的进度很快，他们只有2把斧头，1把飞机师的安全斧，1把短手斧，还有2把锯子，1把工兵铲。林硕4人伐木，雷和安娜留下来清理地面的杂草，并且向下挖深，填充碎石用来打地基。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叶梅带着众女人回来，开始生火煮饭。他们带了锅来，用石头简易的搭了个灶台，开火煮汤。从山岩上的溪流中接水，林硕他们砍树后剩下的边角料就是很好的木柴。叶梅去洗蘑菇，林雨林洗野菜，常小竹掌勺，大家都在忙碌着。不久后，锅里的水沸腾了，常小竹先将蘑菇、野菜和木耳焯水，捞出来备用。刷干净锅后，在锅底擦上油脂，丢2块肥肉进去，葱花香菜爆锅，再将蘑菇和木耳炒熟，倒入稀水，野菜下锅，盖上锅盖。咕噜了一会儿，蔬菜汤的香味弥漫开来。等汤煮的差不多了，
常小竹把带来的肉干摆在锅盖上加热，汤煮好了，肉干也热得差不多了。开饭了！常小竹喊道。他们用的铁锅是上次林硕在海边敲的，只有很小一锅。由于人多，所以让累了半天的干活的人先吃。等林硕他们吃完了，常小竹再煮第二锅。除了安娜，大家都是男人，各自拿了块肉干，找块石头坐着吃，噎住了就拿起勺子喝一口汤，谁也不嫌弃谁。林硕正蹲在一块石头上吃着，见林雨林走了过来。林硕，我想和你说。林硕点头，走向石头后面，避开众人。是搬家的事情吧？林雨林声音很小，似乎是不太好意思。这些天我们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正好安娜搬出来了，我也想一起搬出来。林硕问道。食物问题能解决吗？林雨林鼓足勇气抬头。我和安娜商量好了，我跟着梅姐挖野菜，和她交换着肉吃。林雨林的年纪也就比常小竹大一些，和安娜相仿，声音轻柔，眼睛很大，水灵灵的很好看。林硕开玩笑道，其实你不搬走也可以。林小胖喊我一声姐夫，我理应照顾他姐姐。林雨林的脸一红，赶紧解释，不是，他是因为出生的时候难产，导致大脑缺氧太久，所以智力只有7岁。他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林硕也不是非要留他，只是因为林小胖对他有过救命之恩，才会多嘴问一句。见林雨林坚持，林硕答应道，行，正巧和你们一起嘛。林雨林摇摇头，我不知道，我还没和他商量。林硕把最后一口肉干塞到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油子，行，你们商量好了可以和我说，到时候你们选个位置，我带人来给你们建房子。建好房子，人情也就2清了。当然后半句话他没说出口，相信林雨林自己也知道。林硕回来后发现锅里的汤都快被喝光了，还剩下一勺。雷一边哈哈笑着，一边凑到嘴边。林硕赶紧跑过去抢过来，给我留一口，干嚼肉噎死我了。一口汤下去，林硕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舒坦了，精神抖擞。干活儿，争取天黑前把房子搭好。下午的时候，叶没几人也开始帮忙。时间流逝，太阳缓缓落入海洋，夕阳的余晖将半边天都染成了橘红色。经过10多人的努力，终于在天黑前将木屋搭了起来。所有人都深刻体会到了人多力量大的好处。在林硕的指挥下，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实现了1+1大于2。依靠着碎石搭建的木屋内足足有40多平，借助碎石的坡度，原木搭在碎石上，倾斜向上，下方是早已经搭好的房屋骨架，形成一个侧倒的3角形状。房屋附近挖了排水沟，连接在溪流的下游。天色渐渐昏暗，林硕用剩下的木头帮2人打造了2张简陋的床，剩下的边角料都堆在屋子旁边，用来晚上引火。刚刚搬过来，还什么都没有，也不能要求太多。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林硕每天都会过来帮忙，其他人闲暇时间也会偶尔来一次。安娜的房子渐渐有了家的模样。林硕的房子是在还没有经验的时候靠着自己搭建的，和安娜的房子比起来，就像茅草屋和现代平房的区别。林硕看得一阵眼热，改天有时间，我的房子也要翻新一下。雷一巴掌拍在林硕的背上，兄弟，只要你开口，我肯定过去帮忙，谢了。林硕是个知恩图报的人，雷和安娜对他的情谊早已经超过了当初的收留之恩，这座房子是他们应得的，同时也间接地告诉其他人，只要团结一致，他们什么都会有。雷是个暴脾气，性子也直，承诺道，今后我打猎所得的猎物都会分你们一些，你有什么好东西可别忘了我啊。安娜也在一旁助攻，林，我们只是搬出来了，我们的情分还在对吗？林硕分别和2人拥抱了一下，友谊长存。抱着安娜的时候，安娜小声说，我们储存的食物不多，明天我爸会去打猎，你要来我家看兔子后空翻吗？林硕激动地抱紧安娜，好啊，一定来。2人分开，雷疑惑地看了他们一眼，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安娜拉着雷的手说，没什么，悄悄话而已。雷顿时警惕起来，警告林硕，就算你帮了我，我也不能把女儿交给你。林硕无奈地问，雷，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你就直说，别拐弯抹角的。雷盯着林硕的下身看了一眼，考虑到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在女儿面前戳破不太好，于是隐晦地提醒，你多吃点腰子补一补，叶梅外出挖野菜的时候让他多留意有没有枸杞。林硕满脑子问号，啥意思？不让我对你女儿下手，还让我补补，你想让我憋炸？林硕咧嘴骂道，就知道你个狗日的没安好心。雷却哈哈大笑，给了林硕一拳，行了，剩下的事情我自己做就好，你去忙吧，锯子给我留下一把。林硕回到山洞的时候是中午，田雨慵懒地躺在湖边，旁边放着一把鱼竿，刀削般的阳光透过岩缝落在他的身上。上午他和叶梅几人一起去挖野菜了，附近的野菜都被他们挖光了，需要走更远。林硕担心叶梅遇到危险，于是让田雨陪同。回来后得知林硕去见了安娜，就变成这样了。见到林硕，田雨翻身爬起来撒娇道，硕哥，
你去见安娜姐不带我，我都想她了。林硕伸出手指在她的脑门上推了一下。你昨天不是还见过她吗？谎言被戳破，田雨嘿嘿一笑，我就是无聊，我们好久没出去打猎了，下午要不要出去？林硕想到了折断峡谷尽头悬崖下的那片竹林，附近能吃的都快被他们吃光了，在第一批粮食成熟之前，确实应该找一找新的食物来源。这时林硕注意到林雨林走了过来，看来他们已经做出决定了。林雨林撩起散落下来的发丝，林硕，我们决定要搬出去了。出乎他意料的是，林雨林身后不仅跟着郑巧和林小胖，还有小黑。林硕问道，你也要和他们一起？小黑尴尬的挠挠头，林哥，我就是跟来看看有什么忙能我帮上的，不是想走。大家都是男人，谁还不了解谁？看小黑不时的偷看郑巧的目光就能知道这小子要干嘛。林硕索性做个顺水推舟的人情，你们两个女孩子住，身边还要带着一个男人，挺不方便的。正好小黑也没地方住，让他帮忙搭2座房子，小黑和林小胖一起住刚刚好。小黑听说能住在郑巧附近，脸上的笑意都憋不住了，林哥，你是我亲爹，谢林哥。郑巧还要用到小黑，温柔地说，那之后就麻烦你了。打发走林雨林，林硕招呼小黑过来，作为兄弟，他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知道郑巧的过往吗？小黑愣了2秒，又沉默一会儿，才说道，林哥，我也是营地里的人，我能不知道吗？说完，小黑露出一抹苦笑，林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人吧，就是犯贱。他长得好看，在营地的时候又对我挺照顾的，所以他想跑，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确实是见色起意，但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他了后，我就是想他。既然如此，林硕也不再多说，拍拍他的肩膀，知道就行，大男人拿得起放得下，喜欢就去追，哥支持你。房子的事情就交给你一手操办吧，把你带来的3个兄弟喊上，工具需要什么自己拿，食物和盐也带去一些。小黑知道林硕这是给自己创造机会呢，感谢道，林哥，谢了。小黑离开后，田雨走过来不客气地说，大家都看得出来，正巧不喜欢他，只是利用他，他这不就是舔狗吗？林硕笑了笑，揉乱田雨的头发，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说原来的社会他没有一丝机会，但这里是荒岛，万事皆有可能。正巧毕竟是个女人，离开我们的庇护后，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生存下去，还是要依靠一个男人的。我好不容易才梳好的头发。田雨像是炸毛的小猫，对着林硕的手臂咬了一口，随后哼了声，我现在就不用依靠男人也能活得很好。林硕忍俊不禁，你现在是不用依靠我了，你忘了才认识的时候，你每天哭得和个小花猫一样。田雨大为窘迫，捂住林硕的嘴巴，你不许再说了。下午的阳光正好，天上飘着几朵白云，遮住了太阳，使得空气不再那么燥热。林硕和田雨带上食物和武器，来到折断峡谷内，顺便给羊群喂了一些嫩草。经过多日的喂养，羊群已经不再怕人，最初的那只母羊任由林硕抚摸。田雨将小羊抱在怀里，用手一抓，就是一团毛球。林硕见了，心想着这些羊毛能不能制作成衣服、羊绒之类的东西。可惜他不懂其中的知识，回去可以问问其他人，尤其是陈教授，他见多识广，或许会知道怎么做。他们很缺少衣服，即便有之前换来的衣物，但在林子里稍有不慎就会划破，缝缝补补之下，补丁越来越多，能穿的衣服却在渐渐减少。林硕走向另一头公山羊，山羊冲着林硕轻轻顶了几下，不耐烦地甩了甩头。林硕见状笑道，看来我们能吃上羊肉了。田雨这个小吃货听到羊肉的时候眼睛一亮，轻轻地抚摸着小羊的绒毛，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林硕哑然失笑，走吧，先去我说的竹林看看，回来的时候再顺手牵一头羊回去。田雨恋恋不舍地把小羊放下，看着小羊吃着嫩草，喃喃地说，小羊，你快些吃，等你长大了我就能吃你了。穿过绿藤区域，林硕拦住田雨，等下，我先看看。林硕担心鳄鱼没有把那2个人吃干净，残留的尸体会吓到田雨。来到山崖边缘，他低头去看，地面上残留着暗红色的血迹，其他什么都没留下。林硕心中感叹道，鳄鱼吃东西就是干净，骨头都会一起吞。他找到垂下去的绳子，扯了扯，确定足够结实，率先下去。由于是下午，河面上的雾气并不大，河流上游的竹林清晰可见。脚踩在地面，林硕往下游走了约100米，没有看到鳄鱼。返回来后才对田雨招手，下来吧。2人下到河滩，林硕取下弓箭握在手里，走在前面。脚下都是鹅卵石，踩在上面就像是天然的按摩拖鞋，脚底又疼又舒服。200多米转瞬即到，竹林中清爽凉快，空气中弥漫着竹香，忽然有什么东西从脚下窜了出去。林硕还以为是蛇，吓了一跳，慌忙后退2步。等他站稳了，才看清是一只肥硕的大竹鼠。竹鼠受惊了，钻到厚厚的竹叶里，哗啦啦地往前跑。别看竹鼠长得胖，
真跑起来速度还不慢。不过林硕是追过兔子的人，竹鼠再快还能跑得过兔子吗？林硕一个箭步冲上去，扑在竹叶凸起的位置，虎口呈前，死死地捏住竹鼠的后颈。嗷嗷嗷！竹鼠尖锐地叫着，不停地挣扎，4个小短腿在空中扑腾着。林硕把弓箭放下，另一只手拎着竹鼠的尾巴，倒着提在半空中，嘴角挂着掩饰不住的笑意。哈哈哈哈！今晚有好东西吃的。竹鼠可是好东西，不仅补，肉质还嫩，最主要的是这玩意肥啊，身上全都是肉，吃起来过瘾。田宇还是第一次看到竹鼠，还以为会是大黑耗子的形象，没想到竹鼠的体型比兔子还大。他惊讶地问道：“这是老鼠？”林硕在手里掂了掂，估摸着得有个5、6斤重，严格来说不算老鼠，而且这玩意非常好养，有竹子吃就行，一窝能生3到8只，1年能生4、5窝。田宇兴奋地说：“那是不是可以养殖了？”林硕点点头，就是竹子不太好带回去，毕竟还要爬一段悬崖，除非有人愿意在这里定居，专门养竹鼠。田宇深吸一口气，享受地说：“这里比咱们那个山洞好多了，要不然我们搬过来吧。”还真是个小吃货。林硕轻轻敲了下他的头，为了吃不要命了啊？你看这里的河滩，还有旁边山崖上的水位线，说明只要下雨，这里就会涨水，到时候河滩都会淹没。不仅如此，还有鳄鱼。那些鳄鱼虽然喜欢待在入海口吃自助餐，但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偶尔打打牙祭，逆流而上抓几个两脚羊吃？秦海和他女友就是最好的例子。林硕提醒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宁可累一些，也不想睡觉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大海上飘着。”田宇不懂这些，听闻后可惜道：“那只能每次想吃都来捉了。”林硕看向上游，虽说河滩不怎么宽，但这片竹林连绵不绝，不知道延绵多远处去。竹林中不只有竹鼠，还有蛇类，因为临近岸边，水蛇最多。他们才走了不到100米，林硕就看到不下10条蛇，其中2条是3角头剧毒蛇，剩下的都是无毒或者微毒的水蛇。毒蛇林硕全都打死，避免一会儿返回的时候不小心踩到。无毒蛇没什么攻击性，等以后想吃了再来捉几条回去打牙祭。小小的竹林远离雨林，自成一个生态圈，仅仅过去半个小时，林硕就提着2只竹鼠，腰上挂着3条辣条了。田宇也有收获，捉到了一窝兔子，小兔子只有巴掌大，毛茸茸的很可爱。田宇抓着母兔的耳朵，小兔子放在背篓里，问道：“硕哥，兔子也能养吗？”林硕料想陈教授都会养鸡，养兔子应该也没啥问题，于是点头：“你要想就带回去养吧，反正我们现在也不差这一口吃的。”竹林里的野鸡也不少，林硕还捡到10几枚野鸡蛋。不止如此，靠近河边的芦苇荡里面，林硕看到一群野鸭从河面上游过，估计附近还有鸭子窝，或许能捡到鸭蛋。哎呦！田宇忽然惊叫一声，摔倒在地。小兔子从他的背篓中滚落出来，一个一个的小肉团落地后就蹦蹦跳跳的逃跑。田宇顾不得爬起来，跪在地上一只一只的捉回来。林硕看到了绊倒田宇的罪魁祸首，一小截冒出头的竹笋。这就是吃货的幸运吗？摔倒都能找到美食。竹笋埋在地下，有一根成林的说法。林硕扒开周围的竹叶，发现还有许多埋在叶子下的竹笋，露出一个小小的笋尖，很是可爱。他用绳子捆住竹鼠，找了根竹棍，着手去挖。有一只小兔子跑远了，田宇起身去追，林硕提醒他小心蛇。话音刚落，林硕听到身后传来很轻微的叶子哗啦声，他警惕地回过头，看到身后有一个黑人半蹲着，距离他不过2米，黑人的手里还握着一把骨刀。黑人怎么靠近的林硕都没听到，他瞬间惊出一身冷汗，手已经握住了斧柄，竹鼠挡在胸前，质问道：“你想干嘛？”黑人见林硕反应过来了，施然地站起来，摊开双手，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堆话。林硕听不懂，应该是墨西哥的方言。他身高大概1.7米，干瘦型身材，身上的肌肉扎实，身上纹满了纹身。看到形象，林硕格外警惕，斧头对准黑人，后退。黑人绕着林硕走了2步，没有任何征兆，忽然朝着林硕的腋下刺了过来。林硕及时反应过来，后退1步躲过攻击。黑人一击不中，再次绕着林硕走着。刚刚那一下，林硕出了一身冷汗。黑人的动作干净利落，下手也很黑，绝对不是普通人。林硕不敢拖大，丢下竹鼠，盯着黑人的脚步。黑人的脚又动了。如果此时林硕盯着的是他的身体，会发现他的攻击动作没有任何的征兆，面对忽如其来的攻击根本来不及反应。好在林硕的经验丰富，看到黑人脚动的一瞬间就做出动作，提前一斧头砍了过去。黑人的动作迅猛，有10分力出12分力，讲究的就是一击必杀。林硕的突然攻击打乱了他的攻击节奏，他不得不强行扭转身体躲避。林硕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单手扣住他的肩膀，抬脚对着他的肋下
狠狠地来一下侧踢，砰的一声，黑人痛苦的五官都扭曲了。他的格斗经验丰富，哪怕剧痛也还是做出反抗，去抓林硕的手臂。林硕如果被拿到手臂，接下来面临就得是黑人另一只手拿着骨刀无休止的攻击，所以他果断松开扣着他肩膀的手，顺着黑人的胳膊下滑，再次扣住黑人的臂弯，顺势一拉。黑人猝不及防之下，脚下失去平衡，被林硕拉了个踉跄。林硕抡起斧头，对着他的手臂剁了下去。黑人转身，手臂反向扭曲，疼得他大叫一声，背身抬腿踢在林硕胸口，化解了这一斧。林硕感觉自己的胸口像是被锤子抡了一下，后退5、6步，捂着胸口咳了2声，喉咙里说不出的难受。黑人还手后跪在地上，捂着右臂，愤恨地瞪了林硕一眼，转身逃向竹林。林硕没有去追，经过上一次狼群的事情后，他成熟了许多，第一反应是田宇是否安全，黑人有没有同伙。他朝着田宇离开的方向大声喊道：田宇！田宇小跑回来，看到林硕狼狈的模样，愣了下。硕哥，出什么事了？刚刚两人从接触到攻击看似很久，实际上也就10几秒，生死都是在这10几秒内分出来的。看到田宇没事，林硕松了口气，将他抱在怀里。我们回去。田宇见林硕脸色很差，没有多问。路上，林硕和田宇说了他离开这一小会儿发生的事情。田宇没有害怕，愤怒地挥舞着小拳头，怎么会有这种人，见面就动手？下次见面我帮你教训他。林硕摇了摇头，严肃地叮嘱田宇：你看到他别犹豫，直接跑。田宇愣了下，为什么？林硕口中苦涩，刚刚如果不是他轻敌，你回来应该能看到我躺在地上。回想刚刚的一幕，林硕还感到后怕。如果不是他提前识破黑人的进攻，黑人也轻敌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对待，那一刀他根本逼不过去。正因为他拿到了先手，才有机会反攻，但还是被对方化解，甚至还给他一脚。黑人手臂反曲，就算不断，应该也没办法受力了。即便如此，林硕还是没把握能正面对过他。那种忍着扭断手臂的剧痛的狠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让林硕想起来一个人，和金在熙混在一起的墨西哥黑帮史蒂夫。说到底，林硕曾经是导游，不是什么打手。黑人出手狠辣，上来就是要命的攻击，一看就是经常和人厮杀的人。普通人对上他，注定了一边倒的结局。说话的时间，两人已经回到悬崖下。悬崖上光秃秃的，一截绳子落在下面的石滩上。林硕上前检查，发现绳子是被硬生生磨断的。他脸色更加难看。操，看来黑人不想让他们离开。林硕的紧张感染了田宇的情绪，他有些慌乱地问：硕哥，我们要怎么办？林硕抬头看向悬崖边缘，悬崖上的石头有凸起，攀爬起来并不困难。但林硕现在不知道黑人现在是往下游去了，还是已经爬上去等待他们自投罗网。如果黑人就在上面，林硕摇了摇头说：休息。林硕走到河边，拿出肉干和水补充体力。河边还有不少枯木，林硕收集起来，解开鞋带，做了一个简易的取火装置，升起篝火。河边空旷，他们有2个人，还有弓箭可以用，以逸待劳就行，就算黑人来了也不怕。如果他们今晚没回去，叶梅会意识到他们出事了，会去找雷和安娜来寻找他们。等明天早上，一切危机都迎刃而解。天色渐暗，夜色降临，黑人还是没有出现。林硕拿出弓说：我守前半夜，你守后半夜，你先睡吧。田宇没有矫情，躺在林硕的腿上沉沉地睡了过去。下游有风吹来，林硕护住田宇，后背朝着风吹来的方向。寂静的夜中，只剩下篝火噼里啪啦的燃烧声。枯木不多，林硕省着烧，火光只有很小一点。哗啦啦，河水里鱼儿在游动，不时的波动水面发出声响。又往火堆里添了些柴火。林硕猛地抬头，盯着黑夜中一个浅浅的人形轮廓。黑人趴在地上，四肢着地，用一种很诡异的姿势在爬行。漆黑的夜里，只有淡淡的月光，黑色的皮肤就是最好的遮掩。都靠近10米了，林硕才发觉。他张弓搭上箭，对准黑人，站住。箭在弦上，悬而不发是威慑力最大的时候。黑人慢慢的后退。林硕没有绝对的把握命中他，也不敢把箭射出去。以黑人的爆发力，他只有一次机会，射不中就会面临黑人狂风骤雨的攻击。虽然他们2人大概率能打赢，但是绝对的优势下，他不想搏命。田宇听到声音惊醒，第一时间去拿起弓箭。林硕拍拍他的肩膀安抚：没事了，继续睡吧。田宇摇摇头，把头发扎成马尾：睡不着了，你休息吧，我来守夜。经过刚刚的惊吓，林硕也睡不着了。显然黑人也懂得悬而不发的道理，前半夜他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林硕却不敢放松警惕。黑人的肤色在夜晚的加成太大了，